大黎国青阳郡三绝魔宗巍峨大山原始密林中坐落着一座座气势磅礴的殿宇，其中的一座大殿中，一排排精壮的男子被人扒光衣服，露出强健的肌肉，任人不断的上下打量着挑选。周长老、阴阳峰的那位妖孽看中那个炉鼎，杂役院的张管事带着讨好的笑容，恭敬地对着一个黑袍白发老者哈声询问。老者暗中突然收到了什么命令，神色一怔，随后那双如鹰般锐利的老眼看向了第二排的一个精壮青年。青年看起来18岁左右，身材修长，面容俊朗，阳刚之气十足。糟糕，不会选中了我吧？看着老者死死盯着自己，林渊心里户有些慌乱起来。他是一个穿越者，1个月前还是蓝星上一个过着996生活的劣等牛马，不知为何睡醒之后一睁眼便借尸还魂，穿越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紧接着便被三绝魔宗的人抓走，成为了杂役院培养的炉鼎之一。三绝魔宗乃是青阳郡的3大玄阶宗门之一，属于魔道宗门，分为天煞峰、阴阳峰、万毒峰3脉传承，合起来便有了三绝魔宗的名字。其中阴阳峰修炼的是阴阳之道，采阴补阳，以吞噬元阴或者元阳之气修炼，而他们这些炉鼎便是为阴阳峰弟子培养的耗材。这当炉鼎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随时都可能没有性命。因此当长老的目光打量向自己时，林渊心头瞬间惶恐起来。就是他了！白发老者周长老伸手指向林渊说道。完蛋了，果然选中了我！林渊浑身一软，冷汗直流。听说这一次是阴阳峰一位大人物的开荤仪式，所谓的开荤仪式，也就是阴阳峰弟子第一次采阴补阳，正式修炼开始双修功法。传闻这阴阳峰的阵风功法极其特殊，需要一个炉鼎献祭才能够让功法入门。被献祭的炉鼎下场，自然是一身元阳之气被吸干而亡。因此虽是艳福，也是要命的毒药啊！自己还年轻，林渊可不想就这样死了，心中着急无比，将他给带走。周长老没有给林渊任何反抗的机会，直接命人将其架走。看向林他的眼神中竟有些羡慕之色。阴阳峰那位妖孽大人物的第一次开荤，谁不心动啊？可惜这需要用生命去换取，自然吓退了有色心之人。阴阳峰一座豪华的庭院，林渊被押送到了这里。庭院内布置的富丽堂皇，高阁、亭台、假山、水池、小竹林一应俱全，能够在宗门内享受独栋庭院待遇的人可不多，可见庭院主人在三绝魔宗的地位极高。很快来到了庭院中的正屋房门前。启禀大人，你需要的炉鼎我们已经给你送来了。周长老恭敬地朝着房间行礼，他不过是外门长老，面对迈入超凡领域的内门真传弟子，也必须恭敬称呼其为大人。修炼世界等级森严，不可逾越，不过外门弟子却可以称呼这些真传弟子为师兄或者师姐，毕竟说不定他们有一天也有机会入内门。长老和管事则称呼为大人。把人留下，你们可以走了。一道清冷又略带些许娇媚的声音从房间中传了出来，随后房门竟然自动打开了。是，大人。周长老恭敬地应了一声，将林渊推入了房中，随后房门自动合上。林渊踉跄地进入房中，心头有些恐慌起来，双眼不断打量着四周的环境。房间的布置充满了粉红色的暧昧布置，在房间的正中央居然栽种有一棵桃树，桃花盛开，香气不断沁入口鼻，让林渊心头莫名有火气涌出，看来绝非凡树，有勾动天火的冲动。这时候那粉色的床帘被缓缓掀开，只见珍贵木料雕刻而成的豪华大床上躺着一个身材妙曼、倾国倾城的美人，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粉红色纱裙，若隐若现，勾人心魂。嘴唇红润，青丝光泽，根根发亮，半露的肌肤白皙光嫩。她一只青葱玉手半撑着脑袋，斜躺在床上，整个身子呈现出妙曼凹凸倩美的曲线，肌肤凝脂，下腹银白平坦，2条修长白嫩的美腿相交叠在一起，玉足白皙，脚趾圆润，指甲上纹有漂亮的花瓣，浑身上下更是透发出一股迷人的幽香气息，太美了！林渊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前世的那些明星，即使在美颜化妆的加持上，也不及其美的1/10吧。没有想到这群炉鼎之中有还你这样的上等货色，还真是好运气。绝色女子开口说道：“我叫苏丽妹，你很荣幸成为我的献祭炉鼎。”苏丽妹轻轻吹了一口气，满脸妩媚笑容地说道：“贝齿晶莹，整齐漂亮。”很显然，对于自己第一次的炉鼎还是非常满意，相貌俊朗，阳气十足，上等炉鼎。什么？苏丽妹？林渊整个人都震惊了起来。三绝魔宗100年难遇的妖孽，20来岁便已经迈入了超凡领域，成为了一名超凡强者。此女的名气太大了，名震青阳郡，甚至整个大黎国都有其名声。在杂役院的时候，林渊就经常在别人的口中提及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成为了她的炉鼎，还请师姐放过我吧，小的以后给你当牛做马。林渊浑身颤栗，连忙求饶道：“苏丽妹虽然是极品美人，但是还是小命更重要。难道自己这才刚穿越1个月就要死了吗？”心头很是不甘心。小家伙，不要害怕，能够成为姐姐的第一次炉鼎，也算是你的福气。姐姐，我会温柔一下，让你好好享受一番，也不枉此生。苏丽妹笑了笑，媚眼勾魂夺魄，
如此好的炉鼎，怎么可能放过？随后，一枚丹药射入了林渊的口中。天阳丹能够激发体内无尽欲望的丹药，怕这些炉鼎因为恐惧死亡，从而丧失能力不举，因此修炼之前都会给他们服下天阳丹。妈的，贱女人！反正老子死定了，临死前就好好享受吧！林渊双目喷火，欲望之海将理智给淹没，他直接撕毁了身上的衣服，冲了上去。天阳丹的药效，他根本顶不住。如果真要死，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种死法似乎也很不错。毕竟这位可是三绝魔宗的绝世妖孽啊，极品美人！妈的，想要我的命，老子一定要好好折磨你一番！林渊彻底疯狂了起来，临死前也要让这女人见识一下他的厉害。什么是真男人？林渊眼神发狠，疯狂地扑向了大床。他可不是什么窝囊废，就算死也要让这个女人尝一尝自己的厉害。林渊将这位阴阳风的妖孽压在身下，双手不断地揉捏凝脂肌肤，嘴巴疯狂地在粉嫩精致的耳垂、雪白的脖颈上，以最为暴力的方式将裹住绝美娇躯的衣服撕裂成一片片。嘻嘻，苏里妹妖媚的一笑，好弟弟，就是这样，姐姐我很喜欢。伸出那双极美的大长腿，将林渊给夹住。不知过了多久，苏里妹开始运转长生阴阳法起来。长生阴阳法乃是阴阳风的阵风功法，这门功法非常诡异，入门需要献祭一个炉鼎，不然苏里妹这样的天之娇女也不会便宜了林渊这个杂役。大量的元阳之气从林渊的体内流失，他整个人瞬间感觉虚弱到了极点。难道我真的要死了吗？林渊心头极其不甘心啊！得知自己穿越到了修炼世界，刚开始兴奋不已，还幻想着有一天能够修炼到巅峰，镇压一切，长生不死，见一见高处不胜寒的风景。毕竟作为华夏儿女，哪一个没有修仙的梦想？林渊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他真的要死了。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干瘪起来，脸色惨白，双眼空洞无神，黑眼圈非常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被吸干，完全被掏空了。就在林渊无比绝望，以为自己快要死的时候，突然脑海之中响起了一道冰冷的声音：叮，恭喜宿主，气运系统开启。系统，他来了，他来了，救命的亲爹啊！林渊整个人激动起来，在番茄看了上万本小说的他，自然明白系统是什么，穿越者的必备金手指。他终于来了！一道道信息涌入林渊的脑海中。诸天世界有许多拥有气运庇护的天之骄子，他们天生便得到上天眷顾，机缘极强。斩杀这些拥有气运的天之骄子，可吞噬其气运。异性气运者，中等气运以上，可与之合体，获取斩杀的1/10气运点，并且今后的岁月与之合体，可以持续获得气运点。叮，检测到中等气运拥有者苏里妹，可选择斩杀或者合体。气运等级可分为略有气运、小气运、中等气运、大气运、超凡气运、位面之子、天命主角、天道之子、天道主角、万道之主。气运等级越高，获得的气运点越多。自己这不刚好与苏丽妹合体了吗？林渊心中暗道，这简直是天赐机会啊！如果是平日，他想要与这个妖女合体，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至于斩杀，他现在只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又怎么可能斩杀超凡强者的妖孽苏丽妹？这炉鼎当的不亏。叮，恭喜宿主与中等气运者苏丽妹合体成功，获得100气运点，中等气运宝箱1个。叮，恭喜宿主斩获第1滴血，获得10倍暴击。叮，系统检测到宿主又被吸干而死的危险，特意额外奖励绝世仙体9阳仙体，无论多厉害地功法都吸不干宿主，并且拥有最顶级的双修体质，拥有百战百胜、金刚不坏、日遇3000不到、万毒不侵的能力，还免费赠送一个顶级体质。系统还怪贴心的。得到9阳仙体后，林渊身上的阳气开始快速恢复，整个人的气色也瞬间恢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苏丽妹猛地睁开眼睛，满脸的震惊。她突然感觉到林渊体内消失的阳气开始疯狂的恢复，很快就恢复到了巅峰，并且阳气还越来越足，超越了之前的巅峰。天啊，这小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这小子是传说中的至阳之体？苏丽妹惊讶道，不过立即满脸露出了兴奋之色。这不仅是上等炉鼎啊，简直是神级炉鼎！旋即开始疯狂的运转长生阴阳法修炼，他的境界竟然开始迅速提升中，飞天境中期，只是短短时间便从初期突破到了中期。这小子，哈哈，居然给了我一个如此大的惊喜！苏丽妹内心激动到了极点，心中暗暗下定决心，这极品炉鼎一定要死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修炼结束，苏丽妹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件粉白色的长裙穿上，长裙极其华丽漂亮，上面绣着花朵和蝴蝶。林渊则是躺在床上，大汗淋漓，还处于劫后余生的喜悦中。系统亲爹真给力啊，总算是保住了性命，就是不知道这气运点有什么作用。林渊长松了一口气，你还是第一个被献祭而没有死的炉鼎。苏丽妹看着林渊，清冷的开口道，这女人在修炼的时候一脸的媚态，完事后则是一副高冷清绝的模样，简直是判若两人。至于林渊为什么没有死，苏丽妹并未有太多的纠结，毕竟这世间上特殊的体质并不少，她也并非全部知晓。只要
能够为自己修炼提供帮助就行了。从今以后，你便是我苏里妹的男奴，我需要修炼的时候，你要随叫随到。苏里妹抬手一挥，一道粉红的光芒射向了林渊，随后在她的手臂上显现一朵桃花印记。苏里妹轻轻一笑道：“这是我的特殊印记，可不要想着逃走，否则姐姐的手段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番警告威胁，林渊心头窝火，愤怒无比。被打上奴隶印记，这是天大的耻辱啊！老子好歹是拥有系统的主角啊！臭女人，早晚有一天老子要让你征服，以报此仇。当然，这样的话林渊也只敢在心头说。超凡修士的苏里妹，一个眼神就可以秒杀了他，可不敢激怒这个恐怖的女人。所谓超凡，便是超脱了凡俗，已经不再是凡人。修炼之路，第一境界便是退凡，共分为9阶。退凡之后，便是超凡领域，可分为飞天、无惧、神游、天象、通神、乾坤、洞天、涅槃、不灭。是师姐，小的一定随叫随到，好好服侍好你。林渊连忙点头哈腰的说道。现在他还是一点修为都没有的凡人，该低头的时候还是要低头。君子报仇10年不晚，韩信也要经历胯下之辱才成为一代兵仙。如今自己的金手指已经出现，早晚有天自己要让这个女人臣服，以报今日之仇。到时候嘿嘿，会让这个女人明白自己的厉害。而且老子可不想戴绿帽子，这阴阳风修士的德性基本上都算是人尽可夫。林渊心里更加迫切的想要征服苏里妹，他已经选择和苏里妹合体，并且还能够在她身上源源不断薅气运点，注定了她必须是自己的女人。他可不想自己的女人和其他男子有染嫌脏。以他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管苏里妹的事情，自己必须尽可能提升实力，彻底征服这个女人，从而不敢找其他男人修炼。当然如果真的脏了，他也不介意辣手摧花。你下去吧。苏里妹挥了挥手，示意林渊离去。林渊长松了一口，赶紧离开了。他现在迫不及待想要搞清楚气运点的作用，而且还有一个中等期运宝箱没有开。天煞峰，一位气质非凡、身穿华贵衣服、容貌俊俏的青年坐在那里，脸色阴沉，似乎在等着什么消息。少宗主，少宗主。苏师姐已经完成修炼，不过那卢鼎并没有死。一个蓝衣青年赶忙走了进来禀告。什么？那卢鼎没有死？少宗主因无情一脸的震惊，随即露出无比愤怒之色，拳头紧握，嘎嘎作响。苏里妹，3绝魔宗100年难遇的妖孽，容貌倾城，因无情一直都喜欢她，疯狂的迷恋，并且在自己宗主的父亲的操作下，两人还有了婚约。苏里妹的第一次，她心里自然非常想要一清芳泽，但是这需要命去换，因此只能够无奈接受这顶绿帽子。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修为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个让自己戴绿帽子的卢鼎并没有死，这让殷无情自然愤怒至极。该死的家伙，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夺了妹儿的第一次，他一定要死。本公子就不允许妹儿的卢鼎还活着。殷无情眼神冰冷，充满了杀意。不死，难以让自己心情平静，消除那口闷气。这个代表自己耻辱的卢鼎必须要死。3绝魔宗杂役院，林渊被送了回来。这小子竟然没有死，怎么可能？看着完好无损，甚至还精神抖擞的林渊，张管事十分惊讶。毕竟作为献祭卢鼎，至今没有一个活着的先例。周长老也是惊道，这种情况老夫也是第一次遇见。张管事，这小子就交给你好好照顾。阴阳峰的那位大人说了，让他养好身体，随时等待召见。若是有什么差池，可不好交代。今后在杂役院中，他不需要干任何杂事，每日进补一些壮阳之药就行了。周长老吩咐道。苏里妹吩咐需要照顾的人，他可不敢怠慢。是，长老。张管事连忙应道。不用干活，如此甚好。林渊心中暗喜，这样自己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修炼，尽早征服苏里妹这个妖孽，不然头顶上随时都可能出现绿油油的东西。有了系统这个金手指，问鼎巅峰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林渊啊，可真羡慕你啊，居然没有死，还得到了阴阳峰那位妖孽的青睐，以后前途无量啊。张管事一脸笑意的说道。这是多少人羡慕嫉妒的事情啊。张管事，我这都是运气好而已，当时还以为死定了，吓死我了。林渊装着一脸心有余悸的模样。随后张管事将林渊带到了一个独栋宿舍，以后你就住在这里，有什么需求就来给我说。张管事笑道，态度也好了不少。毕竟林渊是那位妖孽吩咐照顾的人，说不定哪一天就一飞冲天了。他一个小小的杂役院管事，自然不敢再轻易得罪。是。林渊连忙点了点头。单独的宿舍，这样以后自己修炼也就方便许多了。张管事走后，林渊赶紧紧闭房门，赶紧询问系统。系统，气运点有何作用？这时候林渊的脑海中突然弹出来一个面板。宿主林渊，境界无，气运点100，体质九阳仙体，初始，功法无，战绩无，宝物无。任何体质都需要慢慢开发才能够达到最强状态。刚觉醒的体质便是初始状态，初始状态的九阳仙体只能够赋予林渊无尽阳气、金刚不到、万毒不侵的能力，以及不俗的修炼天赋而已。初始之后便是初成、小成、大成、
圆满。体质的开发程度，每升一个等级都会获得相应的恐怖能力，体质越强，想要开发升级的难度自然越是大。接着，系统的声音响起：第一，可以消耗一定的气运点，提升功法、战技、神通、宝物的境界和等级。总之，只要有足够的气运点，万物即可加点、升级或者进化。第二，可以消耗一定的气运点，获取附近的机缘信息。更多功能，系统升级到 LV2 开通，斩杀或者征服10位气运者，至少有一个大气运者，系统可升级到 LV2。原来气运点的作用是这样，万物即可加点，直接提升功法、神通这些的境界，这比神级悟性还强啊！什么功法神通都可以瞬间学会，并且大圆满。当然，前提是需要足够的气运点才行。若有足够的气运点，瞬间就可以将九阳仙体加点到圆满程度。圆满的仙体啊，威能有多么恐怖惊人，难以想象。可是我只是一个杂役弟子，现在没有任何功法修炼啊。凌渊皱眉起来，他还打算通过加点功法境界提升自己的修为，只要能够突破到退凡3阶，便可以脱离杂役的身份，晋升为外门弟子，才有资格得到基础功法修炼。突破到退凡7阶，便可以晋升为内门弟子，跨入超凡领域，便是真传弟子。三绝魔宗等级森严，一切靠实力说话，关系互动没有用。对了，凌渊突然眼前一亮，气运宝箱还没有开，系统给我打开气运宝箱，倒要看看能够获得什么好东西。叮，恭喜宿主打开中等气运宝箱，获得九阳神功、天机玉佩，还真有功法呀！凌渊欣喜若狂。九阳神功天阶下品功法，能够修炼出至刚至阳的力量，对于阴邪力量天生克制，是至阳体质者最佳修炼功法。什么天阶功法？凌渊傻眼了，整个人愣在原地。虽然自身杂役弟子，但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修炼信息还是了解过一些。功法战绩分为黄、玄、地、天、圣5个等级，每一个等级又分为下、中、上3品。三绝魔宗的最强功法也不过才玄阶而已。系统果然给力，凌渊兴奋不已，而且系统还额外赠予了自己九阳仙体，简直是完美功法。对了，这天机玉佩有什么作用？凌渊的目光看向了手中一块黑白相间、形似阴阳的玉佩。天机玉佩屏蔽天机，可以完全隐藏宿主气息，也可以模拟自己想要的修为气息示人，不可超过自身的境界，圣人之下无法察觉。好东西啊！凌渊眼前一亮，有了系统后，自己的修为肯定会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如果被人发现了，这根本无法解释，这种速度恐怕绝世妖孽都比不上，肯定会被抓起来逼问自己身上的秘密。有了这天机玉佩，这种担忧就完美的解决了。最完美的地方还是自己想要模拟什么气息，就能够以什么气息示人。比如自己是退凡9阶，可以模拟出退凡3阶的气息示人，这样就不会引人怀疑自己修炼速度太快的事情。可惜模拟出来的气息不能够超过自己的境界，不然凌渊自己可以模拟出大陆最强者的气息，光这气息就能够吓退无数人，简直是狐假虎威，装逼利器。还有斩获第一滴血的10倍暴击。最终凌渊决定暴击九阳神功，功法越强，对于自己的修炼自然越有益。叮，恭喜宿主九阳神功10倍暴击，升级为天阶上品功法。天阶上品功法已经是这个大陆最强地功法了。凌渊满脸的激动。叮，检测到有功法九阳神功，是否花费气运点修炼？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凌渊点了点头。消耗气运点80，九阳神功突破到第1层。此时凌渊脑海中竟然有种修炼了九阳神功多年的感觉，太神奇了！轰！瞬间凌渊感到一股无比恐怖浩瀚的至阳能量涌入体内，他的修为境界居然开始疯狂攀升，退凡1阶，退凡2阶，退凡3阶，直到退凡6阶才停止，并且他一旦真气爆发，四周便有一股赤红色如同烈阳一样的气体环绕，这便是太阳真气。这是修炼九阳神功后特有的真气状态，威力比之普通真气强大无数倍，这便是修炼高等级功法的优势。我的修为竟然刹那间提升到了退凡6阶。凌渊猛地睁开眼睛，满脸的激动兴奋，短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别人需要数年苦修的路程。童子哥，太给力了！这时候凌渊的面板也发生了变化。宿主凌渊，境界退凡6阶，气运点20，体质九阳仙体，初始功法九阳神功，第1层，战绩5，宝物天机玉佩，剩下的20气运点不足以将九阳神功提升到第2层。如今我唯一获得气运点的途径就是苏里妹了。凌渊心中暗道，得找机会继续和苏里妹一起修炼神功，获取气运点，征服气运之女必然是最好的方法。虽然一次性只获得1/10气运点，但好处就是天长地久，可以一直源源不断获得气运点。况且拥有气运眷顾的天资娇女，今后的成就也不会太低，今后必定能够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因此今后只要是中等气运以上的女性，凌渊都会选择尽可能去征服。当然对于实在不识趣的，只有辣手摧花了，他可不会去当舔狗，反正斩杀也有气运点获得。有人闯来！凌渊突然眉头一挑，突破倒退凡6阶后，整个人的感知变强了许多。砰！果然
随即一声巨大的声音响起，林渊的房门直接被猛地用力踹开，随后3个彪形大汉闯入了进来。你们是什么人？为何闯进我的房间？林渊眉头一皱，沉声问道。自己没有得罪人吧？来杀你的人。其中一人冷冷笑了起来。3个人将林渊给包围在了中间。杀我！林渊眼神一冷，拳头紧握，准备出手。这3人不过退凡3阶修为而已，弹指可杀。你们干什么？还不快滚！这时候张管事冷冷地走了前来，他可是退凡4阶，足可以镇压3位退凡3阶修士。因为年龄超过了35岁，所以只能够在杂役院当一位管事，无法再成为外门弟子。在3绝魔宗，对于弟子的要求，年龄不能够超过35岁，超过35岁便不再是弟子身份，要么外放替宗门办事，要么实力足够当长老或者管事。张管事冷冷地看向3人，这可是阴阳峰那位妖孽吩咐照顾的人，自然不能够让林渊出事。张管事，我们是少宗主派来办事的，你确定要管这闲事？其中一人冷冷说道。他们也是杂役，平日自然不敢得罪管事，如今替少宗主办事，底气自然充足了起来。少宗主闻言，张管事脸色骤变，突然想起来，似乎有一个传闻，阴阳峰的那位大人物是少宗主的未婚妻。是啊，少宗主又怎么可能允许卢鼎还活着？少宗主和苏里妹定亲的事情，知道的人并不算太多，张管事也只是无意间听说过，不敢再多管闲事，识趣的让路。这可是他根本的对不起的人，他只是一个小小杂役院管事而已。少宗主，林渊眉头一皱，自己何时得罪了少宗主？难道是因为苏里妹？两人身份差距过大，能够让少宗主命人来杀自己，似乎只有这种可能了。心里苦笑一声，果然是红颜祸水，看来这场梁子算是结下了。不过他也不后悔，毕竟没有苏里妹的出现，他根本无法开启系统。开启系统的条件就是斩杀或者合体一个气运者，不然也不会穿越1个月系统也没有出现。以林渊之前毫无修为的背景，想要完成这个条件简直是天方夜谭，也是巧合之下成为苏里妹的顶炉，才开启了系统，一飞冲天。林渊，这就是你的命，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可不要怪我们心狠手辣。3人恶狠狠地看着林渊，发出冷冷的笑意，面带杀意，将林渊围起来。杀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这任务实在是太简单了，一人足矣。3人同来，也只是为确保万一耽误了少宗主的大事，可是死罪不敢大意，一个废物而已，一拳便能够解决，让我来送这小子一程吧。其中一人跳了出来，拳头握得嘎嘎作响，然后一拳头朝着林渊轰杀而去。虽然退凡4阶之后才能够做到真气外放，但是内体真气力量的附着在拳头上，足足有1000斤之力，一拳便可以轰杀普通人。唉，张管试探了一声，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不知道如何向阴阳峰的那位妖孽交代，心头苦闷不已，但是也不敢插手啊。杀我？呵呵。林渊冷冷一笑，真把自己当软柿子了，你们也配？林渊也握紧拳头，一拳轰杀了出去，拳头之中附带着至刚至阳的太阳真气，拥有近万斤之力，是对方的10倍之强，这便是天阶上品功法的可怕。轰！两人的拳头对碰在一起，扑哧，只听见一声惨叫响起，随后和林渊对轰之人直接被4分5裂，空气中弥漫一层血雾，异常血腥恐怖，力量恐怖如斯。什么？怎么可能？张管事他们3人一个个露出无比震惊、不可思议之色，难以置信林渊竟然一拳将一个退凡3阶轰成碎尸，这一拳的力量会有多大呀？这小子隐藏实力，快跑！剩下的2人吓得脸色苍白，慌不择路的逃跑，一拳轰杀退凡3阶，就算2人联手也是死路一条，跑得了吗？林渊的嘴角微翘，伸出猩红的舌头，兴奋地舔了舔嘴唇。既然已经出手，自然不会再留活口，反正该得罪的人已经得罪，何须手下留情？轰！他双脚猛地一蹬，如同出膛的炮弹射了出去，砰砰！随后只听见2道惨叫声音响起，地上便出现了不少血液和碎肉。这等场景让张管事都忍不住胃里翻江倒海，想要吐出来。如此残忍的杀人，他也没有见过。看向林渊冰冷的眼神，竟然开始恐惧了起来。看着地上的碎尸，林渊冷笑了一声，想要杀我，那就必须要做好被我所杀的准备。他也有故意想要将事情闹大的意思。自己和少宗主之间的差距犹如云泥之别，他想要捏死现在的自己简直太简单，如今只有借苏里妹之手保下自己，因为他清楚自己9阳神体对苏里妹来说诱惑有多么强大，只要自己将事情闹大了，很快消息就会传入他的耳中，必定会坐不住前来搭救自己。他可是百年难遇的妖孽，在3绝魔宗的地位极高。至于逃出3绝魔宗，林渊直接否定了这个想法。一来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想要逃出去很难；二来自己有逃走的想法，少宗主再想要杀自己就更加没有任何顾忌了，毕竟对待叛徒的下场就是死。3来自己逃走了，便不可以在苏里妹的身上源源不断得到气运点，中等气运者可是非常难找到，而且想要与其合体更是难上加难，可没有和苏里妹合体那么简单和巧合。况且自己身上有他种下的印记，也很难逃掉。
当然，林渊也没有将自己的修为全部暴露，毕竟这才1天时间就从无修为突破到退凡6阶，太过于震惊，不可思议了。因此，他在天机玉佩的帮助下，将自己的修为模拟在退凡3阶气息。至于为什么1天就突破到了退凡3阶，可以推到自己体质特殊上，因为和苏里妹双修获得了巨大好处，修为才突破到了退凡3阶。这样也展现出了自己的体质特殊，有值得培养的价值，引起宗门的重视，增加自己对抗少宗主的资本。藏拙未必不是什么好事，这样敌人就可以轻视我，到时候才有反击为胜的机会。林渊心中暗道，想要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世界活下去，必须一步步谋算小心行事，没脑子的莽撞行事，就算自己有系统也会没命。毕竟他现在还没有达到天下无敌横行无忌的实力。如今我获取气运点的途径只有苏里妹一个，可惜除了第一次外，接下来虽然能够源源不断收获，但是速度会很慢，想要快速提升实力，还必须要寻找新的气运者呀。林渊心中暗道，所谓气运者便是有机缘的人，出门踩坨狗屎说不定就是天才地宝，这便是气运者。像苏里妹这种中等气运者自然不多，很难寻找到，但是略有气运者、小气运者并不在少数，只要他稍微打听一下，那个人的机缘好，便很可能是气运者。少宗主的杀意让林渊心中急迫无比，逼得他不得不快速提升实力自保。随即笑盈盈看向张管事，张管事，你也看见了，是他们想要杀我，我才反击的。林渊装作一脸无辜的表情，林渊，你得罪的是少宗主。哎，张管事摇了摇头，你好自为之吧。随后便离开了。一个少宗主，一个阴阳峰的百年妖孽，得罪谁都会死无葬身之地，还是赶紧离开为妙。甚至他心头都有逃离3绝魔宗的想法，真是倒霉，无妄之灾。哼！林渊眼神冷漠地看向天煞峰，少宗主想要杀我，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死，有仇必报，不配为人。张管事走后，林渊处理了尸体后，便继续开始修炼。既然没有气运点帮助自己修炼，那就只好靠自己修炼。他获得了9阳仙体，毕竟是绝世仙体，哪怕只是初始状态，天赋已经很是不俗，靠自己修炼也能够快速提升境界。林渊盘坐在床上，开始运转9阳神功，他身体瞬间变成了一团火炉，皮肤变得赤红起来，汗水打湿了全身，周围的温度也骤然提升了不少。不知不觉3天时间过去，周身的太阳真气凝聚在一起，竟然在林渊的身前凝形成一轮烈日，散发出恐怖无比的高温。这一刻，林渊跨过了某种玄关，气息骤然提升，浑身的太阳真气也变得更加浑厚。退凡7阶，真气凝形，结束修炼。林渊睁开双目，露出一脸的喜色，这完全是靠自己修炼啊！3天便从退凡6阶突破到7阶，这种速度太不可思议了。9阳仙体配合9阳神功，简直强得离谱，完全碾压同阶。林渊洗了一个澡，好好休息一番，麻烦终于再次找上门来了。区区一个杂役，也竟然杀了我派来的人。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轰！随即林渊的房门便碎裂了。只见一个身穿紫色华服、英俊潇洒的青年冷冷地走了进来，他高高在上，蔑视地看着林渊，像是看一具尸体一样。3绝魔宗少宗主殷无情，没有想到他竟然亲自前来了。毕竟男人最不能够接受的事情便是头戴绿帽。林渊不死，他心不宁。糟糕，这少宗主竟然亲自前来，苏丽妹怎么还没有来？他不来，今日我死定了。看着来人，林渊眉头一皱，心头着急起来。虽然他只是退凡7阶修为，但是加上9阳神功的强大，面对退凡9阶也可以做到无惧。但是这毕竟是3绝魔宗的少宗主，有身份压制着，只要请动一位超凡长老出手，自己竟然恐怕就在劫难逃。见过少宗主。林渊走出门房，对着华服青年微微行礼。殷无情居高临下，轻蔑了扫了一眼，跪下。殷无情气势凌人的大喝一声：“少宗主，不知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于你了？”林渊装作一脸懵逼，不知发生什么事情的样子。他现在只能尽可能拖延时间，等苏里妹前来。只有他出手，自己今日才有1线生机。自己的体质对于他的修炼有极大帮助，不相信他会轻易放弃自己。你作为妹儿的顶炉，不应该还活着。区区杂役弟子，自裁吧，免得脏了本公子的手。殷无情蔑视一笑，眼神极其冷漠。果然，这个世界人命尊严在实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林渊心中暗道，心中恼怒无比。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呀，当了献祭炉鼎，如果不是系统，自己早就死了。现在却因为这件事情想要自己自裁，欺人太甚。成为苏师姐的炉鼎也并非我所愿，少宗主，我也是被迫的，还请你见谅。你让我自裁，不是有点过分了吗？林渊咬牙说道，心中祈求着苏里妹快点来吧，她再不前来，自己就真的危险了。这个拳头就是真理的世界，是根本没办法讲理的。蝼蚁而已的东西，想要捏死就捏死，我才不管你是否为被迫。你不死，我气不顺，以我无上尊贵的身份，亲自前来杀你一个杂役，是你3世修炼的福气。既然你不自裁，那我就亲自出手。殷无情眼中杀意浮动，杀人根本不讲道理，只凭自己的心情即可。区区一个杂役弟子，
和地上的一只蚂蚁没有区别。妈的，来杀自己，还说是老子的福气！我感谢你全家。这个人命如草芥的世界，弱小便是原罪啊！既然你要杀老子，老子也不会让你好过。林渊心中愤怒至极，杀意爆发，真当老子是泥捏的？就算要死，也不能够窝囊的死。他准备全力出手，将殷无情斩杀，就算死，也要拉上他垫背。人生在世，活的就是一口气。看你那样子，似乎很不服气，很不甘心。感受到林渊的愤怒，殷无情哈哈笑了起来。这个世界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我的修为比你高，地位背景比你强，捏死你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般简单。下辈子记得投一个好胎吧。殷无情轻蔑地看了林渊最后一眼，一掌拍了出来，没有任何华丽的招式，纯粹力量的一掌。一个杂役弟子完全没有瞧在眼中。林渊运转体内的真气，准备一击必死，哪怕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就在此时，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响彻了全场，就连空气的温度也骤然降低了不少。殷无情，我的人你也敢杀？真当我不敢对你出手吗？我可是警告过你，林渊对于修炼有意，你不可对他出手。真当我的话是耳旁风吗？只见一位绝色倾城的女子从天而降，正是苏里妹，百年难遇的妖孽。一袭粉白色长裙，清冷如冰，和修炼之时的娇媚动人相比，完全是两个对立的极端。林渊终于松了一口，神色舒缓下来。他总算来了。苏里妹，难道你要为了一个杂役对我出手吗？我可是你的未婚夫。看着苏里妹要保一个杂役，殷无情脸色铁青无比，愤怒之下不顾一切朝着林渊杀去。我的炉鼎你也敢随便杀？真当我没有怒火？苏里妹冷漠一笑，这一次他真的动怒了。林渊对他的修炼来说太重要了，就算宗主亲至，他也要争一争，更别说少宗主了。轰！强大的威势爆发出来，直接轰飞了殷无情。噗嗤，一个鲜血喷出，殷无情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你！殷无情无比愤怒地看向苏里妹，他居然为了一个杂役打伤了自己，愤怒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感觉自己的面子全丢了。白老，替我杀了那小子！殷无情愤怒地喊道，他一定要让这个蝼蚁般的杂役死。苏小姐，打伤少宗主，你做的有些过了。这时候，一个白发老者凌空而来，浑身散发出强大无比的超凡气息，他冷漠如刀锋的双眸死死盯着苏里妹，无视我的存在，没有杀了他便已经不算过分。白长老，难道你也想要出手吗？苏里妹冷漠地说道。区区退凡也敢挑衅超凡，若非殷无情的身份，早已经是一具使用。一个杂役弟子而已，老夫难道还杀不得？白长老淡淡一笑，眼神轻蔑，人命在其眼中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人命如草芥的世界啊，杀人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林渊心中暗道，对于提升实力的迫切感更高了，不然随时都可能没有命。那就请出手吧。苏里妹淡然地说道。清风吹拂，红裙飘飞，美得令人沉醉。苏小姐，你不过刚突破到飞天境而已，而老夫沉浸飞天境多年，已经是飞天后期修为，就算你是妖孽，也岂是老夫对手？白老呵呵一笑，一个刚踏入超凡领域的小辈，他还是有信心战胜。老家伙，废话真多。苏里妹冷哼了一声，她悬浮在空中，超凡之力爆发，衣裙飘飘，四周出现无数粉色的花瓣，环绕在四周，轻手一指，无数花瓣凝聚成一柄长剑，轰杀向了白长老。什么？感受到强大的压迫感，白长老脸色大变。你竟然突破到了飞天境后期，这才跨入超凡几天啊，居然就突破到了后期，难以置信。和林渊合体修炼，苏里妹就直接突破到了飞天中期，接下来闭关3、4天又冲击到了飞天后期，这种速度简直是和开挂一样。由此可见林渊对苏里妹的重要性，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林渊，断了自己的修炼之路。老夫也不是吃素的。白老的手中出现一柄长枪，凝聚浑身的超凡力量，形成一道恐怖的枪芒迎战了上去。轰！双方的招式对碰在一起，爆发出巨大的震动。噗嗤！白老喷出了一口鲜血，一脸的难以置信。同样是飞天后期，老夫怎么可能被你一招击败了？太震惊了，因为我是天才妖孽，而你只是一个老废物而已。苏里妹淡淡的说道，浑身上下有股强大的霸气，睥睨八荒。什么是霸气？什么叫强横？这就是啊，睥睨天下，万物如此草芥。这样的霸气必须要有强大的天赋和实力。好，很好，苏里妹，我一定要榨干你身上的全部气运点，助我修炼。看着霸气强横的苏里妹，林渊热血沸腾起来，恨不得马上就和苏里妹一起修炼，同时看看这3、4天过去了，能够从她身上榨出多少气运点出来。嗖！苏里妹化作一道红色的残影，飞到了殷无情的面前。你想要干什么？殷无情被苏里妹刚刚的无上霸道气势吓得脸色发白，连连后退。殷无情，我的修行方式你是知道的，这是无法改变的东西。林渊今后便是我专属炉鼎，同我修炼长生阴阳法，想要与我成亲，就必须接受这件事情，否则我们就取消婚约吧。苏里妹冷漠地说道。两人的婚约她本身就很不满，只是以她目前的实力还没有办法反抗。祖人修行之路便是生死大敌，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到时候别怪我无情，就算你是宗主的儿子，我也不会放过你。随后苏里妹
直接拉着林渊飞身离开了。这就是天才妖孽的霸气！苏里妹，你这个贱女人，敢当众羞辱我！殷无情拳头紧握，愤怒无比。少宗主，你千万不要再招惹苏里妹，这个女人太妖孽了，到时候就算宗主都难保你啊！白老提醒道。他彻底恐惧在了苏里妹的妖孽之下。我知道。殷无情点了点头，心中暗道，他又不是无脑傻子，他没有超凡之前是无法和苏里妹对抗。苏里妹，好，很好，今后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若不是你对我的修炼有用，你这个贱女人，老子才不伺候你！真他妈该死！给老子戴绿帽子的蝼蚁，居然还活着，这口气真难以咽下。虽然这是魔宗，但殷无情又不是阴阳峰弟子，思想观念和正常男子无异，并没有那么开放。对于戴绿帽子的事情，心头自然窝火到了极点。若不是苏里妹对他有用，谁愿意娶阴阳峰的弟子？头顶上还不得出现一大片青青草原。现在不是动你的时候，等计划完成，老子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贱女人，给老子等着！殷无情双目狰狞，疯狂至极。今日之耻，让他愤怒无比。阴阳峰，苏里妹的独立庭院中，林渊直接被推入了房中，直接扔在了那张大床上。听说你杀了3个退凡3剑，记得送你来之前，只是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而已。苏里妹死死盯着林渊，想要将他给看透。师姐，和你一起修炼回去之后，没多久我便突破到了退凡3剑。数日前我确实毫无修为。林渊回答道。幸好自己得到了天机玉佩，否则退凡7阶的修为曝光，还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风暴。毕竟数日前自己还是完全没有修为的废物，这种速度难免会遭来别人的觊觎。自己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大秘密、大机缘？看来你的体质果然特殊，铜镜能够反杀3人，不是一般的强大体质。苏里妹点了点头，看来这林渊的体质果然特殊。这是玄阴石，你将真气灌注入其中。苏里妹拿出了一块寒气逼人、墨黑色的石头。林渊没有犹豫，立即照做。当真气灌入其中后，玄阴石直接碎裂了，化为一团齑粉。果然是至阳之体，你凝练出来的真气应该就是至阳之气，怪不得能够以1敌3。我居然有这样的大运，找到了传说中的至阳之体。苏里妹满脸的兴奋激动之色，甚至忍不住流出了口水，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看向林渊的眼神极其火热，恨不得立即吃了他的模样。这可是双修圣体啊，是让所有女修都为之疯狂的体质。这小子是传说中的至阳之体，来得太是时候了。殷无情，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谋算？想要将我当做修炼的踏脚石？只要3年之后，我突破到神游境，便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苏里妹心头火热无比，之前她还没有信心，如今找到了传说中的至阳之体，3年足够她突破到超凡3阶神游境，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师姐，你恐怕不知道，我这是比至阳之体强大100万倍的9阳仙体。看着苏里妹那激动的眼神，林渊心中暗道，被认定为至阳之体也好，毕竟9阳仙体太过于震撼了，这可是绝世仙体。根据古籍记载，体质可分为普通、灵体、圣体、地体，然后再是传说中的仙体。整个大陆从未有仙体出现过。在远古时期有过一场大难，无数强者凋落，地体基本上绝迹，圣体100年难遇，灵体也可以称之为绝世妖孽了。仙体的消息一旦暴露，必定引起整个大陆的震动。苏里妹娇媚一笑，轻解衣裙，化为一道残影，飞入了澡池中。还不下来陪我一起修炼？与之先前的清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感。林渊立即点了点头，是师姐。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冲入了澡池中。数天过去了，倒是想要知道能够从苏里妹的身上收割多少气运点。刚入澡池中，哗啦啦，一只修长纤细的美腿从水中探了出来，直接抵在了他的胸膛上，嫩白如玉，脚趾根根纤细，甚至带着一股悠悠香气。可不要让师姐我失望。苏里妹媚笑一声，媚态尽显，勾魂夺魄。这女人果然是两面性格，平日里一副高冷的模样，这时候却又是一副媚态。林渊心中暗道，现在得罪死了少宗主，苏里妹是他在3绝魔宗中最大的靠山，必须要死死抱住他的大腿。实力上暂时无法征服他，那就在某方面强势征服他。9阳神仙体可是拥有金刚不坏的超强能力，拿捏苏里妹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师姐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必定会让你修为再次暴增。林渊嘴角微微一笑，心神开始躁动起来，伸出一只手直接握住了嫩白的玉足，随后2人开始修炼起来。苏里妹也运转长生阴阳法，一股股强大的至阳之气涌入她的体内。这一次林渊不再是献祭炉鼎，因此也得到了好处，一股磅礴浩大的能量涌入，他的修为也在不断攀升。这一场修炼足足持续了3天3夜才结束。林渊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修为居然大增，突破到了退凡9阶。9阳仙体不愧是最顶级的双修体质，加上苏里妹的境界比他高，得到的好处更大，才能够短短3天之内从退凡7阶突破到退凡9阶。这突破速度太变态了，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另外气运点增加了7点，第一次收割气运点后，自己独自修炼了4天，接着又和苏里妹再次合体3天，也就是7天。算下来，苏里妹1天能够带来1气运点，这种速度并不算慢了，细水慢流。
这还是中等气运者。如果是征服了大气运者，气运之子，天命女主，那一天能够给自己带来的气运点就是难以估量的。第一次收割之后，气运者每天都会产生新的气运点，积累起来，等下次合体之时便可以一起收割。当然，中等气运一次性收割的上限便是100气运点，即使等几年再来收割，最多也只能获得100气运点。你回去吧，接下来我要闭关消化，你自己小心一些。殷无情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虽然不敢在光明正道对付你，但是暗中一定会有小动作。苏里妹有些疲态地说道，虽然突破到飞天巅峰，但是还是架不住浑身骨头快要散架的感觉。这种修炼方式是极其消耗精气神的，3天已经是他的极限。他现在的唯一想法就是赶紧让林渊走，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怪胎，修炼3天自己都快要累死了，他还一副生龙活虎的模样，太变态了。再这样下去，自己轻者元气大伤，重者小命难保。呵呵，这就被我征服了。林渊心中有些小得意，男人的成就感不就是在这某方面吗？别啊，师姐，我这刚突破到退凡5阶，还想要一口气突破到退凡6阶。他将自己的修为隐藏到退凡5阶，毕竟自己作为至阳之体，苏里妹都修为大进，自己一点进步都没有，就说不过去了。师姐，我们继续吧。林渊满脸笑意地扑了上去，趁你病要你命，这是征服这位妖孽师姐最好的时候了。你，苏里妹气得浑身颤抖，如果不是这家伙对自己很重要，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真是小人得志。林渊的体质对他来说有着致命的诱惑，他忍不住浑身发烫起来，双眸迷离，春水连连。不过心里也知道再下去自己恐怕会没有命，只能够强行提起一股力量，将浑身的躁动感驱逐。走开！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将林渊给弹开了。看出了苏里妹已经到了极限，不能够继续下去。林渊笑了笑，想让我走也可以，但你必须答应一个条件。眼看苏里妹被自己的强大征服，他开始反客为主起来。你这个男奴反了天，还敢和我谈条件？不过今天修为突破，心情好，懒得和你计较。说吧，什么条件？苏里妹不耐烦地说道。现在就想要打发走林渊，再这样下去，自己恐怕会真的忍不住了，到时候伤了元气，就得不偿失。你和殷无情有婚约吗？林渊突然开口问道。苏里妹点了点头。不过这并不是我自愿的。顿时，林渊的心情大好，给仇人戴绿帽子的感觉真他妈爽。怪不得作为少宗主的殷无情竟然亲自前来斩杀自己。等等，林渊发现不对劲，在他的潜意识里，苏里妹已经是他的女人，不允许别人玷污。以阴阳风的修炼方式，自己早晚会被戴绿帽的。我条件就是，你只能够与我修炼，不允许和其他人修炼。趁这个机会，赶紧宣示主权，提出条件。苏里妹抬起琴手，笑盈盈地看着林渊。没有想到，你区区一个男奴，还敢管我的事情。林渊笑道：那你说，你到底答不答应？若不答应，我就不走了。苏里妹伸出一根玉指，轻轻抬起林渊的嘴巴。有你这样的顶级炉鼎，你说姐姐还会看上其他人吗？不过，我和殷无情有婚约，3年之后就要成亲。闻言，林渊眉头一皱，这样说来，我这顶绿帽子是戴定了。呵呵，苏里妹翻了一个白眼，我是殷无情的未婚妻，戴绿帽子应该是他吧？怎么就你了？这样吧，别说姐姐不给你机会，3年之内打败征服姐姐我，到时候你要什么条件都答应你。呵呵，林渊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困难的条件，原来如此简单。简单？你就如此自信？苏里妹轻轻在林渊耳边吹了一口热气，看着调戏自己的女人，林渊突然反客为主，直接将她抱在怀中，居高临下，脸不断的靠近她的脸颊，甚至都已经贴近了，这让苏里妹呼吸急促起来。林渊的体质对她来说太诱惑了，顶不住啊。师姐，你就等着被我征服吧，到时候要让你当我的女奴，洗涮我成为你男奴的耻辱。林渊嘴巴贴近苏里妹银白的耳垂，轻轻说道。3年太长了，他有绝对的自信，1年之内超过苏里妹。你苏里妹是天才妖孽不假，但又怎么比得上挂逼？老子可是有系统的真男人。好，苏里妹妹妹一笑，只要你能够征服姐姐，当你女奴也未尝不可。这个男人对自己的诱惑力太强了，真的打败了自己，到时候臣服他也不是不可能。姐姐就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到时候奴家必定好好服侍主人。说完，竟然主动用红唇亲了林渊的嘴唇一下，迫不及待的想要赶走他。再和林渊靠太近，他怕自己顶不住至阳之体的诱惑了。这男人实在是要强了，顶不住啊。对了，师姐，还有一件事情，我已经突破到了退凡5阶，按照宗规可以成为外门弟子，宗门3封，我应该拜入哪一脉为好？或者干脆留在你这别院中？林渊开口询问道。留在苏里妹身边自然是最安全的。苏里妹摇了摇头，冷冷一笑，滚滚滚，不要留在我这里，看着碍眼。这男人天天待在自己身边，完全顶不住诱惑呀，说不定哪天自然就被彻底吃干而亡。也不知道这家伙的至阳之体会如此变态，对自己的吸引力太大了。根据古籍记载，至阳之体也没有如此厉害的吸引力啊！想要我的时候就让我来，不需要的时候就让滚。师姐你也太无情了吧！林渊撇了撇嘴，不满地说道。少废话，
留在这里只会打搅我修炼。苏里妹态度坚决。林渊开口道：“那我干脆拜入阴阳峰吧。”他始终觉得留在阴阳峰苏里妹的身边要安全许多，不能留在师姐身边，也可以拜入其他长老门下。不行，苏里妹都没有多考虑，直接冷漠地拒绝了。林渊的体质对于双修之人来说诱惑太大了，如果让他拜入阴阳峰，不知道会被那群老家伙吸干到什么样子，到时候自己怕连汤都没得喝了。这可是独属于自己的炉鼎男奴，他可不想分享给其他人。你得罪了殷无情，天煞峰也是去不得了。苏里妹说道。天煞峰不行，阴阳峰不行，那只能够加入万毒峰了。林渊眉头一皱，成天和一群毒物打交道，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万毒峰的长老弟子经常有被毒物毒死的，毒可以伤人，也可以伤己。可以说，万毒峰的弟子每一次突破都是从鬼门关走一遭，所以万毒峰的人最少，但是个个实力极其强悍，他们本身的血液便是剧毒。毕竟有些毒真的防不胜防，不小心就中招了。毒修的修炼，每一步都是九死一生，心里早就扭曲，一个个都是变态狂。和这些人整日待在一起，想想就瘆人。苏里妹点了点头，不错，你只能够拜入万毒峰。至阳之气本就是毒物的克星，放心吧，你轻易不会被毒死。林渊只能无奈点了点头。好吧，拥有九阳仙体，倒是不怕自己修炼毒功被毒死。师姐，我这就走了。林渊告辞。去吧。苏里妹疲惫地挥了挥手。3天3夜的修炼已经让她疲惫到了极点，她内体被灌满了至阳之气，也需要闭关好好炼化吸收。离开阴阳峰之后，林渊便立即上报杂役院长老。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突破到退凡5阶，不愧是我3绝魔宗有史以来第一个没有死的献祭炉鼎。杂役院长老并没有太过惊讶，林渊未死，苏里妹修为大增，便已经说明了其体质非同寻常，短时间突破到退凡5阶也是能够接受的事情。当然，如果得知林渊已经是退凡9阶，那么不知道会震惊到什么程度。这还是人吗？修炼一途越往后，突破难度可越大。短短几天，从毫无修为突破到退凡9阶，太逆天了，必定引起整个宗门的轰动。按照宗规，你可以晋升为外门弟子，魔宗3脉。你打算拜入哪一脉了？长老询问道。万毒峰。林渊不假思索道。长老点了点头，然后命人将林渊送去了万毒峰，心中微微诧异，居然选择万毒峰。拜入万毒峰的弟子可极其稀少，谁也不愿意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模样。按照这小子的条件来说，拜入阴阳峰不是最好吗？林渊很快便来到了万毒峰，这里毒雾缭绕，遮天蔽日，整日都是阴气沉沉，看不见阳光。很快，杂役院长老带着他进入了一座大殿中。周长老，他叫林渊，已经突破到退凡5阶，想要拜入万毒峰。杂役院长老对着一个紫衣老者说道。老者清瘦，嘴唇乌黑，头发稀疏，寥寥几根，整张高度溃烂，长出密密麻麻、恐怖骇人的毒瘤，看来瘆人无比。万毒峰的人浑身都是毒，毒性过度导致皮肤溃烂，长出毒瘤，比比皆是。加上整个万毒峰都被毒气环绕，阴气森森，导致这里看起来就如同人间地狱一般可怕。好在林渊身怀太阳真气，百毒不侵，并不受影响。这些毒影响不了我，也许修炼毒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林渊心中暗道，自己得罪了少宗主，随时都可能有危险，必须要尽快提升实力。虽然自己一只手就能够捏死殷无情，但毕竟他是少宗主，在3绝魔宗中的背景太强了。不错，又来一个好苗子。看完林渊的资料，周长露出了笑容，声音沙哑。本来就很少人愿意拜入万毒峰，来了一个好苗子，心里自然高兴。拜见长老。林渊连忙躬身行礼。前去万毒谷捕获一只毒物作为自己的本命毒物，便可完成了入门考核，正式成为我万毒峰弟子。本命毒物是每一个万毒峰弟子都必须要拥有的东西，本命毒物便是他们的战斗力，一生只能够拥有一个本命毒物，若是贪心便会被毒物反噬，毒发身亡。切记不要深入谷中，只在外围捕捉即可。周长老叮嘱道。以林渊如今的实力，深入谷中必死无疑，那里可是连超凡强者都有可能陨落的境地。这是炼化本命毒物的秘法，你先修炼。同时，周长老将一本书籍递到了林渊的面前。是，长老。林渊点了点头。这种秘法修炼难度极小，林渊看一眼就会了，不过还是装着看了一个时辰才学会。随后前往了万毒谷。天煞峰。少宗主，林渊已经前去了万毒谷。白长老开口说道。暂时动不了苏里妹，少宗主自然想要先杀林渊泄愤，同时断了苏里妹的修炼之路。这女人突破太快了，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白长老一直在暗中观察林渊的动向，随时寻找机会出手。殷无情冷笑了一声，杀了他，一定要让他死。万毒谷毒物遍地，在里面死了，完全可以推脱到他被毒死上，也不算和苏里妹这女人彻底撕破脸皮。他还没有超凡，并不是真传弟子，和苏里妹彻底撕破脸皮对他来说并不好。林渊啊，你真是找死，敢前去万毒谷，给我派几个人潜入万毒谷杀了林渊，要做的天衣无缝，伪装成林渊是被毒物毒死的，免得那件女人来找我麻烦。这一次一定要取了林渊的性命。是，
少宗主。白长老点了点头，随即便消失在了原地。另一边，林渊已经来到了万毒谷，整个万毒谷被浓郁的毒气笼罩，完全遮蔽了太阳光，里面漆黑一片，哪怕是大白天，也只有极其微弱的光亮而已。谷中遍地都是毒虫、毒物，无比的危险。在万毒深处，甚至还有轻松毒杀超凡修士的毒物。定检测到万毒谷有机缘，是否花费27运点获取机缘的具体定位？林渊刚进入万毒谷，系统的声音便响起。机缘，林渊眼神一亮，获取机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选择了获取机缘。只要能够找到这个机缘，必定血赚。当然，也有可能亏掉这27运点，甚至因此而送命。毕竟系统只能够定位机缘的位置，想要获得，还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和运气拿下。如果这个机缘有很大危险，身陨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林渊心中急迫的想要变强，打算冒险试一试。当然，如果感觉不妙，他会第一时间逃走。27运点刚消耗完，林渊的脑海中便出现了一幅地图，地图中有一个璀璨的红点，这红点便代表着机缘所在的位置。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机缘？林渊心中暗道。他还没有走多久，嗖嗖嗖，这时候数道身影冲来，将林渊团团围在中间。3个退凡7阶修士，竟然是万毒峰的内门弟子。见过3位师兄，林渊躬身行礼道，并不知道3人的来意。见到内门弟子，自然要行礼。这是一个极其看重等级森严的修炼世界。你就是林渊吗？一个大约30岁、一袭抹青色长袍的青年冷冷的开口，浑身皮肤乌黑，脸上长着狰狞可怕的毒疮，看起来无比瘆人。毒修虽然可怕强大，但是对于自身的伤害也是非常大，大多数都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模样，浑身上下给人一种阴森森、极其不舒服的感觉。是的，师兄。林渊点了点头，回答道，心中顿时有种不妙的感觉，来者不善啊。不过倒没有放在心上，以他如今的实力，超凡不出，便是无敌的存在。3个退凡7阶的内门弟子，弹指可灭。既然你就是林渊，那就去死吧！没有任何犹豫，杜峰的袖口中射出一道黑光，直接冲向了林渊。竟然是一只被黑雾包裹的毒蝎子，毒刺冷厉，寒气逼人。虽然杜峰出手极快，但是林渊可是退凡9阶的强者，一个转身，轻松就避开了。杜峰瞪大眼睛，脸上顿时有一丝不可思议之色。区区一个退凡5阶，居然躲开了自己的攻击，有些不敢相信。师兄，你这是什么意思？林渊眼神一冷，责问道。这是在对自己下死手啊！若是真是普通的退凡5阶修为，此时已经便是一具尸体。残害同门，乃是宗门大忌，难道你不怕受罚？成为外门弟子之后，可不再像杂役弟子一样，死活都没有人管。在3绝魔宗，杂役弟子就是奴隶一样的存在，只有成为外门弟子，才算是真正的弟子。禁止同门相残，是每一个宗门的铁律，哪怕是更信奉强者为尊的魔门，同门之间相互残杀，完全是内耗损伤，况且也不利于宗门团结。另一位内门弟子赵寻冷冷一笑，这里荒无人烟，遍地毒物，在万毒谷杀人，完全可以推给被毒物毒死，谁又能够怀疑到时我们杀了你？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他出的价，我们无法拒绝。闻言，林渊松了一口气，脸上更是露出欣喜之色。原来如此，这样我就放心了，整个的心态瞬间完全轻松了下来。杜峰眉头一皱，你在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如此高兴？这小子不会傻了吧？林渊呵呵一笑道，万毒谷可以光明正大杀人，我当然高兴了。他还担心杀了这3人会被抓入执法殿受审，听了他们的解释，这下自己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杀人了。哈哈哈！杜峰3人怒极而笑道，你区区一个退凡5阶，也想要杀我们？他们感觉到很好笑，这小子不会是被吓傻了吧？随便一人便可以轻松捏死他，更别说3人联手了。也不知道少宗主为何要让他们3人一起出手，真是大材小用，废话真多。林渊眸子冰冷，杀意冲天，轰！瞬间退凡9阶的气息全部爆发出来，恐怖的力量掀起了一阵罡风，吹得四周嘎吱作响。什么？退凡9阶？怎么可能？这一幕让杜峰3人傻眼了，脸上露出难以置信之色。不是说这是一个退凡5阶的外门弟子吗？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恐惧。他们连忙召唤出了自己的本命毒物，一只巨大的毒蝎子，一只3寸长的蜈蚣，一只满是毒疮的蛤蟆，周身散发出浓郁的黑色毒物。就算你是退凡9阶又如何？我们毒修杀人靠的是毒，越级杀敌也不是不可能。3只本命毒物疯狂地冲向了林渊，随后催动体内的全部毒液，拼命的攻击。面对退凡9阶的林渊，可不敢留后手，必须全力以赴。林渊冷笑了一声，居然没有任何躲闪，任由毒液侵入自己的体内。小子，你找死啊！居然不躲闪，你终将要为自己的狂妄自大付出惨重的代价。哈哈，就算你是退凡9阶，中了我们3人的毒，也难逃一死。3人哈哈大笑了起来，仿佛已经看见了林渊毒发身亡的画面。然后接下来的一幕彻底让他们傻眼了，满脸的难以置信和震撼。毒液刚侵入林渊的体内就被炼化了，完全无法对他造成一丝的伤害。怎么可能？不，你怎么会没有被毒死？一点事都没有，绝不可能！他们彻底害怕了起来，
脸色煞白无比。毒修最怕的便是百毒不侵的人，这样他们的手段就毫无作用了。区区小毒也想要伤我，自不量力。凌渊冷冷一笑，随后凝聚周身太阳真气，一掌拍向了三人。扑哧扑哧，强大的太阳真气直接粉碎了三人的全部生机，随即三具尸体焚烧了起来。为了消灭证据，凌渊做得更绝，直接毁尸灭迹，三人尸骨无存。做完了这一切，凌渊这时候才松了一口气，还好我隐藏了修为境界，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便是藏拙的好处，让敌人永远小瞧自己，给自己有取胜的机会。接着凌渊眼神骤然变得冰冷起来，充满杀意。就算是泥人也有三分火，三番两次派人来杀我，好，很好。虽然没有明说是派来的，但是用屁股想都知道，肯定是应无情派来的杀手。在三绝魔宗自己只得罪过他，等着吧，我会让你生不如死。少宗主又怎么样？有系统在，早晚有一天自身的实力可以达到无法无天的境地，到时候别说区区少宗主，就算整个三绝魔宗都将不放在眼里。有仇不报，心里憋屈难受。不过凌渊还是分得清形势，现在只能够暂且忍住。随后凌渊按照脑海中的地图指引，再次出发寻找机缘。快到了，看着近在眼前的红点位置标记，凌渊的内心变得既兴奋又紧张起来。也不知道这个机缘有没有危险啊，毕竟这里是万毒谷，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个位置已经靠近了万毒谷深处，不再是相对于很安全的外围。凌渊的精神已经绷紧到了极致，随时观察四周有没有危险出现。有人！凌渊突然注意到有一道身影，是一个少年，看起来18岁左右，一袭黑衣。他不断的四周观望，朝着机缘的位置走去。退凡6阶，只是一个外门弟子，看样子，难道他也来找这份机缘？他是怎么知道这份机缘的？凌渊心中吃惊，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突然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检测到略有气运者萧元，可选择斩杀。原来是气运者，怪不得能够找到这个机缘。凌渊若有所思地说道，随后死死盯着黑衣少年，并没有急着出手。我要变强，才能够为萧家报仇，这个机缘便是我能够报仇的希望，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要得到它。黑衣少年萧元拳头紧握，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之色。萧元，青阳郡下黑石城3大家族萧家少主，在另2大家族的联合之下，萧家被满门屠灭。萧元侥幸不在城中逃过了一劫，发誓一定要血债血偿，报血海深仇，于是拜入了青阳郡3大宗门的三绝魔宗。毒修虽然弊端很多，对自身的伤害也很大，但是成长速度极快，毕竟他们只要不断的吞食毒物，便可以快速提升实力。所以萧元拜入了万毒峰，哪怕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也在所不惜。在万毒峰的藏书阁中，他无意间在一本无人问津的古籍夹层中发现了一张泛黄的藏宝图，藏宝图的位置赫然就在万毒谷中。于是他进入了万毒谷，准备找到这个机缘。只要得到这个机缘，萧家的大仇很快就能够报了。萧元兴奋地紧握拳头，修炼一途，天赋很重要，同时机缘和资源也非常重要。随后他又拿出了藏宝图，观看了一番，机缘的位置应该就在附近了。收起藏宝图，萧元按照图上指示寻找宝藏的位置。看着萧元的离开的身影，凌渊若有所思，并没有着急出手。万毒谷中处处是危险，机缘所在的位置说不定更是有致命危险，让萧元先去探一下路，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凌渊嘴角不由勾起了一丝笑容，这样自己也避免了很大的风险。于是凌渊紧随其后跟着，有着天机玉佩，可以完全隐藏气息。别说萧元区区一个退凡6阶，就算是超凡修士，轻易也无法发现他的存在。很快萧元找到了机缘所在地，是一个小水潭，面积并不大，水呈现墨黑色，显然有毒。难道机缘就这水潭之下？萧元眉头一皱，水潭中可能会潜藏着致命的危险，也许就是送死。脸色变得犹豫不定起来。灭族之仇不共戴天，即使前方是刀山火海，也要去闯一闯，拼了！萧元咬紧牙关冲入了水潭之中，扑通！不久后，大量水花溅起，萧元狼狈地逃回了岸上。紧接着，一条浑身呈墨黑色的大蛇也从水潭中冲了出来，浑身散发出强大无比的威势，四周空气的温度也骤然下降了不少，令人如坠冰窟，浑身发颤。竟然是超凡级的毒物黑水毒蛇！暗中的凌渊震惊不已，没有想到这个机缘竟然有一只超凡毒物守护，心中暗自庆幸，幸亏自己没有莽撞闯入，否则可能就陨落了。不过也是奇怪，萧元区区一个退凡6阶，怎么逃出了水潭？不愧是气运者，这样都让他逃走了。还好萧家祖上留下的那道顺义符就下了我一命。岸上的萧元脸色苍白，大口喘着气，差一点他就葬身水潭了。嘶嘶，黑水毒蛇愤怒地嘶吼了起来，没有想到区区一个蝼蚁居然逃过了他的捕杀，奇耻大辱。随后化为一道流光，竟然再次冲杀向了萧元。萧元脸色大变，惊恐无比，瞬移符已经消耗，接下来自己又如何逃过超凡毒物的捕杀？完蛋了！就在他感到无比绝望的时候，嗖，一团炽热的光芒冲了出来，轰，直接和黑色毒蛇对撞在了一起。这时候才看清，
冲过来是一条火红色的大蛇，气息完全不弱于黑水毒蛇。赤炼火蛇同样是超凡一阶飞天的毒物。林渊认出了杀来的另一只巨大毒物，虽然穿越才1个多月，但是他有空就前去藏书楼观看各种资料，了解这个世界的信息。杂役弟子虽然不能够观看修炼之法，但是各种地理杂志资料还是被允许观看的。黑水毒蛇和赤炼火蛇天生的仇敌，一见面就拼命厮杀了起来。强大的威势让林渊脸色微微发白起来。这就是超凡的无上实力吗？太强了！退凡与超凡之间完全就是天渊之别。幸好有萧元的出现为我探路，否则我也可能陨落在此。这场厮杀足足持续1个时辰才结束。令人惊愕、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赤炼火蛇和黑水毒蛇居然同归于尽了，留下一脸懵逼的萧元。这也行，不愧是气运者呀！林渊诧异不已，同样是满脸的懵逼之色。本来以萧元的实力，别说得到这个机缘了，甚至还会送掉性命，但是强大的气运让赤炼火蛇出现和黑水毒蛇同归于尽，让他直接捡漏，得了一个大便宜。这便是气运者呀！机缘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送到他的手中，心中也庆幸遇见了萧元，否则这个机缘他现在是不可能得到。毕竟没有萧元将黑水毒蛇引出水潭，赤炼火蛇也不会杀来同归于尽。林渊嘴角微微翘起，露出笑容。不过现在出现了自己这个变故，机缘已经不再属于萧元，自己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属于艺术，因此不会受到这些气运者的气运影响，否则真不敢随意对气运者出手啊！毕竟他们总能化险为夷，反杀敌人。林渊心中暗道，这件事情他已经询问过系统，他这才放心的敢出手击杀气运者。看着黑水毒蛇和赤炼火蛇的尸体，萧元先是懵逼，随后哈哈大笑了起来。没有想到我如此走运，不仅机缘属于我了，而且还得到了2具超凡毒物的尸体。林家、赵家，你们的末日即将到了。萧元忍不住仰天长笑起来，太兴奋，太激动了。他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大机缘，机缘可不属于你的。这时候一道突然出现的声音打断了他的狂笑声音。谁？萧元警惕地环顾四周，眸中顿时出现了一股杀意，谁也不能够夺走他的机缘。言毕，林渊笑盈盈地走了出来。原来只是一个退凡5阶的外门弟子。萧元冷冷地笑了起来，心中松了一口气，根本没有将林渊放在眼中。自己手段尽出，就算是退凡7阶的内门弟子，他都有信心斗一斗，自然不会将一个退凡5阶放在眼中。去死吧！没有任何犹豫，萧云直接出手了。只见一只毒虫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向了林渊的脖子。林渊笑了笑，弹指一挥，那只毒虫便灰飞烟灭了。什么？我的毒虫居然没有伤了你？萧元瞪大眼睛，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林渊。这可是飞天蛊毒，速度极快，就算退凡7阶都难以反应过来，中招毒发身亡。伤我？你也配？林渊冷冷一笑，抬手一掌，镇压向了萧元。强大的太阳真气让四周的毒物都不由主动避开了。什么？萧元大惊失色，这时候才明白林渊的不凡。他想要逃走，但是瞬移符已经被使用了，根本再无底牌。该死！心头不由咒骂起来。轰！强大的力量直接震碎了萧元的5脏6腑。噗嗤！一大口鲜血喷射流出来。我不甘心，我还没有为萧家报。萧元死不瞑目，不甘心地倒在了血泊之中。叮！恭喜宿主斩杀略有气运者萧元，获得100气运点，微气运宝箱1个。叮！恭喜宿主完成首杀，获得奖励10倍暴击。虽然只是略有气运者，但是通过斩杀获得一锤子买卖，因此得到的气运点和中等气运者苏里妹第一次一样多，又获得了100气运点，1个气运宝箱。林渊心情大好，而且没有想居然还有首杀10倍暴击奖励。叮！恭喜宿主打开微气运宝箱，获得五毒掌。五毒掌只是一门玄阶下品掌法，毕竟萧元只是略有气运者，气运宝箱开出的东西自然远远不如中等气运的苏里妹。自身实力越强，气运宝箱获得的宝物也会越珍贵。第一次林渊还只是毫无修为的普通人，如今可是退凡9阶的修为，只差一步就能够超凡脱俗，否则区区一个微气运的宝箱，恐怕连玄阶上品的五毒掌都无法开出来。系统使用10倍暴击。林渊吩咐道。略有气运宝箱只开出一件物品，林渊没有任何选择，只能暴击五毒掌。叮！恭喜宿主10倍暴击五毒掌成功，获得万毒归元掌，竟然提升成了地阶上品战绩。林渊兴奋无比。传闻天煞峰拥有宗门唯一的地级战绩，还只是地级下品而已。就这样，天煞峰才会成为3脉最强，宗主之位多数出自于天煞峰。如今他也拥有了地级战绩，而且还是上品。林渊查看了一下自己的面板，宿主林渊，境界对凡9阶，气运点107，体质九阳仙体，初始功法九阳神功，第1层，战绩万毒归元掌，加宝物天机玉佩，后面有一个加，代表可以使用气运点升级。作为天阶上品功法，九阳神功第2层便可以迈入超凡领域，只是可惜后面没有显示加，看来105气运点还不足够，先升级万毒归元掌吧。
毕竟林渊也无法100%确定水潭下是否还有危险，因此选择将万毒龟元长加点提升，增强自身战力是最稳妥的方法。恭喜宿主，花费100气运点，万毒龟元长提升到大成之境，居然提升到了大成之境，这可是地级上品战绩啊！这便是气运点的变态，一门地级上品战绩就这样瞬间大成了。轰！林渊张开双手，有恐怖的毒气环绕，他一脸激动道：“好强的万毒龟元长，足可以让我跨过天堑，越级与超凡一战。”这便是大成境地阶上品战绩的可怕。当然，使用地阶上品战绩对于自身的消耗之大，自然是难以想象。普通的退凡境修士根本无法使用地级战绩出来，甚至连玄级战绩都无法催动。好在林渊修炼的是天阶上品功法，灵力磅礴，浩瀚无比，加之身怀九阳仙体，这等绝世无敌仙体，因此哪怕自身只是个退凡境修士，也能勉强使用一掌出来。这一下，遇见非天境的超凡境修士也有一战之力。只是这万毒龟元掌消耗巨大，短时间内我只能够全力使用一掌出来。林渊心中暗道。当然，遇见苏里妹这种妖孽非天境，林渊依然不是对手。退凡和超凡之境本就是天渊之别，差距巨大，更别说对方还是战力超凡的妖孽。万毒龟元掌大成，实力大增，林渊便直接跳进了水潭中寻找机缘宝藏。庆幸的是，水潭下并无危险了。在一番寻找下，林渊发现一处暗流，随着暗流潜入了一处水底洞府之中。水底洞府的面积并不大，只有20-30平米。正中央摆放着一张石桌，桌上摆放着3个盒子。林渊上前打开了其中一个盒子，入眼一看，是一本泛黄的古书《百毒真经》，地阶下品，竟然是地阶功法。这可是连3绝魔宗都没有功法。林渊心中一喜，同等级下，功法的价值远超战绩，就连地级上品战绩万毒龟元掌也不如这地级下品地功法百毒真经。强大地功法足可以缔造一个强大的家族或者宗门，传承无尽岁月，真是意外惊喜。虽然已经拥有天阶功法，但是林渊还是打算修炼百毒真经，用来掩盖自己修炼的九阳神功。一般人看不出来自己九阳神功的特性，但是一些老怪物未免看不出来。天阶功法呀，一旦被人知晓，肯定会引来无数人的疯狂。今后自己可以使用百毒真经来掩盖自己的九阳神功。因为和苏里妹双修，彻底得罪了少宗主，已经2次针对自己出手了。如果不是林渊藏拙，实力强大，早就成为了一具尸体。在羽翼未满之前，还是要小心翼翼为好。哼，杀人者横杀之，少宗主等着吧，实力大成之日，便是你的死期。林渊双目中爆发出惊人的杀气，对于仇人，他可不会圣母有任何怜悯之心，只会恨不得杀之而后快。接着林渊又打开了另外2个盒子，上古虫卵夺命13针，一个未知的毒虫卵能够被收藏在这里，想必血脉也不简单，不是普通的毒物。一个是淬炼了剧毒的暗器，杀人于无形，用来偷袭敌人，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宿主林渊，境界对凡9阶，气运点7，体质九阳仙体，初始功法九阳神功，第1层百毒真经，未入门家，战绩万毒龟元掌，大成。宝物天机玉佩，夺命13针，上古虫卵。百毒真经居然有加号，看来7气运点足可以入门。最终林渊并没有选择使用气运点加点修炼，气运点太珍贵了，他浪费不起。他拥有绝世仙体天赋悟性早已经妖孽无比，百毒真经完全可以自己修炼。若不是为了保命，以防万一，林渊不会选择加点将万毒龟元掌修炼到大成，太浪费气运点了。作为天阶上品功法，整个大陆最强顶级的功法之一，九阳神功修炼到第2重便可以超凡脱俗，因此林渊的重点是九阳神功。天阶上品功法修炼难度本身很大，虽然林渊的天赋已经妖孽无比，但是没有名师指点，全靠自身。想要短时间内突破，加点自然是最好的方法。相比之下，地阶下品的百毒真经修炼难度小了无数倍。百毒真经的修炼需要吸收大量的毒气，这万毒谷毒气丛生，正是修炼百毒真经最好的地方。林渊盘坐在原地，开始运转功法，四周的毒气如同鲸吞一般，疯狂地涌入林渊的体内。不知不觉3天过去，林渊睁开了双目，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没有想到，只用了3天时间，百毒真经竟然就修炼到了小成境界。能够有如此快的速度，一来林渊的天赋早已经恐怖如斯，二来万毒谷的环境是修炼百毒真经的最佳场地。百毒真经小成，林渊的修为也有了一丝增加，本来只是退凡9阶初期，直接提升到了半步超凡的境界，隐隐掌握了一丝超凡意境，同时感觉到体内的灵力中蕴含了一丝恐怖的毒气。如果是其他人，是无法同时修炼2门功法。强行修炼2门功法，若是功法等级一样，会出现真气暴动，走火入魔，严重者可能会危及生命。功法等级不一样，高等级功法修炼出来的灵力会直接吞噬融合低等级功法修炼出来的真气，体内很难做到2种力量同时存在。但林渊是挂逼啊，可以同时修炼无数门功法，不会出现吞噬的情况，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使用各种特性的力量。地阶功法小成，地阶战绩大成，半步超凡境界，这短短3天
我的实力大增。林渊露出了笑容，而且修炼百毒真经后，真气中蕴含毒气，使用万毒归元掌的消耗大大减少。短时间内，林渊可以催动两掌出来，完全不存在问题。遇见普通超凡修士，自己甚至有可能将其斩杀。接下来该寻找合适的本命毒物，成为万毒峰弟子。林渊并没有忘记自己进入万毒谷的任务，他手中虽然有一枚上古虫卵，但是不知道存放多少年了，生命本源流失严重，很难再孵化。当然可以靠万能的气运点孵化，不过现在林渊手中并没有足够的气运点，只能另外再寻找一只合适的本命毒物。如今我实力还不够强大，需要拜入万毒峰避难。我拥有系统，拥有九阳仙体这等无敌体质，相信要不了多久便可以有无惧整个三绝魔宗的实力，到时候横压一切，天下之大任还不我横行。至于逃走，以林渊如今的实力，倒是也有机会。不过有师姐苏里妹这个刷气运点的工具人在，他也舍不得离开啊。况且外面也不是100%安全，失去了宗门的庇护，随时都可能被强者所杀。这可是一个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修炼世界，可不是前世那个和平的世界。嗖，林渊一个纵身便离开了原地，随后开始在万毒谷中搜索合适的本命毒物。不久后，他成功找到了一只通体血红色、身长8尺的千足蜈蚣，浑身散发出浓郁的血煞之气，令人毛骨悚然，浑身发颤。他的身后死死护着一枚虫卵，虫卵散发着血红色、阴森森的光芒。想要炼化本命毒物，只能是虫卵，成年毒物是无法成为本命毒物。这是血煞蜈蚣，在这个万毒谷中也算是排名靠前的毒物了，就用它来做本命毒物吧。林渊嘴角轻扬，随即化为一道残影冲了上去。如今他实力大增，又拥有万毒不侵的九阳仙体，轻松就斩杀了这只无限接近于超凡实力的血煞蜈蚣，随即将自己的一滴精血点在了煞蜈蚣的虫卵，盘膝而坐，立即施展秘术起来，准备将血煞蜈蚣炼化成自己的本命毒物。随着秘术的运转，虫卵开始疯狂吸收四周的毒煞之气，同时林渊还将这段时间斩杀毒物收集的毒液全部灌入虫卵中。这种快速修炼升级的方式是极其危险的，也就林渊拥有万毒不侵之体才敢这样做。随着毒煞之气的注入，血煞蜈蚣虫卵直接孵化成功，体型和实力也在开始不断的增加。没过多久，本来还是幼年的血煞蜈蚣直接成年，身长9尺，比他母亲还要强壮，气息可怕，千足如同刀锋一般，一对毒牙更是瘆人。林渊停止了继续修炼，本命毒物的境界是无法超过主人的境界，想要培养出超凡本命毒物，需要林渊自身的境界突破到超凡。本命毒物的培养只需吸收足够的毒气和毒物便可以晋级，同样这些毒也会侵蚀修士本身，因此每一次本命毒物的进化都是极其危险。像林渊这样一口气将本命毒物培养到退凡9阶巅峰，闻所未闻，这完全是九阳仙体的强大，光这头血煞蜈蚣的实力便可以做到超凡之下无敌。这毒修炼起来虽然危险，但战力确实不凡，不过于我来说完全没有一丝危险，九阳仙体太强了。林渊露出了笑容，本命毒物的炼化成功也相当于拥有了强大的帮手，这便是毒修的可怕之处，拥有本命毒物这等强大的助力，战斗之时完全是2打1，还是极其难缠，令人闻风丧胆的毒功。本命毒虫只能够炼化一只，难道真的不能够炼化第2只？林渊突然心中有了这样的疑问。万毒峰中也不是没有人尝试，但是无一例外都死了。想要炼化第2只本命毒物出来，要承受第1只本命毒物数十倍的毒性清新，十死无生，这也是万毒峰无人成功的最大的原因。凡是尝试的人，无一不是毒气攻心而亡。渐渐只能炼化一只本命毒物，仿佛成为了共识。可是我拥有九阳仙体，万毒不侵，完全不用担心毒气攻心而亡。若是成功了，我不就可以炼化出1000只、万只本命毒物，到时候直接组建一支毒物军团，横扫一切，谁与争锋？林渊拳头紧握，兴奋激动起来。若是拥有万只的本命毒物军团，以弱胜强就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起来。哪怕你修为强大，但也是挡不住1000只、万只毒物的围攻。别人不能够做到，不代表我不能够成功。我拥有九阳仙体，万毒不侵，不必担心毒气入心，完全可以尝试一下。最终林渊决定尝试一下，若是能够炼化出第2只本命毒虫出来，战斗力必然大增，就算不成功也不至于被毒死。很快林渊又找到了一枚虫卵，蚀骨飞虫虫卵，像飞蛾一样的毒物，能够喷出的唾液有强烈的腐蚀，吐出微小的毒丝缠绕对手，也是万毒谷中排名靠前的毒物品种，战斗力恐怖。一滴精血滴在了虫卵上，林渊再次开始炼化本命毒物。只见虫卵裂开，一只小飞虫破壳而出，然后开始疯狂生长。为了不引起太大的轰动，第2只本命毒物林渊暂时培养到了退凡4阶层次。成功了！林渊兴奋地喊道。第2只本命毒物，突然他感到一阵头昏目眩，差点摔倒，好似精神力消耗过度。看来炼化本命毒物不仅要承受毒气攻心的危险，还要拥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才行。以我目前的境界，炼化2只本命毒物已经是精神力的极限了。林渊暗道可惜，组建毒物军团的事情
只能够推迟了。不过多一支本命毒物，也就多一份实力，也是不错的事情。是时候回去交任务，成为万毒峰正式弟子。离开万毒谷之前，林渊将2头超凡毒物的毒液提取了出来，2个篮球大小的毒囊，里面装满了令人闻风丧胆、弹指色变的超凡毒液。想要将本命毒物晋级到超凡，必须要吸收超凡毒物的毒素。等他突破到了超凡之后，便可以使用这超凡毒液培养自己的2只本命毒物。至于超凡毒物的尸体，虽然价值不凡，但是体型庞大，无法悄悄带走。为了不引起必要的麻烦，林渊只好放弃了。要是有一枚空间戒指就好了。林渊心中暗道，空间戒指价值非凡，整个3绝魔宗也不过10数人拥有，而且空间有限，非常小。回到万毒峰，来到了万毒大殿交任务。长老，弟子不辱使命，成功培养出本命毒物。林渊恭敬地说道。周长老笑着点了点头，将你的本命毒物展示出来，给老夫看看。是，长老。林渊立即召唤出了10股飞虫，居然是10股飞虫，而且还成长到了退凡4阶。不错，不错，算得上是天才，哈哈。周长老眼前一亮，满脸的笑意，果然是一个好苗子。刚炼化的本命毒虫，通常不过1、2阶层次罢了，能够成长到4阶，绝对是绝世天才。如果让周长老知晓林渊还有第2支本命毒物，并且还成长到了退凡9阶巅峰，恐怕直接会震惊到难以平复的地步。小家伙，这是你的令牌，从今后便是我万毒峰的正式弟子。周长老拿出一块墨黑色的令牌，递到了林渊的手中。下去好好修炼吧，早日成为内门弟子。等你突破到退凡7阶，必定能够拜入超凡门下。只有内门弟子才有资格拜超凡长老为师。当然，并非所有的内门弟子都能够拜入超凡门下，只有少数天才才有机会。有一个超凡师傅和没有，区别是非常巨大的。不仅有人指点修行，还有一个强大的靠山。是，长老，今后弟子一定会努力修炼。林渊恭敬道。随后，周长老命人给林渊安排了一个住所，在阴阳峰和天煞峰，外门弟子都是住集体宿舍，毕竟没有那么多地方，给每个弟子单独修建一个住所。好在万毒峰弟子少得可怜，因此外门弟子便可以拥有单独的住所，这倒令林渊感到惊喜。毕竟他身上有秘密，住集体宿舍很是不方便。林渊来到了自己的住所，是一个不大、人工挖掘的山洞，大概有70-80平方米的样子，算得上很不错。天渊洞。林渊在山洞口刻上了3个字，好歹是自己的住所，先取一个名字再说。林渊刚整理好自己的天渊洞，这时候洞门口便有数道身影出现，穿着大红色长袍，上面会有神兽谢制图案。这是3绝魔宗执法殿成员，总共5人。林渊还不出来束手就擒？执法弟子厉声喝道。闻声，林渊眉头一皱，走出了洞府。见过5位执法殿的师兄，不知道前来我天渊洞有何事情？看对方来者不善啊！林渊心中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林渊，你在万毒谷中残害同门，杀了杜峰3位万毒峰内门弟子，我等5人奉命前来缉拿你，前去执法殿问罪，你可认罪？执法殿弟子神色冷漠，没有丝毫感情。林渊皱眉，师兄，我只是区外门弟子，怎么可能有实力斩杀3位内门弟子？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很确定这件事自己做得非常干净，执法殿不可能找到什么证据。你有没有杀了杜峰3人？随我们前去执法殿接受调查一番便清楚了。胆敢反抗执法殿执法者，杀无赦！执法殿5人直接将林渊围困了起来，随时准备出手将其擒拿下带走。他们5人可都是退凡8阶的强者，区万毒峰外门弟子，完全没有不放在眼里，只是一只随意可以捏死的蝼蚁而已。抓我去执法殿？呵呵。林渊冷笑了一声，他总算明白了，杜峰3人是否死在自己手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以此为借口将自己带去执法殿。看来必定是应无情的意思。杜峰3人也是他派来刺杀自己的。作为少宗主，在执法殿中自然有强大的关系网，只要自己进入执法殿，必定十死无生。无论如何，林渊是不可能选择束手就擒。执法殿铁了心要带走我，今日已经别无他法了，只能够殊死一搏。林渊脸色深寒，眼神冰冷。执法殿独立于3峰之外，有纠察众弟子之能，权力极大。想要反抗执法殿，必须要引起万毒峰最高层的重视才行，让万毒峰的那些老怪物出手保下自己。想要让这群老怪物保下自己这个杂役弟子，显然不可能。因此，林渊不得不暴露天赋实力，展现自己的妖孽，才能够吸引这群老怪物的眼光。虽然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是现在已经别无选择了。就算自己能够镇压这群执法殿弟子，但是下一波执法殿前来的人必定会有超凡修士，自己也必死无疑。难道你还想要反抗不成？执法殿弟子不屑地冷笑了一声，一只蝼蚁还想要挣扎，真是自不量力。我无罪，为何要和你们走？林渊一步踏出，浑身气息爆发，反抗执法者，就地正法。林渊的反抗让执法殿弟子不怒反喜，可以光明正大的将他斩杀。林渊，你要找死，就不要怪我们了，去死吧！其中一名执法殿弟子一剑斩杀向林渊，剑光凌厉，充满杀意。轰！大地震动，退凡9阶的气息爆发，令众人脸色一变。什么？
他竟然是退凡9阶修士！林渊一掌拍出，毒气弥漫，虚空震荡，砰！一掌直接拍飞了执法殿弟子，生死不知。林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杀害执法殿弟子！今日你必死无疑，无论谁也保不住你。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执法殿弟子，见今日竟敢有人对他们出手，愤怒到了极点。我们4位退凡8阶联手，未必拿不下他。4人联手向着林渊杀来，能够被执法殿选中，必定是3绝魔宗的精英弟子，站立在同阶算的上顶尖。出来吧，血煞蜈蚣！一团血雾喷出，随后只见一头9尺之长的血色蜈蚣冲了出来，千足如刀，锋利寒冷，毒牙更是令人胆颤。退凡9阶的本命毒物，他还只是一个刚加入万毒峰的弟子吗？怎么会这样？执法殿弟子们脸色骤变，煞白无比。一个退凡9阶的林渊便已经不好对付了，如今再加上一只退凡9阶的毒物，根本不是对手。血煞蜈蚣，给我杀！林渊眼神冰冷，声音充满杀意，他的千足瞬间化为千柄毒刃，飞向了4名执法殿弟子。血煞蜈蚣的实力依然是超凡之下无敌，根本不需要林渊出手，便可以镇杀这4名执法殿弟子。你敢杀我们执法殿弟子？不，你怎么敢啊！此时此刻，执法殿弟子终于慌乱了起来，他们没有想到林渊竟然是一个超级狠人，敢出手击杀执法殿弟子。平日高高在上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的下场。快住手，否则你必死无疑！执法殿弟子恐惧的大喊道。终于知道怕了，没有了先前高高在上的姿态，林渊可没有停手的意思。扑哧扑哧，毒刃穿透4人的身躯，血液瞬间变成了黑血。他们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渊，真敢杀他们啊！看着地上的尸骨不全的5具尸体，林渊神色极其淡然，并没有害怕的表情。既然出手，自然要将事情闹到最大，才能尽快够引起万毒峰老怪物们的目光，为自己搏出1线生机。退凡9阶的修为以及第2个本命毒物都暴露了出去，除了九阳仙体这个角色仙体，自己基本上把底牌全部打了出来。这样的天赋也足够震动整个3绝魔宗，希望尽快引起那些老怪物的关注吧。林渊喃喃道，随后返回天渊洞继续修炼，静静等候消息即可。5位执法殿主弟子陨落，如此重大的消息很快就传播了出去，顿时在3峰弟子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挑战执法殿，这可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很久没有人触碰了。没有想到这个新弟子林渊居然如此大胆，同时惊叹于他的强大天赋，小小年纪居然已经是退凡9阶的强者，恐怖如斯！天煞峰，哈哈，这林渊真是蠢货啊，连执法殿弟子都敢杀，是你自己找死，谁也救不了你，真是省了我不少功夫去对付你。少宗主因无情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到了极点，这蝼蚁一样的东西居然如此难杀，几次让其逃脱，这一次看你还如何逃脱，必死无疑，而且还不需要自己出手。这小子天赋倒是很强，不过就此结束了，敢玷污我的东西，这便是下场。殷无情脸色深寒无比，林渊的事情无需再去过问，只需要等他被执法殿就地正法的消息即可。阴阳峰出关的苏里妹也得知了这个消息，顿时气得脸色煞白，这混蛋小子怎么如此冲动，连执法殿的人都敢杀，杀了执法殿弟子，就算他出手也根本保不下林渊，心中着急无比，只能够去求助师尊，只有他出手才能够救下这小混蛋。苏里妹气愤无比，去求师尊出手，必定要暴露林渊的体质特殊，这样才能展现出他的价值，让自己师尊出手。只是到时候自己那位几百岁的老怪物师尊一定会让林渊和他双修，真是气死他了，有种自己心爱的东西被人夺走的感觉，心里难受极了。这小子倒是厉害，斩杀了5位退凡8阶的执法弟子，天赋惊人，和他双修之前只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如今才短短10来天而已，这突破速度也太快了吧。难道他的体质并非至阳之体那么简单，而是传说中的至阳圣体？他说打败我也许并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到时候难道真要臣服于那小子了？苏里妹顿时有些心慌起来，林渊强大的天赋终于引起了他的重视。哼，我的男奴想要翻身做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苏里妹有些傲娇自信地说道。消化了和林渊一起双修的能量后，他已经半只脚踏入超凡2阶无惧境，随后化为一道残影，朝着师尊所在的山峰飞去。万毒峰的那群老怪物怎么还没有反应？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林渊皱眉，心中有些心慌起来，这可是他唯一的生机。小家伙，你倒是胆大，连杀5位执法殿弟子，1000年以来你还是第一个敢如此胆大妄为的弟子。就在林渊的着急的时候，突然一道苍老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什么人？林渊吓了一跳，转头一看，只见一个紫衣老者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老者苍老无比，花白头发掉得来只剩下寥寥几根，枯瘦如柴，脸上长满了毒疮，浑身皮肤溃烂，不时有毒脓流出来，甚是瘆人。林渊心中狂喜，终于等来了人，能够让自己一点没有察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自己的身后，肯定是修为高深的强者。拜见前辈。林渊恭敬的行礼，随即说道：我因为成为阴阳峰弟子苏里妹的顶炉，
遭到少宗主的迫害，这执法殿明显是少宗主授意而来。我若是去了，执法殿必死无疑。为了活命，只能够殊死一搏，杀了他们，实属没有办法。林渊没有隐瞒，将自己的事情说了出来。想要获得老怪物的庇护，自然不能够有隐藏。听说你入门考核的本命毒物是蚀骨飞虫，而你斩杀执法弟子的时候，使用的是退凡9阶的血煞蜈蚣。难道你炼化出了2只本命毒虫出来？老者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多计较，反而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事情。一双苍老但却炯炯有神的眼睛，带着期待，死死盯着林渊。林渊点了点头，也没有废话，直接召唤出了血煞蜈蚣和蚀骨飞虫。真是2只本命毒虫啊！居然有人做到了！老者激动异常，浑身都在颤抖。这是万毒峰修士多少年来的期待啊！终于有人成功了！快告诉老夫，你是如何做到的？老者迫不及待地问道。因为激动，脸色涨红无比。万毒峰不少人都尝试过，全部都被反噬而亡。林渊能够成功，自然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原因。前辈，也许是我的体质特殊，拥有万毒不侵的能力，毒气攻心的反噬对我没有任何作用。听苏师姐说，好像是至阳之体。林渊回答道。第2只本命毒虫受到的毒气反噬是第1只的10倍以上，若是拥有万毒不侵的体质，倒是有可能炼出第2只本命毒虫。只是区至阳之体，真有万毒不侵的能力？老者眉头轻皱，沉思了起来。不久后再次问道：听说你10多天前只是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如今为何突破倒退凡9阶？而且你怎么能够让本命毒物如此快进化到退凡9阶？林渊身上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难免会令人生疑。我体质特殊，与师姐双修之后，境界便快速飞升，数日便达到了退凡5阶。林渊回答道。如此看来，你的体质绝非至阳之体那般简单，应该是传说的至阳圣体才有如此效果。哈哈，没有想到我3绝魔宗竟然出现了一位圣体妖孽。老者双目放光，圣体妖孽100年难遇，无疑不是天阶宗门，甚至是圣地弟子。自己区玄阶宗门能够出现一个圣体，简直是奇迹。接下来你又如何突破到退凡9阶的？老者再次询问道。林渊继续说道：弟子前去万毒谷做入门考核，无意之间找到了一处宝藏，在里面发现了地阶下品功法百毒真经。弟子3日便功法小成，辅助以万毒谷中的无边毒气，修为便快速突破到退凡9阶。因为弟子拥有万毒不侵的体质，可以快速吸收毒液，才能够将血煞蜈蚣培养到了退凡9阶。林渊决定暴露出百毒真经，区地阶下品功法而已，自己并不在意，毕竟他可是拥有更好的天阶上品功法，并且打算贡献出百毒真经换取庇护，并且得到大量贡献点，用这些贡献点换取修炼资源，帮助自己快速成长。什么地阶下品功法百毒真经？传说中当年百毒宗的正宗功法居然被你给找到了！老者顿时震惊了起来，随即满脸的狂喜，激动到了极点。万毒谷便是当年百毒宗留下的试炼之地，老者对于大名鼎鼎的百毒真经自然不陌生。万毒峰也寻找了多年，只是没有找到。前辈，弟子愿意献出百毒真经，壮大宗门实力。林渊立即掏出了百毒真经，递到了老者的面前。哈哈，真是天心我百毒峰啊！老者接过百毒真经，双手都在颤抖，可见内心激动到了什么程度。有了百毒真经，他甚至有可能冲击超凡5阶通神境，甚至于3绝魔宗还有一丝机会冲击地阶宗门。老夫便是万毒峰的天象境老祖，毒恶老祖。小家伙，你献上百毒真经，老夫也不会亏待你，以后万毒峰的修炼资源随你使用。毒恶老祖高兴地笑道。闻言，林渊心中狂震，没有想到钓来了一条超级大鱼呀！3绝魔宗4大天象境强者之一的毒恶老祖，是真正的擎天巨柱、巨无霸、泰山北斗啊！弟子拜见老祖。林渊连忙行礼，自己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只能够靠老毒恶老祖了。老祖，斩杀执法殿弟子，实属迫不得已的保命之举，还请老祖救救我。林渊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向毒恶老祖求救。按照宗门规矩，杀执法殿弟子绝对是死罪，任何人也救不了。执法殿代表着一个宗门的威严，不允许任何人挑衅。不过这世间上并没有绝对的规矩，只有拳头才是永恒的真谛，绝对的权威。只要你愿意拜老夫为师，执法殿便奈何不了你。毒恶老祖轻描淡写的笑了笑，丝毫没有将林渊杀执法殿弟子这件事放在眼里。毒煞老祖何许人也？3绝魔宗4大天象境强者之一，虽然只是天象境中期修为，但本身却培养有一只超凡4阶的本命毒物，哪怕是修为第一天煞峰那位天象境巅峰的老祖，都要忌惮他不已，不敢与之交手。他若出手，执法殿还敢为难林渊，这便是实力，足可以凌驾于规则之上。弟子林渊拜见师尊。林渊立马拜师行礼，有尊大腿抱，自己哪敢还有一丝犹豫？背后有了毒恶老祖这棵大树，今后不用再怕少宗主因无情的威胁，终于不用整日提心吊胆的活下去。好徒儿，快请起！没有想到老祖在迟暮之年能够收一个圣体为弟子，哈哈哈！
毒恶老祖大笑了起来，亲自将林渊给扶起，随后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了一枚红火色和冰金色2种颜色交融的蛇蛋，这是冰火双头蛇的蛋，你拿去慢慢尝试，看看能否炼化出第3只本命毒物。本命毒物便是我们毒修的根，本命毒物越强，数量越多，毒修本身的实力自然越强。毒恶老祖将蛇蛋递给了林渊，居然是冰火双头蛇，血脉潜力在万毒谷中是绝对能够排名前3的毒物。林渊面带喜色接过了蛇蛋，等自己精神力壮大之后，便可以尝试炼化第3只本命毒物。毒恶老祖叮嘱林渊一番后，便消失在原地离开。看来我的计划是成功了，调来了毒恶老祖这条大鱼，并且拜其为师。林渊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件事情总算是成功解决。呵呵，殷无情，你想要杀我，可没有那么容易。没有想到这一次又让我逃过一劫了吧？你等着吧，找到机会一定不会放过你。林渊眼神冰冷，充满杀意。多番想要杀自己，绝对不会放过他。毒恶老祖离开不久后，轰隆隆，突然一股强大无比的威压笼罩了整个天渊洞。林渊整个身躯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好强大的气息！执法殿的超凡强者来了。林渊声音微颤地说道：“修炼之路一步一登天，境界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堑，难以跨越。这股威势令我灵魂颤栗。超凡3阶的天人境便是壮大神魂，开辟识海空间，修炼出元神，能够威压灵魂。来者竟然是一位天人境强者。”林渊心中一颤，没有想到一位超凡3阶的天人强者居然亲自前来抓捕自己。若非自己已经成功得到毒恶老祖的认可，今日恐怕难逃一死。林渊走出了天渊洞，一道流光从天而降，落在了林渊身旁。一股无与伦比的可怕波动从他身上散发出来，若是普通的退凡9阶修士，早已经在这股气息之下匍匐颤抖。林渊拥有绝世仙体，这股威压对他倒是没有任何威胁。吾乃执法殿殿主林渊，你好大的胆子，不仅谋杀同门，还残害我执法殿弟子。今日本座亲自前来抓你去问罪。执法殿主声音极其冷漠，千年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胆敢谋杀执法殿弟子，性质极其恶劣，让这位执法殿殿主不得不亲自前来了，定要正执法殿之威严。林渊心中一愣，万万没有想到执法殿主亲自前来，这可是天人巅峰，整个3绝魔宗最有希望成为第5个天象境的人。弟子拜见殿主。林渊躬身行礼，家师乃是毒恶老祖。没有师尊的点头，恕弟子不能够和你走，直接搬出了自己的靠山。毒恶老祖的弟子。执法殿主眉头轻皱，难怪胆子如此之大。不过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算你师尊是毒恶老祖，也必须跟我们走一趟。执法殿主的声音透露出不容拒绝，若是自己这样灰溜溜的走了，今后执法殿还有什么威严？殿主，难道你连家师的面子都不给吗？林渊厉声说道。哼！执法殿主冷哼一声，宗门规矩大于天，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就算毒恶老祖在场，本殿主也会抓捕你。随后不再有任何废话，一只大手向着林渊抓去。不愧是天人巅峰的强者，林渊根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甚至连动弹都做不到，太强了。以林渊目前的战力，也至多和超凡1阶的飞天境一战，和超凡3阶的天人境差距甚远，是吗？老夫在场，你能抓住我弟子？就在此时，一道冷漠威严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天际。此刻风云色变，整个天地都被毒雾笼罩，黑压压一片，甚至下起了毒雨。这便是超凡4阶天象境的恐怖威势，掌握天地力量，已经能够影响天象变化，因此才有了天象境的名称。轰！那只抓向林渊的巨手顷刻间就碎裂了。随后只见一位苍老的身影凌空踏步走来，浑身上下释放出远比执法殿主强大的气息，甚至整个山体都在震动。天象境掌握天地力量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其力量之强大远非天人境修士能够比拟。拜见毒恶老祖。执法殿主躬身行礼。老祖，你的弟子残害执法殿弟子，性质恶劣，还请允许我带走定罪。看在他是你弟子的份上，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一定要给其惩罚，以正我宗规。执法殿主依旧坚持要带走林渊，执法殿的规矩绝不允许被破坏，只要不杀林渊，毒恶老祖应该不会包庇自己的弟子。老夫今日就要保下我弟子，你又能如何了？毒恶老祖眉头一皱，声音冷淡，死死盯着执法殿主。圣体妖孽岂能容执法殿惩罚？别说几个执法殿弟子了，哪怕是杀了执法殿长老，他也要保住林渊。老祖，你真要袒护自己的弟子，无视宗规，失信于整个宗门吗？你这样做，如何面对整个宗门的弟子？执法殿主有些着急道。老夫做事何须在乎其他人的看法？谁若是有意见，大可亲自来找老夫理论。你可以走了。毒恶老祖霸气地说道。一股强大的威压直逼执法殿主而去，瞬间让他脸色苍白无比起来，浑身一阵颤栗。掌握天地之力的天象境强者，根本不是他能够抗衡的存在。是，执法殿主只能够无奈地离开了。始终拳头大于宗规，毒恶老祖的强大，整个宗门可无人敢触碰其眉头。虽然本人境界只有天象境中期，但是本命毒物可是超凡4阶巅峰，超凡5阶通神境之下，几乎不惧怕任何人。拳头才是永恒的规则。
实力才能够镇压一切。看着灰溜溜离开的执法店主，林渊拳头紧握。接下来他要潜心修炼，唯有自身强大，才能够掌握命运。渊儿，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以后殷无情不会再找你麻烦。毒恶老祖看向林渊，目光深邃，语重心长地说道：记住，这个世界永远是强者为尊，只要你天赋够强，实力够强，就算让少宗主和苏里妹取消婚约，改嫁于你，也不是不可能。唯实力方才永恒。接下来你就好好修炼吧。这是为师的令牌，值此令牌，你可以前往藏书阁观看万毒峰的任何传承，也可以享用万毒峰的所有修炼资源，不要令为师失望。这是林渊献上百毒真经承诺给他的奖励。林渊立马恭敬道：弟子定不辜负师尊厚望。毒恶老祖微微一笑，满意地点了点头。为师走了，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随时可以到毒恶峰找我指点。随后化为一道流光，冲向了天境。恭送师尊。林渊躬身一拜。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三绝魔宗，都在感叹林渊的好运，居然被毒恶老祖收为弟子，还强势保下了他。连执法店主都灰溜溜离开了，不敢找他的麻烦。嗖，天空之中出现了一位风韵犹存的妇人，一袭紫衣，容貌娇媚，正是阴阳峰的老祖残花婆婆。超凡四阶天象境初期的强者，也是苏里妹的师尊。半只脚踏进黄土的人，看起来40岁左右，依旧美丽的模样，看来驻颜有道。可惜了，这小子居然被毒恶如此重视，想要强迫他与老身双修，怕是不行。残花婆婆暗道可惜，摇了摇头。面对毒恶老祖，自身便不是对手，更何况对方还有一只超凡4阶巅峰的本命毒物。面对这个护短的老怪物，残花婆婆可不敢对林渊用强，看来只能够找一个机会利诱这小子，让他与我双修。至阳圣体顶级双修体质，能够将长生阴阳法地功法发挥到最强，若是能够与他长期修炼，说不定能够突破到超凡5阶通神境。残花婆婆心中暗道，林渊对于她来说就是一道诱人无比的美食，心痒痒的。这小混蛋居然拜毒恶老祖为师，今后倒是不好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真是烦人啊。苏里妹一脸的烦躁，林渊得救了，让她松了一口气。但是现在她得到毒恶老祖的庇护，以后自己想要与之双修，可没办法再强逼，需要她自愿才行。双修对她也有不少好处，想必她不会拒绝，只是失去了那种完全的掌控感，让苏里妹感到烦躁。天煞峰，殷无情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愤怒地砸毁了很多东西。可恶，这蝼蚁居然如此好运，得到了毒恶老祖的垂青，气死我了！殷无情疯狂地发泄着心中愤怒情绪。无情，以后不要再去找那林渊的麻烦。这时候，一道威压的声音传入殷无情的耳中：爹，这小子给我戴绿帽子，他不死，我心不顺啊！殷无情拳头紧握，满脸的不甘心。小不忍则乱大谋，等你爷爷突破到了通神境，到时候那小子的死活还不是你说了算？到时候整个三绝魔宗都将是我殷家说了算，我天煞峰将主宰一切，万毒峰和阴阳峰将彻底臣服。哈哈，三绝魔宗便可以改名为天煞魔宗。三绝宗主的声音再次响起。什么？殷无情满脸的惊喜，爷爷要突破到通神境了，超凡5阶通神境，在这青阳郡如同天一样的存在，有了那机缘，快了！林渊拿到了毒恶老祖的令牌之后，便去了万毒峰的藏书阁。他虽然修炼有地阶上品战技万毒归元掌，但终归消耗太多，不可能一上来就使用大招吧，因此他打算修炼一些黄阶、玄阶战技、小技能，战斗的时候使用。大招万毒归元掌自然要留到关键时候使用。最终林渊选择了2门黄阶上品阴毒指、毒煞剑法，一门玄阶中品战技毒炎诀。凭借自身绝世仙体的强大天赋，10天左右将阴毒指和毒煞剑法修炼到了大圆满境界，并且于万毒池中淬炼出一柄毒剑使用，取名万毒剑。又花了半个月将毒煞诀修炼到了大圆满，这等速度惊为天人。万毒峰中毒煞诀修炼到大圆满的最快速度记录便是近3年，林渊只用了半个月，还是不够强啊。然而林渊却嫌弃速度还不够快，九阳仙体的开发程度目前只是初始状态，绝世仙体的天赋还没有被完全激活。林渊心中暗道，有了这3门战技，战斗时候手段便多了一些，接下来便是开始提升修为，看看能不能尝试一下自己冲击超凡境。气运点珍贵，能够靠自己就靠自己吧。林渊前往了毒恶峰，找自己的师尊指点，有名师指点，自然能够大大提升自己的修炼速度，总比自己一个人抓瞎慢慢琢磨强。毒恶峰，渊儿，你已经领悟了一丝超凡意境，确实可以冲击超凡领域，不过你乃是圣体，天赋卓绝，就这样踏入超凡领域，有些浪费了你的天赋，你大可尝试一下，能否冲击到退凡10阶后再踏入超凡境。毒恶老祖开口说道。什么？师尊，退凡境还有10阶？林渊感到非常的诧异。毒恶老祖解释道，退凡9阶只是普通人的极限，而非天才的极限，退凡层次越高，战力越强，对于将来的修炼越有利。传闻退凡13阶才是真正的极限，可以铸造出前所未有强大恐怖的无上神体。退凡13阶，林渊没有想到
退凡境竟然有足足13阶，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整个退凡境可以视为修炼过程的筑基过程，洗净铅华，淬炼根骨血肉，为超凡境乃至超凡之上打牢根基，此过程便是筑基。筑基越强越完美，对今后的修炼自然越有利。退凡9阶为普通筑基，是绝大部分修士的筑基层次；退凡10阶可谓完美筑基，经脉大幅度扩张，体内能够容纳储存的灵力将更多更雄浑，同时根骨血肉得到强化，肉体得到升华，堪比一些凶兽肉身力量。能够突破退凡10阶之人，无疑不是绝世妖孽，名扬大陆800州的存在。退凡11阶可谓污垢筑基，将体内的杂质全部清除，真正的退凡为圣，铸造出污垢之体，吸纳灵气的速度是普通筑基的10倍以上。这种妖孽怪胎，千年万年难遇，无疑不是震古烁今的伟大存在。退凡12阶可谓大道筑基，整个身体将变得无比亲和大道，领悟天地大道法则的速度将远胜常人。整个大陆有记载以来，就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筑基修士。退凡13阶为最强筑基，铸造出最完美的无上神体，一种前所未有强大的肉身，属于理论传说之中的筑基。为师一次历练之中，偶得一本上古古籍，才得知退凡境有13阶。达到退凡13阶这终极筑基层次，对于修炼有什么好处？古籍中并没有记载，也许没有人达到过，所以才没有记载无上神体的妙用。三绝魔宗有史以来从未有人突破到退凡10阶，因此林渊才没有听说过退凡9阶之上还有境界。若不是听读恶老祖说，他根本不知道退凡9阶并非退凡境的终点。林渊心中无比震撼，没有想到退凡9阶以上，每突破一阶得到的好处居然如此之大，经脉扩大，肉身强化，污垢之体，大道筑基，无上神体，简直是逆天。看得出林渊眼神火热，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毒恶老祖笑了笑，月儿，你乃是圣体，10数日便从普通人突破到退凡9阶，天赋妖孽过人，为师自然希望你能够突破到退凡10阶之后，再踏入超凡领域，对你今后的修炼大有好处。不过你也不要太贪心，去冲击退凡11阶，平白浪费时间。毒恶老祖语重心长地叮嘱道，退凡境越到后面，修炼难度越大，这需要耗费无数时间才能够突破。退凡境的寿元不过100年，这是天地规则，谁也无法打破，所以谁也不敢在退凡境上浪费太多的时间，毕竟只不过100年寿元啊。若是在退凡修炼1000年、万年，许多妖孽天才必定能够突破到退凡12、13阶，但是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他们去突破，因此只要不能够短时间内突破，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放弃继续筑基，而是踏入超凡领域。越年轻突破超凡领域，气血越旺，对于今后的修炼之路越有利。因此退凡12、13阶并不是难如登天，难到无法突破的程度，最难的地方还是在于寿元不足。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绝大部分人都能够突破到退凡13阶。林渊点了点头，弟子谨遵师遵教诲，不敢贪多，心中却不以为然。以林渊的天赋，自然不可能在100年寿元内突破到退凡12、13阶，但是他有气运点啊，可以直接使用气运点加点突破，完全不需要浪费时间。气运点是可以直接加点突破修为境界，不过加点突破功法境界也能够提升修为。林渊自然选择提升功法，拥有功法的境界，实力才会更加强大。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突破到退凡13重，铸造出无上神体。林渊心中暗道，看来自己需要抓紧收割气运点了。无上神体他势在必得，否则白瞎了自己拥有系统这个金手指外挂。随后的日子，林渊在毒恶老祖的指点下开始修炼，有老师指点，让林渊少走了许多弯路，修炼速度大大提升。3个月后，轰！一股强大的气息从林渊的体内爆发出来，退凡10阶成了。林渊睁开双目，满脸的激动兴奋，他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经脉大幅度扩宽，根骨血肉也得到了强化，变得更强。光凭肉身力量，一拳便有上万斤巨力，肉身的强度能够硬抗普通刀剑而不受伤，肉身力量就可以力压寻常退凡9阶修士。经脉扩宽，体内能够容纳的真气增加了数倍，如今再使用万毒归元掌，便不用担心真气耗尽，这便是经脉扩宽的好处，能够更好的使用各种强大的战技，不用担心真气不足的情况发生，并且恢复真气的速度也远超普通修士，不愧为完美筑基。虚空突然出现一团毒雾，一个满脸毒疮的老者从毒雾中走了出来，看着林渊的气息变强，他满脸激动起来。渊儿，你突破了！天啊，简直是妖孽，3个月就突破了，按照我的估计，你至少要用3年时间的。毒恶老祖高兴地大笑起来。林渊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我的体质是绝世仙体，而并不是圣体，天赋自然更强，师尊估计错时间也是很正常。林渊心中暗道，渊儿，退凡境越往后，难得越大，难如登天，我估计你要用10年以上时间才能够突破此境界，接下来看你如何选择了。忍住10年不踏入超凡，也需要有一颗坚定的心。本来毒恶老祖认为林渊不可能突破到退凡11阶，
然而他花3个月便突破到退凡10阶，才觉得有希望突破到退凡11阶。弟子想要尝试一下，说不定要不了10年了。有系统在手，不突破到终极筑基，心中自然不甘。毒恶老祖点了点头。林渊现在不过18岁，10年后也才28，到时候再入超凡也并不迟。寻常人其实都是30岁之后才入超凡，污垢之体的修炼速度远超常人，到时候很快就能够追赶上落后的修为。就给你10年时间，到时候若是没有突破，你必须踏入超凡，不允许再浪费时间。毒恶老祖给林渊定死了时间，免得他上头非突破退凡11阶不可。若是等他白发苍苍7、80岁才突破，到时候就算铸就污垢之体也晚了，气血枯竭，经脉老化，今后的成就也是有限。况且以自己现在的情况，也庇护不了自己弟子那么久，除非能够突破到超凡5阶通神境。是，师尊。林渊点了点头，他可不愿意10年后入超凡，看来只能够依靠气运点了。刚好苏里妹身上的气运点集满，可以去收割。阴阳风。此时苏里妹身穿一件粉红色的薄纱睡裙，斜躺在大床上，满脸的郁闷生气，嘟囔着性感的樱桃小嘴，一直不满的念叨：这小混蛋一直躲在毒恶峰修炼，连见他一面都做不到，亏我当初还救他小命，这么久了也不来找我修炼。都3个多月了，苏里妹浑身躁动，迫切想要同林渊一起修炼。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享受过和林渊同修带来的修为快速增强，让他靠自己慢慢修炼提升，自然很是不愿意。也许再修炼一次，他便可以突破到超凡2阶无惧境。哼，这个没良心的家伙，不会忘记了我吧？苏里妹气鼓鼓的喃喃道，当初还不如让林渊待在自己身边，这样就不会脱离自己的掌控，让现在的自己患得患失起来，心中未免有些后面起来。就在此时，一道身影冲了进来。谁？苏里妹恢复清冷，冷声说道，浑身气息爆发，锁定来人，擅闯自己的房间，这可是对自己挑衅。师姐，是我。林渊连忙说道。林渊，是你？看清来人，苏里妹激动了起来，这小混蛋还算有良心，终于来找自己了。顿时心中一片火热，双目含春，春情汪汪地看着他。废话就不要多说了，我们一起修炼吧。林渊二话不说冲了上去，他现在可是非常渴望得到气运点，又是一场3天3夜的修炼。林渊成功收获103气运点，面板信息发生了变化，宿主林渊，境界退凡10阶，加气运点110，体质九阳仙体，初始功法九阳神功，第1层加百毒真经，小成加战绩万毒归元掌，大成加毒炎诀圆满，阴毒指圆满，毒煞剑法圆满，宝物天机玉佩，夺命13针，上古冲乱。看着面板上的信息，林渊心中欣喜若狂，已经可以加点突破退凡11阶。师姐，我先回去修炼了，你也好好炼化我留在你体内的能量，修为毕竟精进。刚和苏里妹修炼结束，林渊便无情地提出告辞，他现在只想赶快回去加点突破到退凡11阶。我送你一程吧。刚走几步，苏里妹那修长绝美的双腿就不由打站起来，看着自己的杰着，林渊满脸得意地笑了笑。九阳仙体的强大太给男人长面子了，师姐，这几天你受苦了，还是好好休息，我一个人离开就行了。林渊开口道。那行。苏里妹点了点头，也没有再逞强去送林渊。这几天他实在是被摧残得太惨了，被惨无人道的对待，如果不是自己是超凡修士，怕命都要交代出去。这只阳圣体也太可怕了吧，简直是女人的梦魇，魔鬼一样的存在。这该死的小混蛋，留在我体内的能量居然如此之多，看来要炼化一段时日。苏里妹抚摸了一下自己微微胀鼓的肚子，满脸都是笑意。林渊刚离开苏里妹的别院，一位绝美妇人便出现，拦住了他的去路。感知到对方强大的气息波动，林渊脸色微变，就连房中的苏里妹也感知到了，当即脸色一变，糟糕，师傅他来了。想到林渊要和师尊一起修炼，苏里妹心中莫名有些烦躁起来，这可是独属于自己的炉鼎啊，怎么能够给别人使用？林渊连忙恭敬行礼，拜见前辈。绝美妇人面带笑意，小家伙，老身乃是妹儿的师尊，残花婆婆，不用害怕。林渊心中顿时不再平静，居然是阴阳峰的老祖，师姐的师傅，这是一个和师尊同一个境界的天象境强者呀。前辈，不知道你找小子有何事情了？林渊恭敬道，他不相信对方会无缘无故的出现，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残花婆婆笑了笑，老身也不和你打哑谜，直接开门见山，你乃至阳圣体，是最完美的双修圣体，老身希望能够与你一同修炼，共同探讨阴阳大道，只要你愿意，我可以给你许多资源，助你修炼之路畅通无阻。面对毒恶的弟子，他也只能够利诱，没办法强逼，毕竟那老家伙可是相当护短啊。林渊一愣，这老 baby 来找自己打扑克的，前辈身份高贵，晚辈怎么敢亵渎？林渊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拒绝了。若是没有拜师毒恶老祖，林渊会考虑一下，牺牲色相，找一个天象境的靠山。现在有了更强的靠山，怎么可能愿意屈身于一个老 baby？虽然这老 baby风韵犹存，但是已经几百岁，
半只脚踏入黄土，甚至不知道和多少男子一起修炼过，想想就感到一阵恶寒。我林渊正人君子，怎么可能去吃老 baby 的软饭？死也不吃！哪有我美丽的师姐好，年轻漂亮，干净无染，还能够给自己提供气运点？残花婆婆一愣，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林渊居然拒绝了自己，可是天象境强者，还能够给他提供修炼资源。为了修炼资源，修士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林渊这个小家伙居然直接拒绝了，就连苏里妹都是一愣，没有想到林渊拒绝诱惑。为了修炼资源，不择手段的人多的是，况且还是这样安逸舒爽的事情，便可以轻松获得资源。他居然拒绝了，这小混蛋！姐姐对你越来越兴趣了。苏里妹轻轻笑了笑，下一次定要好好奖励你一番。等我突破到无惧境后，便可以去闯一闯那处机缘。顿时心情大好起来。前辈，我还有事，先离开了。林渊连忙辞行，生怕自己被老 baby 给强了。妈呀，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残花婆婆只能无奈点了点头，她又不能强了林渊。回到天渊洞，林渊便迫不及待地吩咐道：系统给我加点，突破倒退凡11阶。定，恭喜宿主消耗100运点，突破倒退凡11阶。系统冰冷的机械声音响起，轰！顿时一股强大的气息从林渊的体内爆发出来，无数的杂质也被逼了出来。他的全身很快就布满了一层酸臭的黑泥，这便是浑身被污染的杂质全部被逼了出来。林渊也成了污垢之体，吞吐天地灵气的速度将是常人的10倍以上。舒服，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同时林渊感知到浑身充满了强大的力量，退凡11阶不仅仅得到了污垢之体，自身的力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恐怕不亚于寻常飞天境超凡修士。接下来突破到退凡12阶，需要的气运点必定更多，要想办法获取更多的气运点啊！林渊心中暗道，只靠收割苏里妹，速度还是太慢了，看来需要找到新的气运者。天煞峰，一个身穿黑袍、背负大斧的青年，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天煞峰。终于回到了宗门，此次外出历练，找到了一处上古传承，竟然让我侥幸突破到了退凡10阶。哈哈，我可是3绝魔宗建宗以来第一人，唯一一个退凡10阶修士，谁与争锋？舍我其谁！黑袍青年哈哈大笑了起来，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舍我其谁的豪情。天煞峰，玄煞殿，一个身穿玄青色长袍、面容威严的中年人端坐在大殿上，他便是宗主应天仇，天象境初期的绝顶强者。黑袍青年林凡走进了大殿，弟子林凡拜见师尊，弟子不辱使命，成功突破到退凡10阶。林凡恭敬的行礼，好，凡儿你果然不让为师失望，成为了我3绝魔宗有史以来。应天仇高兴大笑了起来，林凡师弟，你终于回来了。殷无情假装很是激动地跑了出来，随即神色转变，犹豫中又带有一丝伤心。只是你弟弟林清塔。殷无情的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起来。我弟弟怎么了？林凡连忙问道。小时候林家遭逢大难，只有2兄弟逃了出来，兄弟2人相依为命，感情极深，因此听见自己的弟弟，林凡顿时变得激动起来。你弟弟林清他被人杀了，节哀啊！殷无情轻轻拍了一下林凡的肩头，安慰地说道。什么？到底是谁杀我弟弟？林凡双目通红，瞬间变得激动异常起来，一股强大恐怖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射出来，在大殿中掀起一阵罡风。万毒峰的弟子林渊残害同门，你弟弟作为执法弟子前去抓捕他，没有想到他竟然丧心病狂地杀了所有执法殿弟子。父亲也试图替你弟弟报仇，连执法殿主都亲自出马了，可是对面有毒恶老祖庇护，有恃无恐，狂妄无比，根本奈何不了他分毫，只能够看你弟弟惨死，无法替他讨回公道，还请林凡师弟原谅我们的无能。殷无情装作一脸愧疚地说道。凡儿节哀吧，为师也无能为力。应天仇叹了一口气，可恶，此贼竟敢杀我弟弟，定与他势不两立。师尊，请允许我与林渊上生死擂台。林凡充满了怒火，杀意凛然。3绝魔宗不允许同门相残，不过若是2人有仇怨，可以登上生死擂台解决。当然上生死擂台需要双方自愿，不可强逼，一旦登台，生死无论。好，为师允许了。应天仇点头答应了。他和儿子这场戏自然就是为了林凡去逼林渊上生死擂台。林渊只是退凡9阶的修为，即使有一只退凡9阶的本命毒物相助，以你退凡10阶的修为，也足可以轻松打败他。不过上生死擂台之前，你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修为，否则林渊惧怕不上生死擂台，你便无法替弟报仇。退凡9阶以上的境界极其特殊，所以是无法看透具体境界，只要自身不暴露，是没有人知道林凡已经突破到退凡10阶。弟弟明白，这就去万毒峰递上战书。林凡咬牙切齿地说道。哪怕林渊不上生死擂台，他也会想办法杀了林渊。弟弟之仇，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也要报仇。万毒峰天渊洞，只见一柄大斧狠狠劈来，轰隆一声，林渊的洞门直接碎裂。洞中的林渊眉头一皱，竟有人上门挑衅自己。嗖，化作一道残影，
走出了天渊洞。只见一位黑袍青年走了上前来，系统的声音忽然在脑海中响起：定，检测到小气运者林凡，可选择斩杀。来了，他来了！气运者，林渊内心狂喜，他现在最缺的便是气运点，没有想到自动送上门来。你就是林渊？林凡双目充满杀意，怒火冲冲地看向林渊。不错，是我。你是谁？林渊冷冷地回应道：我林凡。林凡的声音低沉：你所杀的执法殿弟子，其中一人便是我弟弟林清。我想要你的命，可敢登上生死擂台？正式发出了战书。生死擂台！林渊心中激动狂喜，这不是故意给自己送气运点吗？先前自己还发愁如何杀了林凡，没有想到他居然主动送死。好，实在是太好了，真是好人啊！呵呵。林渊冷冷一笑：你算老鸡，凭什么答应你的腰斩？虽然他很想立马答应，但是这林凡太张狂了，砸坏了自己的门，自然不会轻易如了他的意。你……林凡愤怒地瞪着林渊：窝囊废，你不是很张狂吗？连执法殿弟子都敢杀，如今为何选择当窝囊废了？你若是怯战，就趴下，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然后当着全宗宣布自己是废物。林凡只能够使出了激将法，然后林渊却不为所动，面不改色。我知道你很着急，这样吧，你跪下求我，并且直呼爷爷，我可以答应。林渊微微一笑，就算要答应，也要先羞辱一下林凡。你！林凡怒火中烧，双目喷火地看着林渊，他可是三绝魔宗有史以来第一天骄，退凡十阶修为，居然敢羞辱自己，不跪下？那行，你走吧，战书我不接。林渊淡淡的开口。林凡拳头紧握，愤怒到了极点，弟弟之仇不共戴天，他必须要报仇。思忖片刻之后，扑通，林凡直接跪在了地上。爷爷，求你了，接受我的战书吧。林渊，等着吧，你现在对我的羞辱，便是引起我的滔天怒火。等到了生死擂台上，我将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你后悔今日的举动。林凡拳头紧握，心中暗自发誓道：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林渊答应上生死擂台，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愿意。哎，好孙子，爷爷答应了。林渊哈哈笑了起来，接受了林凡的战书。林凡欣喜若狂，林渊终于答应上生死擂台，他的死期到了。林渊，明日我定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能，让你明白我们之间的巨大差距，哈哈，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骄，你注定死在我手中。林凡得意的大笑起来。林渊，等着吧，明日必定给你一个大惊喜。我不是退凡9阶修为，而是退凡10阶。两人签下生死状后，林凡便离开了。杀我！呵呵。看着林凡离开的背影，林渊冷笑了起来。哪怕你是飞天境，也将被我无情碾压。小气运者将其斩杀，应该能够获得不少气运点，还能够开一个小气运宝箱。心中根本没有将林凡放在眼里。林渊同意了。得知消息后，殷无情高兴地大笑了起来。最近被林渊搞得心情整日郁闷不爽，今天终于一扫往日的阴霾，开怀大笑。他终于可以死了，让我出一口恶气。开盘，开盘！这一次林渊不仅要死，我还要大赚一笔。心情大好的他，打算坐庄开赌，大捞一笔。每一次生死战都会有人坐庄赌双方输赢。林渊和林凡生死战很快传遍了宗门，不少人都开始下注。殷无情有意让大家压林渊胜，因此林渊的赔率极高，足足3倍，除开本金。而林凡的赔率只有1/3。林渊可是独修，拥有一支退凡9阶的本命毒物，明面上胜率自然极高，加之赔率又高，许多人去买他赢。林渊来到了阴阳峰，师姐，能否借我一些灵石？林渊直接开口借钱，自己稳赢，当然不能够错过这次发财的机会，而且还是殷无情的庄家，不狠狠赚他一波，对不起自己。被殷无情搞了很多次，大赚他一笔，就当收点利息。虽然万毒峰的资源林渊可以随意使用，但是只能够用于自身修炼，不可能让林渊拿去赌博。因此林渊实际上还是一个穷光蛋，没有属于自己的钱财，只能够找苏里妹借一点，趁这个机会也赚一笔属于自己的钱。到时候外出行走江湖，没钱就尴尬了。这个世界的通用货币便是灵石。苏里妹出关了，气息更加强大，想必要不了多久便可以突破到超凡2阶无惧境。你借灵石干嘛？苏里妹开口问道。自然是赌自己赢啊。林渊将和林凡的生死战说了出来。你真有把握？苏里妹眉头轻皱，对方既然敢挑战你，肯定有所依仗，你还是谨慎一些为好。他并不知道林渊已经突破到退凡11阶，还以为他只是普通的退凡9阶修士。林渊笑了笑，师姐放心吧，我有十足的把握，把你的灵石全部借给我，到时候赢了分你一半。最终苏里妹借给了林渊3万灵石。林渊心中不得不感叹，这是一个小富婆呀，寻常退凡9阶的身家也不过数百灵石而已，3万灵石就算对于飞天境修士来说，也是一笔令人肉痛大半个身家的财富。林渊直接将3万灵石梭哈买自己赢。得知了这个消息，殷无情哈哈大笑了起来。林渊啊，你真是一个好人，临死之前还要送我一笔灵石，我真的爱死你了。殷无情知道林凡是退凡10阶，自然认定他必胜，这简直是来给自己白送钱。林渊大大的好人，3万灵石对于殷无情来说也是一笔巨富，加上许多人选择买林渊赢，这一波他赚大发了。保守估计
可以赚30-40万灵石，发财了，发财了！殷无情兴奋激动异常，自己真是个天才，这一次不仅可以铲除灵渊，还能够大赚一笔。殷无情高兴的嘴巴都翘上了天。第二天，生死擂台附近已经围满了人群，黑压压一大片。凌渊和林凡都是3绝魔宗的绝世天才，两人之间的生死战自然格外引人注意。嗖！只见林凡快如闪电，第一个冲上了擂台，浑身上下散发出强大无比的气息。弟弟，今日哥哥便替你报仇雪恨。林凡心中暗道，他一定会将凌渊大卸8块。凌渊，还不快上台领死！林凡愤怒的吼声响彻了全场，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送凌渊上路。好孙子，你不要急，爷爷来了。凌渊笑着一步步走上了擂台。来了，凌渊来了！生死战终于要开始。林凡的气息依旧是退凡，并未超凡，而凌渊可是拥有1支退凡9阶本命毒物助战，他怎么可能是其对手？林清的死终究让他丧失了理智，这不是送死吗？台下弟子们相互间议论纷纷，交头接耳，并不看好林凡，只是心中非常奇怪，为什么林凡赔率那么低，反而胜率更大的凌渊赔率却很高？少宗主大发善心，终于送钱给大家，心中十分的不解。凌渊，今日我便要替亲弟报仇，将你碎尸万段。凌渊已经上台，林凡便不再掩饰。轰！一股明显强于退凡9阶的气息从他的体内释放出来，震动全场。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弟子们都懵逼了。退凡境的气息能够有如此强大，许多人并不知道有退凡10阶的存在，毕竟这种层次距离他们太遥远了。即使是整个青阳郡，也从未出现过退凡10阶的天才妖孽。这是退凡10阶，林凡竟然突破了。一些超凡境的长老认出了林凡的境界。天佑我宗啊，竟然出现了一个退凡10阶的天才！哈哈，长老们高兴地大笑了起来。退凡10阶，有这个境界？弟子们听后都是一脸懵逼，所以听见一些长老解释，总算明白。天呀，林凡居然是退凡10阶，此等妖孽，怪不得有信心挑衅凌渊。凌渊这一次看来是死定了。弟子们震惊不已。苏里妹眉头轻皱，果然对面有后手。凌渊，你千万不要有事。其实苏里妹也有资格和天资冲击退凡10阶完美筑基，只是她急需改变命运，只能够放弃快速提升自身的修为境界。哈哈，殷无情稳操胜券的笑了笑，提前祝贺我大赚一笔，有了这些灵石，我突破超凡境的速度便可以提速。他已经胜券在握，怎么样？我给你的这个惊喜大不大？今日你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妖孽。林凡得意地看向凌渊。轰！强大的真气波动掀起一阵强烈的罡风，呼呼作响。退凡10阶，呵呵。凌渊冷冷一笑，见我也同样是如仰望高山，渺小如尘埃，对我而言也不过是一粒浮游见青天而已。装逼，谁不会？轰！凌渊同样散发出了退凡10阶的气息，这才数日时间就突破到了退凡11阶，不好向师尊解释，甚至说不定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凌渊只散发出退凡10阶的气息，不过他退凡10阶的气息明显强过林凡，毕竟他乃是绝世仙体，天赋远胜林凡，经脉拓展得更宽，根骨血肉的强化更大。什么？凌渊也是退凡10阶的修为？这怎么可能啊？感知到凌渊爆发出的强大气息，此刻在场的所有人皆都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凌渊居然也是退凡10阶。退凡10阶是如此好突破了吗？怎么这就遇上了2个？天呀！我3绝魔宗居然出现了2位退凡10阶的天才，长老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和震惊。对于一个玄阶宗门来说，实在是太难，不然3绝魔宗立宗上1000年之前没有出现过一位退凡10阶的修士。可恶，他怎么可能是退凡10阶？殷无情脸色煞白，难看到了极点。本来以为林凡藏拙赢定了，凌渊算是我小瞧你了。不过我们同为退凡10阶修为，你凭什么如此狂妄？林凡拳头紧握，脸色同样极其不好看。没有想到凌渊居然也是退凡10阶。哼！凌渊冷笑一声，即使同为退凡10阶，但是我们之间的差距也犹如天渊。你在我的面前也不过是一只随手可以捏死的蚂蚁而已。在退凡9阶的时候，凌渊的实力就可以比肩普通超凡，爆发出退凡10阶的实力，秒杀林凡，可捏死一只蚂蚁，真没有太大的区别。你太狂妄了，瞧不起我，你会后悔的。林凡大喝一声，手持巨大战斧，凝聚滔天威势，向着凌渊劈去。强大真气外放，形成狂暴的罡风，一股锐利的气场顿时充满了全场，如芒电射，叫人睁不开眼睛。众人都感觉到一股浩大之威，如同滚滚洪水席卷而来，都感觉到自身如同被千刀万剐一般疼痛。这就是退凡10阶的威势，太强了吧！完全碾压退凡9阶。众弟子无比震惊，蝼蚁而已，弹指可灭。凌渊轻蔑一笑，虚空之中顿时凝聚出一只黑气森森的手指，散发强大无比、震动天地的气息。这是黄阶上品战技阴毒指。凌渊不仅修炼成了阴毒指，还练到了大圆满。他才踏入修炼多久，这悟性天赋惊为神人。所有人在这一刻都惊呆，发出震惊的声音，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退凡
能够将黄阶上品战绩入门，便已经属于天才。数个月大圆满，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轰！鹰毒指朝着林凡镇压而去，瞬间他的斧头便崩碎了。不！林凡瞪大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扑哧！一指直接洞穿了他的胸膛，大量的鲜血喷射而出，染红了虚空。不，我乃是突破退凡10阶的绝世天才，还没有大展拳脚，不甘心就这样陨落了。啊呀呀呀！林凡绝望地大喊了起来，随后倒在了血泊之中。叮！恭喜宿主斩杀小气运者林凡，获得300气运点，小气运宝箱1个。系统的声音在林渊的脑海中响起，300气运点，不错，可以加点突破退凡12阶了。看见自己的面板信息，在退凡11阶的后面出现了一个加号，林渊兴奋不已。什么？林渊他一招就秒杀了林凡？怎么可能？我们真没有眼花吗？同样都是退凡10阶，林渊怎么会直接秒杀了林凡？就算林渊强横霸道，但也不至于赢得如此轻松吧？这林凡好歹也是退凡10阶的天才，居然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林渊才是我3绝魔宗有史以来的最强天骄。看着林凡身死，所有人都被震撼了，万万没有想到林渊会强横到如此惊人的地步，铜镜无敌啊！此时所有弟子看向林渊的眼神充满了畏惧。林渊，你越来越让我震惊了。这一刻，苏里妹看向林渊的眼神中出现了一丝异样，之前完全将林渊当成工具人、男奴而已。当初林渊只是一个修为低下的蝼蚁而已，怎么可能让苏里妹这样的天之娇女另眼相看？这个世界就这样，你又穷又窝囊的时候，自然没有人喜欢。难道美女图你穷，图你窝囊？没有鄙视，嘲讽你便已经算是好人。自古只有强大、潜力非凡的男子才更容易吸引美人倾心。林渊此时展现出来的非凡实力和天赋，自然引起了苏里妹的刮目相看，不再只是单纯的将她当作修炼工具人。该死的林渊！殷无情愤怒到了极点，将自己桌上的东西全部砸了。这一次不仅没有杀了林渊，还让人自己血本无归。心中默默算了一下，保守估计亏本100万。顿时殷无情脸色煞白起来，浑身不由颤栗。100万，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财力赔付。当时以为自己赢定，才无脑坐庄。少宗主，我来兑换奖励。少宗主，我们来兑换奖励了。这时候一群弟子兴奋地跑了过来，3倍赔率啊，这次发达了，血赚！都围过来讨要零食。扑哧！殷无情直接被气得喷出了一口鲜血，当场昏厥了过去。也许是故意昏厥吧，毕竟他根本赔付不起。少宗主，我不管你是真晕还是假晕，我的12万灵石加上本金，明日送到我天渊洞。若是不送，按照宗门规矩，就算杀了你，也是天经地义之事。林渊微微一笑，说完之后便离开了。殷无情被抬回了自己的房间，一群讨要灵石的弟子纷纷围在他房间四周，生怕他赖账。可恶！殷无情疯狂地砸着自己房间中的东西。100万灵石，我来什么来赔？林渊！殷无情双目通红，充满了恨意。都是你害得的老子，我发誓与你势不两立。哼，老子就不赔，看你们能都奈我何？100万灵石真心赔不起啊！殷无情打算耍赖，自己可是少宗主，爷爷乃是3绝魔宗第1人，天象境巅峰，难道他们还能够杀了自己不成？这时候虚空一阵颤抖，一道人影出现在了房间中。见过父亲大人。看见来人，殷无情连忙恭敬行礼。无情，清玄秘境即将开启，现在不是惹麻烦的时候。若是你没有赔付，难以获得进入清玄秘境的资格。这100万赔付，为父便替你出了。应天仇开口说道。若是不赔付，必定很多人会站出来反对殷无情获得秘境资格，到时候就算作为宗主，也很难徇私舞弊。毕竟整个3绝魔宗，他还无法达到一言堂的地步。清玄秘境要开了，殷无情满脸喜色，这可是天玄州最大的秘境，宝物无数，100年开启一次，同时有法则笼罩，只允许古龄30岁以下的青年进入。希望你爷爷快点突破到通神境，到时候我殷家想杀谁就杀谁，整个3绝魔宗都将绝对听从我们的命令，不用像现在这样如此憋屈。应天仇拳头紧握，若不是毒恶老祖有一只超凡4阶巅峰的本命毒物，他堂堂宗主哪能受这样的气？林凡好歹是他的弟子，就这样被林渊所杀，但却不敢说什么。你明日派人将林渊的12万灵石送去。应天仇面无表情地说道。是，父亲。殷无情心中暗道，这一次他一定要在清玄秘境中获得突破超凡之境的宝物，到时候便可以亲自出手杀了林渊。林渊刚回到天渊洞，便遇见了前来的毒恶老祖。弟子见过师尊。林渊躬身行礼，对于这个师傅，自己还是很感激，毕竟没有他的庇护，自己的处境会非常艰难，甚至没有命。有毒恶老祖这尊靠山，他现在做事才能放开手脚。鱼儿，你能够秒杀同境的林凡，又给了为师一个惊喜。毒恶老祖满意的笑了笑，这个弟子每一次都能够给自己惊喜啊，都是师尊教导的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毒恶老祖摇了摇头，为师可没有教你什么东西，都是你们自己的天赋而已，心中还是非常有自知之明。这一次前来是来告诉好好准备一下，清玄秘境即将开启。随后毒恶老祖将清玄秘境的事情
大致给林渊讲解了一下，这是1000年前被发现的秘境小世界，里面生长有大量珍稀的天材地宝，是一处宝地，100年开启一次。小世界的特殊规则只允许30岁以下的青年进入，每一次开启，天玄州的所有宗门都将派出天骄进入。你虽然天赋很强，但毕竟修炼时日较短，在这群天骄中实力并不算很强。30岁前突破到超凡的天才并不在少数，况且还有地阶宗门培养的种子天骄。毕竟林渊还没有踏入超凡领域，只是一介凡人而已，与那些超凡强者相比，有着天堑。比如苏里妹，不过20来就即将突破到超凡2阶无惧境。天下之大，天才如同过江之鲫，多不胜数。比之苏里妹更加妖孽的天才也不在少数。毕竟3绝魔宗只是区玄阶宗门而已，自然比不得那些地阶宗门培养的种子天才。闻言，林渊更加期待清玄秘境之行了。整个天玄州的天骄，甚至一些外州天骄都会被吸引而来。天骄聚集的地方，出现气运者的概率自然更大，到时候又可以让自己收割一波。鱼儿，如果你害怕，也可以选择不去，不过机会只有一次，看你自己的选择了。毒恶老祖开口说道：“师尊，弟子去。”林渊眼神坚定道，不仅可以获取资源，快速提升实力，还可以接触一州天骄，寻找气运者。他怎么可能当缩头乌龟？毒恶老祖点了点头。既然你决定好了，这段时间你好好准备一下手段，提升战力。秘境里面可是非常惭愧，杀人夺宝处处可见，没有足够的实力，很容易陨落。随即拿出了一柄墨黑色的长剑，这是火毒剑，是一柄2阶超凡灵兵，你尝试一下炼化使用，能够助你提升实力。武器、宝物、符咒这些外物也能够提升修士战力。超凡灵兵已经具有灵性，轻易无法认主。不过林渊是一个妖孽天才，因此毒恶老祖才让他尝试一下。反正自己这个弟子万毒不侵，哪怕认主不成功，被剑上的火毒反噬也不会有事。多谢师傅。林渊高兴地接过火毒剑，上面覆盖着一层黑色的火毒，威力十分强大。好了，为师走了，你好好修炼。3个月后前往清玄秘境。言毕，毒恶老祖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林渊回到了天渊洞，然后开始调出了面板信息系统，给我加点，突破退凡12阶。林渊立即吩咐道：“定！恭喜宿主，消耗300气运点，成功突破退凡12阶。”轰！一瞬间，林渊感知到一股强大无比的能量从自己的体内爆发出来，这股力量足可以轻松灭杀普通的超凡1阶。同时，林渊感觉到整个天地变得清晰起来，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如今变成了1+1那么简单。如果让林渊现在修炼阴毒指，不需要1日便可以大圆满，他的悟性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这就是大道筑基吗？完美清和天地大道的境界，自身的悟性将大大提升，领悟功法战技将变得更简单。传闻超凡之上便是领悟天地法则力量的圣之领域，只要能够大道筑基成功，100%能够突破到圣之领域，成为圣人。林渊很满意突破带来的变化，自己又变得更强大了。退凡12阶，大陆800州从未有过突破纪录的境界，如今我成功了，接下来便是终极筑基，退凡13阶，铸造无上身体，这便是挂逼的强大。什么天才妖孽，不过是件他的门槛而已。对了，还有小气运宝箱，系统给我打开。怀着激动期待之情，林渊打开了宝箱。虽然这一次没有10倍暴击奖励，但是等级比微气运宝箱高，自身的实力也大幅度提升，肯定能够开出好东西。定！恭喜宿主打开小气运宝箱，获得玄天魂法。玄天魂法修炼此秘法，能够大幅度提升灵魂精神力量。没有想到竟然是能够提升精神力量的秘法，这玄天魂法的价值已经不下于天阶功法，提升灵魂增强精神力量的秘法极其罕见珍贵。整个3绝魔宗连一本最低级的增强精神力量秘法都没有，就算放眼整个天玄州都难得见一本，因此无比珍贵。林渊欣喜若狂，想要继续炼化出新的本命毒物，就必须提升精神力量。这是睡着了就立马给自己送枕头来。清玄秘境之前难以突破到退凡13阶，林渊也就无法迈入超凡领域。想要提升自身的实力，培养本命毒物自然是最好的选择。这精神秘法来得太及时了。随后林渊便开始盘膝修炼玄天魂法，大道筑基，悟性大幅度提升。此时林渊修炼玄天魂法起来如鱼得水，非常轻松简单，只用了1夜他便修炼成功，并且精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试一试能否炼出第3支本命毒物。林渊前往了万毒池，培养本命毒物需要大量毒液，万毒池是最好之地。将1滴精血注入冰火双蛇弹之中，随即开始运转秘法，炼化本命毒物。随着大量的毒液注入，冰火双蛇破壳而出，被林渊成功炼化成第3支本命毒物。它有2只头，共用一个身体，一只头可以喷射出火毒，一只头可以喷射出冰毒，冰火双毒交融，更是能够形成强大的攻击。终于成功了，林渊脸上露出了笑容。接下来提升他的实力，很快冰火双蛇便进化到了退凡9阶巅峰。什么？我居然感觉到还没有达到极限，还能够继续提升？我还没有超凡，
难道冰火双蛇能够进化到了超凡毒物？林渊一脸的诧异，不是本命毒物的境界不能够超过自身的境界吗？难道因为自己退凡12阶的修为，还是暴涨的精神力原因？不过不管因为什么，若是能够将自己的本命毒物培养到超凡，自然是一件大喜之事。这样去了清玄秘境就更加有把握了。超凡境的本命毒物，给我突破吧！林渊疯狂吸收万毒池中毒液，万毒池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缩减。虽然本命毒物不管什么资质都可以无限提升，但是提升的难度却是不一样。血脉资质越低，提升等级需要耗尽的资源越多。比如高级血脉的本命毒物，吸收1单位的毒液便可以晋级，而同样等级的低级血脉本命毒物却需要吸收10单位的毒液才可以晋级，消耗的资源相差甚大，并且提升到超过自身血脉潜力的实力时，需要吸收对应高等级毒物的本命毒液，相当于用更高等级毒物的血脉力量用来净化低等级本命毒物的血脉资质。血脉资质高的本命毒物提升实力需要的资源较少，并且不需要高等级毒物的本命毒液提升，只需普通毒液即可，提升的难度自然小很多。比如冰火双蛇的血脉资质为超凡4阶，提升到超凡4阶之前，只需要吸收普通毒液即可。血脉潜力越强大，培养起来越简单，消耗的资源更少，同时战力也更强。同等级，冰火双蛇族可以碾压尸骨飞虫和血煞蜈蚣。一个高等级本命毒物是独修一辈子的梦想。万毒池中大量的毒液被冰火双蛇疯狂的吸收，它整个庞大是躯体，一会儿被火焰覆盖，一会儿被寒冰冻结，冰火两重天不断交融交替，不知道吸收了多少毒液。偌大的万毒池毒液已经被消耗了一大半，毕竟万毒池中的毒液只是普通毒液，需要大量吸收才能够晋升超凡。若是高等级的超凡毒液，也许吸收一点点毒液便可晋升成功。林渊手中有2份超凡毒液，是用来给尸骨飞虫和血煞蜈蚣蜕变晋升超凡的，自然舍不得使用，反正这万毒池自己免费使用，不用白不用。2份超凡毒液可是属于自己的，就算是在万毒峰，想要获取1份超凡毒液也是不容易，毕竟超凡毒物数量稀少，不好猎杀。况且那些超凡长老想要提升，也渴望这些超凡毒液蜕变血脉。狼多肉少，强手无比，很难有库存。相比较，普通毒液获取就简单多了，轻松就能够补充满整个池子。轰！在吸收了大量毒液之后，冰火双蛇终于得到了蜕变，气息在疯狂的提升变强，瞬间它的体长增加到了4丈有余，身躯如水桶一般粗，双头傲立，一只蛇头如同火焰一般通红，一只蛇头似冰晶一般雪白，浑身上下充斥着强大无匹的威势，整个虚空都弥漫一股阴煞寒骨的气息。这便是超凡级毒物的恐怖。成功了！超凡级的本命毒物，林渊欣喜不已，自己又增加了一个强大的助力。看来本命毒物并非不能够超过自身修为，而是被灵魂强度的强弱限制，只要灵魂强度超过本身境界，便可以继续提升。只是这提升灵魂强度、增强精神力量的秘法太稀有了，寻常人难以突破自身的境界而已。即使侥幸得到这等秘法，其实也很难提升。林渊能够如此快速提升，与他灵魂穿越有莫大的原因。即使是天资妖孽之辈，灵魂强度提升一点点都难如登天，哪像林渊这般提升就和喝水吃饭一样简单。这冰火双蛇的实力完全碾压寻常非天境修士，这便是高级血脉毒物的可怕战力。相比较血煞蜈蚣、尸骨飞虫，冰火双蛇太强了，也不知道那枚上古虫卵能够孵化出什么血脉等级的毒物，只可惜靠自己无法让其孵化，只能够依靠气运点激活它的生命力。林渊感到自己无比缺气运点，九阳仙体的提升、境界的提升、功法的修炼，全都需要气运点。光凭苏里妹一个人不够自己压榨啊，多几颗韭菜收割就好了。还是先回去继续修炼玄天魂法，提升灵魂力量，之后再将血煞蜈蚣和尸骨飞虫提升到超凡级，这样进入清玄秘境之后，才能够更好的大展拳脚。林渊心中暗道，难保这一次秘境执行不会遇见实力强大的气运者，他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随后便离开了万毒池，离开前吩咐了看守的护卫，让他们记得补充池中的毒液。当守卫前来一看，惊吓了一跳，林师兄这是什么实力？居然将万毒池的毒液吸收了大半！天啊，他还是人吗？短时间内吸收了大半个池子的毒液，就算超凡长老也会被毒气反噬而亡啊！他们有些难以置信，都以为自己眼花了。林渊万毒不侵这个消息，毒恶老祖并没有公布出去，大家并不知道，这就是万毒不侵好处，简直是天选毒修。否则任何人不可能像林渊这般，一天时间就将冰火双蛇孵化，并且提升到超凡。其他毒修早就被毒气反噬而亡了。哪怕是妖孽之辈，没有1-2年功夫，慢慢吸收炼化毒液，也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提升。而拥有九阳仙体的林渊，则可以随意提升，完全不担心反噬。天选毒修，名副其实。林渊刚回到天渊洞，天煞峰便有人前来。林师兄，这是少宗主命我送来的12万灵尸，还请查收。修炼世界，强者为尊，谁的实力强大，
便是师兄师姐，除非成为超凡长老的亲传弟子，便是按照入门时间排辈。我知道了。林渊点了点头，随后派人将75000灵石送去了苏里妹那里，自己只拿45000灵石，足够自己当零花钱用了。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林渊并没有在意，立即进入了修炼状态。1个月后的苦修，林渊的灵魂再次得到了提升，精神力量大涨，完全不亚于超凡2阶修士的精神强度，提升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修士的精神力强度是和本身修为挂钩，很难突破境界限制。林渊区区一个退凡修士，精神力强度已经达到超凡2阶层次，亘古罕见。还有2个月时间，清玄秘境变要开启了，现在可以去尝试让血煞蜈蚣和蚀骨飞虫晋升到超凡。林渊再次来到万毒池，然后召唤出了血煞蜈蚣和蚀骨飞虫。他首先取出了2只超凡毒物的本命毒液，融入2只本命毒物中。轰！在完全融合之后，2只本命毒物的血脉等级还是发生蜕变，气息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个头也增大了不少。给我突破到超凡吧！万毒池中，毒液如同洪水潮流一般，疯狂地涌入2只本命毒物体内。在吸收炼化了这些毒液的药性之后，2只本命毒物开始发生蜕变、强化，终于在某一刻突破了临界点。轰轰！同时爆发出超凡级的气息，体型大增，外貌变得更加狰狞可怕，威势惊人。超凡1阶在这青阳郡已经算是金字塔顶峰上的大人物，而我却拥有3只超凡1阶的本命毒物。林渊咧嘴笑了起来，浑身舒畅，自己终于有了初步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的根基。有了这些底牌，即使面对超凡2阶无惧境修士，也能够有一战之力。只要不遇上超凡3阶天人境的修士，林渊便没有危险。要知道，他就算退凡12阶修为，但是也只是退凡了，综合实力有如此之强，简直是难以置信了。林渊离开之后，守卫们前来一看，直接傻眼了，愣在原地。整个万毒池的毒液都被吸收干净，1个月前吸收了大半个万毒池，现在更是直接吸收完了整个万毒池。这还是退凡境的修士吗？林师兄简直不是人，完全拿毒液当饭吃一样啊！时光匆匆，距离前往清玄秘境还剩7天，近2个月的时间，林渊的灵魂强度又增加了1阶，精神力浩如烟海，强大无比。虽然灵魂还没有突破到超凡3阶层次，但已经无限接近。靠着又提升1阶的精神力，林渊将冰火双蛇实力提升到了超凡2阶，将血煞蜈蚣和蚀骨飞虫提升到了超凡1阶巅峰，实力再次暴涨。就算遇见超凡3阶天人境修士，自己也不是没有丝毫抵抗之力。若是舍弃本命毒物给自己断后，逃跑还是没问题。如果不是没有猎杀到超凡2阶的毒物，血煞蜈蚣和蚀骨飞虫也能够提升到超凡2阶。至于第4只本命毒物，没有合适的毒物虫卵，林渊暂时没有炼化的打算。随着实力的提升，普通血脉资质的毒物自然看不上了。等有了足够的气运点，先孵化那枚上古虫卵再说。对于那枚虫卵，林渊还是抱着很大的期待。他最巅峰的时候拥有超过310气运点，但是上古虫卵的后面并没有出现加号，消耗的气运点越多，越加证明其不凡。师姐身上的气运点应该集满了，是时候去收割了。林渊心中暗道，苏里妹就是他的韭菜，时间到了就去收割一波。韭菜就是好，收割了一波，很快就能够长起来，以后要多种韭菜，就不发愁自己的气运点不够用了。很快，林渊便来到了苏里妹的别院，一路上无数阴阳峰的弟子朝着他友好的打招呼。斩杀执法殿弟子后无事，并且一招秒杀退凡10阶的灵凡。林渊的名声彻底响彻了整个3绝魔宗，所有弟子对他恭敬无比。强者为尊，在这个世界，只有足够的实力才配得到尊重和敬畏。正应了那句话，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会发现身边都是好人。阴阳峰那些招蜂引蝶、绝美风华的女弟子，看向林渊的眼神充满了仰慕和欲望，让他们和林师兄双修一夜，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虽然林师兄是男人，但只要他愿意，我便同意与他双修。一个长相妖艳的男修羞涩地说道，不由后面生出一紧的感觉，然后脸蛋一红，害羞地低下了头。呵呵，你们都不要白日做梦了。整个阴阳峰，林师兄也只看得上苏师姐。苏师姐天赋横溢，百年难遇的妖孽，也只有她才配得上与林师兄双修。两人简直是天作之合，金童玉女。有弟子一脸羡慕地说道。林渊刚踏入小院，苏里妹的房门自动开启了。师弟，你来了，快进来吧。一道娇媚的女子声音响起，林渊微微一笑，便直接冲入了房中。很快便响起了咏鹅的声音，声音很大，完全没有压制的意思。3天之后，林渊刚好收获100气运点，本来见底的气运点增加到了110，先存着。目前林渊主要想要加点突破到退凡13阶，或者孵化上古虫卵。师弟，你伺候的我很舒服，这东西赏给你。苏里妹纤细修长，如同美玉般光滑银白的玉手中出现一个玉瓶，里面盛放着一小瓶血液，散发出浓郁强大的至阳气息。这赤炎蛟龙的精血乃是至阳补品，服用之后你将变得更加厉害，有莫大的好处。苏里妹将玉瓶递到了面前，这种宝物对于至阳体质来说就是神丹妙药。呵呵，师姐，难道我还不够厉害？要不要再试一试？
看谁先趴下。林渊笑了起来，不过还是接过了玉瓶。他能够感知到里面的东西对自己修炼很有帮助，随后变得不安分起来，又要再次修炼，吓得苏里妹脸色煞白起来。毕竟她的承受力已经达到了极限，这小子简直不是人，是怪胎。本来以为自己突破到了无惧境，可以找回一点面子，没有想到自己好像变得更弱了。不对，不是自己变弱了，是这小子变得更强了，简直是牲口，不是人。要不要找人分担一些自己的压力？苏里妹的脑海中不由生出了这样的想法。你这小混蛋，我好心赠予你宝物，你却要欺负姐姐。苏里妹不满地说道，伸出一只修长纤细、完美到极点的美腿，雪白的玉足轻轻抵在林渊的胸口处，然后轻轻一用力，将他给蹬开了，不然他很可能会没有命。嘿嘿，林渊坏坏一笑，既然师姐服软了，那就叫我主人一声，我便放过你。林渊扑了上去，更加不守规矩起来，自己这也是要翻身做主把歌唱，想要让我臣服，叫你主人，你必须要打赢我，否则免谈。告诉你，我可是已经突破到超凡2阶无惧境，你可要努力哦。苏里妹得意一笑，小小的得意了一下，随后一个纵身化为一道残影，远离了林渊这个致命的毒药。呵呵，以后会有机会的。林渊轻轻一笑，虽然苏里妹已经突破到了无惧境，但是真的生死决战，林渊还是有信心拿下她。一只超凡2阶巅峰，2只超凡1阶巅峰的本命毒物，就算是无惧境巅峰修士都很难挡得住，更别说苏里妹只是无惧境初期而已。只是林渊可不想现在就暴露底牌，去争一些无意义的东西，反正早晚会让这个女人臣服自己，叫自己主人。这里还有100万灵石，连同这枚空间戒指也一并送给你了，你可以走了，我现在不想见到你。苏里妹拿出了一枚空间戒指，想要赶紧打发走林渊。100万灵石，还附赠一枚珍贵的空间戒指。林渊愣在了原地，很多吗？不过是一点点零花钱而已。苏里妹轻描淡写的说道。得到了那处宝藏之后，她确实变得财大气粗，那处机缘太大了，让她的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师姐，你这是发达了。林渊笑道，偶然得到了一些机缘。苏里妹没有细说，林渊也没有再多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况且还涉及个人机缘，他怎么能够去刨根问底？而且看来这个机缘还不小，不然也不会轻易拿出赤炎、蛟龙精血、100万灵石和空间戒指，随意赠送给了自己。虽然自己的强大、天赋潜力的展现，林渊也感觉到苏里妹已经不再把自己当炉鼎、男奴、工具人对待，有了一些感情和好感，但还谈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爱。若不是自身超级富有的情况下，不可能拿如此多东西赠送给自己。既然师姐成为富婆，师弟我就却之不恭。这份情谊，林渊心里接受了。反正是自己女人，这碗软饭他吃了，等以后有适合的好东西，自己再送给他一些。既然是自己的女人，林渊也不打算亏待师姐。师姐一心跟着自己修炼，他自然不会无情抛弃，会带着他走向巅峰。若是背叛自己，他也不会介意辣手摧花，直接收割气运点。他不会在女人的问题上纠结，同样也不会当渣男。当然，这个渣是指不随意抛弃自己的女人，并不是一世一双人。系统的出现，注定他今后不会只有一个女人。况且，在这个世界，强大的修士3妻4妾，后宫3000佳丽是一件非常正常，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事情。吃完软饭，林渊返回了自己的天渊洞。他服用了赤炎蛟龙的血液，顿时感觉到一股磅礴的至阳能量涌入全身。林渊赶紧运转天阶功法九阳神功炼化。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赤炎蛟龙精血的能量全部被炼化，他浑身的太阳真气又浓郁精纯了许多，变强了许多，甚至在一瞬间，他感到了能够直接跨入超凡领域。不过还未突破退凡13阶，林渊强行给镇压下了突破的冲动。九阳神功乃是至阳功法，在这赤阳蛟龙血的帮助下，我居然突破到了第2种九阳神功第2种，这便是林渊差点跨入超凡领域的原因。九阳神功第2重可以解锁这门天阶功法的秘术之一，实力再次增加。黄阶功法只能加快修炼速度，玄阶功法能够凝聚出特殊的真气灵力，比如九阳神功的太阳真气。地阶功法修炼到大成，可以凝聚出天地异象，增强战力。天阶功法则是自带有强大的秘术。九阳神功修炼到第2种，便可以解锁其中的秘术之一九阳天罡，可以形成一道强大的罡气笼罩全身，进行最强的防御。同时我感觉到九阳仙体也得到了一劫，虽然还没有突破到初成境界，但是距离初成更近了一步。看来这种蕴含浓郁至阳能量的宝物能够激发九阳仙体的成长。林渊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了提升九阳仙体的办法。虽然气运点也能够提升九阳仙体，但是使用气运点的地方太多，他真的太缺少了。能够靠自己提升自然是最好的，一旦出成便可以激活这绝世仙体的某种恐怖神通，威能惊天。目前初始状态的九阳仙体只赋予了林渊万毒不侵、修炼天赋、天选双修的能力，并没有战力上的提升。林渊继续修炼，淬炼自身，提升实力。很快出发前往清玄秘境的时间到了。毒恶老祖的传音在林渊脑海中响起，让他去宗门大殿集合。
准备前往清玄秘境三绝大殿。此时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作为青阳郡霸主，玄阶巅峰宗门三绝魔宗拥有6个进入秘境的名额，刚好3峰各分2个。天煞峰由超凡2阶的周天明和退凡9阶的殷无情前往，阴阳峰由超凡2阶苏里妹以及超凡1阶巅峰的白梦霞前去，万毒峰由超凡1阶巅峰拥有一只超凡1阶本命毒物的厉雨和凌渊一同前往，其中凌渊年龄最小，刚满19岁不久。周天明、白梦霞、厉雨都是接近30岁，苏里妹22岁，殷无情23岁。这6人之中，殷无情实力最弱，也是最没有资格获得名额。奈何有一个好爷爷何爹，师弟你来了。看见凌渊前来，苏里妹清冷的脸上居然罕见的露出了一丝笑意，亲热的上前迎接。师姐，这次清玄秘境之行，还请你多多关照。凌渊恭维一笑，放心吧，我会罩着你，谁也别想要赏你。苏里妹满脸自信，随后双目瞥了殷无情一眼。得到那处机缘之后，她的实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着有说有笑的两人，甚至这苏里妹还给自己一个威胁的眼神，这让殷无情木木牙字，拳头紧握。苏里妹可是他的未婚妻，当众与其他男子亲密，这完全是打自己的脸，头上绿的不能再绿了。愤怒之下，想要怒斥凌渊和苏里妹。应天仇瞪了自己儿子一眼，阻止了他，让其不要闹事。如今不是解决私人恩怨的时机，清玄秘境才是头等大事。师弟放心吧，若是有机会，为兄会帮你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周天明轻轻拍了一下殷无情的肩头，冷冷一笑道，看向凌渊的眼神充斥着一股淡淡的轻蔑。就算以天赋再怎么妖孽，但毕竟现在还是退凡，退凡和超凡完全是2种不同的生命层次，天渊之别，有劳师兄了。殷无情脸上顿时一喜，周天明可是超凡2阶无惧境修士，若是帮自己对付凌渊，必死无疑。这就是凌渊师弟吗？好俊俏的男子，好强壮的身子，有空和姐姐交流一下。白梦霞打量着凌渊，满脸媚笑，喉咙不由蠕动，咽了一下口水。这凌渊师弟的气息好迷人，恨不得马上与之修炼，沉沦一番。九阳仙体对于双修之道的人来说，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白梦霞，你若敢打他的主意，别怪我心狠手辣。苏里妹冷冷地威胁道。凌渊是他的，这贱女人也敢直染，找死啊！况且2人一直不是很对付。苏师妹，我不敢。白梦霞顿时脸色一阵煞白，害怕到了极点。虽然她是师姐，但万万不是苏里妹的对手，只能够立马偃旗息鼓。凌渊倒是没有搭理白梦霞，一副高冷的样子。不是气运女，她真的完全没有一点兴趣，都不能够给自己带来气运点。这种女人拿来有什么用？没有用的女人，不如一根草，狗都嫌弃。不久后，万毒峰主、天煞峰主、阴阳峰主也来到了3绝大殿。3位峰主都是超凡3阶天人境的强者，是作为这一次秘境之行的护道者。见过宗主，3人躬身行礼。应天仇点了点头，人员已经到齐，我们就出发吧。随后，一艘古老的飞船从天而降，虽然只是最低等的虚空飞船，倒是价值也是极其昂贵。哪怕是青阳郡霸主3绝魔宗，也只拥有1艘而已，只有宗门大事才会启动。10人腾空而起，登上了飞船，双足稳稳落在甲板上。随后，飞船启动，穿过重重云层，往清玄秘境飞去。飞舟速度极快，数日功夫便赶到了清玄秘境所在的清玄山脉。清玄秘境还未开启，我们先去清玄城落脚休息一下。飞舟降落，10人进了城。凌渊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的城池，他刚穿越而来，就被抓去3绝魔宗当炉鼎培养，自然没有机会接触。清玄城巍峨磅礴，无比巨大，光城墙就有数10丈之高，犹如一条山岭，壮观雄伟。城中也热闹无比，各种猛兽拉车驰骋街上，人来人往无数。更别说如今正值清玄秘境开启之日，许多人前来凑热闹，甚至抱着捡漏的想法，热闹非凡。当看见凌渊他们的队伍，众人都畏惧地避开。3绝魔宗好歹是一郡霸主，威势不凡，这些普通修炼者又怎么敢去招惹？宗主殷无情大手一挥，打算直接包下一座客栈，免得闲人打扰。刚来到运来客栈，另一行人也赶了前来，皆穿着白色的长袍，上面纹饰有7颗星辰图案，手中都配有一柄长剑，浑身剑气凌厉，一看就是剑修。该死，居然是7星剑宗的人，真是冤家路窄。看清来人后，应天仇脸色一寒，阴沉无比。天玄州有5郡之地，青阳郡霸主3绝魔宗，而这7星剑宫便是忘川郡霸主，实力与3绝魔宗不相上下。双方宗门有着千年恩怨，不死不休，仇人见面自然分外眼红。凌渊的目光突然注视队伍中一个身材高挑、容貌倾城的女子身上，眉头轻皱，怎么有种很熟悉的感觉？这时候，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定，检测到中等气运者林雪云，可选择斩杀或者征服。中等气运者林雪云，凌渊的脑海中突然涌出了一股记忆，这不是原主的未婚妻吗？心中无比惊讶，居然巧遇了原主的未婚妻，同时这个未婚妻还是中等气运者，2人都是林家村的人。林雪云从小丧父，得到凌渊父母的照顾，
两人因此定下了娃娃亲。在原主的记忆中，两人的感情浓厚。林雪云大了原主3岁，平日生活中极其照顾她，生怕她受到一点委屈。若是能够收服林雪云，自己又有了一个稳定产出的韭菜。当然，林渊也不知道如今他还认可自己这个未婚夫不？人心思变，林雪云已经不再是那个乡下小丫头，而是望川郡霸主七星剑宗的天才真传弟子。如今自己又入了对立的3绝魔宗，在地位、情感上已经有了严重撕裂感。突然，林渊心头涌出一股无比喜悦之情，忍不住想要上去拥抱林雪云。该死！暗骂了一声。穿越以来，原主的情绪从未影响过他，仿佛彻底消失一般。没有想到再次见到林雪云，原主强烈执念居然影响了他的情绪波动。看来原主对于这个未婚妻感情极深，这林雪云必须要收服啊，根本没有办法选择斩杀。林渊皱眉，自己继承了原主的因果，林雪云没有对自己不利之前，他真没有办法下死手。若是自己强行斩杀林雪云，影响了道心，变得不偿失。这原主也是深情，都死透了，居然还留着对林雪云的残念。林渊心头有些无奈，那人是渊帝吗？林雪云的目光同样也看向了林渊，露出震惊、不可思议的神色。他怎么会和3绝魔宗的人一起？殷天仇真是冤家路窄啊！哼！七星宗主冷笑了一声：“柳慕白，老子真是倒霉，出门没有算好日子，居然遇上了你。”应天仇冷冷地回击道。两人从还是弟子的时候就开始争斗，直到现在都归为了一宗之主。两人冷冷的对视，气息爆发，谁也不服谁。渊帝，是你吗？林雪云这时候上前，激动地开口道：“云姐，是我，好久不见。”林渊也装作一副激动的模样，得想办法征服林雪云，不仅完成了原主残存心愿，彻底消除对自己的影响，完善道心，还能够得到一个长久的韭菜。渊帝，真是你啊！能够再次见到你，真开心。林雪云露出喜色，连忙想要上前去。这时候，他身边一个身材魁梧俊朗的青年，则是眼神阴沉了起来。云儿，我七星剑宗和3绝魔宗可是世仇，你可不要和他靠近，否则师尊会不高兴。果然，听后林雪云停住了脚步，不敢再上前，看向林渊，露出了一个歉意的眼神，然后又退了回去。那青年挑衅的眼神看了看林渊，嘴角微微一翘，甚是得意。小子，我乃是赵天风，七星剑宫首席大弟子。云儿不是你这个小魔头能够染指的，劝你识相和他退婚。你们两个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赵天风傲然俯视地看向林渊，七星剑宫第一天才，无惧尽巅峰境界，确实有自傲的本钱，加之出身高贵，从未将林渊这个泥腿子出生的看在眼里，打心眼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我和云姐之间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插手。林渊冷冷地回应道，看着赵天风，心有所思起来。难道原主的死，并非山匪劫村那么简单，而是这赵天风暗中授意，目的就是为了林雪云？林家村被一股山匪所灭，原主也死在了其中，这才给林渊借尸还魂的机会。这七星剑宫的首席弟子，明显对林雪云有意思，自己这个未婚夫自然是最大的阻碍。命令一群山匪灭了林家村，对于他来说，本身就是很容易的事情。林家村数百年安居乐业，都相安无事，即使有山匪，只要按时上供，也会没事。可是偏偏这群土匪进村后，二话不说，直接屠村，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土匪都是求财而已，只要给钱，他们自然会离去。屠村这种事情，相当于竭泽而渔，土匪也不会傻得来去做，除非对面村子硬气，不打算上供，每年都有上供，财富源源不断，不好吗？赵天风，如果幕后真凶真是你，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林渊眼神一冷，虽然自己对村民没有感情，但原主这桩因果，他必须要解决。本宗还以为重名，没有想到真是云儿那位未婚夫，这林渊不就是一个废物吗？怎么突然就天赋如此惊人？七星宗主眉头轻皱，脸色有些阴沉起来。林渊和林凡之战，全宗都知晓，两大宗门之内自然都有双方的暗探，这种消息不可能瞒得住。3绝魔宗出现一个退凡世界的天骄，七星剑宗内早就商量过如何将其扼杀，两宗可是世仇，自然不允许对方的天才成长起来。苏里妹也在七星剑宫的暗杀名单中，当然林雪云也在3绝魔宗的暗杀名单中，这可是和苏里妹一样的妖孽天才。苏里妹也是靠着林渊这个炉鼎，目前才压了林雪云一头。师弟，没有想到你还有一个未婚妻，不过事情看起来似乎不妙。林雪云的退缩，苏里妹看在眼里，如果这女人心中真的很在乎林渊，不可能轻易退缩，我也不会轻易放弃。林渊咧嘴一笑，开玩笑，能够给自己带来气运点，他怎么可能放弃？放心吧，他若不要你，姐姐永远也不会抛弃。苏里妹轻轻在林渊耳边吹了一口气，小声说道，无论如何，她都不会选择嫁给殷无情，她这辈子只会选择林渊。这时候，客栈老板走了过来，满脸堆笑，各位客官，里面请，马上就给你们安排好房间休息。应天仇冷冷说道，夜间客栈我们3绝魔宗全包了，让七星剑宗这群混蛋滚。呵呵，柳慕白笑了起来，我七星剑宗也包了。两人气势凌人，互不相让，这让老板一脸为难，两个自己都得罪不起啊。两位大人，你们都是大人物，
小店都得罪不起，不如你们自己商量一下，如何？老板一脸苦涩。刘老贼，这间客栈我3绝魔宗要定了，识趣一点就让出来。应天仇做出一副开打的模样，哈哈哈！突然柳慕白笑了起来，清玄秘境开启在即，殷老贼，我就不和你相争了，后会有期。随后带着弟子走了。呵呵，知道认怂了。应天仇一脸的得意起来，像是胜利的公鸡，高傲的扬起了头颅。师尊，我们……赵天风非常不解，师尊怎么选择离开？林慕白淡漠道：为师自有安排。随后带着门人离开。林雪云看了一眼林渊，想要说些什么，但是还是没有说出来，露出了一个愧疚的眼神后，也跟着宗门之人走了。师弟，你的未婚妻已经离开，还看舍不得吗？苏里妹打趣道。这林雪云的天赋倒是有资格让她平等对待。林渊笑了笑，并没有接这个话题。师姐，我们去选房间吧。他当然舍不得，这可是中等气运啊，而且中等气运宝箱可以开出2件宝物。这时候殷无情走了过来，冷冷地警告道：林渊，你这未婚妻可是七星剑宗的真传弟子，你最好和她断绝关系，否则宗门不会放过你。心头嫉妒不已，凭什么一个不弱于苏里妹的妖孽之女是林渊的未婚妻？哼！林渊不屑一笑，回击道：也还不是宗主，我的事情轮不到你管。随后不再理会殷无情，和苏里妹一起上楼选房间。2人的房间选在挨着一起，这让殷无情的拳头捏得嘎嘎作响，愤怒至极。贱女人，狗东西，早晚有一天会让你们这对奸夫迎赴死无葬身之地。殷无情怨恨地说道。来福客栈，七星剑宫直接包下了。云儿，你那位婚夫加入了3绝魔宗，还成为其天才弟子，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柳慕白淡淡开口。渊帝他只是一时糊涂，我定会劝他回头是岸。林雪云连忙说道，心中也是有些不满，渊帝怎么能够糊涂的加入魔宗，还是自己七星剑宫的世仇。柳慕白沉吟了一会儿后，开口说道，若是让你在未婚夫和宗门之间选一个，你会怎么选？随后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林雪云，看到她毛骨悚然，瑟瑟发抖，眼神之中透露出无比纠结之色。一会儿后，他仿佛下了一个决心，跪在了地上。师尊和宗门对我恩重如山，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选择背叛宗门，若是真要从中选一个，我一定选择宗门。林雪云眼神坚定地说道。师尊，我会去劝渊帝，让他转投七星剑派，若是他不愿意，弟子便与他恩断义绝，解除婚约。心中暗道，渊帝若是那样，只能对不起你了，宗门对我恩重如山，绝不能够背叛。林慕白摇了摇头，林渊乃是千年难遇的独修天才，是不可能转投七星剑宗的。他以前只是一个修炼废材，现在却有如此大变化，看来他的惊人天赋只在独修上。七星剑宗只修剑道，可没有独修传承。林雪云脸色一阵煞白，咬紧牙关，最终下定决心说道，既然注定是不两立，弟子这就找他退婚。当年的他宠爱自己这个未婚夫，甚至可以为他而死，但是自从拜入七星剑宗，先有见面，感情自然日渐变淡。加之当初林雪云是修炼天才，林渊只是毫无修为的废材，身份地位开始有了巨大差距。林雪云心中也动摇过，真要嫁给渊帝，2人已经完全不相配，否则今日就不会因为赵天风的一句话，林雪云就退缩，没有上前相认。虽然对林渊还有感情，但早已经远远比不上以前了。不，你们继续履行婚约，并且你要去找他，表达你的思念之情，甚至愿意为了他背叛宗门，离开七星剑宗。林慕白的话让在场所有人感到一阵意外。闻言，喜欢林雪云的赵天风急了，师父，你这是为什么啊？林雪云也是一脸不解地看向自己的师父。林慕白这时候才缓缓说出了自己的目的。云儿，为师要让你去将林渊引诱出来，然后干掉他。此等妖孽天才，绝对不能够坐等他崛起。语气之中充满了寒冷的杀意。师尊，我……闻言，林雪云脸色一阵煞白，惊慌不已。就算已经不是那么爱了，但是杀他还是无比不愿意。云儿，难道你要抗命吗？林慕白厉声说道，吓得林雪云连忙跪地。弟子不敢，可是渊帝他……林雪云内心痛苦无比，为了宗门，他愿意退婚，但是选择杀了林渊，他还是有些做不到。唉，林慕白叹了一口气，开始劝道，不是为师为难你，林渊已经入了魔门，与我七星剑宗不共戴天，将来必定成为我宗大患。云儿，为了宗门弟子将来不被林渊屠戮，算是为师求你了。若是你这次成功，便立你为下一任宗主继承人。打了感情牌，接着又许下重礼，拿捏人心的手段，柳慕白这个老狐狸玩得贼溜。退凡世间啊，七星剑宗建宗以来也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妖孽，因此林渊必死。师父，我……林雪云内心深处挣扎不已，看着师父那冰冷又带有恳求的眼神，他的你内心还是崩溃了。最终他点了点头。林慕白极其满意的笑了起来。下定决心后，林雪云无力的瘫倒在了地上。渊帝，不要怪姐姐无情，一切都是命运的捉弄，让我们成为了对立的双方。你若是不死，将来我的同门便会惨死在你的手中。他满脸泪花，愧疚的闭上了双目，心头开始为自己找好了理由，让自己安心一些。他背信弃义，都是为了拯救同辈，
拯救宗门。第二天，月来客栈来了一名高挑清冷的女子，一袭白衣，手持一柄长剑，宛若一尊绝美女剑仙凌晨。七星剑宗的人，这里不欢迎，还不快滚！厉雨看见来人，冷冽地下达了逐客令，脸上长满了毒疮，看起来甚是瘆人。我来找凌渊，麻烦你通知一下。林雪云礼貌地说道，并没有介意厉雨的态度。厉雨眉头轻皱，冷声道：“你可不要害了林师弟，还是赶紧走吧。两宗势如水火，关系敌对，两人又不是普通弟子，见面也许对林师弟有不好的影响。”这时候，林渊和苏里妹也走下楼了。渊弟，林雪云一脸激动，高兴地喊道。再看到苏里妹和林渊出双入对下楼，不由眉头微微一皱：“云姐，你怎么来了？”林渊装作兴奋的样子：“我们好久未见，便前来看看你。”林雪云压制住心中的愤怒情绪，露出一笑，语气温柔地说道：“渊弟，你的师兄师姐们不是很欢迎我，能不能陪我去外面逛一逛？我们很久不见，有许多话要说。”林渊沉默了下来，毕竟两宗是同水火，如果就这样跟随出去，会不会有危险？他可不是原主那个恋爱脑，若不是为了气运点，连和林雪云接触的兴趣都没有。渊弟，怎么了？看出了林渊的迟疑，林雪云问道。虽然表面没有什么，但是暗地里他眉头一皱。难道渊弟不相信自己？如果是以前，他为了自己连命都可以不要。再看看苏丽妹绝美的容颜，难道渊弟变心了？顿时心有不满起来，枉自己为了他多次拒绝大师兄赵天风，他却有了新欢。渊弟，你为何要背叛我们之间的感情？林雪云拳头紧握，心中愤怒不已。对于要杀林渊，心中的愧疚又少了一些。走吧，我们去外面逛逛。最终，林渊还是点了点头。没办法，这可是攻略中等气运者的好机会，他也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了。最好这一次就能够直接拿下。有宗主、封主他们暗中牵制，七星剑宗主的宗主长老们无法轻易脱身暗杀自己。只凭那些弟子，以他目前的实力，完全可以不放在眼里。这便是他同意一起外出的底气。我们走吧。见林渊同意，林雪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甚至望向苏里妹给了一个挑衅的眼神。红颜祸水，看着林渊离开的背影，苏里妹叹了一口气。女人最懂女人。昨日林雪云退缩，赵天风称呼她为云儿，没有一点反对的意思。他便看出这个女人的心已经变了，变了心的女人是最可怕的怪物，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也担心林渊的安全，可是没办法阻止，毕竟他和林渊之间目前只是炉鼎关系，自己还是因无情的未婚妻，而他两人却是青梅竹马，有婚约。宗主，月儿出去了，要不要去跟着？万一出现什么意外？万毒峰主有些担心的说道。外面发生的事情自然瞒不过他们，人间两人青梅竹马，还有婚约，我们作为长辈怎么能够棒打鸳鸯？况且刘老贼他们有我们盯着，没有机会去刺杀月儿。应天仇淡淡说道。可是月儿毕竟是退凡，即便是剑宗那些超凡境弟子，也能够对他造成威胁。万毒峰主依旧担心，若真如此，就是他自己技不如人，只得认命。他自己要和林雪云出去，怪不得我们只要保证老一辈不出手，以大欺小。应天仇淡漠地说道。他心里巴不得借剑宗之手杀了林渊这个祸害，不过作为宗主又不能够太过分，否则弟子们会寒心。反正他负责盯住柳慕白，若是同辈出手，林渊陨落，可怪不得他了。然后他还下令苏里妹五人不可离开客栈，理由是防止剑宗暗杀。其实应天仇是防止苏里妹、厉雨去救林渊，他是宗主，下达了命令。万毒峰主、苏里妹他们不敢反抗，心中只求这林雪云还存在一些良知。来福客栈，师尊、师妹成功将林渊引出来了。赵天风笑道。好。柳慕白满脸的激动，为师和长老们不能轻动，否则会引起殷老贼他们的怀疑。你去辅助云儿杀了林渊。柳慕白吩咐道。师尊，一个退凡境的蝼蚁而已，师妹一人足矣。赵天风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退凡再强，终究是凡胎，能够和超凡相比。我让你前去，并不是林渊很难对付，而是监督云儿，毕竟两人有感情，为师怕他心软，坏了大事。林慕白也不认为一个退凡能够挡住超凡的攻击。至于魔宗的其他弟子，他也知道林渊和殷家之间有间隙，以他对应天仇性格的影响，恐怕也想借刀杀人，是不会允许魔宗弟子相助。只要自己不出手，他就不会出手。赵天风点了点头。师傅，徒儿明白了，这就去。然后飞身离开了客栈。两人逛街，林雪云一路像小女孩一样开心，拉着林渊买各种小玩意，仿佛是热恋中的情人。渊弟，以前我们穷，什么都买不起，当初我就心里就发誓，以后有钱了就一直买。林雪云笑道，脚步不知不觉带着林渊往城外而去。暗中收到了小虫子的情报之后，林渊才没有抗拒，随林雪云往城外走。出发之前，他就培养了一些不起眼的小毒虫，这些小毒虫毒素很弱，几乎无法伤人，但是却能够传递情报。他派去来福客栈的小毒虫并没有发现剑宗宗主和长老离开的踪迹，因此才敢大胆出城。他可不是原主，是不可能做到100%相信林雪云，毕竟两宗可是生死大敌，只要不遇上超凡4阶天象境强者，保命还是没有问题。
天人境就算不敌，只要放弃本命毒虫，给自己断后，逃跑还是能够做到。两人出城后，来到了一片密林。云姐，不知道你带我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林渊开口问道。渊帝，对不起，你不要怪我无情，只怪造化弄人，天意如此，我也是迫不得已。林雪突然声音冷淡地说道。林渊眉头一皱，云姐，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哈哈！这时候，一道男子的清朗声音响起。什么意思？当然是要杀你了。赵天风哈哈大笑地走了出来，看向林渊的眼神充满了得意。这泥腿子一死，就再也没有人和自己争林雪云，你终究还是变心了。林渊看向林雪云，面无表情，看不出悲喜。我们之间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早就应该断绝关系。渊帝，你不要怨我，要怨就怨这贼老天吧。林雪云内心挣扎，有些愧疚，但是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林渊呵呵一笑，我记得你爹早亡，孤儿寡母差点饿死，是我父母接济你们才活下来。你娘为了感恩，我们从小便定下了娃娃亲，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林渊拳头紧握，语气中充满了愤怒。他并不是为自己愤怒，毕竟他和林雪云之间相当于陌生人，并无感情。他是为原主感到愤怒，这女人居然想要杀自己，原主多年的感情喂狗了。突然之间，林渊感到内心深处不由涌出一股愤怒、绝望、无法控制的强烈情绪。他清楚，这是原主的情绪再次影响了他，不过并没有持续多久。也许在强烈的失望、绝望之后，原主的执念彻底消失了。顿时，林渊感到念头无比通达，道心通明，原主真正意义上彻底消失。渊帝，是我对不起你，为了宗门，你必须要死。你家的恩情，我林雪云只有来世报了。林雪云咬牙，声音冰冷。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便不再犹豫和后悔。他不能够因为林渊一人影响了自己的前途和光明大道。云儿和他多说无益，你们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今后师兄会好好照顾你。赵天风一脸柔情地看着林雪云。林雪云娇羞地点了点头。他和林渊之间已经恩断义绝，自然没有理由再拒绝赵天风。赵天风，剑宗第一天才，英俊潇洒，出身不凡，多少人心中的白马王子。林雪云刚入宗，他便对其颇为照顾。处于情窦初开的林雪云自然对赵天风很是仰慕，心生好感。只是碍于林渊的存在，强行压抑住自己的情感。往后的日子，赵天风不断的追求她，对她极好。林雪云心里早已经接受了这个师兄，只是内心中的愧疚之情让她迟迟没有接受这段感情而已。那时候她才明白，自己对林渊更多是姐弟之情，对于赵天风才是真正的男女感情。如今自己决心和林渊恩断义绝，自然不会再压抑住自己的感情。师妹，我以后一定回你100倍。前辈的好。看见林雪云接受自己，赵天风激动到语无伦次。师兄，先完成师尊的任务。林雪云开口道。这时候赵天风才从激动中回过神来，充满杀气地看向林渊。林渊，今日你必死无疑。赵天风冷然道。林雪云阻止了将要出手的赵天风。师兄，就让我亲自送渊帝最后一程吧。他神色极其冷漠，想要亲自了断两人之间的关系。正手中的长剑出鞘，冰冷的剑气肃杀无比。你真以为能够杀得了我？林渊声音冰冷至极，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毫无压力地斩杀林雪云，不必担心道心不稳，将来生出心魔。中等气运斩杀便可获得1000气运点，一波肥。我知道你突破到了退凡时界，但无论如何也是退凡，与超凡之间有着天堑，一剑便可以斩杀你。林雪云也不再废话，凌厉的一剑蕴含着强大的超凡力量，朝着林渊斩去。你说的很对，我们之间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今日算你们有福，是第一个见识到我真正实力的人。林渊嘴角微翘，勾出一丝冷然笑容。轰轰！超凡一阶巅峰的血煞蜈蚣和尸骨飞虫被他召唤了出来，强大的威压，冰冷的煞气顿时笼罩全场。砰！两大本命毒虫联手，直接将林雪云轰飞。噗嗤！一口鲜血从他的口中喷射了出来。什么？林雪云脸色惨白，满脸的难以置信。你怎么可能拥有2只超凡一阶的本命毒虫？你只是退凡境啊！有2只本命毒虫便已经让他非常惊讶了，更何况这都是超凡一阶巅峰，完全颠覆了他对毒修的认知。你还不配知道原因？你这个白眼狼，我今日便要将你斩杀！林渊冷冷说道。血煞蜈蚣、尸骨飞虫冰冷恐怖的双目死死盯着林雪云，没有想到当初的那个废物还有这等奇遇。不过就2只超凡一阶的本命毒物，就想要杀我们，真是自不量力！轰！赵天风直接将自己超凡2阶无惧境的气息全面爆发出来，嗖，一个瞬移便挡在了林雪云的面前，直面2只本命毒物。超凡2阶已经能够做到短距离瞬间，所以才有了无惧境的名称。云儿，有为兄在，他伤不了你，我必定将其挫骨扬灰给你报仇。赵天风悬立半空，居高临下，傲然地说道。师兄，有劳你！林雪云躬身说道。谁说我只有2只超凡一阶的本命毒物？看看我的第3只本命毒物！嗷吼！巨大的吼声
震动天地。只见一只长着2颗舌头的巨蛇凭空出现，浑身散发出强大的威势。这是超凡2阶巅峰的毒物，怎么会这样？赵天风和林雪云两人直接傻眼了，完全难以置信。受死吧！林渊没有犹豫，直接让冰火双蛇攻击。轰轰！火球和冰球同时攻击向赵天风。一个畜生也想要杀我，自不量力！赵天风浑身剑气纵横，挥出一道数丈剑芒杀了上去。轰轰轰！两人都是超凡2阶巅峰，冰火双蛇超凡4阶血脉，拥有冰火双重力量，战力可怕。赵天风作为剑宗大弟子，又是大家族子弟，出身不凡，天赋惊人，因此双方打得旗鼓相当。双方的战斗进入白热化时，林渊的手中浮现出了13根黑漆漆的长针，夺命13针，万毒谷中获得的利器，凝聚强大的毒气于长针之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赵天风射去。本来赵天风和冰火双蛇旗鼓相当，战斗的难分难舍，这时候被夺命13针袭击，根本难以防御。砰砰，他艰难地挡下了前9针，还是被最后4针射中了。噗嗤，一口黑血吐了出来。你好卑鄙，居然偷袭我！赵天风双目通红，愤怒地吼道。瞬间毒性攻心，让他浑身痛苦到了极点，整张脸变得狰狞扭曲起来。生死之战，胜者为王，只要能够获胜，使用任何手段都行。你视我卑鄙，未免太幼稚了吧！13根毒气缭绕的长针悬浮在林渊的四周，看起来无比瘆人恐怖。滔天的毒雾将整片密林笼罩，大量树木植物在吸收毒气之后快速枯死，这便是毒修的恐怖。每一次出手都是一大片区域寸草不生。有句俗话，宁惹比自己高一个境界的修士，也不要去招惹和自己同境的毒修。无边的毒气凝聚成一柄长刀，威压向赵天风。趁你兵要你命，林渊根本不给他任何活命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斩杀。赵天风身中剧毒，无力再反抗，他眼神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脸色惨白到了极点，恐怕做梦都想不到会死在自己看不起的泥腿子手中。我可是剑宗大弟子，还是青州赵家子弟，你若杀我……噗嗤，毒刀落下，赵天风的脑袋瞬间掉落了下来，鲜血染红了一大片地面。聒噪！林渊冷冷地吐出2个字，已经成为生死大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他都不会手下留情，哪怕死也要拉上垫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不可能当一个窝囊废。大师兄死了，被渊帝杀了，怎么会这样？不，一定是眼花了，他怎么可能杀得了大师兄？林雪云瞪大眼睛，头发散乱，一脸的难以置信，像拨浪鼓一样不断地摇着头，眼神中尽是震撼和恐惧。剑宗第一天才，无惧境巅峰的赵天风被当初林家村那个无法修炼的废物杀了，这个世界疯了吗？林雪云，现在你明白了，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在我的眼中不过是一个随意可以捏死的蝼蚁而已。林渊冰冷的声音响起，刺激着林雪云。渊帝，我知错了，看在以往的情分上。看着满身冰冷杀意的林渊，林雪云连忙跪在地上求饶。他还有大好的前程，不甘心就这样死了。当初你被人……他开始打起了感情牌，想要唤醒林渊心中对于自己的爱意。噗嗤，林雪云的话还没有说完，脑袋便像是皮球一样掉落了下来，滚到了很远的地方，一路上沾满了血迹。我可不是那个恋爱脑的原主，想要杀我，只有死路一条。林渊冷声说道。这时候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叮！恭喜宿主斩杀中等气运者林雪云，获得1000气运点，中气运宝箱，1000气运点到手。此刻林渊的气运点数量突破了历史最高，达到了1100气运点，气运点终于破1000，但是退凡12阶后面居然没有加号。林渊眉头一皱，看来突破这个退凡13阶终极筑基境界需要的气运点可不少。不过有一个让林渊惊喜的消息，上古虫卵后面出现了加号，终于可以孵化这枚神秘的上古虫卵。没有想到这两人居然都有空间戒指。林渊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两人的手指上都有戒指，欣喜不已。打开空间戒指一看，满脸的激动。这林雪云不愧是中等气运者，得到过大机缘，戒指里的宝物资源不少，光灵石就有500万以上，真正的大富啊！林雪云5年前才拜入7星剑宗，从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5年间突破到超凡境，没有大机缘显然不可能。要知道，同样天赋的苏里妹从3、4岁就开始修炼，若没有林渊的出现，她的境界实力也不过和林雪云相当。相比较下，赵天风的空间戒指里面的东西就穷了很多。虽然他身份不凡，但是毕竟没有得到过机缘，宗门家族给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他自身还要修炼地级下品战技天焰拳，地级中品战技天焰剑法，地级下品功法天焰诀。很不错，在林雪云的空间戒指中找到了一门地级功法，2本地级战技传承，另外还有一柄5阶超凡灵兵天焰剑。如果没有猜测，这林雪云肯定得到了天焰宗的传承。这天焰宗是1000年前的地阶宗门，只是后来被灭宗了。这天焰宗的传承可是强于3绝魔宗，大收获啊！没有想到杀气运者
还有这等好事？林渊嘴角微翘，思忖片刻之后，他选择在天焰诀和天焰剑法上加点，总共花费了1107运点，突破到小成境界。先是将林雪云和赵天风体内的毒气全部吸走，不留下一丁点的痕迹，然后催动体内的天焰诀，使出天焰剑法，在两人的尸体上留下伤口，伪装成被人使用天焰剑法所杀，在四周也留下使用天焰诀打斗的痕迹。这两人的身份不简单，都死在了自己的手中。林渊也怕七星剑宗来找自己拼命，毕竟自己和宗主应天仇有间隙，到时候他放水，小命可不保。于是想到了伪装一下，制造成两人被修炼天焰诀、使用天焰剑法的神秘人所杀。自己可是独修，而且只是退凡境，完全可以撇开关系。应天仇再恨自己，在明显不是自己所做的情况下，也不敢任由七星剑宗的人抓走自己吧，否则他如何向宗门长老和弟子交代？天焰宗的传承还留在林雪云手中，自然他没有向外人透露过自己得到了天焰传承，也不会怀疑到自己的头上。做完一切伪装之后，林渊赶紧离开了，然后找了一处无人之地，将第4支本命毒物孵化出来。系统加点，给我孵化上古虫卵。林渊吩咐道。叮，恭喜宿主，花费507运点，孵化上古虫卵成功。轰！一股神秘的能量注入虫卵之中，顿时一股刺目的光芒冲了出来，虫卵直接裂开，一只肥嘟嘟像是毛毛虫的小东西飞了出来。这是什么？林渊立即查看了第4支本命毒物的信息，使用7运点孵化，他的信息自然可以直接查看。毒物虚空毒母，血脉等级超凡9阶，特殊种类来自神秘的虚空之地，天赋可以孵化冲虚空战虫用于战斗，虚空飞虫用于侦察采集，可以孵化出4只战力超凡的虚空王虫统领族群战斗，虚空之力体内自成空间供族群生活，并且能够开辟虚空裂缝，快速将兵力投放入战场。原来是类似于蜜蜂、蚂蚁种类的毒虫，拥有一只虚空毒母，便相当于拥有一支毒物大军了。而且它还是超凡9阶这等高级血脉资质。林渊欣喜若狂，这种类型的本命毒物可是所有毒修梦寐以求的事情。旋即，林渊将身上所带的毒液全部注入虚空母虫中，提升他的实力等级。王虫的实力很快就提升到了超凡1阶。林渊携带的毒液全部消耗殆尽，不得不停止。反正我现在手上有不少零食，回到清玄城后可以去购买一些。虚空毒母制造王虫、飞虫、战虫需要消耗相应的毒液才行。王虫的等级最高可以达到和毒母一个等级，不过只能够培养出2只。飞虫的等级远低于毒母，体型微小，善于隐匿，体内只带一个小型存储空间，方便收集采集的资源。战虫最高等级低于毒母2个大境界，飞虫和战虫的共同数量取决于毒母的等级实力。这虚空飞虫太妙了，进入清玄秘境之后可以帮助我采集灵药。林渊决定大量制造虚空飞虫，暂时不制造虚空战虫，毕竟战虫的实力太低了，对自己还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而虚空飞虫可以帮助自己疯狂地收割秘境中的天才地宝。现在可以打开中气运宝箱看看。第一个中气运宝箱给我开出了天阶下品功法，还有天机玉佩。如今我修为更高，实力更强，不知道能够开出什么好东西出来。怀着期待之情，林渊吩咐系统打开气运宝箱。叮，恭喜宿主打开中气运宝箱，获得万毒焚天、虚空飞梭。万毒焚天圣级下品战技，凝聚出一片毒海，湮灭一切。虚空飞梭飞行类中品灵宝，能够短距离穿梭虚空，飞行速度极快，居然是圣技和灵宝。林渊欣喜若狂，果然开出了好东西。天阶战技之上便是圣技，是超凡之上的圣人使用的战斗技能，若是自己学会了，将是一张可怕的保命底牌。至于灵宝，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灵兵乃是炼器师锻造出来用于战斗的兵器，而灵宝这是天地自然孕育出来的宝物，拥有神奇无比的各种能力，极其罕见稀有，价值不凡。分为下、中、上、极、巅峰、究极6个等级。好东西啊！这虚空飞梭的虚空穿梭距离足足有数十公里，关键时候可以保命。无惧境修士的瞬移距离一般在数百米内，完全算不上虚空穿梭，只能够叫瞬移。而且这虚空飞梭的飞行速度极快，不管是逃命还是追敌，甚至赶路都是极其方便的。系统奖励的宝物无需炼化，直接认主。林渊现在便可以使用虚空飞梭，不过他将其收入了空间戒指中。如此重宝，以现在自己的实力，还是不要太招摇为好。中品灵宝出现，恐怕超凡5阶以上的大修士都会眼红，疯狂起来。听说清玄秘境极大，有了虚空飞梭，到时候便可以好好探索一番。虚空飞虫则可以帮助自己采集资源。林渊心情极佳，没有想到进入清玄秘境前，自己得到了虚空毒母和虚空飞梭，完全方便了自己寻宝。已经能够想象到这一次秘境之行，自己必将大有收获。系统万毒焚天加点。林渊吩咐道。这可是圣技啊，自己区一个退凡修士，连入门都不可能修炼到，只能够依靠万能的气运点了。圣级修炼成功，足可以成为一张恐怖底牌，没有必要节省气运点。叮，恭喜宿主
花费300气运点，万毒焚天入门，还行。虽然只是入门，但是爆发出来的威能绝对是我目前最强的。毕竟这可是超越天阶的圣技，威力之强难以想象。若是凌渊修为强一些，一招使出，足可以湮灭一座城池。现在修为还是太低了，只能够勉强使出一次，而且无法爆发出这门圣技的真正威能。不过对于凌渊的目前的境界实力来说，还是足够了。使用得当，甚至可以让天人境修士陨落。开完宝箱，凌渊拿出了天焰剑，这可是超凡5阶的灵宝，当初的接宗门天焰宗的正宗灵兵，蕴含无穷火焰力量。林雪云的实力根本无法将其炼化。不过凌渊已经修炼成天焰诀，又拥有至刚至阳的9阳仙体，和天焰剑的属性完全契合，倒是可以尝试一下。修为境界只是战力的一部分而已，武器、宝物、符咒、战技、功法、灵宠各种因素都能够大大影响战斗力。若是能够炼化天焰剑，凌渊的实力自然大增。果不其然，依靠9阳仙体的强大，凌渊成功炼化了天焰剑。有了5阶灵兵，遇上天人境修士便可以彻底无惧了。抚摸着手中的长剑，凌渊一脸兴奋。林雪云给自己带来的收获太大了，算是他对原主的补偿吧。该回去了。嗖，凌渊消失在原地，返回清玄城。师弟，你回来了。看见凌渊平安归来，苏里妹松了一口气。应天仇父子则是眉头一皱，可惜凌渊没有死在七星剑宗手中。没过多久，柳慕白带着七星剑宗的人气势冲冲的前来，赵天风和林雪云的尸体同样被他们抬了前来。本来无头尸体的2人被缝合上了，算是有了一个全尸。凌渊，你好大的胆子，敢杀我七星剑宗的弟子！柳慕白暴怒喝道，恐怖的气势震动全场，吓得无数人脸色惨白，浑身颤抖。应天仇3位封主连忙飞了出来。刘老贼，你发什么疯？应天仇愤怒地说道，如果不是清玄秘境开启在即，他早就出手了。我2位弟子惨死，要让凌渊偿命。柳慕白的声音中充满了滔天的杀意。这时候凌渊走了出来。云姐，你看见林雪云的尸体，凌渊装着一副无比痛苦的模样，整个人差点晕厥过去。凌渊，他2人必定是你所杀，你还在这里演戏！林慕白愤怒道。凌渊脸色惨白道，云姐是我的未婚妻，我怎么会杀她？我和云姐见面不久后便分开了，没有想到她竟然遭逢大难，身首异处。到底是谁杀了云姐？我发誓一定要让她血债血偿。按照2宗的关系，其实根本不用演戏，可以大大方方承认，但是那叫凌渊和宗主之间有仇，绝不能承认是他所为。万一应天仇以此为借口不出手保自己，小命就没了。万毒风主此刻也担心这种情况发生，这2人身份不简单，生怕柳慕白失去了理智。宗主借口袖手旁观，不过他观察了一番尸体后，厉声说道，这2人根本不是死去毒修手中，而是死于一种至阳的剑法，看起来等级不低，根本不可能是渊儿所为。况且凌渊就算是退凡10阶修为，但也不可能斩杀一个超凡1阶一个超凡2阶的修士。虽然没有将你七星剑宗放在眼里，但也不能够冤枉我宗弟子。随后万毒风主看向殷天仇，宗主，七星剑宗竟然冤枉我宗弟子，你作为宗主，定不要让我宗弟子被人诬陷。他直接以宗门大义，直接将殷天仇架起来。毕竟面对天象境的柳慕白，只有宗主能够对抗。刘老贼，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这2个弟子死于失传的天焰剑法手中，这可是地级剑法，不可能是我宗凌渊所为。没有证据，还请你赶紧离开。应天仇沉声说道，如果真是凌渊所为，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眼，说是清玄秘境前不宜交战，叫人稀释。但是明显不是凌渊所为，他若是放弃凌渊，根本找不到理由向长老和弟子们交差。作为宗主，不得不出面保下凌渊。这件事情，我七星剑宗绝不会善罢甘休。看见殷天仇出面，加上自己没有证据，柳慕白脸色铁青。他知道已经不可能拿下凌渊。柳慕白也知道2人死于失传的天焰传承手中，根本不是凌渊所为。但是自己派2人去杀凌渊，如今凌渊平安，2人却死了，心里不得不怀疑这个凶手和凌渊有关系。找不到凶手，便想要找凌渊泄火。但是应天仇出面了，他自知占不到任何便宜，最终狠狠瞪了凌渊一眼，然后绿人悻悻离开。这一次七星剑宗损伤巨大，2个最天才的弟子陨落。早知道就不谋划杀凌渊，偷鸡不成蚀把米。还没有证据和凌渊有关，只能够暂时咽下这口气。看见七星剑宗的人离开，凌渊松了一口气。面对天象境强者，他真的没有丝毫反抗之力，得赶紧凑够气运点，突破退凡13阶，然后跨入超凡领域。凌渊心中暗道，虽然自己目前实力很强，天人境也无惧，但是遇上宗主级的天象境强者，依然不是对手。目前他的气运点只剩下200，只能够期待天玄州的天骄中有气运者存在。第2天，凌渊去了天宝阁，购买了大量毒液，得到了天焰传承。现在的他可是财大气粗，完全不差钱。先将虚空毒母培养到了超凡2阶，然后开始培养超凡2阶的2大王虫，最后疯狂的制造虚空飞虫，足足制造出了200只虚空飞虫，
才达到上限。虚空飞虫等级极低，繁殖的速度极快，很快就培养出来了。至于两大王虫，实力强大，培养需要消耗大量时间。两大王虫还包裹在虫茧中，等他们破壳而出，林渊就拥有了4尊超凡2阶的毒物战力。终于，清玄秘境今日便要开启了。应天仇带着众人前往了清玄山脉深处，准备进入秘境中。清玄山脉深处，悬崖峭壁，树木丛生，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这山脉的深处突然爆射出一道光芒，直冲云霄，震动天地，整片天空霞光笼罩，璀璨无比。附近的所有人都被惊动，感觉像是一头沉睡万年的神兽即将要苏醒过来，睁开双目，眸中射出通天光芒。轰隆隆，无数的山脉在翻腾震动，巨石滚落，大树倾倒，天空上更是有无数道惊雷炸响，无尽雷电闪烁之中，一道直径数10米的漩涡通道凭空出现在半空中。通道出现了，清玄秘境要开启了，这一次一定要多收集一些天材地宝。冲啊！无数道激动的声音响起，嗖嗖嗖，一道道流光以极快速度朝着半空中的漩涡通道飞来。天玄州有3大地阶霸主势力坐镇州府，分别为天玄宗、雷炎宗、九灵殿，拥有15个进入清玄秘境的名额。通常一州之地不过有一个地阶宗门坐镇，天玄州拥有3大地阶宗门，算得上强盛之州。另外，天玄州的5郡有5大霸主势力：青阳郡3绝魔宗、云鹿郡孟家、忘川郡7星剑宗、栖霞郡无双门、澜沧郡水灵宗，每个势力拥有6个进入名额。除此之外，天玄州的所有玄阶宗门有2个进入的名额，黄阶宗门有1个进入的名额，另外还有4个天玄州之外的地阶宗门，每个势力有5个进入的名额，总共加起来有上百名年轻天骄进入秘境。清玄秘境所谓天玄州的机缘，外州是没有资格参加。不过这个世界终究是实力为尊，临近4州的4大地阶宗门联手施压，方才各获得了5个进入名额。至于大黎皇室，虽然强大，但是毕竟皇城相隔天玄较远，影响力薄弱，倒是没有派人前来。此时绝大部分的势力已经到场，聚集在了漩涡通道前，现在就等7大地阶宗门的人亲来，便可以进入秘境。万毒封主的声音在林渊耳边响起，100年前他也代表3绝魔宗进入过清玄秘境。宗门的规矩你们也清楚，只要上交总价值为10株3阶灵药的天材地宝给宗门，其余你们能够获得多少资源，算你们自己的本事。应天仇对着林渊6人说道，宗门出力带他们前来清玄秘境，不可能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在秘境中没有获得总价值10株3阶灵药的资源，那是你自己运气不佳，怪不得别人。哪怕以后慢慢补，也要补气。如果你运气爆表，获得大量资源，也是你自己的好运。宗门也只收10株3阶灵药总价值的天材地宝。这个世界的天材地宝分为凡药、灵药、圣药，传说中甚至还有地药，不过只在古老的典籍中听说过而已。圣药现世都能够震动整个大陆，地药数十万年来从未有人听说过有出现。是，宗主。6人点了点头，拳头紧握，都想要在秘境中大展拳脚，多获得修炼资源。林渊不断打量着4周，看看有没有气运者。这时候，系统的声音不断在脑海中响起：定，检测到略有气运者周天意，可斩杀，获得气运点。定，检测到小气运者楚星河，可斩杀，获得气运点。定，检测到略有气运者王林，可斩杀，获得气运点。林渊心中狂喜，果然好多气运者，毕竟这里聚集了整个天玄州年轻1倍的天骄，一州天才竟汇聚于此。轰轰轰！3艘古老的飞船破空而来，强大的威压令所有人感到心惊胆战。来了，天玄州3大霸主来了！3艘飞船上站满了人，其中有3人的气息极其恐怖，连4周的虚空都扭曲起来。这便是超凡5阶通神境的强者吗？好可怕的气息，站在那里就宛若一头上古凶兽。林渊心中震惊无比，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通神境的强者。传闻通神境强者肉身得到了蜕变，强如妖兽，同时力量通神，觉醒出超凡神通，实力暴增，根本不是天象境能够媲美的存在。因此有通神境强者坐镇，便是晋级地阶宗门的标准之一。林渊拳头紧握，对于力量的渴望达到了极点，修炼无止境，哪怕超凡9阶不灭境之上，还有圣之领域的圣人存在。古老典籍上记载，圣人之上还有古之大帝，大帝之上究竟还有什么？林渊的见识还是太低了，并不清楚。宗主，修炼之路无止境，一步一登天，他心中迫切渴望强大。定，检测到小气运者萧金宇，可斩杀，获得气运点。定，检测到略有气运者孟宇，可斩杀，获得气运点。又是2道系统的提示声音在脑海中响起。轰！就在此时，天空中浮现出一轮明月，只见9头雪白灵马所拉的巨大神辇从明月中缓缓驶了出来，神辇之上坐着一位头戴面巾的白衣仙子，仙姿修长，清冷绝艳。她便是地阶宗门幻月宫公主月清仙，同样是一名通神境的绝世强者。神辇上还乘着5位月宫弟子，皆都是倾国倾城的仙子。幻月宫很特殊，只招收女弟子。定，检测到略有气运者苏慕瑶，
可斩杀，获得气运点。又是一个气运者出现，看来是幻月宫的弟子。紧接着，金雷府、龙岩城两大帝接宗门的人也纷纷赶来。七大帝皆势力，目前只剩下白鹿谢氏未至。谢氏乃是古老的氏族，底蕴强大，世代掌控白鹿州，是七大帝皆势力中唯一拥有超凡6阶乾坤镜修士坐镇的势力。其强大的实力，就算大黎皇室也要忌惮一二。传闻这一代出现了一位禁忌之女，天赋之强，千年难遇。轰！这时候，一股惊世之威涌来，整个虚空都在战栗，好可怕的气息！是白鹿谢氏的人前来了吗？众人脸色有些煞白起来。这不是白鹿谢氏的飞船，是传说中的虚空战舰。天玄宗主、雷炎宗主、九灵殿主，还有幻月公主、惊雷府主、龙焰副城主灵光，6人都大吃一惊。虚空战舰，这可是连大黎皇室都不曾拥有的上古战争神器啊！其速度之快，远胜于飞船。轰！一艘虚空战舰破空而来，一道威仪绝世的身影，周身流淌着无尽光辉，像是一尊天神般的青年，屹立站在甲板上，俯视着在场众人。他的威严让所有人都忍不住想要跪下去顶礼膜拜，气息滔天，宛若一条真龙横空出手。所有人都被这年轻而强大的青年威势所镇住了，都在猜测他到底是什么身份，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气场、天赋和实力。看他年龄不超过30，居然就有天象境的修为。林渊眉头轻皱，本来以为这一次清玄秘境之行，自己足可以镇压全场，没有想到竟然出现了一位天象境的天骄。如果在秘境中对上他，自己恐怕会很危险。不过让林渊有些诧异，如此强大的青年，居然不是气运者。我9天剑阁要加入清玄秘境，尔等可有什么意见？青年手持战技，宛若真神，缓缓开口说道。虽说在拯救意见，但语气中透露出一股不容反驳的意思。什么？9天剑阁？天阶宗门？所有人都被青年的身份所震惊住了。大陆800州，地阶势力可不少，一州至少有1个，数量足有数千个。但是天阶宗门少得可怜，总共加起来也就30来个左右，每一个都是传承万年以上，底蕴恐怖惊人。天阶宗门的人怎么会前来？这9天剑阁距离天玄州很远，怎么会不远万里前来？天玄宗主他们眉头轻皱，实在是想不通。清玄秘境的诱惑力还远远没有那么大，没有，绝对没有。9天剑阁的高徒能够进入清玄秘境，实属我天玄州之幸。天玄宗主他们连忙笑着表达，如果是天阶宗门的普通弟子，他们倒还不放在眼里，但是对方天赋实力强大，还能够驾驶虚空战舰而来，明显身份不凡，怎么敢拒绝青年的进入？如龙青年点了点头，然后转头一拜，古大师，请出来吧，这一次由我陪你进入清玄秘境。如此强大的青年，竟然朝着战舰内躬身一拜，令人震惊。这古大师是何其珍贵的身份？这时候，一个风流倜傥、脸色有些微微泛白的俊俏小生缓缓走了出来，身穿一件6纹丹服，气度非凡。他身边跟着一个老者，老者看起来苍老无比，但是散发出来的恐怖的气息，让天玄宗主他们都瑟瑟发抖，畏惧不已。六纹丹服，这是能够炼制上品玄丹的大丹师。众人都被俊俏小生的身份所震惊了。更让人震惊的是，他的年龄，有资格进入清玄秘境，便不会超过30岁。不到30岁的6纹大丹师，恐怖如斯。通常对于各种天材地宝，修士都是直接吸收炼化，这种方式根本无法100%炼化灵药中的药性，而炼丹师能够将灵药炼制成丹药，完美吸收其中的药性，而且还能够炼制出不同效果的丹药。不过炼丹师极其稀少，身份无比珍贵。3绝魔宗作为一郡霸主，连一名正式炼丹师供奉也没有。想要成为炼丹师，必须掌握火木2种力量，并且精神力强于常人，还要有炼丹天赋。条件过于苛刻，自然数量稀少。炼制不入品，普通丹药，年轻者称呼为丹徒，年长者称之为药师，不需要什么天赋，为熟能生巧而已。因此药师并不稀少，很是常见。只有入品的才配称之为炼丹师。炼制黄丹称之为丹师，炼制玄丹称之为大丹师，炼制的丹称之为丹王，炼制天丹称之为丹皇，炼制圣丹称之为丹圣。传闻还有炼制地丹的丹帝，不过只是传说中，可能并不存在。身穿6纹丹服，便意味着可以炼制上品玄丹。定检测到中等气运者古清晨，可斩杀获得气运者，居然是一个中等气运者，怪不得年纪轻轻便成为了6纹大丹师。林渊心中暗道，只是有9天剑阁的弟子保护，想要斩杀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天才6纹大丹师不远万里前来清玄秘境，太不寻常了。难道这秘境之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林渊暗暗思忖起来。落红，这次麻烦你了。古清晨淡淡微笑道。9天剑宗真传弟子落红连忙陪笑道，能够为古大师效力，是我的荣幸。以古清晨的天赋，将来成为丹王板上钉钉的事情，甚至有希望冲击丹皇，讨好一个未来的丹王或者丹皇，这是一件很划算的买卖。轰！这时候，一艘古老的飞船破空而来，白鹿谢氏终于登场了。各大势力聚集完成，
终于可以动身进入清玄秘境。飞船上矗立着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丽身影，一袭白衣胜雪，肌肤凝脂，身材高挑修长，眉黛弯弯，满头雪白银发，格外显眼，好似从天上降臣的仙子，清冷无双，美绝寰宇，美丽令人心碎。就连林渊都看傻眼了，这是他穿越而来见过的最美女子，宛如月宫仙子下凡，整个天地这一刻都变得圣洁起来。更让林渊震惊的是，此女的气息居然不亚于9天剑阁弟子落红。所有人也看傻眼了，这就是白鹿谢氏那位传言中的禁忌之女谢嫣离，宛若天仙，天赋也是千年难遇，一个个震惊无比，风华绝代，举世无双。没有想到此地居然也能够孕育出一位9天凤凰。古清晨也不由发出赞叹道，满眼都是欣赏之色。古大师，若是你喜欢，我可以将她抓给你当侍女。落红讨好的说道。古清晨连连摇了摇头，此女乃是天生白虎，孤煞之命，我还想要多活久一点。古清晨一眼便看穿了谢嫣离的命格，虽然有很好的隐藏，但是还是瞒不过他的秘术。白虎煞星之命，落红不由打了一个冷战。传闻和这样的女子待久了会被他所克，随时没有命。他连忙远离谢嫣离，生怕被他给影响了。突然，系统的声音在林渊的脑海中响起：定，检测到大气运者谢嫣离，可选择征服或者斩杀。什么？大气运者？林渊心头无比震惊，狂喜起来。没有想到这些是禁忌之女，竟然是大气运者。想要将系统升级到 LV2 版本，需要征服或者斩杀10名气运者，其中一位必须是大气运者。10名气运者好找，光这里略有气运者有9人，小气运者3人，中等气运者1人，便有13人，超过了10名。但大气运者可遇不可求啊！林渊怎么可能不喜出望外？杀！必须杀！林渊拳头紧握，暗自下定决心，想要攻略这谢嫣离，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他可没有那么多耐心去慢慢攻略，还不一定成功。所以林渊打算以最快的方式斩杀，这样系统便可以升级到 LV2， 到时候便会有新的功能出现，助自己快速变强。诸位，嫣离来迟了，还请各位海涵。谢嫣离若天籁般的声音响起，清冷绝尘的气息令人不敢靠近。既然人到齐了，那么我们就出发吧，进入清玄秘境。众人点了点头，嗖嗖嗖，随后一个个天骄化为一道流光，朝着漩涡通道飞去。落红和古清晨也飞了进去。师弟，我们出发吧。苏里妹说道。林渊点了点头，然后也冲进了漩涡通道。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林渊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灵气充足的地方，这里便是清玄秘境。放眼一看，外界罕见的各种药材，这里遍地都是，不愧是宝地，就我一人。苏师姐并没有在我身边，看来传送入秘境之中，每个人都被随机分开了，这样正好，一个人行动能够更好的放开手脚，不用担心自己的秘密被曝光。林渊强大的精神力扫视了一下四周，发现并没有人在附近。轰隆隆，虚空一阵震动，一股磅礴的气势降临，仿佛远古巨兽从沉睡中苏醒。随后，只见一头如同肉山一样肥嘟嘟的大虫浮现在半空之中。毒母释放出200只虚空飞虫出来，并且下达命令，采集所有等级的灵药，不限数量，不限类型，只要是灵药便采集，至于凡药就没有必要采集。凡药林渊根本看不上，价值并不高，还拖累了虚空飞虫的采集速度，同时让虚空飞虫密切注意这几个人的下落，一旦发现他们，立马禀告。林渊使用真气将14人的模样凝聚出来，悬浮在半空上。这14人自然都是气运者，9位略有气运者，3位小气运者，1位中等气运者，1位大气运者。是，主人。毒母灵魂力量强大，能够通过精神波和林渊沟通。妖兽精灵实力达到超凡5阶，也就是人类的通神境，便可以口吐人言。传闻实力达到了一定境界，还可以化形成人。只见虚空毒母的肚子裂开，出现了一个异次元空间通道，嗡嗡嗡嗡，大量马蜂一样大小的虫子飞了出来，密密麻麻布满了虚空。虚空飞虫看起来体型微小，但是能够依靠虚空之力将要采摘的东西吸入腹部的异次空间中储存，能够拥有异次空间这种诡异强大的能力。林渊也心生疑惑，这虚空毒母到底有何恐怖的来历，来自何处地方？毒母吩咐下去，此女重点寻找，一旦有她的下落，不惜一切代价跟踪监控。林渊指着半空中谢嫣离的模样，大气运者可遇而不可求，关系着他能否升级系统，因此不管如何，在这清玄秘境中必须要拿下谢嫣离。若是等他离开秘境返回白鹿谢氏，自己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再拿下他。毕竟白鹿谢氏实力强大，更是有超凡6阶的乾坤境强者坐镇，根本不是他现在的实力能够抗衡的存在。只是想到谢嫣离的实力天象境，林渊就感到一阵头皮发麻，真 TM 难搞啊！只能够寻找机会，实在没有机会，也只能无奈放弃，总比丢了性命好吧？是，主人。随后毒母释放出一股特殊的精神波动，传到所有虚空飞虫的脑海中。得到命令后，200只虚空飞虫快速散开，向着四周飞去。虚空飞梭，
林渊召唤出了这件中品灵宝，然后双脚落在上面，像是滑飞行滑板一样，虚空飞梭。共有3大能力：第一，虚空穿梭，能够瞬间逃离到数十公里外，使用后需要1天的充能时间后才可以再次使用；第二，虚空罡罩，凝聚一道罡气笼罩，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第三，虚空飞速，消耗修士自身的真气或者灵力，加快飞行的速度。该去搜寻各种天才地宝了。搜，虚空飞梭化为一道流光，快速飞行。林渊一边飞行一边释放精神力，搜寻灵药的下落。对于4阶灵药以下的天才地宝，他都直接放弃。他的目的便是奔着高级灵药而去。低级灵药的采集就交给了虚空飞虫。这时候林渊才发现自己的仙体居然还有对灵药有强大的感知能力，隔着很远距离便能够感知到灵药散发出来的灵力波动。其实不管是普通体质还是灵体、圣体，对于天才地宝的感知力都会比普通人强。体质和灵药一样，都是凝聚天地精华而诞生，体质越强，感知就越强。仙体对于灵药的强大感知，让林渊寻找起来更加的心应手，这让林渊心头大喜。这样自己便能够收集更多的高级灵药。10日之后，清玄秘境便会关闭，秘境面积也非常广阔。没有特殊能力，想要找到高等级灵药，无异于大海捞针，哪怕好运也不会收获太多。林渊诸多能力加深，注定会收获飓风。有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附近有高等级灵药，真气运转，虚空飞梭直接加速，朝着灵力波动大方向飞去。在一堆杂草之中，一株闪闪发光、通体血红色的灵药出现在眼前。4阶灵药血灵草，快速恢复伤势的灵药。灵药的功能有很多种，有辅助修炼，有疗伤，有增强体魄，有增强精神力，有增强某方面能力。其中以辅助修炼的灵药最多。嗖，林渊飞了过去，打算直接采摘。4阶灵药勉强有资格让他采摘。嘶嘶，突然草丛之中，一条碧青色、9尺长的蛇张开血盆大嘴，露出森寒的毒牙，向着林渊急速袭击而来。居然有守护灵兽，大部分高级灵药都会有守护灵兽，等灵药成熟便一口吞下，提升实力。这也是为什么高级灵药稀少的原因。一头畜生也想要偷袭我，自不量力。林渊冷笑一声，火毒剑出现在手中，铮一剑斩出，碧青色的蛇直接断成了2截。不过是超凡1阶的灵蛇而已，林渊自身便可以轻易将其斩杀，然后将血灵草采摘，收入了空间戒指中。看了一眼超凡灵蛇的尸体，林渊一脸可惜地摇了摇头。灵兽肉是好东西，可惜空间戒指太小，只能放弃。随后林渊离开了原地，踏上虚空飞梭，继续寻找高等级灵药。凭借仙体对灵药的强大感知，林渊收获了不少高级灵药。4阶灵药15株，5阶灵药3株，甚至还得到了1株6阶灵药地龙灵根，是一种强化体魄的灵药，无比珍贵。另外虚空飞虫也采集了不少灵药，体内空间装满了，便返回将其腾空，然后继续外出采集。虚空飞虫实力弱小，没有办法对付守护灵兽，因此收集的基本上都是低级灵药，以1、2阶灵药为主，收获之大远超其他人。林渊的空间戒指都塞得满当当，快要装不下了。虽然有3枚空间戒指，但是都是最低等的，空间狭小，还是空间戒指小，有1枚大空间戒指就好了。林渊感叹道。虚空飞虫的采摘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要不了多久便会爆仓。毕竟作为采集侦查而生，对于各种天才地宝的感知自然不会太弱。虽然林渊收获不少，但是令他失望的是还没有发现任何气运者的下落。这清玄秘境太大了，进入之后大家都被随机分开，想要找到那些气运者并非容易的事情。还好有200只虚空飞虫帮忙寻找，不然真的无异于大海捞针。主人发现了古清晨的下落。突然毒母通过精神力量传音到林渊的脑海中，他和9天间隔的真传弟子落红在一起，他们进入清玄秘境是在找一个传承。毒母作为一个族群的领导者，智商是非常之高，并且每一只虚空飞虫都相当于他的摄像头，可以完全分享他们看见和听见的东西。虚空飞虫气息微弱，像是一只普通的小蜜蜂一样，因此不会被人注意。同时他们的视力极强，听力极好，否则也不会成为侦察虫。通过虚空飞虫的跟追偷听，终于明白了，一个6文大丹师，一个天阶宗门的真传弟子，2位大人物为什么不远万里前来清玄秘境？什么传承？林渊眼前一亮，这2个人背景通天，能够吸引他们的传承必定不弱。上古丹皇，清玄丹皇传承。清玄秘境这方小世界便是这位上古丹皇发现的，整个小世界便成为了其种植灵药之地。这股清晨前来，主要是为了清玄丹皇当初拥有的异火青莲玄火。想要成为炼丹师，必须掌握一种火焰才行，火焰越强才能够更好炼出高品质丹药。这些火焰中便是以异火最强，炼丹效果最好。青莲玄火便是一朵高级异火，哪怕是丹圣都会眼馋，拼命争夺的宝物。原来这清玄秘境竟然是一位上古丹皇的灵药种植地，怪不得这里面存在大量天才地宝。而且这不仅是一位丹皇，修为实力必定无比强悍。小世界的规则
已经无法约束他随意进出。所谓的规则并非绝对，只要你实力足够强大，便可以打破规则。上古距离如今数十万年，而清玄秘境1000年之前才发现，如此漫长的岁月，这些灵药野蛮生长，无人采摘，自然形成了遍地都是的局面，成为了一处宝地。那股清尘便是天人境修为，更别说洛红这个天象境修士。我现在根本不是对手，想要对付他们，要么我突破到超凡境，或者将本命毒物晋级到超凡4阶，才有机会与之抗衡。突破到超凡很简单，只需要有足够的气运点就行了。培养超凡4阶的本命毒物，则需要灵渊的灵魂强度达到天象境层次，短时间内根本难以实现。想要窥探这清玄丹皇传承，就必须要气运点。这秘境之中可是有不少气运者，更是有一位大气运者。灵渊并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毒母命令一只虚空飞虫跟着，我要随时知晓他们的下落，切记不要跟太紧，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灵渊吩咐道：先盯着，等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后再去找2人，若是实力不够，只能放弃。一个丹皇传承，一个中等气运者而已，灵渊并不是特别需要。是，主人。毒母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灵渊脚踏虚空飞梭，继续搜寻高级灵药，寻找气运者下落。没过多久，又遇见了一株5阶灵药，而且还没有守护灵兽。这些守护灵兽当年都是普通凡兽而已，随后凭借秘境中的大量资源，不断蜕变成了超凡灵兽。正打算采摘，突然一道恐怖的攻击袭击而来，灵渊一个闪身躲了开来。他眸子一冷，充满杀意。只见一个白衣绝美女子御空而来，居高临下的看着灵渊：我乃幻月宫弟子，你区区一个退凡蝼蚁，也配得到5阶灵药？留下灵药，快滚！还能够活命？苏沐瑶高冷的声音响起。轰！超凡2阶无惧境的气息爆发，眼神中有狂热的惊喜。5阶灵药绝对是大收获，没有想到竟然遇上了气运者。看清来人后，灵渊眼神一亮，有些激动起来。虽然只是略有气运者，但蚊子再小也是肉。呵呵，灵渊冷冷一笑，我若是不滚了，哈哈哈！苏沐瑶怒极而笑起来，一个退凡境的蝼蚁，居然还敢大言不惭，我就来教导你何为敬畏强者。恐怖的能量爆发，瞬息之间，苏沐瑶就一剑杀到了灵渊的面前。灵渊召唤出虚空飞梭，凝聚出能量罩，轰！发出震天的撞击声音，像是天雷炸开一般。这居然是一件灵宝！苏沐瑶睁大眸子，先是无比震惊，接着狂喜起来。你一个退凡境的蝼蚁，不配拥有灵宝。本姑娘真是好运，能够得到一件灵宝。就算幻月宫是地阶宗门，但是也只有2件正宗灵宝而已。想要我的灵宝，就看你有没有本事。灵渊咧嘴一笑，苏沐瑶眼神很是不屑，一个退凡境蝼蚁还能够逃出我的手心？灵渊也没有再废话，直接召唤出自己的本命毒物冰火双蛇虫1、虫2，给我上！虫1、虫2便是2大王虫的名字。进入秘境一段时间后，便成功破解而出。轰轰轰！虚空之中，3只超凡2阶巅峰的本命毒物瞬间出现，浑身散发出惊人毒煞之气，令人头皮发麻，瘆人无比。什么？你一个退凡境毒修，怎么会拥有3只超凡2阶的本命毒物？苏沐瑶脸色大变，心中慌乱起来，难以置信到了极点。3只超凡2阶巅峰的毒物围杀向了上去。扑哧！苏沐瑶虽然是幻月宫的高徒，但是面对以1敌3的情况，根本不是对手，很快就口吐鲜血。他施展底牌，化为一道月光，以极快的速度想要逃走。这时候毒母出手了，释放出一道精神波动，笼罩苏沐瑶而去。苏沐瑶的灵魂瞬间受到了重创，短暂昏厥，掉落了下来。3只毒物趁机直接冲了上去撕咬。啊呀呀！苏沐瑶痛苦的惨叫起来，妙曼的娇躯被撕咬的血肉模糊，凄惨到了极点，很快救命丧当场。叮！恭喜宿主斩杀略有气运者，获得100气运点，微气运宝箱300气运点了。灵渊面露喜色，随后吩咐打开微气运宝箱。叮！恭喜宿主打开微气运宝箱，获得青铜面具。青铜面具戴上之后，可以完美隐藏自己的外貌，非圣人不可查。这青铜面具来得很及时啊！灵渊还担心自己猎杀气运者，引来他们背后宗门的报复。有了这青铜面具，就不会知道是自己所杀，是杀人夺宝的神器啊！灵渊立即戴上青铜面具，然后继续搜寻灵药和气运者。主人，发现一位气运者的踪迹。毒母的声音响起，带路。灵渊连忙道。很快，灵渊就找到了他，是澜苍郡水灵宗的弟子，不过是超凡1阶飞天境而已，直接被秒杀了。没有想到如此好运，连续斩杀了2位气运者。灵渊成功获得100气运点，总共拥有400气运点。系统打开微气运宝箱。灵渊吩咐道。叮！恭喜宿主打开微气运宝箱，获得赤鸟兽火。居然是兽火！灵渊有些诧异，这赤鸟兽火是超凡7阶赤鸟兽死亡后凝聚出来的兽火，也算是品质不凡的火焰。有了这赤鸟兽火，我也可以炼丹了。虽然灵渊不是炼丹师，但是完全可以凭借气运点加点，有足够的气运点，成为丹帝也不是梦想。灵渊当即选择了炼化兽火，就算现在不打算成为炼丹师，炼化兽火之后，
也能够增强自己战斗力。林渊继续搜寻，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检测到清玄秘境中有机缘，是否花费170运点获取机缘的具体定位？机缘？林渊一愣，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居然有机缘提醒的声音，这可是要花费170运点。上一次得到百毒宗的传承，不过才花27运点，这一次足足高出了5倍，可见这个机缘不简单。林渊有些犹豫起来，毕竟他还想要存够7运点，突破到退凡13阶，这样自身才能够迈入超凡领域。在退凡静待太久了，有些迫不及待想要成为超凡。况且机缘是需要自己去获取，其中可能会有风险，一个不小心甚至会生死道消。若是这个机缘伴随着危险，这170运点便打水漂了。机缘并不是次次都能够遇见，谢烟离也还没有下落，说不定这个机缘能够让自己实力提升。最终林渊决定去寻找这个机缘。170运点消耗，林渊的脑海中瞬间出现了一幅地图，地图之中有一个闪亮的红点，这便是机缘所在的位置。希望这个机缘不要让我失望。林渊有些肉痛道：170运点，这可是要斩杀一个略有气运者。主人再次发现气运者的消息就在附近。林渊刚准备出发前去寻找机缘，毒母的声音就在脑海中响起，刚花170运点就有气运点送上门来了。林渊面露惊喜，在查看完毒母反馈给自己的信息之后，更加狂喜起来，居然还是小气运者，足足370运点。天玄宗真传弟子萧金宇，无惧境修为，既然就在附近，林渊准备先杀了这个小气运者，再去寻找机缘。手里有足够的气运点，底气才会十足，若真是遇上了什么危险，还可以选择加点保命。嗖，林渊脚踏虚空飞梭，很快就追上了萧金宇。什么？突然感到阴冷的毒煞之气袭来，萧金宇脸色一变，只见一团毒火飞来，他立即瞬移，堪堪躲过了攻击。此刻他已经吓得浑身冷汗直流，差一点就死了。不愧是天玄宗的真传弟子，还有几分本事。伴随着一道冷漠的声音，一头长着2只脑袋的大蛇飞来，大蛇的背上站立着一位头戴青铜面具、身姿挺拔的神秘人。你是何人？为何要袭击我？萧金宇阴沉着脸道：我杀人何须理由？林渊声音冰冷到极点，没有任何废话，让冰火双蛇发动攻击，火毒和冰毒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白赤相间的光球。轰！随后狠狠轰击了出去。噗！萧金宇虽然极力抵挡，但是不过无惧初期，完全不是对手，一口鲜血喷出，受了不轻的伤。敢杀我师弟，你好大的胆子！就在此时，一道震怒的大吼声音响起，只见无数道刀芒劈来，让林渊不得不连连后退。天人境修士，是玄天宗的那位妖孽大师兄孙林。林渊眉头一皱，此人也是这一次7大帝阶宗门弟子中唯一的天人境修士。超凡之路，一步一登天，境界越高，想要进步一点点，都是难如登天。虽然他们都是妖孽，但是能够在30岁前突破到无惧境巅峰，已经是十分天才了。当然，也有真正的天才妖孽。谢烟离和洛红2人都已经是天象境修士，实力堪比5军霸主宗门的宗主。洛红出自天阶宗门培养，而谢烟离是真正的境级妖孽。传闻他13岁超凡，18岁跨入天人境，如今24岁便已经是天象境强者，不愧是大气运者。虚空飞梭，走！林渊没有任何迟疑，将虚空飞梭的速度加速到最快，然后逃离了现场。毒母派遣一只飞虫远距离跟踪，飞走的途中，林渊也没有忘记吩咐，面对天人境修士，目前也只有自保的实力而已，想要从天人境手中杀人根本做不到。况且对面还有无惧境修士帮忙，并非只有1人，还是实力不够啊。林渊感叹道，更加坚定他猎杀气运者的决心。谢烟离，谢烟离，我什么时候能够搞定你啊？那道绝美的身影浮现在眼前，让林渊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她。只是此女的实力实在是难搞啊，这份机缘花了我170运点，希望不要让我失望。林渊迫切希望这份机缘能够给自己带来实力提升，这样自己接下来的行动才会更加顺利。可恶，让他跑了！刚袭击我天玄宗弟子，让你不得好死！我们在附近搜寻一番，定要找到凶手。见追不上林渊，孙林满脸的愤怒。大师兄，刚刚此人袭杀我，是命令一头毒物，如果我没有猜错，是3绝魔宗的弟子。萧金宇开口道，前来的诸多势力中，只有3绝魔宗有毒修传承。好得很，区区一个玄阶宗门，也敢对我天玄宗弟子出手，哼！这件事情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孙林眼中迸发出杀意。很快，林渊飞到一处山脉深处，一个山洞口映入眼前。按照地图指示，机缘就在山洞中。毒母命令数只虚空飞虫潜入山洞，侦查一下里面的情况。林渊立即吩咐道：机缘之处往往伴随着危险，他自然要小心一些。是，主人。随后5只虚空飞虫潜入了山洞之中，每一只飞虫相当于一个监控，他们所见的画面映入毒母的脑海中。只见在山洞的最深处有一口灵池，灵池中央常有一株3种颜色的莲花，更是有一只体型偌大的蜥蜴趴在灵池旁呼呼大睡。他仿佛感应到了什么，慵懒地睁开恐怖的双目。巨大蜥蜴自然发现了虚空飞虫，不过
对于这些卑微弱小的虫子，完全没有放在眼里，继续闭上眼睛，呼呼大睡。主人有发现，立马沉睡一头超凡4阶巅峰的蜥蜴妖兽。毒母的传音响起，4阶巅峰妖兽。林渊大吃一惊，心中庆幸，还好自己没有莽撞的闯入，这可是堪比自己师尊毒恶老祖的恐怖存在。除了4阶蜥蜴之外，洞内还有什么？林渊想要清楚里面的机缘到底是什么。毒母意念一动，毒气凝聚而成一株莲花，悬浮在半空中，竟然是3彩灵莲，7阶灵药。来清玄秘境之前，林渊早就熟读了天才地宝大全宝剑，所有前来清玄秘境的弟子都会强制学习。好在修炼者的记忆力远超凡人，很快就认全了。不对，区区一株7阶灵药，这份机缘值不了170运点。林渊眉头轻皱，7阶灵药虽然珍贵无比，但是根本不值得自己花费170运点。看来这山洞之中还有其他机缘。林渊继续吩咐道：“继续侦查，这山洞内还有什么东西？”不久后，毒母再次传音：“主人有新的发现，3彩灵莲的莲心中似乎藏有一枚丹药。丹药？难道这就是机缘？这丹药是清玄丹皇所炼制，只是数十万年过去了，药力还能够保存？”林渊心头顿时出现了无数疑问。毒母，将丹药投影给我看一看。毒母立即将丹药的模样凝聚而成，给林渊看。这竟然有12道丹纹，上品天丹。林渊整个人震惊在原地，久久无法回过神来。丹药的等级极其好分辨，下品黄丹1道丹纹，中品黄丹2道丹纹，12道丹纹刚好对应上品天丹。这种品质的丹药，恐怕就算圣人也会眼红起来，疯狂争夺。清玄丹皇当年可是差点成为丹圣的存在，在清玄秘境中有天丹存在，自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愧是花费了170运点的机缘，数十年过去了，这枚天丹依旧保持药性，恐怕是这3彩灵莲的作用。这份机缘绝不能够失去。林渊心头开始盘算如何夺取上品天丹。他有种预感，这枚天丹能够大大提升实力。以我的实力，正面硬刚肯定没有任何希望。不过我的目的是夺走天丹，而非斩杀那头蜥蜴。林渊心里不断思考盘算，最终想出了一条可行之计。毒母，待会你命令王虫进攻那头蜥蜴，用命去尽量拖住它。王虫陨落道：“无所谓，反正只要有资源，便可以再次孕育出来。只要毒母不陨落，不管是王虫还是战虫、飞虫，都可以重新孕育，完全可以牺牲。只要给我争取到一点点时间，我便可以快速靠近，将上品天丹收走，然后使用虚空飞梭的虚空穿梭能力，快速逃到数10公里外。到时候这头蜥蜴反应过来，也追不上我了。”林渊的脑海中反复演练了一番，感觉此计可行。是，主人。毒母已经将命令传达给了2只王虫，随时可以准备行动。林渊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下达了命令，开始行动。天机玉佩可以隐藏气息。林渊静悄悄地潜入了山洞，很快来到了深处。只见一头身长超过3丈的巨大蜥蜴趴在灵池旁呼呼大睡，嘴巴里不断有恶心的粘液流出来。林渊的目标死死盯向灵池中的那株3色灵莲，莲心中温养一枚金光灿灿的丹药，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也感知到了天丹恐怖的药力。我竟然感觉到精神力量在增加，这枚天丹难道是增强灵魂的？林渊心头无比震惊，更加渴望得到这枚天丹了。灵魂力量增强，虚空毒母、冰火双蛇的实力便可以继续提升。立即吩咐道：“毒母，开始行动。”2头超凡2阶的王虫凭空出现，然后释放出毒液，朝着三嫂攻击而去。好，三嫂彻底醒了过来。虽然2只王虫的攻击对于他造不成什么伤害，但是侮辱性极强。他愤怒地嘶吼起来，见仇恨值吸引成功，2头王虫立即将速度爆发到最快，然后拼命冲着洞外飞去。面对2只爬虫的挑衅，三嫂怎么可能让他们轻易逃走？化为一道流光追了上去。好机会！林渊不敢浪费一丁点的时间，脚踏虚空飞梭，将速度爆发到极致，冲向了3色灵莲。他刚飞到3色灵莲旁，这个时候三嫂已经追上了王虫，一个照面就将他们给秒杀。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一只蝼蚁居然想偷到自己的宝物，强大的威势如同海啸一般朝着林渊涌来。瞬间林渊的脸色就变得煞白起来，他甚至感觉这头4阶蜥蜴给自己带来的压迫感比毒恶老祖还要恐怖。收！林渊不敢有丝毫迟疑，立马将3色灵莲连同那枚天丹收进了空间戒指。嗷吼！看着卑贱的人类居然盗走了自己的宝物，三嫂愤怒地大吼起来，隔着很远的距离遥控一击攻击向林渊。九阳天罡！林渊立马施展出了九阳神功中的护体秘法，并且虚空飞梭的防护罩也开启，双重保护。扑哧！虽然隔着很远距离威力衰减，但是三嫂的实力太恐怖了，双重保护依然碎裂。林渊顿感气血翻涌，一口鲜血喷出。不过他现在已经启动虚空穿梭，嗖，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嗷吼！整个山洞都在剧烈震动，三嫂完全发疯了，愤怒的吼声直接传到了数十里之外。数10公里外，林渊再次喷出一口气，这头三嫂的实力太可怕了，
差点就死在他的手中，还好得到了天丹。林渊赶紧找了一个隐蔽之地，然后让毒母监视附近的一举一动。林渊先是拿出一株血灵草，开始炼化，很快身上的伤势便痊愈了。这时候他取出了那枚拼命获得的上品天丹，天丹一出，顿时林渊感到灵魂开始升华，自己的精神力不断增强，果然是增强林渊的天丹，和传说中记载的天魂丹一样，没有丝毫的迟疑。林渊开始炼化天魂丹，天丹药力恐怖，普通退凡境难以承受其药力。好在林渊拥有绝世仙体，承受力极强，并且因为穿越的原因，灵魂异变，完全能够承受天丹的恐怖药力。林渊不断的感觉到灵魂在蜕变，精神力在猛长。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天魂丹终于被完全炼化。此刻林渊的灵魂力量得到了暴增，达到了天人境巅峰层次。一枚天魂丹居然让我进步如此之大，林渊心情大好的笑了起来。这100气运点花的实在是太值了。谢烟、离、落红，终于有对付你们的实力了。灵魂力量突破到天人层次，意味着毒母便可以突破到超凡3阶。超凡3阶的虚空毒母可是一次巨大的蜕变，如同凡人蜕变成仙一般巨大。因为虚空战虫的实力最高也要低于毒母实力2个大境界。毒母如今只是超凡2阶，只能够孕育出退凡9阶的虚空战虫。退凡和超凡之间天渊之别，差距无比巨大。一个超凡完全可以碾压一群退凡，这就是为什么林渊没有选择制造虚空战虫原因。而毒母一旦晋级到了超凡3阶，便可以孕育出超凡1阶的虚空战虫，这是一次跨越天堑的进步，而且能够培养的数量提升到300，意味着林渊最多可以制造出300个超凡1阶的虚空战虫。如此庞大的数量，就算耗也会耗死天象境强者，完全可以横扫整个清玄秘境。所以林渊此时心情才会如此大爽。林渊取出了大量毒液，在进入清玄秘境前，他自然在空间戒指中存储了不少毒液，以备不时之需。不过这些毒液也只能够让虚空毒母晋级到超凡3阶。随着大量毒液的吸入，虚空毒母成功晋级，体型壮大了不少，他的精神力量也得到了暴增。这清玄秘境很大，也有不少有毒灵草植物，完全可以提取出毒液。毒母立即将虚空飞虫孕育到最大数量，然后派遣他们前去采集毒液。林渊吩咐道，相比较采集灵药，采集毒液才是虚空飞虫最擅长的东西，毕竟虚空一族的发展是依靠毒液。是，主人。孕育虚空飞虫的消耗极少，因此很快就孕育出了100只，加上先前的200只，此时足足300只。300只虚空飞虫如同蝗虫过境，开始疯狂地扫荡有毒的灵草植物，监视的几只除外，然后将毒液送回母巢。林渊吩咐毒母优先孵化出2大王虫，然后再培养虚空战虫，等自己的虚空大军一成，便可以横扫清玄秘境。这虚空毒母虽然只是超凡9阶血脉，但是能力实在是太变态了。这上古虫卵到底是何来历？能够孕育出虚空毒母这等变态毒物的地方肯定不简单。林渊心中暗道，他脚踏虚空飞梭，也加入了寻找毒液之中。很快1天的时间过去，林渊收集了不少高级灵药和毒液，然后用这些毒液将冰火双蛇晋级到了超凡3阶。至于血煞蜈蚣和石骨飞虫，因为没有猎杀到高于他们等级的毒物，让他们血脉进化，只能够继续停留在超凡1级。等回去之后，倒是可以去万毒谷深处猎杀几头高等级的毒物，让他们血脉进化。好炽热的气息，是灵药，药力气息居然比7阶3色灵莲还要强大，难道是8阶灵药？林渊心头狂震，8阶灵药就算是天阶宗门都要眼红的存在。7阶灵药开始数量狂跌，因此7阶以上的灵药在市场上价值非凡，只会出现在拍卖会上。嗖，林渊运转真气，虚空飞梭得到加速，化作一道流光冲了过去。越是靠近，他体内的9阳仙体越是震动起来，好似无比兴奋的样子。这是第一次感知到自己体内的绝世仙体兴奋激动起来。很快，一棵参天巨树映入眼前，它通天火红，古朴苍劲，有无尽赤霞蒸腾，每一片都如同燃烧的火焰。古树上有10几枚赤红的灵果，散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这可是7阶灵树，天阳灵树。林渊震惊道，灵树的价值可比同级灵草珍贵太多了，毕竟一棵灵树可以结很多枚灵果出来，而且灵树本身还有价值，所以7阶灵树散发出来的灵力波动比8阶灵药还要强大。我的9阳仙体好像很渴望吸收上面的灵果，难道吸收这些至阳的天材地宝能够开发9阳仙体？林渊没有丝毫犹豫，冲向了天阳灵树。轰轰轰！当刚刚靠近，便有无数股太阳之力向着林渊袭击而来，炽热的气浪让空气都要燃烧了起来。强大的力量，恐怕就连天象境修士瞬间都会灰飞烟灭。这时候，林渊体内的9阳仙体暴动，整个身子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一股股太阳之力直接被9阳仙体吸收。我居然没有事，还吸收了天阳灵树的攻击。林渊大喜不已，很快将天阳灵果全部采摘，总共15枚，都是成熟的7阶灵果，蕴含着浓郁的至阳灵力。林渊的目光
再次打量向了这棵参天巨树。虽然灵果已经被摘走，但这天阳灵树烧制成的木炭可是难得的炼丹，炼起柴火价值昂贵。天焰剑出现在了手中，林渊催动全力，直接砍了上去。很快，整棵参天巨木就被他砍成了一排排整齐的木柴。这时候，他的空间戒指已经几乎要塞满了，因此只有取天阳灵树的精华部位带走，并且得到了一块木质精华，融入天焰剑中，必定能够大大增强其威能。这是天阳灵树上最值钱的东西，砍伐7阶灵树来作为木柴，简直是暴殄天物。不过，这清玄秘境林渊没有机会再进来了，才不管什么是暴殄天物。这一次收获巨大啊！我能够感觉到，吸收了这些天阳灵果之后，九阳仙体便距离出城境界不远了。林渊兴奋道：仙体一旦出城，便能够真正爆发出作为绝世仙体的恐怖威能。越级战斗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这可是超越灵体、圣体、地体的存在。林渊还带着了一大堆树叶，这些树叶将来可以搭配一些至阳灵药，炼制出至阳丹药，帮助自己淬炼九阳仙体，突破境界，开发潜力。300只虚空飞虫的采集效率极高，加上清玄秘境中天材地宝遍地都是，因此很快就收集了大量毒液。毒母，现在的毒液能够制造出多少虚空战虫？林渊询问道。主人，大约100只虚空战虫。毒母回答道。2只超凡3阶的王虫已经在培养中。林渊点了点头，100只足够了。他需要虚空飞虫帮助自己侦查气运者的下落以及收集资源，大概需要多少天全部孕育出来？林渊问道。按照正常时间需要10来天。毒母传音道。虚空战虫战力强大，培养需要的资源和时间远超虚空飞虫。林渊眉头一皱，这么久？清玄秘境还有5天就要关闭了。毒母道。主人，有些灵药我吸收之后能够大大加快孕育速度。闻言，林渊眼睛一亮，你需要什么灵药便自行拿取。随后，一株株高级灵药被毒母吞噬，化为精纯的能量，注入体内的一枚枚虫茧之中。得到了这些能量的补给，虫茧开始疯狂的成长。不多久，一枚枚虫茧破茧而出，一只只如同螳螂一样战虫飞了出来。它们的体型远超飞虫，有牛一样巨大，前肢化为双刀，刀刃上淬有剧毒，个个都拥有超凡1阶的战斗力，足足100只超凡1阶战力啊！还有4只超凡3阶战力的本命毒虫，横扫秘境，唯吾独尊。林渊意气风发，豪情万丈，这样的战力足可以覆灭一个普通玄阶宗门。谢烟、离、落红、古清晨，他已经不再惧怕，自己将成为他们的梦魇。轰轰轰！在2大王虫的带领下，100只战虫整齐的排列，形成一个庞大的方阵，如同一支等待检阅的精锐部队。2只超凡3阶，100只超凡1阶，这是何其恐怖强大的阵容，足可以称霸一郡，横推一城，看得林渊热血沸腾起来。果然，统领一支大军是所有男人的梦想。有着这支大军，林渊感觉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了。全军出击，该我们大展拳脚了。林渊立即让毒母将天玄宗弟子的下落告诉自己，猎杀气运者时刻正式开始。嗖！林渊踏上虚空飞梭，向着天玄宗弟子飞去。该死，没有找到那人。孙林拳头紧握，有些愤怒道：找了2天，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发现。不过知道他是3绝魔宗的人，出去之后再找他算账。天玄宗作为天玄州的第一霸主，平日行事霸道无比，被人袭杀，吃了亏，自然不可能轻易算了。这本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作为强势的一方吃亏，自然不可能善罢甘休，否则今后别人还如何畏惧他们？大师兄，你快看，那是什么？突然，萧金宇指着不远处的一团光芒说道。那团光芒极其诡异，形成一道赤白相间的异象，悬浮在半空中。异象生成，天啊，这至少是7阶以上的灵药。萧师弟果然是有大运的人，这2天我们能找到不少高级灵药，全也是依仗萧师弟的功劳。孙林大喜道。没有遇上萧金宇时，他一株高级灵药都没有发现。是啊，萧师弟是有大运的人。另外3个天玄宗的弟子笑着附和道。这一次清玄秘境，他们算是大有所获。走，我们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灵药能够显化出如此异象。5人飞身前往，只见在2条河的交汇处生长有一株光芒璀璨的玄参。这2条河极其诡异，一条河水中有浮冰，冰冷刺骨，自一座雪山上流下来；一条河水热气沸腾，滚烫不已，自一座火山上流下来。这是阴阳交汇之处，竟然生长出了罕见的8阶灵药阴阳玄参。2条河的交界处刚好形成了阴阳交汇之地，孕育出极其罕见珍贵异常的8阶灵药阴阳玄参。哈哈哈，我们发财了！这阴阳玄参可助人修炼，价值昂贵，远超我们之前获得的灵药。天玄宗的5人都兴奋的哈哈大笑了起来。阴阳玄参生长在阴阳地脉交汇处，根须一半灼热一半冰寒，可调和阴阳，助人修炼。服用之后，若是男女一同修炼，达到阴阳最佳平衡状态，药力效果将发挥到最大，也是炼制天丹阴阳玄丹的主要之一。不错，你们的人还怪好的，居然帮我找到了珍贵的阴阳玄参。这时候，一道不合时宜的笑声响起，只见一位头戴青铜面具的神秘人
脚踏虚空飞梭前来，悬停半空，俯视五人。青铜面具人，好大的狗胆！你居然还敢自动送上门来！孙林五人齐齐看向了林渊，随即发出冷笑声音，特别是萧金宇，满脸的杀意。他可是差点就死了，就你们5个废物，难道我还怕你们不成？林渊嘴角微扬，轻蔑的一笑。我知道你有一只超凡2阶巅峰的本命毒物，可是我们这里有1位天人境修为，3位无惧境修士，1位飞天境修士，大言不惭，你拿什么来对抗我们？孙林傲然地说道，动动手指就可以捏死对方。今日你将会因为自己的自大而丢掉性命。嗖嗖嗖！5人同时出手，将林渊包围了起来，防止他再次逃跑。林渊咧嘴一笑，淡淡开口：是谁说我只有一头超凡2阶的本命毒物？哼！孙林冷笑一声，毒修只能够炼化1只本命毒物，根本不可能炼化出第2只，你少在那里虚张声势。再说区区3绝魔宗而已，也根本没有放在眼里。他不相信3绝魔宗中还有弟子能够击败自己，自己可是天玄州第1天才，年轻1辈，唯一的天人境修士，那些毒修不过是废物而已。今日便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本命毒物有多少，都出来吧！林渊大声呼喊道，好好招待我们的客人。轰轰轰！随即冰火双蛇、2大王虫、血煞蜈蚣、10股飞虫，还有100只虚空战虫，全部出现在了半空中。遮天蔽日，威势惊天。什么？这3头超凡3阶的毒物，超过100只超凡1阶的毒物，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啊？看见这一幕，孙林他们5人皆被吓得脸色苍白，感到无比的心惊肉跳，恐惧到了极点。快跑！没有丝毫犹豫，5人便疯狂逃窜。妈的，3个超凡3阶，102个超凡1阶，太他妈欺负人了！不要脸！与刚刚的傲然得意相比，此刻他们5人狼狈到了极点。此刻他们恨不得再生2条腿出来，跑得更快。100多位超凡毒物 ，TM 谁能够对付得了啊？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胎？杀！林渊声音森然地下达了命令。黑云压城，毒物大军齐齐出动，整片大地都震动了起来。不要杀我！啊呀呀！很快玄天宗的5人便发出了惨叫，就算天人境的孙林也是浑身血肉模糊，凄惨至极。3头超凡3阶的毒物同时围杀他，他根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很快玄天宗弟子便倒在了血泊中。林渊手持天焰剑，亲自斩杀了萧金宇。2天前还让自己仓皇逃走的玄天宗弟子，如今自己弹指全杀，当挂逼就算爽。定！恭喜宿主斩杀小气运者，获得300气运点，小气运宝箱1个，气运点已经有600了。林渊露出了笑容，随即吩咐系统打开气运宝箱。定！恭喜宿主打开小气运宝箱，获得星辰戒。什么？居然是一枚空间戒指！星辰戒顾名思义，内含的空间面积可以装下星辰，巨大无比，远远超过自己的3枚空间戒指总和。这一次真的不再发愁空间不够用了，很多宝贝就不用无奈放弃。林渊兴奋不已，这系统太懂事了，知道自己缺什么就立马来什么，必须给一个5星好评。随后林渊开始打扫战场，清理战利品，又从5人的手中获得了大量灵药和灵石。不愧是小气运者，居然获得了不少高级灵药。果然杀这些气运者不仅能够获得气运点和宝箱，还能够有其他大收获。林渊将全部战利品收入了星辰戒中，然后飞向了2条河水的交汇处，并没有发现守护灵兽。林渊成功摘取了这株8阶灵药。这时候林渊发现脚下有不少赤白相间的鱼，没有想到这阴阳交汇处居然还有不少阴阳灵鱼，又是意外收获。林渊没有客气，命令战虫出手捕杀阴阳灵鱼，然后全部装入星界中。空间大就是任性，以后和气运女双修的时候可以吃1条阴阳灵鱼，修炼效果达到最佳。林渊开始继续搜寻灵药和气运者，突然感知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看来附近有人战斗，这气息好像是苏师姐。林渊脸色微变，连忙冲了过去。苏里妹可是自己的永恒韭菜，可不能够出事啊！苏里妹，你这个妖女，敢杀我九灵殿弟子，今日定要将你斩杀于此。九灵殿2位无惧境、3位飞天境的弟子将苏里妹团团围了起来。苏里妹一袭粉白长裙，风华绝代，倾国倾城，高挑婀娜的仙姿悬立在半空中，一世独立，脸上没有任何的惧色。只允许你九灵殿弟子抢夺我的宝物，不允许我杀入，未免太霸道一些了吧？苏里妹声音冷淡地说道。这时候九灵殿为首的弟子吴天冷笑一声，你的宝物能够被我们九灵殿看中，算你3世修来的福气，还敢反抗，便有取死之道。在天玄州，他九灵殿看中的东西不就是随便抢夺吗？那我就送你们一起送来，路上还有伴。苏里妹清冷的声音响起，紫电阴雷，轰隆隆，整个虚空布满了紫黑色的电芒，电芒凝聚出数道雷龙，散发出恐怖无比的威势，一起围杀他。吴天大吼一声，5位九灵殿弟子一同杀向了苏里妹。苏里妹袖手一挥，雷龙狂啸，震破虚空，冲杀了出去。轰轰轰！强大的雷龙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恐怖威能，杀上来的九灵殿弟子纷纷被逼退，他们一个个脸上露出无比震惊之色，居然被震退了，
这苏黎妹到底是什么妖孽？实力竟然如此之强大！可恶！摆阵，摆阵！一定要杀了他！极其尖锐的声音大喊道。九灵殿的5位弟子再次进攻，这一次他们组成了9灵伏魔大阵，联手杀向苏黎妹。苏黎妹伸出玉手，凝聚出雷霆长弓，以万千紫雷凝聚为剑矢，她的背后更是浮现出一道惊人的雷神法相。轰！一箭射出，紫电剑矢撕裂虚空，以无上威能镇压一切。扑哧扑哧，九灵殿的弟子纷纷喷出一口鲜血，倒飞在了地上，一个个脸色惨白，眼神惊恐。天啊，这苏黎妹到底是什么变态？以1敌5，居然轻松碾压了他们。师姐的实力竟然如此可怕，林渊也是无比震惊。他早就感到，看见苏黎妹能够应付，便没有着急出手。师姐修炼的这一身紫电阴雷，好霸道，好强大，应该是她在大机缘中修得的。面对这紫电阴雷，连他都感到一阵心惊胆战，来历绝对不简单。苏黎妹，算你厉害，今日就此作罢，以后有机会定要报今日之仇。吴天吼道，然后带着九灵殿的弟子想要逃走，心知不是苏黎妹的对手，再留在这里，怕是小命都要丢掉。还想跑吗？苏黎妹粉白衣裙飘动，脚踏紫电，光芒万丈，宛如神女降尘。只见她的手中心中出现一个紫黑色的葫芦，周身有狂暴的雷电环绕，威势极其慑人。轰隆隆，葫芦刚祭出，就在上空凝聚一团雷云，有雷霆炸响。灵宝，灵宝，竟然是灵宝！苏黎妹，你怎么可能掌握一件灵宝？九灵殿的弟子们吓得脸色苍白起来，然后开始分散逃跑。阴雷电刀出，数以百计的黑色电刀从葫芦中飞了出来，然后袭杀向了四处逃窜的九灵殿弟子。扑哧扑哧，苏黎妹，你该死，该杀我们！九灵殿是不会放过你的。阴雷电刀穿过，九灵殿弟子发出了怨毒的咒骂声，随后一个个倒在了血泊之中，瞪大眼睛，死不瞑目。这时候，吴天的手中出现了一道符咒，化为一道金光，将大部分阴雷电刀挡下。扑哧，还是受了伤，不过已经逃到了安全距离。该死的苏黎妹，你等着，我九灵殿定要血债血偿！吴天愤怒地吼道。苏黎妹凌厉虚空，秀眉微蹙，居然逃走了一个，顿时心慌起来。毕竟九灵殿可不是他能够对付的存在，绝不能留下活口。林渊脸色一寒，本来不打算现身的他，只能够被迫出手，夺命13针齐出，射向了已经重伤逃走的吴天。吴天突然感到背后一阵阴风袭来，浑身颤栗，转头一看，顿时瞳孔紧缩，露出恐惧，但根本来不及反抗。扑哧扑哧，夺命13针便穿透了他的身子。不，在不甘的一声大吼后，便倒在了血泊中。有人帮忙解决了吴天。苏黎妹化作一阵香风飞了过去。你是说？看着戴着青铜面具的神秘人，苏黎妹问道。路过之人不用言谢。林渊准备离开。林师弟，看见师姐我就想要这样离开了。苏黎妹突然开口道。林渊身子直接愣在了原地，这女人怎么认出自己了？师姐，别来无恙。林渊笑着揭下了面具，心里很纳闷，这女人怎么认出自己的？林师弟，果然是你。看着来人，苏黎妹松了一口气，随即也露出了一个笑容。虽然吴天已经重伤，但你能够杀得了他，实力不简单啊！看来大家都小瞧了你。苏黎妹有些意外道，死死盯着林渊，想要将其看透。他不过是一个退凡修士而已，怎么能够杀了无惧境修士？林渊笑道：师姐，我到底有多厉害？难道你不知道吗？以前倒是没有发现，原来你是个登徒子。苏黎妹脸蛋微红，看着脸蛋羞红的师姐，煞是好看。这还是第一次看见她如此娇羞怜人的模样。林渊忍不住打趣道：师姐，没有想到你还会害羞，强迫我的时候可不见得你羞涩。这让苏黎妹羞得五指紧抓，微微埋头，不敢直视林渊。师弟，跟我走，带你去一处机缘之地。苏黎妹赶紧岔开了话题。以前将林渊只当作炉鼎，一心修炼，倒是不会有什么羞涩。自从对他越来越有好感之后，就忍不住害羞起来。林渊点了点头，也没有拒绝。师姐可是小气运者，既然说是机缘，肯定不简单。走吧。苏黎妹直接将林渊拉入了自己的怀中，然后抱着他腾空飞起，一双玉足脚踏粉红长绫，御空而行。林渊只是退凡境，自然不能够御空飞行。苏黎妹不知道他有虚空飞索，于是才带着林渊一起飞行，感受到那一团柔软。林渊没有抗拒，闭目享受着温柔乡。对了，师姐，我都戴上了面具，你如何认出我的？林渊郁闷地开口问道。很简单，你的气息对我有致命诱惑。刚刚第一眼我并没有认出你，不过很快我身子有了那种反应，就知道是你了。苏黎妹有些不好意，声音越来越小。原来这样啊。林渊苦笑一声，自己这魅力也太大了吧，光看见自己就有了反应。很快，苏黎妹带着林渊来到了一处巨大的湖泊前。这湖泊下有一座上古府邸，本来早就可以下去探索，被九灵殿弟子追杀，耽误了时间。得到机缘的时间毕竟很短，苏黎妹不可能参悟。在清玄秘境中，她收获了不少灵药，凭借灵药参悟了紫电阴雷，实力大增。好了，我们一起下去吧，倒是要看看这上古府邸中
有什么好宝贝？苏里妹拉着林渊的手，直接遁入了湖泊中。刚入湖泊，就有大量怪鱼张开鱼嘴，露出锋利的牙齿袭击而来。在他们眼中，两人便是美食，都疯狂了起来。哼！苏里妹冷笑一声，浑身电光乍现，无尽闪电涌向了怪鱼，噼里啪啦。很快，湖泊里便传来鱼肉烧焦的气味，一大片怪鱼殒命，剩下的惊慌失措，连忙逃遁。很快，一座古老的府邸矗立在湖底，府邸的上面写有“玲珑府”3个大字。因为常年浸泡在湖底，表面上已经被腐蚀，被大量水藤之类的水生植物缠绕。苏里妹的手中出现了一块令牌，令牌之中顿时爆发出一道光芒，那扇腐蚀的青铜大门缓缓开启，一道光照阻挡了湖水的涌入。师弟，我们进去吧，这应该是一位上古前辈的府邸，里面可能有厉害的传承。苏里妹说道，能够将机缘分享给林渊，证明他至少将其当成了自己的男人，而不是单单只是炉鼎男奴，不然这样的机缘怎么可能随便告诉别人？好，林渊点了点头，按照他谨慎的性格，如果一个人前来，肯定会先让飞虫进去侦查一番。不过如今他实力大增，就算遇上什么危险也不怕。两人进入了府邸，然后往里面深入。嘶嘶，阴暗的大殿之中，不时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什么声音？两人瞬间警惕了起来，做好了战斗准备。只见无数条通体乌黑的妖蛇朝着两人涌来。这上古府邸之中，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妖蛇？两人都大吃一惊，没有想到这关闭了数十万年的上古府邸中，居然有如此多条超凡级的妖蛇。黑蛇们看见林渊两人，一个个兴奋的双眸冒着绿光。多少年了，他们终于见到了外来的生物，一定要饱餐一顿。噗噗！黑蛇们张开嘴巴，喷射出一团团黑色的毒液，袭击向两人。紫电阴雷！苏里妹大喝道，一道雷电护盾将两人笼罩其中，挡住了毒液的袭击。毒液落在地上，瞬间腐蚀地面，形成一个深坑。好恐怖的毒素，一旦入体，性命难保。苏里妹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起来。虽然这些黑蛇的实力不强，只有超凡一阶，但是数量巨多，足足有30-40条。一群畜生也想要伤害我们，找死！苏里妹发怒了，轰隆隆，雷电狂啸，化为万千雷龙，将这群黑蛇震退。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靠近两人的身子。嗷吼！这时候，一头体型更加壮硕的黑色目露凶光冲了出来，他便是这群黑蛇的蛇王，身边跟着4只蛇将。见蛇群还没有拿下两人，便准备亲自出手，竟然出现了异变的超凡3阶蛇王，这下彻底完蛋了。苏里妹的脸色顿时露出了绝望之色。蛇王身边的4条蛇也有超凡2阶的实力，他做梦都想不到府邸中会有一个妖蛇族群。师弟，是我害了你，看来我们今日要陨落于此。苏里妹一脸愧疚道，若不是自己带林渊前来，她也不会有生命危险。师姐，让我来吧。林渊将苏里妹护在身后，他知道想要两人活命，只能够暴露自己的真实实力了。出来吧！轰轰轰轰！3头超凡3阶的毒物，100头超凡1阶的大军，密密麻麻布满了整个大殿的上空。啊！看见这一幕，苏里妹直接傻眼了。3个超凡3阶，100个超凡1阶，师弟，这是你的本命毒物？苏里妹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渊，这样的实力，怕是可以横扫万毒峰了吧？师弟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本命毒物？不错，师姐，都是我的本命毒物。其实我只有4个本命毒物，其中1个本命毒物能够像母蚁一样繁殖，所以我才有了这么多本命毒物。林渊解释道，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看来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你的对手。苏里妹苦笑了一声，开玩笑，她怎么可能是这一支毒物大军的对手？至于为什么师弟会有超凡3阶的本命毒物，她也懂事，没有多问，毕竟是师弟的秘密，真要深究下去，恐怕不妥。扑哧扑哧，战争是一边倒，很快黑蛇就被全部屠杀。林渊也只损失了10来只虚空飞虫，很快就让毒母孕育战虫补充完毕。主人，这些黑蛇体内蕴含大量毒液，可以将它们采集吸收。毒母的声音响起。林渊点了点头，而且靠蛇王的本命毒液可以让血煞蜈蚣进化到超凡3阶，蚀骨飞虫也能够进化到超凡2阶。光这些黑蛇就让林渊收获巨大，打扫战场的活交给了毒母。林渊和苏里妹继续探索上古府邸。师弟，我说过了，只要你能够打败我，今后我便是你的人，随后如何处置？苏里妹突然开口说道。嘿嘿，真的吗？林渊兴奋了起来，作为男人，这一刻终于站起来了。主人，让奴家来好好伺候你。说罢，苏里妹直接强行扑了上去。师姐，我们还要探索府邸。林渊连忙说道。苏里妹喘着粗气，双目含春，先修炼，待会再探索。主人，这种情况下，林渊显然不能够再忍，修炼了一会儿便结束了，毕竟还要探索府邸，留在清玄秘境的时间是有限，可不能够浪费。林渊也收获17运点，总气运点达到610时。苏里妹穿好了衣裙，脸蛋微微泛红，她没有想到自己刚刚如此大胆，10天没有和林渊接触了，体内积攒了大量情绪，她的体质又对自己有着致命诱惑力，刚刚是一个没有忍住，
就直接强行。师姐，把你伺候舒服了，现在可以探索府邸了吧？林渊也穿戴好衣物，轻轻笑道。刚刚两人并没有运转阴阳长生法修炼，纯粹的享受。果然还是享受型比修炼型更舒服，毕竟两种方式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苏里妹娇羞地轻点轻手。自从她发现自己对林渊有了好感之后，变得也很容易害羞起来。毕竟一个是工具人卢鼎，一个是自己喜欢的人，相处的时候感觉自然不会一样。苏里妹虽然是阴阳峰弟子，但也还算一个纯情女子，毕竟她的卢鼎就林渊一个，并没有和其他弟子一样都已经可以塞下一个西瓜。师姐，我已经让战虫排查了整个府邸，确定没有危险。经历了黑蛇的事情，林渊自然变得谨慎起来，不可能再莽撞了。师弟真是好运，得到了一只母虫，能够制造一支大军出来。苏里妹看向林渊，露出羡慕之色。两人来到一个房间前来，上面书写有丹库二字。师弟，我们进去看看。苏里妹开口道。两人推开了丹库门，走了进去。本来丹库外有阵法守护，不过数十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修缮，自然导致阵法年久失修，完全失效了。那群黑蛇仿佛受到了什么禁锢一样，活动范围只能够在那处大殿，不然丹库中的丹药早就被他们糟蹋了。轻松推开了丹库门，映入眼前有大量晶莹剔透的玉瓶，密密麻麻，数之不尽，整整齐齐地放置在架子上。玉瓶之中放置的便是各种丹药，其中以黄丹和玄丹最多，地丹只有5个瓶子，并没有天丹存放。这应该就是当年清玄丹皇存放丹药的宝库吧？天丹珍贵无比，肯定贴身放置，丹库中自然没有。师弟，我们发财了，这里居然有如此多丹药。苏里妹激动到了极点。要知道，在三绝魔宗，哪怕一枚黄丹都是极其珍贵的存在，在这里黄丹上1000瓶，玄丹有200多瓶，地丹也有5瓶，总价值恐怕卖了整个三绝魔宗都比不上。林渊也是小小的激动了一番，谁发财了不高兴啊？苏里妹打开了一个玉瓶，查看里面丹药的情况，毕竟如此漫长的时间，难保丹药没有失效，到时候真是空欢喜一场。5枚金灿灿丹药倒入了他的手掌心，然后放到鼻前嗅了嗅。存放这些丹药的玉瓶很特殊，如此漫长的时间还保留了其大半药力。苏里妹喜道，总算不是空欢喜一场，数十万年太漫长了，如果没有玉瓶的保护，这些丹药肯定全部失去了药性。当然这些丹药价值肯定大打折扣，比如上品黄丹的价值现在只能够和完好的中品黄丹相比，就算如此，在数量如此庞大的前提下，也是收获巨大。丹药可是非常昂贵的，在外界一枚下品黄丹的价值也要达到上千颗灵石，而且也是有价无市，数量稀少，只有普通的凡丹才烂大街，到处可见。师弟，这些丹药我们平分了，你可有意见？苏里妹开口道。一切听师姐的。林渊点了点头。那些黑蛇是你解决的，5瓶的丹你分3瓶。林渊没有拒绝。最后两人将丹库的丹药全部给瓜分了，然后继续在丹库中搜寻有没有遗留的宝物。这是什么？林渊发现置放丹药的架子上有一本书籍，上面积满了厚厚一层灰。他们擦拭了上面的灰尘，顿时露出4个字：炼丹笔札。师姐，这有一本炼丹师留下的炼丹心得，我就拿走了。林渊开口说道。毕竟一起来寻宝的，说一声最好。师弟，你打算成为炼丹师？在不远处继续搜寻东西的苏里妹转头看向林渊，好奇地问道。我偶然发现对炼丹还有些天赋，打算试一试。林渊点了点头。清玄秘境中自己采集了大量灵药，直接服用炼化太浪费了，不能够完全发挥出它们的药性，因此林渊打算成为炼丹师，将灵药炼制成丹药服用。至于有没有炼丹天赋并不重要，只要有气运点，成为丹帝也不是梦想。师弟，这居然有一个鼎！苏里妹突然惊喜道。元阳鼎，上面刻有3个大字，这应该是炼丹师的炼丹炉鼎。你既然想要学习炼丹，就送给你了。苏里妹将元阳鼎送到了面前。多谢师姐。林渊感谢道，然后收入了星辰剑。本来打算出去后去万宝阁买一个炼丹炉，现在不用麻烦了。两人继续探寻府邸，最后除了发现一个药池之外，并没有再发现什么，不过收获也很大。师弟，这药池中竟然还蕴含着大量灵力和药性，如果在里面修炼，修为必定提升，并且能够淬炼肉身，可不要浪费了。我们一起下去修炼吧。说完，苏里妹长裙轻轻落地，然后妩媚一笑，解下束缚的一块东西扔到了林渊的脸上，顿时一股香风席卷而来，沁人心脾。师弟，快下来啊，一起修炼。苏里妹娇笑道。修长笔直的美腿伸出水面，翘起来，如玉剔透的脚趾朝着林渊勾了勾，脚趾盖上纹饰有漂亮的花瓣。林渊刚想要下去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独母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了。主人，已经找到你重点嘱咐的谢烟离下落。闻言，林渊一震，找到了，心中狂喜不已。大气运者呀，这可是自己无比渴望拿下的人。以自己如今的实力，天象境的谢烟离对他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5个超凡3阶毒物，1个超凡2阶，
100个超凡1阶，这阵容碾死一个超凡4阶的天象境强者，简直不要太轻松了。师姐，你就在这里炼化药池中的药性，我去寻找天才地宝，还有4天就要离开秘境，可不能够浪费时间。林渊找了一个借口说道。去吧。虽然心头有些小失落，但是最终没有阻拦林渊。师姐，这块玉你拿着，你离开之后可感应我的位置，可前来寻找我。离开秘境之前将其摧毁，千万不要带出秘境。林渊嘱咐道。这东西自身是杀了天玄宗弟子得到，秘境如此之大，这些地阶宗门弟子还能够汇聚在一起，自然是靠了特殊手段感应。苏里妹也明白了什么，重点了点头。林渊随后离开了洞府，然后按照毒母的指引前去寻找谢烟离。杀一个中等气运者，给我带来1000气运点。若是杀了这个大气运者，能够给我多少气运点了？林渊心情激动，充满了期待。这一波应该能够突破退凡10阶，然后跨入超凡领域。更何况还能够得到大气运宝箱，绝对能够开出不凡的宝物。主人，谢烟离就在这火山中，火山内部有一处地底岩浆世界，他现在就在地底岩浆世界，似乎寻找着什么东西。毒母的声音响起。林渊点了点头，然后脚踏虚空飞梭，冲入了火山中。经过一段时间的下坠，林渊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火红的世界。巨大的地底世界中，滚烫的岩浆形成一条河流，在缓缓的流淌，偶尔溅起一个气泡，然后炸裂开来，如同璀璨的烟花。空气炽热无比，充满了狂暴的热浪。就算林渊体质不凡，也有热汗冒出，打湿衣襟。这就是岩浆世界，好壮观！林渊感叹道。也只有这一世界的修炼者敢踏入这样的地狱来。轰隆隆！突然，整个地底岩浆世界开始剧烈颤动起来，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传来，随后又听见如同天雷炸响一般的巨响。嗷吼！一道恐怖的兽吼声音，令人心神发颤。好可怕的战斗波动！过去看看。林渊将气息隐藏，然后飞了前去。只见一头类似于地球西方龙，长有一对肉翼，体型巨大的生物，正在和一道曼妙的仙姿战斗。正是大气运者谢烟离，超凡4阶巅峰的龙阳兽，同级妖兽之中战力顶尖的存在。这女人不过天象境初期，会不会有危险？林渊躲在暗中，眉头轻皱。他并不是圣母心泛滥，而是担心谢烟离被龙阳兽所杀，自己就没办法得到气运点。先静观其变，必要时刻再出手。林渊死死盯着战场，吩咐毒母随时准备战斗。炽热通红的上空，此时一人一兽爆发出惊世骇俗的战斗，两道光芒持续对碰，恐怖的能量波动让四周坚固无比的熔浆岩不断崩碎掉落。龙阳兽发出震天怒吼声，凝聚一道恐怖的火焰漩涡，攻击了出去。谢烟离一人一剑，银发如雪，一套白衣长裙包裹着修长绝美的仙躯。斩！他轻喝一声，斩出恐怖冰冷刺骨的剑芒，四周恐怖的高温世界居然被冰冻了一层。这一剑太可怕了，直接将龙阳兽劈退，发出痛苦的哀嚎声。这女人只是天象境初期，面对4阶巅峰的龙阳兽，居然不落下风，隐隐还占据上风，这战力太可怕了，不愧是大气运者。林渊震惊无比，他还是小瞧了谢烟离。毒母随时准备制造虚空战虫，如此恐怖的谢烟离让林渊感到心惊胆战，必须加强自己的战力。吸收了黑蛇的毒液之后，自己现在完全不缺资源，短时间内完全可以大量爆冰，耗死对手。轰隆隆！战斗了一会儿后，谢烟离的背后浮现出一尊冰晶神女法相，她的气息提升到了极点，看来她要使出大杀招，彻底解决龙阳兽。争！只见一道通天剑芒宛若从天而降，斩向了龙阳兽。嗷吼！龙阳兽发出无比痛苦的叫声，顿时鲜血狂涌。很显然，谢烟离的这一剑他并不是对手，这女人着实可怕。林渊也忍不住评价道，看来想要拿下谢烟离，自己得要下点血本才行了。感知到生命气息在疯狂流失，此时龙阳兽彻底暴怒了，就算自己要死，也不会让这个人类居然好过。他的身子开始快速长大，像是吹起的气球，一股无比恐怖的能量酝酿而起，这是要自爆了。林渊暗道，然后立马开启虚空飞梭的防护罩，九阳天罡也爆发出来。谢烟离整个人瞬间被冻结成了冰柱，将自己死死保护在里面。轰隆一声，整个地底世界岩石不断滚落，剧烈晃动起来。龙阳兽的自爆并没有伤害到两人，不过一团粉红色的气体顷刻间就笼罩了整个地底世界，这居然是吹琴的毒。林渊震惊道，顿感体内狂暴起来，像是要炸裂一样。不过很快这毒就被九阳仙体吸收了，恢复正常。此时那谢烟离倒在地上，雪白的肌肤此刻透出一片粉红，双目含春，眸子汪汪，脸颊肌肤上已经浮现出一层细细的汗珠。他极力地克制着，该死，居然是焰银毒！那龙阳兽根本不是为了自爆伤害，而是传播焰银毒。谢烟离俏脸羞红，极力控制自己不要发出奇怪的声音。寻常这类毒对拥有九阴煞体的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九阳煞体可是最顶级的圣体之一，可是焰银毒太霸道，他的九阴煞体都无法化解，况且他距离最近，吸入的量太多了，
此时身子还是变得狂热起来，像是要炸裂一样，不由褪去了雪白色的长裙，想要以此来减轻痛苦。难道我今日真要死在这里了？谢嫣离突然释然一笑，也许这样的结果最好，反正自己从出生开始便是一枚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而已。他不仅拥有最阴冷的九阴煞体，还是白虎命格，天克之命，从小被隐藏这种命格，家族准备将自己献给大黎皇帝，以自己白虎天克之命散去王朝气运，帮助家族拿下大黎王朝。拿下大黎王朝之后，恐怕自己也活不了多久，毕竟他是白虎煞星，天克之命，留下自己白鹿谢家也会被克，甚至导致全族尽灭。他不甘心当一枚棋子啊，只是为了父母，只能够忍受。也怪自己命运不好，天生的白虎命格，活下去只会克死身边人，死了就不用当棋子了。谢嫣离有种解脱的释然，微微一笑，我能够救你。这时候林渊冲了出去，这时谢嫣离惊讶地发现，不知道何时一个男子居然出现在了自己面前。你也看见了，我们都中了焰阴毒，这地方只有我们两人，只能够相互间解毒。这时候林渊改变主意了，一个大气运者如果能够成为自己长期的韭菜，那就真发达了。先前打算斩杀谢嫣离，是迫切想要系统升级，不想要浪费时间去慢慢攻略它。现在有机会直接攻略成功，自然打算尝试一下系统的规则，必须要对方心甘情愿才行。如果强行做那种事情，是没有任何奖励。当然，如果谢嫣离拒绝，他会毫不留情地杀了他。至于焰阴毒，早就被他的九阳仙体炼化，倒是不担心爆体而亡。男人，救我！谢嫣离双眸迷离，盯着林渊，嘴中不断喃喃念道。此时他已经处于狂暴的边缘，随时都可能失去理智。寻常天象修士在吸入了大量焰阴毒后，瞬间就会失去理智。谢嫣离能够撑如此久，完全是九阴煞体的功劳。不过他也快彻底沦陷了，我乃是天克之命，你若是夺了我的处子身，会没命的。谢嫣离还是咬牙道，这便是他悲惨的命运，这辈子住孤身。九阴煞体虽然赋予了他傲人的天赋，20来岁便修炼到了超凡4阶天象境，但是却让他一生注定都是凄凉命运。若有选择，他宁愿不要这顶级圣体。放心，我死不了，反而对我们双方都有。林渊开口道，惜命无比的他怎么可能轻易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他已经询问过系统，自己会不会有危险，若是有危险，毫不犹豫辣手摧花。系统居然坑了他17运点，才回答了这个问题。自己身怀九阳仙体，不惧白虎命格所克，并且与之一起修炼，还能够有莫大的好处。既然你不怕死，那就来吧。谢嫣离直接放开了自身，月白色的贴身物落下，露出雪白光洁的风景，光滑柔嫩的肌肤泛起了一层妖异的粉红。他确实需要解毒，既然对方不怕死，也没有必要矫情。况且不知道为何，这个男子第一次认识却并没有厌恶，反而第一眼就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他的身上莫名有着东西吸引着自己，否则高傲的白鹿谢氏禁忌之女怎么可能会轻易将清白之躯交给一个退凡境的蝼蚁？谢姑娘得罪了，我会对你负责。就算不要自己负责，林渊也要强行负责，这可关系着自己的气运点。呸，不对，作为上过9年义务教育的好青年，负责任是做人的基本素养，自己可不当渣男。果然是白虎煞星，怪不得克人。林渊看了看，又咽了咽口水，等你能够活下来再说，莫要再废话，来吧。心神放开，谢嫣离已经完全抵挡不住焰阴毒的侵蚀，直接将林渊主动扑在了地上。这自己第一次遇见的男人，身子有种气息让他非常沉醉，有种直接沦陷的冲动，忍不住想要去亲近。嘶嘶嘶，修长的指甲撕碎东西，满地都是碎布条。靠！林渊心头暗骂一声，这些女人也太猛了吧，自己又被反推了。还好仙体强大，否则满身都是鲜血淋漓的抓痕。你修炼之中，谢嫣离突然满脸的震惊，她发现这个男子的体质居然对自己的九阴煞体有着大补功效，这让她更加兴奋起来，开始拼命的吸收索取这大补之物。我体内的寒毒之症居然被他给解决了，他到底是什么体质啊？谢嫣离难以置信。他前来地底岩浆世界，便是为了一枚9阶灵果地心龙焰果，这是100年前谢氏的一位长辈进入清玄秘境发现的。只是当时他不是龙阳寿的对手，无法取走地心龙焰果。九阴煞体虽然强大，天赋惊人，但是也有副作用，便是伴随着终身的寒毒之症。地心龙焰果能够让他的寒毒之症压制数年不爆发。谢嫣离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男人能够压制自己的寒毒之症。若是自己合在一起，那寒毒之症就完全不用再担心爆发了吧。而且谢嫣离还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在提升，本来天象境初期的他直接提升到了天象境中期。谢嫣离震惊之时，林渊也一脸的震惊，因为他发现自己的仙体居然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轰！这一刻，林渊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舒爽，九阳仙体终于冲破到初成境界，成功解锁仙体意象，九阳焚天。仙体初成，他感觉到现在的状态变得前所未有的好，天赋、悟性在这一刻也得到了提升，体内的太阳真气也瞬间壮大了1倍。没有想到征服这谢嫣离居然有如此大的好处，让我的九阳仙体
突破到出城，仙体出城，哈哈，这800周内谁与争锋？虽然只是出城，但这可是顶级仙体啊，举世无双。出城便可以撼动乾坤，力压同辈天骄。出成就让我提升如此之多，若是小成、大成，甚至圆满，将达到何等恐怖的程度？林渊心情激动无比，怎么回事？他体内的能量怎么突然增强了如此之多？谢烟离震惊道。这时候他发现刚刚突破的境界又开始松动了，很快就达到了天象境后期。仙体出城也让和林渊一起修炼的谢烟离得到了莫大的好处。他真的只是一个退凡境的修士吗？谢烟离有些不敢相信，而且他还发现他居然没有被自己克死，反而气血越来越强盛。这随便遇见的一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怪胎？这时候系统的声音在林渊脑海中响起，叮，恭喜宿主和大气运者谢烟离合体成功，获得1000气运点、大气运宝箱。什么？林渊整个人震惊住了，获得的气运点居然是中等气运的10倍，这收获简直太大了。果然气运等级越往上，之间的差距越大，不过也更难寻找到这样的气运者。此时林渊的气运点总算已经来到了1600，他赶紧查看了自己的面板信息，宿主林渊，境界退凡12阶，加气运点1600，体质九阳仙体，出城功法九阳神功，第2层加百毒真经，小成加天焰诀，小成加战绩万毒焚天，入门加天焰剑法，小成加五毒掌，大成加宝物天机玉佩，天焰剑，虚空飞梭，青铜面具。出现加号了，出现加号了，加号！林渊整个人激动到了难以平复的境地，意味着他能够突破到退凡13阶，跨入超凡领域。经过数个时辰的努力修炼，谢烟离体内的毒终于全解了，两人都得到了莫大的好处。谢烟离穿戴整齐，恢复了清冷模样，一袭白裙，银发飘逸，宛若神女降尘，太美了！你居然真没有事？谢烟离依旧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林渊。恢复神智后，没有出现那种狗血的剧情，因为自己失去了清白之身，就要提刀砍男主，哭天喊地，毁了我的清白，我要杀了你！毕竟正常人都知道，那种情况下是对方救了自己，那种哭喊自己失去清白就要准备杀人的女人，纯属脑子有大毛病。我就说我不会死的，现在相信了吧？放心吧，我会对你负责到底。林渊微微一笑，也快速穿好了衣服，幸好空间戒指中有备用的衣服，不然只能够打光了。看见这一幕，谢烟离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了脑袋，羞得地盯着自己的脚尖看，食指紧紧抓地。他也没有想到刚刚如此疯狂，将对方的衣服全部撕烂了。谢烟离没有回应林渊的话，一个飞身来到了滚烫的岩浆中心，一颗赤红的灵果生长在上面，散发出诱人的药香。这便是9阶灵药地心龙焰果。9阶灵药已经是世间罕见，价值无穷。他伸出玉手，将地心龙焰果摘了下来，然后白衣飘飘，一个纵身瞬移到了林渊面前。给你。谢烟离伸出手，将地心龙焰果递到了林渊的面前。林渊疑惑地看向他，如此珍贵的9阶灵药就这样送给了自己，这可是至阳之物，对于自己修炼有很大帮助。谢烟离美眸微微一眨，清冷地说道，你的体质让我暂时压制住了寒毒，无需这地心龙焰果，我便用它来感谢你吧。闻言眉头一皱，沉声道，你这是不想要我负责？他看得出来，谢烟离想用这9阶灵药偿还自己的救命之恩，从此两人便再无关系。谢烟离面无表情，淡淡开口道，我不需要你负责。不行！林渊立即打断了他的话，胡搅蛮缠道，就算你不需要我负责，但是你得对我负责。为了救你，我的清白之身可是给你了。靠！若不是为了气运点，林渊绝对拍拍屁股就走，不会有任何迟疑。但是为了气运点，只能够胡搅蛮缠起来。你显然，谢烟离被林渊的话气急了。明明他也算捡了便宜，自己还给了他一枚9阶灵药，这男人还恬不知耻的让自己负责，自己需要负责什么？我不管，你必须负责，否则我绝不罢休。为了气运点，林渊已经开始死猪不怕开水烫，耍赖起来。谢烟离白了林渊一眼，他这位高高在上的神女也被震惊了，就没有见过如此无耻的男人。唉，他叹了一口气，你的体质能够压制我的寒毒，与你修炼有莫大好处，又在巧合之下与你有了一场缘分，你也不让我讨厌，若是有可能对你负责也不是不可以，可惜我们两人之间注定了有缘无分，你也不要执着了。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们两人就在此了断缘分，从此是路人。想起了自己的命运，想起了自己身上担负的家族使命，谢烟离长叹了一声。虽然他也不想要当妻子，想要改变命运，但是却无可奈何。林渊眉头一皱，问道，你身上到底有什么枷锁？好吧，我告诉你，为了让林渊死心，谢烟离只有将自己的事情说出来。我即将嫁入皇室，成为大黎皇后，这是家族的意志，谁也无法反抗。你若是想要和我在一起，就要同时面对大黎王朝和白鹿谢氏的杀意，他们根本不是你能够抗衡的庞然大物。谢烟离惨然一笑，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这个男人不怕自己的白虎煞星命格，对于自己这个天生的孤煞星来说，可谓是沙漠中的青田。和他在一起，
也是能够接受的事情，但是他真的别无选择。林渊沉吟了一会，开口道：“你真心愿意当这个皇后吗？”他也没有想到谢嫣离居然有婚约，还是大黎皇后。谢嫣离凄厉一笑：“若是有选择，谁愿意当这枚棋子？”闻言，林渊松了一口气，只要谢嫣离不愿意就好。你已经是我女人，就算同时面对2大势力的追杀，我也要娶你，此心绝不改变。林渊眼神坚定，一脸深情地看向谢嫣离，深情自然是装出来，毕竟刚认识，哪有什么情爱？就算有，也是见色起意而已。不过为了气运点，他也要装深情。谁是你女人了？我们之间不过是巧合。高高在上、清冷绝尘的神女，此时居然变得有些羞涩起来，随后又叹了一口气：“你救不了我，还是算了吧，免得丢了性命。以你的天赋，将来必定有大成就。忘了今天的事情吧，只当是一场梦。”谢嫣离悠悠地说道：“你可不要小瞧你男人了，只要你不愿意，今世庇护你周全，任何人也别想要强迫你、伤害你。”林渊信誓旦旦道：“自己的韭菜肯定不会让别人去伤害的。你连超凡领域都没有踏入的退凡境，能够挡得住大黎王朝和白鹿谢氏？”谢嫣离摇了摇头，不是他嘲讽林渊，而是事实如此而已。超凡领域吗？很难吗？呵呵，我一步便可以跨入。林渊轻蔑一笑，傲然说道：“一步跨入超凡？”谢嫣离看向林渊的眼神，显然不相信他，不相信自己的男人。呵呵，女人，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何谓真正的妖孽天才。林渊也不装了，直接让系统加点。定，恭喜宿主消耗1500气运点，修为突破到退凡13阶。轰！顷刻间，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从林渊体内爆发出来，整个身躯被一阵璀璨无比的神光笼罩，像是立即要羽化飞仙一样，充满了强大的威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威压？这还是退凡境吗？难道他迈入了传说中的退凡12阶？谢嫣离瞪大眼睛，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渊，他却不知道林渊已经是退凡13阶，终极筑基铸造出了传说中的无上神体。看好了，我如何一步跨入超凡领域？林渊一步踏出，地动山摇，风云变色，整个人被无穷光芒笼罩。此刻他浑身的气息开始疯狂蜕变，不断的变强，体内的真气也开始蜕变成灵力，这是肉体凡胎的蜕变。自从之后便不再是凡人。林渊为了突破退凡13阶，一直压制自己不跨入超凡领域，体内的积累已经浑厚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一步超凡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怎么可能？看见林渊只是踏出一步，整个人的气息就开始蜕变，谢嫣离整个人都呆滞在了原地，一脸的难以置信。突破超凡乃是褪去凡胎的重要过程，整个人都会得到一次翻天覆地的蜕变，其中的风险是非常之大，难以想象，一步不慎就很可能失败。因此冲击超凡领域之时，都会提前准备很久，将全身状态提升到最佳，然后开始闭死关。没有数天乃至于10天半个月的闭关，根本无法突破这道天堑。哪有人像林渊这般做到如此轻松，一步踏出就成功超凡？轰！一股前所未有强大的威势从林渊体内爆发出来，整个人被一阵无穷神光笼罩，光芒夺目，刺人双眸。林渊眸子之中有2道神芒迸射出来，虚空开裂，整个地底世界都一片灿烂，威压如渊，令人心惊胆战。林渊一步踏出，正式迈入超凡领域，褪去一身凡胎俗气，正式成为一名超凡修士。刚踏入超凡，林渊的气息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上涨之中。飞天境初期，飞天境中期，飞天境后期，飞天境圆满，修为的提升速度就如同喝水吃饭一样简单。怎么可能？谢嫣离绝美的双眸中尽是震撼之色。什么时候突破境界变得如此简单了？林渊的气息继续攀升，终于打破了某种桎梏，突破了飞天境圆满。不过林渊并非突破到无惧境，而是飞天极境，前所未有，从未有人达到过的境界。这便是无上神体的无上奥妙，可以将接下来的每一个境界修炼到极境，而别人只能够修炼到圆满而已。每一个境界都修炼到极境，如此一步步积累下去，今后同境之中不可能有人是无上神体的对手。真正的同级无敌神体，极境之境，屹立在绝巅上的存在，可以俯视一切同境修士，能够横推八方无敌手。同时极境之境都可以觉醒一个无上神通，飞天极境觉醒飞天遁地神通，飞行速度大幅度提升，并且能够飞上更高的天空，能够在地面下前行，完全隐匿自身的气息。同时飞行之中爆发全身灵力，能够产生威力巨大的音爆冲击，攻击敌人，杀伤一大片。这便是无上神体的恐怖能力，难以想象。林渊心中无比庆幸，自己为了突破退凡13阶，一直压制境界，无上神体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大得惊天。林渊的气息明显突破了飞天圆满，怎么还没有达到无惧境，还是飞天境了？谢嫣离秀眉微蹙，满脸的不解。关于无上神体的事情，从未记载过其能力，毕竟没有人达到过，所以他不清楚林渊已经突破到了飞天极境，前所未有的境界。趁热打铁，继续突破。林渊立即拿出了9阶灵药地心龙焰果，他直接服下，然后开始炼化其中的药力。
浩如烟海般磅礴的至阳之力涌入了四肢百骸。林渊立即运转天阶上品功法九阳神功，在九阶灵药磅礴的药力之下，将是林渊蜕变升华的天赋悟性。九阳神功的境界水到渠成，成功突破3重、4重境界，体内的至阳灵力壮大数倍，并且掌握秘术金乌灵9天，能够凝聚出巨大的三足金乌虚影意象降世。功法的突破也让林渊的修为瓶颈再次松动。不多久，他的气息开始飙升，整个人神光万丈。什么？他又突破了？刚踏入超凡领域，就要突破到无惧境。谢烟离感觉到，这个男人今日带给自己的震撼，比自己先前一辈子还要多。到底是什么妖孽怪胎啊？轰！强大的气息形成一道恐怖的罡风，吹得岩浆四滚，落石无数，整个地底世界都震动起来。一步登天，林渊成功突破到超凡2阶无惧境，并且神魂突破到了超凡3阶巅峰。无上神体的突破难度是普通人的10倍，否则以林渊恐怖的积累，足可以突破到天人境。不过无上神体同级无敌，赋予了超强的战斗力。林渊虽然只是无惧境初期，但是弹指就可以镇压天人境修士，这便是无上神体的恐怖之能。他到底是什么怪物？只是区区无惧境，却给了我很大压力，仿佛面对同境强者一样。谢烟离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林渊，浑身忍不住微微颤栗起来。从未见过有如此可怕威势的无惧境修士，一步无惧境也不错了。林渊露出满意的笑容，然后收敛了气息。离儿，现在我是超凡了吧？林渊笑道，也改成了很亲密的称呼。你叫我什么？谢烟离脸蛋微红，小声道，离儿啊，你是我女人，再称呼谢姑娘不太好吧？林渊死猪不怕开水烫，贼兮兮的笑了笑。为了气运点，还要什么脸？脸皮有啥用？能够吃饱饭。唉，苏里妹继续叹了一声。林渊，我能够接受你，但是不愿你丢掉性命。你的天赋前所未有，震古烁今，为了我一个灾星丢掉了辉煌的未来，这真的值得吗？谢烟离苦笑一声，继续劝道，值得。林渊不假思索道，为了你，我可以牺牲一切。大气运者可是相当于10个苏师姐，而且可遇而不可求，太稀少了。为了自己的气运点，他肯定不会轻易放弃。况且他如今成为了超凡，实力大幅度提升，并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看着林渊深情款款的模样，谢烟离这位高冷神女居然双眸湿润起来。从小到大，她一直被当成工具人对待，因为自己白虎煞星天克之命，所有人都躲着她，不敢与她亲近，疏远她，孤立她。如今突然有一个人对她如此好，心中感动得一塌糊涂，何苦啊？谢烟离温柔地看着林渊，柔情道，本来天生对林渊有好感，如今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他有些沦陷，不能够自拔。离儿，请你相信我，白鹿谢氏和大黎王朝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有能力对付他们。林渊自信满满的说道。为了提升谢烟离的信息，他不得不暴露一些底牌出来。轰轰轰！3只超凡3阶本命毒物，2只超凡3阶的虚空王虫，1只超凡2阶本命毒物，100只超凡1阶虚空飞虫，齐齐出现在了上空，密密麻麻，威压惊天，令人头皮发麻，恐怖如斯。这一幕直接惊呆了谢烟离。你还是毒修？刚刚林渊爆发出来的气息明显是至刚至阳，像太阳一般炽热，怎么会是阴冷的毒修？不对，就算是毒修，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多本命毒物。这简直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毒物大军，而且本命毒物的等级居然比你的境界还要高。谢烟离一脸的不解。林渊轻笑道，这便是我体质的特殊，解释起来太麻烦了。他直接推脱到自己体质特殊上，这支毒物大军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你觉得我有实力对抗大黎王朝和白鹿谢氏了吗？况且大气运者搞定，随便斩杀2个气运者便可以升级系统，在清玄秘境中又获得了大量资源。林渊相信自己的实力短时间内便可以得到了一个巨大的爆发提升。就算如此，可是大黎王朝有3位超凡6阶的乾坤境老祖，我白鹿谢氏也有2位，足足5位乾坤境强者，即使你的毒物大军再多，也难以抵挡，毕竟境界差距过大。谢烟离摇了摇头，乾坤境多么令人绝望的境界啊！修炼一途，境界越高，之间的差距越恐怖巨大，宛若天堑，难以跨越。林渊眉头一皱，没有想到谢烟离依旧没有任何信心。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自己的大气运宝箱还没有开，我倒是要看看大气运宝箱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惊喜。系统给我打开。林渊暗道，中等气运宝箱就能够开出圣技、天阶功法这样恐怖的东西，对于大气运宝箱他可是充满了期待。叮，恭喜宿主打开大气运宝箱，获得地级毒物虫卵、阴阳双神诀。地级毒物虫卵随机孵化出1只地级血脉的本命虫卵，本身实力可以高出主人2个大境界。阴阳双神诀特殊秘法，至阳体质和至阴体质双修，能够修炼出强大恐怖的阳神和阴神。什么？地级血脉的本命虫卵，而且还能够高出主人2个大境界？林渊彻底震惊了。超凡9阶之上便是圣级血脉，之上便是地级血脉啊！如今整个大陆大地早已沦为传说，就连圣人也是凤毛麟角，稀少无比。他做梦都想不到
居然开出了地级血脉的东西，这是可以比肩传说中的大地存在啊！我如今实力提升到了无惧境，不再是凡人，跨越了一个天堑，而且大气运者可是强于中等气运者10倍，开出地级血脉的本命毒物似乎也正常。宝箱开出东西的珍贵程度取决于宝箱等级和宿主当前的修为境界，当然系统这老六怕宿主卡 bug， 留着宝箱不开，等以后实力提升了再开，因此规定只算得到宝箱的当天修为。林渊一步超凡，突破到无惧境是在当天突破的，因此也算。我的灵魂等级为超凡3阶巅峰，这地级毒物便可以升级到超凡5阶巅峰，相当于人类的通神境巅峰，加上他的地级血脉天赋，战力通天，对付超凡6阶的乾坤境修士不在话下。有了这地级本命毒物，高端战力便不缺了。大气运宝箱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圣级毒物可以高出主人1个境界，地级毒物可以高出主人2个大境界，只是这等强大血脉的毒物，即使是虫卵都无法强行炼化认主，成为自己的本命毒物，需要让他们自愿认主才行。这个条件太难了，血脉高贵的他们就算死也不会轻易臣服人类。况且圣级、地级毒物的虫卵本身就极其难寻找，比找到成年圣级、地级毒物还要困难，他们也不会轻易认主，因此基本上没有圣级、地级本命毒物存在。这也是毒修的上限不是很高的原因，根本找不到圣级、地级毒物认主。地级毒物虫卵是系统奖励，直接自动认主。林渊直接拿出了地级毒物虫卵，毒气缭绕，阴煞刺骨，恐怖的威压让谢烟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这个是什么？谢烟离脸色变得惨白起来，这威压气息太可怕了，而且这还只是一个虫卵而已，到底是什么可怕的存在？我的第5支本命毒物。林渊不再废话，开始运转毒修秘法，炼化虫卵成为自己的本命毒物。虫卵兴奋地颤动了起来，对于林渊让自己认主，他没有任何反抗，反而非常激动。无数的毒液融入了虫卵之中，毒物的血脉等级越高，培养消耗的资源越少。林渊在清玄秘境上古府邸中获得了不少毒液，完全不缺资源。在快速消化毒液之后，虫卵直接裂开，一道人影从里面走了出来，让林渊感到无比惊讶，不可思议，居然是一个女婴。这时候通过系统他也知道了孵化出来的地级毒物是什么。万毒恶女拥有人类的模样，掌握天下之毒，并且拥有2大天赋神通。圣级血脉有一个天赋神通，天赋神通1召唤出恐怖的凶兽9煞毒龙，天赋神通2掌握恐怖的幽冥毒火。怪不得是一个女婴。林渊继续输入毒液，提升万毒恶女的实力，退凡2阶、3阶、9阶。万毒恶女的女婴状态也开始慢慢长大成了女孩状态，继续提升，大量的毒液被万毒恶女吸收，她的实力也开始疯狂的提升，很快就晋级为超凡毒物，超凡2阶、超凡3阶、超凡4阶。谢烟离彻底傻眼了，毒修还能够这样提升？今天他的世界观完全被林渊给颠覆了。最终万毒恶女的实力提升到了超凡5阶巅峰，才因为林渊的灵魂等级限制停止了提升，她的模样也成长到了少女状态，高挑修长的娇躯，绝美的容颜，一袭黑暗紫色的长裙，浑身毒气缭绕。若谢烟离是神女下凡，那么万毒恶女便是魔女下凡，气质森然恐怖，四周的温度都骤降了许多，让人感觉置身于恐怖的深渊地狱之中。这便是地级毒物万毒恶女吗？好可怕的气息！林渊兴奋无比，有了万毒恶女，他终于有了立足大陆的实力，面对超凡6阶的乾坤境强者也无惧。谢烟离整个人已经呆若木鸡，他亲眼看见林渊将一枚虫卵炼化为本命毒物，并且短时间内快速提升到超凡5阶，这完全颠覆了他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怪物有如此逆天手段？拜见主人！万毒恶女赤足来到林渊身前，躬身行礼道：超凡5阶地级血脉战力完全起飞，她真是你的本命毒物？谢烟离难以置信地看着万毒恶女，第一次见到毒物居然是人形，和人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她只是超凡5阶，给自己的压力比乾坤镜的爷爷还要大，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林渊看向谢烟离，嘴角微扬，有些得意道：离儿，怎么样？我现在有能力救你出火海了吧？谢烟离点了点头，你所展现出来的实力确实有资格了。林渊，你真不后悔为了我得罪白鹿谢氏和大黎王朝，很可能会没有命的。林渊有这样逆天的手段，难保不会制造出更加强大的本命毒物，确实有资格让白鹿谢氏、大黎王朝正视。这样的话，到此为止，以后都不要提。你若不怯，这辈子我必定护你周全。林渊郑重地说道。开玩笑，谁敢伤害自己的韭菜，那就要和他玩命。谢烟离点了点头，看向林渊的眼神充满了柔和，没有了清冷，只有温柔。从小被孤立的可怜虫，终于有被人关心的一天，这种感觉太好了，心里像是吃糖一样甜蜜。小时候和他亲近玩耍的小伙伴莫名其妙就夭折，于是他被视为了灾星，被所有人给孤立。当初的他是多么的伤心，独自坐在角落里哭泣难过。后来封心所情，渐渐麻木了，一个人拼命修炼。林渊的出现给置身暗黑中的他带来了一束光芒，伸出一只手
将他拉出了暗黑深渊中。李儿，你明明是白虎煞星，天克之命，大离皇为何要迎娶你？林渊问出了自己的不解。若非自己体质特殊，就算不当场殒命，也会霉运连连。大离皇就算好色，也不至于做这样自毁长城的事情吧？因为大离皇知道我是白虎煞星，天克之命。小时候和为亲近的玩伴都莫名的夭折，爷爷找人给我算了一卦，竟然是天克之命。接下来白鹿谢氏便封锁了这个消息，并且使用秘法掩藏了我的命格，为的就是给大离王朝致命一击。我的九阴煞体乃是绝顶炉鼎体质，大离皇肯定会心动，便会中计。谢嫣离抱着双腿悠悠说道，从小就被亲人当棋子培养，这种感受自然极其难受。你们白鹿谢氏想要对付大离王朝？林渊惊讶道。虽然白鹿谢氏很强，但是和皇室相比还是有些差距。没有想到如此大胆。大离王朝统御九州之地30年，大离皇在一处古老遗迹中得到了一件气运之物，大离王朝竟然凝聚出了传说中的王朝气运。放眼整个大陆800州，能够凝聚出气运的王朝都是屈指可数。凝聚气运之后，皇室的野心自然膨胀，想要我白鹿谢氏臣服，我白鹿谢氏自然不能够坐以待毙。于是我的出现让爷爷看见了希望，不仅能够铲除皇室威胁，还能够吞噬大离的一切，壮大我白鹿谢氏。谢嫣离已经完全相信了林渊，竟然将白鹿谢氏最大的秘密告诉了他。高冷神女动情，果然是个恋爱脑。这种关乎家族生死存亡的秘密，他居然毫不犹豫地告诉了林渊。一来，林渊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他，作为信任的回报，选择了相信；二来，冰封多年的感情突然被解冻，弥足珍贵，有些恋爱脑上头。白鹿谢氏要对付皇室，林渊被这秘密震惊住了，随即沉思了起来，突然开口道：其实你和我在一起，并不一定同时面对皇室和白鹿谢氏的压力，只要我能够帮白鹿谢氏铲除了皇室，你自然不用嫁给大离皇了。同时面对两大势力，林渊还是有些压力，但是联手一个对付另一个，压力骤然降低许多，似乎很难。谢嫣离摇了摇头，王朝气运不散，白鹿谢氏也不敢反啊。自己的作用便是以天克命数，散去王朝气运，并且克死大离皇，让整个皇室处于霉运连连的状态中。因此，家族一定会让自己嫁给大离皇，并且与之同房。若是我的实力让你爷爷认可了，是不是有希望？林渊也明白，谢嫣离的作用没有起到时，白鹿谢氏不敢出手，但是自己的实力足够强，不需要牺牲谢嫣离，谢氏会不会同意？他若是超凡6阶，也许爷爷会同意。谢嫣离看了看万毒恶女，离儿，实话告诉你，她乃是地级血脉，战斗力强大，完全不惧超凡6阶的乾坤镜修士，还请你帮我保密，以免引来麻烦。地级血脉一旦被人知晓，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疯狂起来。谢嫣离将家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都告诉了自己，林渊自然也选择相信他一次，同时也是对他的考验，会不会为了自己不向白鹿谢氏暴露自己的秘密？若是出卖了自己，哪怕不要气运点了，林渊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他可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也不是什么舔狗窝囊废，敢背叛自己，唯有死路一条，不带一点犹豫。什么地级血脉？谢嫣离震惊到了极点，这可是传说中能够和大地比肩的存在啊！林渊居然让一只地级毒物成为了自己的本命毒物，太不可思议了，怪不得给自己的压迫感如此强大。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保守秘密。谢嫣离重重地点了点头，他也明白，若是这个消息暴露，会给林渊带来多大秘密，同时心里面甜蜜蜜的。林渊居然将如此大的秘密告诉了自己，出去之后，我便将你引荐给爷爷，3个月后，便是我成为大离皇后的册封大典。谢嫣离说道。3个月，足够了。林渊点了点头，这3个月，他会尝试突破天人境，到时候自己的灵魂等级应该就能够突破到天象境层次，万毒恶女的实力便可以提升到超凡6阶，足可以遇神杀神，遇佛杀佛，横扫一切。对了，离儿，这里有一门秘法，我们一起修炼吧。林渊拿出了阴阳双神诀，刚好两人的体质能够修炼出阳神，实力必定增强。而且阳神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便是相当于第2条命，若是自身陨落了，可以依靠阳神重生一次。刚刚谢嫣离的体质能够配合自己修炼出阳神，林渊自然要赶紧修炼出阳神，以后自己就2条命了。当谢嫣离了解了阴阳双神诀后，整个人愣在了原地，心头狂震无比。这秘法也太强大了吧，堪比传说中的圣级功法也不为过。琳琅，刚好我们2人的体质可以修炼阴阳双神诀。谢嫣离一脸的激动，看来他们2人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心里甜蜜极了。我们开始修炼吧。既然是双修功法，自然需要2人配合修炼。2人将精气神融合在一起，开始运转秘法修炼。突然，2人的意识被拉入了一个神秘之地，像是置身于无尽宇宙之中，有无尽的星光和月光。2人盘坐，开始修炼。林渊感应太阳之魂，谢嫣离感应太阴之魂。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无尽的星光朝着林渊汇聚而来，涌入他的体内，炽热狂暴。这些星光
便是一颗颗恒星释放出来的。无尽的星光在林渊体内凝聚，形成了一颗巨大的火焰星辰。又过了一会儿，火焰星辰开始蜕变，凝聚出一尊巨大的火焰巨人。火焰巨人的头顶上有一轮烈日笼罩，散发出无穷强大的威压和炽热无比的气息。阳神修炼出来了，林渊满脸激动，随后结束了修炼。既然自己修炼出了阳神，自然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还有那个古清晨没有解决，还得抓紧时间在秘境之中搜刮资源。还剩下3天时间，他们就会被秘境规则强行送出去。至于谢烟离，只是顶级圣体，自然无法和仙体的林渊相比，短时间内并没有凝聚出阴神。琳琅，你凝聚出了阳神？谢烟离震惊道。林渊微微一笑，他能够一天凝聚出阳神，自然是因为9阳仙体，当然只是初步凝聚阳神而已，还需继续修炼，慢慢掌握阳神的恐怖能力。谢烟离倒吸一口气，你的天赋太可怕了，真是一个妖孽怪胎。他能够赶紧做到凝聚阴神极其困难，没有10年时间根本成不了。林渊居然1天就成功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可怕天赋？我短时间内凝聚不了阴神，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离开地底岩浆世界，出去寻宝吧。谢烟离开口道。林渊点了点头，正合他意。离儿，要不我们离开前再来一次？林渊突然发出了1v1单挑邀请。他不是控制不住自己欲望的人，就是单纯的想要知道1天时间，身为大气运者的谢烟离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气运点。谢烟离俏脸微红，轻轻点了点头。堂堂禁忌之女，高冷神女，居然还有小女儿姿态的1天，真是奇迹。随后主动褪去衣裙，伺候林渊起来。这辈子既然已经认可了琳琅，自己当然以身相许，还装什么高冷矜持？伺候自己的男人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春宵满天地，哼声响地底，1天居然提供10气运点，足足相当于10个苏师姐呀，真的太爽了。此刻林渊爽得飞起，这种感觉真的太爽了，瞬间到达人生巅峰。谢烟离瘫软着身子靠在爱郎的怀中。琳琅，刚刚我感觉到对于阴神的感悟又深刻了一些，应该是受了你的影响。谢烟离高兴地说道。也许这和我凝聚出阳神有关。林渊不仅凝聚出了阳神，还是9阳仙体，合体之后阳神的气息会勾动阴神凝聚，加速感悟。因为我们多一起修炼，帮你早一些凝聚出阴神。林渊一只手指轻轻勾起美人的下巴，看着她绝美如同神女下凡的容颜，认真盯着她那双亮若星辰的美眸。谢谢琳琅，以后请多多指导我修炼阴神。谢烟离主动亲了爱郎一下，满脸幸福的笑意。她是高高在上清冷绝尘的神女，只是因为从小的遭遇让她不得不清冷起来，本质上是一个敢爱敢恨，性格极其坚定的女子。这辈子选定了林渊，那么就好好爱她。高冷的神女现在满心都是甜蜜的笑意。走吧，我们离开这里，还有一件大事需要去办。林渊开口道，准备自己穿戴。琳琅，让妾身来服侍你吧。高冷神女此刻化身小娇妻，帮林渊穿戴好了衣服。琳琅，你说的大事是什么了？两人穿戴好后，谢烟离询问道。你知道清玄秘境的来历吗？林渊反问道。不清楚。谢烟离摇了摇头。随后林渊将清玄丹皇的事情解释了一遍。原来这里竟然是一位上古丹皇的种植之地，怪不得遍地都是灵药。谢烟离恍然大悟。不过想要得到清玄丹皇的传承，需要杀了9天间隔的人。那6文大丹师古清晨便是为了丹皇传承而来。林渊眸子中闪过一丝杀意，杀了古清晨就还差一个气运者，系统便可以升级到 LV2。毒母，古清晨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林渊暗中询问道。他们还没有找到传承之地。虫母回答道。既然如此，暂时不出手，继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他相信以古清晨的中等气运，最后肯定能够找到传承之地。若没有自己的出现，这清玄丹皇的传承就是为他准备的。现在他就等着捡便宜就行了。9天间隔，这可是天阶宗门，传闻有超凡9阶的不灭境强者坐镇，杀了2人，会不会引来雷霆之怒？谢烟离微微蹙眉，有些担忧地说道。林渊轻轻一笑，2人都死了，谁能够知道是我们所杀？本来寻找传承机缘便会有生命危险，富贵险中求，林渊肯定不会因为一个忌惮就直接放弃了。我陪你去。谢烟离点了点头。既然琳琅想要丹皇传承，就算拼了性命都要帮他得到。神女冰心解冻后完全成了恋爱脑。不急，等消息。我们先去继续搜寻各种灵药，可不要浪费时间。离开地底岩浆世界后，2人开始到处搜寻灵药。这时候林渊才发现大气运者的恐怖，简直是随便走一步都会踩到高级灵药。不多时便收获了5株7阶灵药。又1天过去了，距离离开清玄秘境还有2天。林渊在帮助谢烟离修炼阴神之后，自己也成功收获10气运点，总共有120气运点。1天10气运点，这种速度实在是太爽了。如果再征服几个大气运者，那直接就原地起飞。刚收获1株异常珍贵的8阶灵药，毒母的声音便在林渊的脑海中响起。主人，古清晨2人已经找到清玄丹皇的传承之地。闻言，林渊立即拉上谢烟离。离儿，
传承之地出现，我们现在可以前去了。然后踏上虚空飞梭，以最快的速度飞去。清玄秘境的核心之地，突然整个大地裂开，一座古老的青铜大殿缓缓从地底之中冒了出来，浑身环绕着一股古朴深邃的气息。传承之殿出现了。古清晨双目通红，兴奋的拳头紧握。上古大劫之后，修炼凋零，如今丹王都极少见，丹皇只有寥寥2-3人而已。这清玄丹皇可是无限接近于丹圣的存在，他的传承珍贵异常，古清晨自然非常渴望得到。况且还有顶级异火青莲玄火，若是他得到了传承，将来晋升丹皇，名震大陆，有绝对的自信。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也要得到清玄丹皇的传承。古清晨眼神无比坚定地说道：“古先生，放心吧，以你在丹道上的天赋，必定能够得到传承。”洛红拍着马屁笑道：“结识一个未来的丹皇，这是多么划算的买卖，否则他也不会不远万里陪古清晨来到这偏远之地。”哈哈哈！这时候一道笑声响起：“这传承之地未必就属于你。”林渊和谢嫣离两人纷纷赶来。谢家的那位天客之女看见来人，古清晨眉头轻皱起来。至于林渊，这个退凡境的蝼蚁根本没有放在眼里。虽然突破到了超凡，但是林渊还是利用天机玉佩将修为隐藏在退凡境。谢嫣离，虽然你也是天象境，可是我洛红却没有把你放在眼里。若是识相，就赶紧滚，否则今日便陨落在这清玄秘境中。洛红轻蔑地说道。作为天阶宗门的真传弟子，修炼天赋绝顶，传承强大，自然不会将一个地阶势力的弟子放在眼里。同境，他敢言碾压谢嫣离，哼，天阶宗门弟子就真以为无敌了吗？我谢嫣离便可以败你。谢嫣离声音冰冷，战意昂然。神女只有面对自己的爱人时，才会展现出难得的温柔，面对其他人依旧清冷绝尘，高冷无双。就在此时，一道苍老古朴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天地：有缘者进入传承之地，通过本圣留下的传承，便可以得到无知传承。清玄丹皇虽然不是丹圣，但是本身修为可是圣之领域的强者，因此可称本圣。随即一团光芒将四人笼罩，完全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直接吸入了青铜古殿中。一阵目眩后，四人被传送到了一处宏大的大殿中，有12根擎天巨柱支撑，上面雕刻着各种恐怖强大的上古妖兽画像。大殿的正中央矗立着一尊巨大的人物雕像，人物伟岸高大，威仪绝世，栩栩如生，宛如活过来一样。在漫长岁月的侵蚀下，雕像有了一丝锈蚀的斑迹，让巨大雕像更有一种古老沧桑之感。林渊和谢嫣离居左边，古清晨和洛红居右边，双方相互警惕地看着对方，在这陌生的环境中也不敢随便出手。突然，雕像散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随后一道白衣长袍的老者虚影从雕像中冲了出来。无名清玄丹皇，白发威严的虚影开口，单凭一个名字便有一种震动天地、盖压古今的威势，可见清玄丹皇在世之时是何等强悍恐怖的存在。欢迎来到清玄古殿，你们4人中谁能够通过本圣的试炼考核，便可以得到无知全部传承。4人连忙朝着虚影恭敬一拜，拜见清玄前辈。清玄丹皇点了点头，将你们的丹火亮出来吧，本圣看看你们的丹道境界。只有凝聚出丹火，才算是正式的炼丹师。丹火之上会凝聚出一道道纹路，显示炼丹师的等级。古清晨傲然一笑，第一个上前亮出了自己的丹火。丹道是他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放眼整个大陆，年轻一辈子都是数一数二的绝世丹道天才。只见一团紫色的火焰从他的手掌心上升腾而起，火焰上有6道纹路，显示了他的丹道境界，6纹大丹师。小小年纪能够成就6纹大丹师，很不错，天赋上等。清玄丹皇双目一亮，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很显然，古清晨在丹道上的天赋得到了他的认可。多谢前辈的夸奖，晚辈在丹道的成就与你相差甚远，还需谦虚学习进步。古清晨谦虚地说道，不过脸上那压不住的笑容已经说明了他的骄傲。你们3人了，亮出自己的丹火吧。清玄丹皇看向3人，前辈，我是陪古先生前来的，并不是炼丹师。洛红恭敬地说道。面对这样的上古大能，他表现出极大的尊敬，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清玄丹皇复活，一人便可以灭了整个9天剑阁。前辈，我也不是炼丹师。谢嫣离摇了摇头，他的体质注定了这辈子和丹道无缘。阴寒之力和火之力是天克，小家伙，你呢？最后，清玄丹皇将目光看向了林渊。古清晨傲然地扬起了脑袋，给他们机会也不中用，还想要抢夺自己的传承，真是自不量力。别说他们了，他这个年龄的6纹大丹师，放眼整个大陆800州，天赋也足可以傲视同辈。清玄丹皇的传承，今日非他莫属。林渊摇了摇头，我现在也不是炼丹师。听见了林渊的回答，古清晨更加骄傲起来，3个都不是炼丹师，这传承宣布直接归属他了。敢来抢夺传承，我还以为这小子也是炼丹师，没有想到是个连丹火都没有凝聚出来的废物。古清晨看向林渊，轻蔑地嗤笑一声，此刻他有一种无敌是多么的寂寞的感觉。既然如此，你们3人就出去吧，他留下结束考验。清玄丹皇看向古清晨，这时候林渊连忙站了出来，
让古清晨得到了上古大能清玄丹皇的传承，说不定会给他什么保命手段，到时候自己想要杀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因此这传承林渊自然也要尽力争一争。清玄前辈、晚辈现在虽然还不是炼丹师，但是自认为在丹道天赋上冠绝古今，只要给一点点时间便可以成为炼丹师。林渊毫不羞耻地夸下海口，心中庆幸自己陪苏师姐去了玲珑水府一趟，获得了一本炼丹手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气运点可以让自己瞬间学会任何东西，但是也要有学习的内容才行。这炼丹手札便记载了如何成为一名炼丹师。系统加点炼丹手札。林渊连忙吩咐道：恭喜宿主消耗27运点成为一文丹师，恭喜宿主消耗37运点成为2文丹师，恭喜宿主消耗57运点成为3文丹师。3文丹师可炼制上品黄丹，居然成为了3文丹师。林渊有些震惊，当然毕竟只是最低等的丹师而已，因此不需要消耗多少气运点，越往上消耗的气运点越恐怖。你以为你是谁？这天下间有多少人想要成为炼丹师，但是成功率不足1/1000，你想要在1-2天时间内凝聚丹火成为正式炼丹师，简直是痴人说梦。古清晨嘲弄一笑，他也是花了1年时间才成功凝聚出丹火，呵呵，对于废物来说当然不容易，但是对于我这样的天才来说有手就行。林渊毫不客气的还击道：你！古清晨脸色一寒，愤怒不已，这蝼蚁居然骂自己是废物，在丹道一途上谁敢称他为废物？废物就不要多言，一切全凭前辈决断。林渊冷冷的说道：你就算是绝世天才又如何，还能够有挂逼墙？本圣可以降低要求，比试炼制黄丹，但你也必须要是3文丹师才行。如今你还未踏入丹道，怎么可能在1天内成为3文丹师？清玄丹皇摇了摇头，也不想要陪林渊胡闹，毕竟秘境还有2天的秘境就会关闭，还需要时间进行试炼考核，因此清玄丹皇最多给林渊1天时间。1天时间成为3文丹师，不是痴人说梦吗？林渊倒是眼睛一亮，3文丹师，自己不刚刚就是3文丹师吗？前辈无需1天，只要给我2个时辰，晚辈便有自信成为3文丹师。林渊自信满满的说道，说要2个时辰就是为了不表现得太过于惊世骇俗。晚辈有幸得到前辈的炼丹手札，给我2个时辰必定领悟。林渊恭敬的请求道，既然你有如此自信，好，本圣就给2个时辰，若是你连丹火都无法凝聚，本圣便会给你惩罚。看见林渊如此自信的模样，清玄丹皇决定给他一个机会，倒是想要知道真是骗自己还是能够给自己带来惊喜奇迹。他大手一挥，谢烟离和洛红便被传送出去了。听说有惩罚，古清晨不仅没有反对等2个时辰，反而高兴地笑了起来，真以为成为炼丹师很容易，2个时辰后你就等着后悔吧。古清晨得意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林渊没有理会他，拿出炼丹手札开始观看起来。系统加点的时候，上面的内容就自动刻入了他的记忆中，现在不过是装模作样的看看。很快2个时辰到了，这时候林渊合上了炼丹手札。好了，前辈，我现在就点燃丹火，一举成为3文丹师。林渊自信一笑道，好，本圣就看你能不能创造奇迹。清玄丹皇点了点头，幸好有赤鸟兽火。林渊心中暗道，虽然系统帮他成为了3文丹师，但是没有丹火也无法炼丹，这时候开出的赤鸟兽火刚好可以派上用场了，炼化赤鸟兽火成为自己的丹火。轰！林渊的手掌心中升腾起一团兽火，赤鸟兽火也算不错的火焰。清玄丹皇微微一笑，林渊本身已经有3文丹师的丹道境界，因此轻松就将赤鸟兽火炼化成了自己的丹火，瞬间上面就出现了一道丹纹。这怎么可能啊？古清晨双目瞪大，一脸的震惊，难以置信，居然真让你点燃了丹火，成为了一位炼丹师。见多识广的清玄丹皇也是露出了震惊之色。传闻之中有一种丹道妖孽，瞬间就能够点燃丹火，难道此人就是这样的妖孽？以他的眼力，自然看得出来，林渊是刚刚点燃丹火，并非提前隐瞒装出来的。该死，居然真让他成为了炼丹师。不过只是区1文丹师而已，连接受试炼的资格都没有，我就不相信你还能够成为3文丹师。古清晨拳头紧握，狠毒的眼神看向林渊。哎，可惜了呀，没有成为3文丹师，无法接受无知传承，这样的妖孽不能够成为弟子。清玄丹皇叹息道，就算是那种天生的丹道妖孽，也只是瞬间点燃丹火而已，2个时辰想要成为3文丹师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林渊装模作样起来，系统加点后他可以瞬间成为3文丹师，不过那样太过于惊世骇俗了，还是要做一些模样再说。过了一会儿，丹火之上再次浮现出一道丹纹出来，正式成为2文丹师。你成为了2文丹师？清玄丹皇满眼的震撼，难以置信，这是狠狠打脸自己啊！该死，他怎么可能成为2文丹师？他的天赋怎么可能比我还强？古清晨已经极度的双眸通红，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丹道上被林渊超过，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还好他不是3文丹师，清玄丹皇的传承依旧属于我的。古清晨庆幸道，能够成为2文丹师已经属于逆天之举，他打死都不相信
林渊还能够成为三文丹师？不可能，绝不可能！等出去之后就杀了这个小子，绝不允许！这大陆中还有炼丹天赋比自己还强的存在，在自己成为大陆第一炼丹师的路上，不允许有任何绊脚石。林渊又装模作样起来，闭目感悟，冲击境界。这次装模作样的时间更久了一些，演戏就要演全。过了半天，这时候丹火之上出现了第3道丹纹，三文丹师成。丹火三文，你居然真成了三文丹师！这一幕直接吓傻了上古大能清玄丹皇。他刚刚还放言林渊不可能成为三文丹师，这打脸也太快了吧！不过这样的打脸让他感到无比的舒服。不，这不是真的，一定是眼花了。古清晨彻底破防了，仰天长啸起来，脸色变得煞白无比。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瞧不起的废物居然1天内成为了三文丹师。小家伙，你真给了本圣一个大惊喜！清玄丹皇的语气中充满了激动。好了，不用考验，本圣正式宣布，你继承无知传承。这样妖孽还比什么比？直接宣布成为自己传人。前辈还没有比试，你怎么能够直接宣布他成为你的传人？我不服气，未必能够输给他。古清晨连忙说道，他可是6文大丹师，就算只是炼制黄丹，凭借自身经验也能够完胜上品黄丹。他有5成概率炼制出完美品质出来。丹药品质可分为劣质、普通、完美以及传说中的金丹品质。林渊不过刚刚成为3文丹师，想要炼制出完美丹药基本上不可能。本圣的传承想给谁就给谁，你有资格反对？清玄丹皇的声音变得冰冷无比，恐怖的威压让古清晨直接跪在了地上，脸色苍白，冷汗直流。前辈，我偶然从一遗迹中得到一个上古丹方，如果他能够战胜我，便将上古丹方给他。古清晨不甘心地说道，随后他的眉心处亮起，浮现出一道密纹印记。你居然能够得到传说中的密纹丹方！清玄丹皇无比震惊，密纹丹方的传承极其特殊，只有得到印记传承才能够炼制出此丹，强行剥夺对方可以直接毁了丹方。密纹丹方来历神秘，没有人知道它来自何方，就算是他在上古时期也没有得到过一个，甚至都没有看见过，只听闻过。毫无疑问，这密纹丹方炼制出来的丹药功效极其恐怖强大。这清玄丹皇沉吟了下来，他很想要林渊得到密纹丹方，但是又怕他输了错失自己的传承。林渊可是他最理想的传人。密纹丹方，看见清玄丹皇震惊的模样，林渊不知道这绝对无比珍贵，自己得想办法获得。我就让你心服口服，赌约我接受了。林渊当即开口道，甚至将元阳鼎祭出，准备炼丹。见林渊答应，古清晨的脸上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该死的蝼蚁，不知天高地厚，就算你丹道天赋很强，但是毕竟刚刚成为炼丹师，怎么可能比得过我这个6文大丹师？心中狂喜，林渊这小子就是一个自大的白痴。林渊自然知道，就算只炼制黄丹，自己也肯定比不过沉浸丹道多年的古清晨。不过他从来没有考虑过靠自己的实力取胜，真男人就是要开挂。剩下27运点，足够自己取胜了。好，既然双方同意了，那试炼考核比试正式开始。比试内容：炼1炉10枚真元丹，谁的完美品质多，便算取胜。清玄丹皇当众宣布道。虽然表面上答应了，但是这位上古大能心中却腹黑无比。无论输赢，他都会收林渊为弟子，得自己传承。反正这只是一具残留的意念而已，很快就要彻底消散。到时候清玄丹皇这个人将彻底消失在世界上，自己还要什么脸面去信守承诺？有毛用！哪怕发下大道誓言也不怕，毕竟自己已经是死人了。好不容易遇见了一个丹道妖孽，无论如何都要让他成为自己的弟子，完成自己成为丹圣的梦想。当年清玄丹皇就差临近一步就成为了丹圣，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自己无法完成这个心愿，只能够将希望寄托在传人身上。古清晨的丹道天赋是很强，但是在清玄丹皇看来，想要成为丹圣非常困难。一日跨越3个境界，成为3文丹师的林渊才能够帮他完成遗憾。小子，记住你的承诺，若是输了，交出密文丹方；若是赢了，本圣会遵守诺言，把传承交给你。清玄丹皇淡漠看向古清晨，晚辈立下大道誓言，若是毁约，五雷轰顶而死。古清晨无比高兴，迫不及待地发下大道誓言，除非他不想活了，否则必须完成承诺。对方可是一位上古大能，圣之领域强者，顶级丹皇，这种大人物心性很高，为了面子必定遵守承诺，所以古清晨才会连忙发下大道誓言。小子，今日我便教你如何才是真正的炼丹，看好了。古清晨嘴角微扬，得意一笑，然后祭出自己的丹鼎，开始炼制真元丹。真元丹，上品黄丹，辅助修炼的丹药。以他6文大丹师的能力，很快就炼制好了1炉。丹炉开，顿时药香四溢，10枚真元丹出炉，其中有7枚丹药上出现了完美丹纹。没有想到完美品质率居然达到了7成。古清晨很是惊喜道，平日里真元丹它的完美品质率只有5成，多出2成，这一次算是超常发挥，我都不知道这一下还怎么输得了。
古清晨心里得意起来，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自己还能够超常发挥，真是上天也眷顾着他，不愧是气运者，这个时候居然还能够超常发挥。不过你遇见了我这个挂逼，算你倒霉，我便是气运者克星。林渊心中暗道，该你了，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够炼制出几枚完美品质出来，到时候连一枚都没有就丢脸了。古清晨讥讽地笑道，那你就看好了。林渊冷然一声，然后点燃丹火，将药材投入元阳鼎中。炼丹手札、元阳鼎可都是当年我的东西，看来这小子之前真没有接触过丹道，是找到了玲珑水府，这才初步接触了丹道。这是一个逆天妖孽啊，不知道能不能给我带来惊喜。清玄丹皇心里也满是期待，林渊先前给了自己一个天大的惊喜，未免不能够再创造奇迹出来。不久后，林渊也炼制成功，10枚真元丹出炉。虽然不知道结果，但是林渊还是有自知之明，能够10枚都是普通品质，没有劣等品质，便算是好的。他是1枚完美品质都没有，不过他有外挂，不用怕。系统给我加点，提升这一炉丹药的品质。林渊暗中吩咐道。有2种方案，供宿主选择：一、消耗10气运点，10枚真元丹全部提升到完美品质；二、消耗20气运点，其中1枚真元丹提升到传说中的金丹品质。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既然选择装逼了，那就装一个最大的逼，让古清晨彻底绝望。20气运点刚好梭哈完。林渊心里暗想，这系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想要榨干自己最后的一滴气运点，真是一个黑心资本家。系统，我选2。随着林渊的话落下，轰，一股恐怖的金光从元阳鼎中冲了出来。恐怖的金光仿佛是某种至高大道法则，玄奥无比。这竟然是大道金光，金丹品质成的征兆。金光一出，清玄丹皇整个人已经激动到了难以平复的境地。传闻想要成为丹帝，炼制出帝丹，必须要有随时炼制出金丹品质的能力。他清玄丹皇也算是丹道天才，但是炼丹数千年，1枚金丹品质都没有出现过，不然也不会在冲击丹圣的路上失败。难道这小子今后有机会成为丹帝？清玄丹皇已经难以平复此刻激动的心情，没有想到自己看中的传人居然有丹帝之资。不，这是传说中的大道金光，不可能，绝不可能。他一个刚踏入丹道的蝼蚁，怎么可能炼制出传说中的金丹？古清晨满脸的难以置信，绝望的嘶吼了起来，完全难以理解，天才的世界岂是你这种废物所能够理解的？林渊冷冷一笑，丹炉开，1枚金丹，9枚普通品质。那枚金丹光芒璀璨，如同烈日一般，散发出来的药性居然是完美真元丹的数倍。大道金丹，哈哈，没有想到无彻底消失之前还能够有幸见到1枚。清玄丹皇哈哈大笑了起来，此刻他的心情畅快到了极点。本圣现在正式宣布林渊成为无知传人，清玄丹皇相信林渊一定能够帮助自己完成心愿。古清晨绝望地瘫坐在了地上，这是彻底地粉碎了他的骄傲，道心崩溃，自己瞧不起的小人物居然在丹道上彻底地碾压了他。他完全不相信自己居然输给了这个蝼蚁。小贝，你输了，交出秘文丹方吧。清玄丹皇冷冷看向古清晨，古清晨没有反抗，直接将传承印记逼出，送到了林渊面前。他可发下了大道誓言，想要反悔都做不到，真想给自己一耳光，这可是自己挖了一个大坑。要知道，失去了秘文印记，他再也无法炼制出秘文丹药出来，除非林渊自动还给他。刚才他不认为林渊能够战胜自己，才不假思索地发下了大道誓言。轰！秘文印记没入眉心，一道浩瀚的信息便涌入了脑海中。这丹方好逆天，好霸道，怪不得是能够让清玄丹皇都震惊的存在。林渊心头无比震惊，古清晨真是给自己送来了一份大礼。果然，找气运者的麻烦都会从他们身上得到机缘，可惜只有成为丹皇才能够炼制这种丹药。林渊将秘文丹方先收藏了起来，等成为了丹皇后再去炼制。赌约完成，好了，你现在可以出去了。清玄丹皇大手一挥，古清晨便消失在了原地。青铜古殿外，古清晨的身影走了出来，洛红连忙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古先生，洛红看着脸色阴沉的古清晨，便感到大事不好。洛红，我们在这里等着，那小子一旦出来就杀了他，夺取青莲玄火。古清晨的眸子中闪过一丝阴毒的杀意。至于丹道传承，自然无法获得了，除非林渊自愿交出传承印记。如果能够随便掠夺别人的传承，这个世界早就乱了，肯定会有许多人到处猎杀大宗门的弟子，不就可以得到厉害的传承了吗？因此，只要对方不自愿，很难获得他的传承。甚至宗门弟子即使自愿，也无法将宗门传承外传，除非他将这门功法或者战技修炼到终极奥义层次，得到法则认可的传承印记，才可以传给别人。因此，只要带有传承印记的母本不丢失，就不怕传承泄露。而想要获得传承印记，就必须修炼到终极奥义层次，这是一个几乎难以达到的境界。林渊得到百毒真经、天焰诀都是传承母本，当然古清晨有自己的丹道传承，清玄丹皇的传承倒不是非常重要，最重要的东西便是青莲玄火。林渊啊林渊，就算你是丹道妖孽，有丹帝之资又如何？
也不过是区区退凡境的蝼蚁，杀你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他道心已经崩溃，只有杀了林渊才能够恢复。落红，等会，你去拖住谢烟离这个煞星，我要亲手捏死那个蝼蚁。古清晨冷冷地说道。虽然在修炼上的天赋和丹道上相比远远不如，但靠着不断嗑药，好歹也成为了天人境修为。捏死一个退凡境的蝼蚁，不是轻轻松松，到时候将他抓起来狠狠折磨，一定要逼他将秘文丹方还给我。古清晨脸色深寒无比，这可是珍贵无比的秘文丹方啊，价值不亚于青莲玄火，如果要不回来，损失可就大了。古清晨出来了，琳琅还在里面，看来他取得胜利，获得了传承，能够战胜一个年轻的6文大丹师天才。琳琅，你太令人震惊了，这世间上仿佛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一样。远处谢烟离的美眸中闪过一丝骄傲，这是他的男人，能够不骄傲吗？此时青铜大殿上就剩下林渊一人，拜见师傅。林渊行了拜师礼，别人将传承给自己，叫一声师傅也是应该的。起来吧。清玄丹皇满意地点了点头。无知传承有3样东西，一为异火青莲玄火，无知名号因此而得名；二为清玄丹经，好好参悟，丹圣之下不再有瓶颈；三为吞焰诀，是为师从一处古老的遗迹中偶然获得，能够吞噬天地火焰，无限净化自己的丹火，玄妙无比。以为师的眼界来看，未必弱于一些地经传承，可惜为师天资有限，只能够领悟一些皮毛。你今后能够领悟多少，看汝之造化如何。清玄丹皇大手一挥，2团传承印记飞入了他的识海之中。谢师尊。林渊心情大好，没有想到居然还有堪比地经传承的吞焰诀，意外之喜。无限净化丹火便已经说明了这门秘法的恐怖变态，而且吞焰诀中还记载有数门威力巨大、毁天灭地的秘术。青莲玄火以你如今的境界根本难以炼化，我先将其封印在你的丹田，等你有足够实力后再炼化。一团青色似莲花盛开一样的火焰悬浮在清玄丹皇的手中，他捏动法诀，在火焰上缔结了一道封印，然后打入了林渊的体内。可惜没有气运点了，否则可以直接加点炼化。林渊心中暗道，这可是顶级的异火，一旦炼化，自然能够大大提升战力。光凭这恐怖的火焰之威，就可以重创超凡修士。传承已经全部给你，徒儿，你一定要成为丹圣，完成为师的心愿。清玄丹皇的虚影开始越发淡了起来，传承交出，他的残念也快要彻底消失。外面那家伙还等着杀你，你可以待在青铜古殿内部，等时间一到，会被自己传送出清玄秘境。传送的位置是另一处无人可知的通道，不会和他们相遇。为了保护自己的传人，清玄丹皇自然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只是一具残念而已，想要杀人很困难，也就依靠威压吓唬一下人还行，否则看出了古清晨的杀心，又怎么可能放他离开？清玄丹皇可从来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师尊，不用，我自信他杀不了我。林渊直接拒绝了。开玩笑，离开秘境后再想要杀古清晨就难了。哎，算了，你自己量力而行，莫要还未崛起就中途被扼杀。清玄丹皇叹了一口气，随后虚影便彻底消失了。从此这个世间上彻底没有了清玄丹皇这个人。恭送师父升天。林渊恭敬地朝着雕像一拜，然后也消失在了大殿中。青铜大殿外突然一阵光芒震动，出来了，这只蝼蚁出来了。古清晨兴奋地紧握拳头，很快林渊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外面。蝼蚁，今日你必死无疑。哈哈。看见林渊，古清晨狰狞地大笑了起来。此刻他的心态早已经彻底失衡。杀我，你也配？林渊轻蔑冷笑一声。林渊像是看向小丑一样看向古清晨，如今他已经不是那个刚穿越而来随时可能没有命的小人物，整日活得提心吊胆，已经成长为了参天巨树。就算没有横扫大离国的实力，但是想要走，谁也拦不住他。小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话？我没有资格。古清晨怒笑了起来。作为年轻一辈的丹道超级天才，未来的丹皇，讨好他的人何其之多，哪怕是那些乾坤境的强者都对他恭敬无比，百般讨好。区区一个退凡蝼蚁，竟敢在自己面前大言不惭。落红，你拦住那个女人，我要亲自出手捏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古清晨寒说道。是，古先生。落红冰冷的目光看向了谢烟离。你不用看我，放心，我不会插手。谢烟离清冷的声音响起。林渊的恐怖实力他可是非常清楚，根本不需要他出手。天煞孤女，呵呵，没有想到你也是贪生怕死之徒。也好，这样的废物抛弃了就抛弃，没有必要为了他连累自己。古清晨得意地笑了笑，以为谢烟离是惧怕了他们的身份，所以不敢动手。也好，毕竟谢烟离不弱，若是真的死斗起来，难免会有些损失。现在唯一的靠山已经放弃你，哈哈，交出秘文丹方，我还能够考虑让你死得舒服一些，否则定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能，受尽这世间上最大的折磨。古清晨居高临下，高高在上地得意笑道：你说你该不该死？我乃天皇贵胄，身份高贵，你区区一个低贱的蝼蚁，不仅抢了我的传承，还让我道心崩溃，该死，真该死！古清晨拳头紧握，双目狰狞，充满了杀气。
你的废话实在是太多了。林渊冰冷的声音响起，不愿意再听废话。轰！冷着脸的林渊直接出手了，速度快到让人震惊，无法反应过来的程度。此刻，刚刚还只有退凡境气息的林渊，忽然如同一头苏醒的远古凶兽，一股滔天恐怖的威势散发出来，震动天地，令人灵魂发颤。古清晨和洛红都是瞳孔骤然紧缩，面露惊色，愣在了原地。你不是退？古清晨的话还没有说完，林渊的攻击便落下了。砰！强大的力量撞击之下，古清晨整个人倒飞了出去，然后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轰！整个地面都裂开了，尘土飞溅，根本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古清晨的天人境是靠丹药刻上去的，战力低微，林渊即使只是无惧境，也足可以轻松碾压他。噗嗤！古清晨一口鲜血喷出，头发散乱，狼狈到了极点。林渊眉头轻皱，有些惊讶，居然没有死。炼丹师果然富有，身上有保命的东西，没有一个炼丹师是穷光蛋。你居然是超凡，藏得好深啊！古清晨气的声音发颤，忍着剧痛，愤怒吼道：出身高贵，受到人人尊敬的他，从来没有人敢对他出手。没有想到今日区区一个蝼蚁，居然伤了自己，生平第一次如此狼狈。你伤了我，你和你背后势力的人统统都要死，一个不留！古清晨完全失态了，疯狂地吼道：也对，你这种大人物如果死了，背后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林渊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以你的身份，身上肯定有求救信符，传信出去，说你在接受清玄丹皇传承的时候遭遇了危险，很可能要陨落，这样就可以避免接下来的麻烦。哈哈哈！古清晨擦了擦嘴上的血迹，你觉得我傻吗？况且你杀得了我吗？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但终究只是无惧境，不可能是洛红的对手。有洛红在，他根本没有将林渊放在眼里。小子，你敢伤古先生，也有取死之道。洛红声音冰冷，走到了林渊面前，杀机迸发，心里无比激动高兴。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杀了这个小子，古清晨就欠了自己一个大人情。这小子真是我的福星啊，得好好感谢他一番。若不是他伤了古先生，我还没有机会得到这个天大的人情。心中狂喜，暗道。林渊眸子冰冷，看死人一样看着洛红。毒女，出来吧！轰！虚空一阵颤抖，一股恐怖到难以想象的威压降临。只见一个一袭暗紫色长裙、赤足绝美的少女出现在众人面前。什么？这是通神境的气息？他何时出现在秘境中的？洛红和古清晨露出恐怖的神色，声音都颤抖了起来。作为地级血脉的人形毒物，能够完美隐藏自己的气息，除非主动暴露，否则没有人会知道他并非真正的人类，是一只掌握万毒之源的毒物。扑通扑通，万毒恶女恐怖的威压落下，古清晨和洛红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直接跪在了地上。作为地级血脉，威压之力可是远超同境。我来自圣丹宗。承受恐怖威压的古清晨用尽全身力气吼出来，想要爆出自己的身份，让对方忌惮不敢出手。聒噪！然后林渊根本不给他再说话的机会，直接对着他就是一阵拳打脚踢的折磨。古清晨浑身骨头都要散架，骨头多处断裂，满口牙齿落光，眼睛肿大，鼻梁塌陷，惨不忍睹。传不传信？林渊冷冷地说道。当然，他暗中让毒女提高警惕，若是古清晨传信的内容并非自己想要的内容，马上出手阻断，将其斩杀。哈哈，就算你杀了我，也不会如你所愿。只要我一死，你包括这秘境的所有人，甚至他们后面的宗门，都将全部覆灭。您若是放我离开，这件事情便当没有发生过。古清晨嘴巴上不断滴着鲜血，疯狂地大笑道：呵呵，你觉得我会放过你？林渊的眼神中爆发出惊人的杀机。你真敢杀我，你也得死。如今你唯一的机会便是放过我。古清晨轻蔑地看向林渊，无需知道凶手是谁，自己一死，所有进入秘境的人都会死，包括他们背后的势力，有何不敢？林渊可不会放虎归山，大不了自己浪迹天涯，凭借现在的实力，还是很有信心逃命。到时候带走苏里妹和谢嫣离，有两女给自己提供气运点，他便不用缺气运点，可以苟到天下无敌再出山。当然，这种方法需要的时间更长。既然你不肯屈服，那就去死吧！林渊声音冰冷无比，命令万毒恶女出手。他已经没有耐心了。噗嗤，一道毒芒直接穿透了他的心脏。你真敢杀我！古清晨一脸的难以置信，不甘心的倒在了血泊之中。叮！恭喜宿主中等气运者古清晨获得1000气运点，中等气运宝箱。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之中响起，又是1000气运点，一个中等气运宝箱。呵呵，我有系统外挂在手，还怕你威胁？林渊心中冷冷一笑，他真杀了古先生。洛红傻眼了，张目结舌，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若死了，9天间隔最多调查一下，没有找到证据，渐渐就不再管这件事情。毕竟他这样的真传弟子，9天间隔有不少。而古清晨的身份，他被人杀了，真是天塌了。扑通！古清晨连忙跪在地上求饶。他知道古清晨一死，下一个就该轮到他。放过我，我可以传信出去，
帮你伪造出古清晨是陨落在清玄丹皇的传承中。古清晨担心自己遇上危险，来不及发出求救信号，因此他也给了洛红一道自己的传信符。出去之后，我还能够替你作证，古清晨陨落于传承中，和任何人没有关系。我可以发下大道誓言，替你保守秘密。古清晨可是天下第一丹宗圣丹宗宗主，天元丹皇古元的儿子。圣丹宗虽然武力不强，但是人脉广大，号召力恐怖。他儿子被杀，就算找不到凶手，凡是进入秘境的人，甚至他们背后的宗门，都将覆灭。但若是古清晨是死在接受传承中，便没有理由出手杀人。洛红连忙说道，他现在只想要活命，自己还有大好的前程。系统，若我发下大道誓言，如何避免大道反噬？林渊连忙问道。能够不亡命天涯，被迫苟起来，自然最好。只有在外面浪，寻找气运者，他成长的速度才会更快。消耗17运点，本系统可以为你解惑。靠！林渊暗骂了一声，这系统干啥都要收自己的气运点。林渊点了点头。距离上次合体已经过去1天，谢烟离身上的气运点已经刷新，等会让他伺候一下自己，这花费的气运点不就回来了吗？花费100气运点可以消除大道誓言对你的影响。如今自己手上有990气运点，100气运点并不多。林渊看向了洛红，点了点头。而且有了这个逆天功能，以后他可以到处骗人了。毕竟只要发下大道誓言，别人就会直接信任他，而违约的代价只是区100气运点，实在是太便宜了。我同意。林渊当众发下了大道誓言。洛红松了一口气，露出了一个笑容，自己终于可以活命了。他也发下了大道誓言，虽然拿出传信符，将古清晨死在青莲丹皇传承中的消息传递了出去，当然受到小世界法则的限制，传信符要在秘境关闭的时候才会将消息传递出去，否则刚刚林渊也不敢让古清晨传信出去。我已经听从你的命令，将消息传递出去了，等秘境结束，圣元宗就会瞬间收到消息。洛红说道。林渊点了点头，干得不错，可以上路了。你什么意思？洛红脸色一变，当然是要杀你。林渊面无表情道，你难道不怕大道发审？洛红惊恐道，不怕。林渊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噗嗤，独女出手，瞬间秒杀洛红。他死不瞑目，瞪大眼睛看向林渊，到死不敢相信有人敢无视大道誓言。此刻林渊的气运点剩下890，虽然洛红不是气运者，杀不杀他都可以，但是死人才能最好的保守秘密。谁知道那些超级大势力有什么手段，能够从洛红这里得到什么蛛丝马迹？毕竟古清晨死了，洛红还没死，他肯定会成为审查对象。如今两人都死了，古清晨陨落于传承之中，已然成为铁打的事实。琳琅，你真不怕天道誓言？谢烟离一脸担忧地看向林渊。林渊笑道，我体质特殊，可以不惧大道反噬。谢烟离美眸很是惊讶，你的体质难道是地体？居然连大道反噬都不怕，太不可思议了。随后两人清理了战场，所有东西林渊都放弃了，毕竟他不缺财富了，留下两人的东西难免可能出现差错和证据。对于林渊的做法，谢烟离很是满意。有勇有谋，不是优柔寡断之辈，对方都要杀自己了，难道因为对方背景强就不反击？通过手段让洛红伪造古清晨陨落在传承中的事实，则体现了林渊的勇并不是脑子一热的莽夫，不贪古清晨的东西，证明了他的理智不是无脑贪财之辈。他坚信将来林渊必定站在世界之巅，这是他的男人。谢烟离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这时候居然一脸崇拜的眼神看着自己的情郎。琳琅，谢烟离深情地呼喊道。林渊一愣，没有想到高高在上清冷绝尘的神女居然主动请战。有些东西食髓知味，从小被孤立性子清冷的神女哪里体验过人间温暖，如今好不容易遇见了一个温暖之人，自然想要多尝一尝。很快一道光芒将两人包裹了起来，林渊再次获得17运点，总共拥有907运点。琳琅，真想要一直这样和你在一起。清冷神女此刻靠在林渊的胸膛上，一脸幸福的笑道，她成为天客之命，被孤立之后第一次如此开心。放心，就算你想要离开，我也要将你抓回来。林渊微微一笑，一天17运点，如此好的一颗韭菜，他怎么可能让他离开？白鹿谢氏，大黎王朝，不管是谁敢打自己韭菜的主意，都得死。系统，给我打开中等气运宝箱。林渊这时候吩咐道，心里也有些小小期待。叮，恭喜宿主打开中等气运宝箱，获得天元丹1瓶，千年炼丹修炼经验包。天元丹下品天丹 X5，以凤血为主要炼制而成，服用之后能够大幅度提升修为境界，省去无数年苦修。千年炼丹修炼经验包自动获得炼丹1000年的修行，提升修为的天元丹，不知道能不能帮我突破到天人境。林渊心中一喜，虽然无上神体突破难度和消耗的资源远超其他修士，但是这里有足足5枚天元丹，应该足够他突破了。至于这千年炼丹修炼经验包，看看到底能够让我提升到什么层次。系统，灌入千年炼丹经验。林渊立即吩咐道。轰！瞬间
林渊感觉到大量炼丹知识凭空出现在了脑海中，自己好像真实炼丹了1000年，炼丹的手法和经验变得极其老道起来，体内的丹火开始疯狂提升，出现一道又一道丹纹，我居然直接提升到了7纹丹王，能够炼制下品地丹。灌顶完成，林渊内视丹火出现了7道丹纹，内心欣喜若狂，这就成了丹王，比古清晨还要强大的炼丹师。丹道一途越往后难度越多，甚至终生难以再进步。别看古清晨不满30便是6纹大丹师，但是100岁之前能够成为丹王的概率不足30%。1000年炼丹修行只成为7纹丹王，看来我在丹道上确实没有太高的天赋，不过无所谓，我有系统外挂，将来成为丹帝也不是什么难事。林渊心中暗道，同时不仅成为了丹王，炼丹手法和经验也大增。林渊第一次炼丹，真元丹一个完美品质都没有了，靠气运点加点将其中一枚升级到金丹品质，才侥幸获得胜利。毕竟是新手，第一次炼丹能够没有劣等品质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如今消耗了1000年炼丹修行经验包，直接成为拥有1000年炼丹经验的老道炼丹师，再让林渊再次炼制真元丹，有100%信心10枚皆为完美品质。当然如果炼制更高级别的丹药，完美率就不会如此高了。离儿，我要闭关，帮我护法。林渊看向怀中的绝美神女，开口说道。古清晨已死，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不可预测的情况，自身实力越强才会越安全，因此出秘境前林渊便打算先突破境界。谢烟离点了点头，然后便离开了怀抱。毒母，销毁所有虚空战虫，全部制造虚空飞虫。谢烟离开后，林渊立即吩咐道，以虚空飞虫一天的采集量和制造虚空战虫所需资源对比，还是很有赚头。为了利益最大化，销毁所有虚空战虫，全部制造虚空飞虫，趁着最后1天时间全力采集资源。是，主人。虚空毒母道。林渊盘膝而坐，倒出一枚天元丹，恐怖的药力瞬间笼罩了四周，没有丝毫犹豫，服下天元丹。轰！瞬间一股磅礴恐怖的能量自体内炸开，林渊赶紧炼化天元丹药力。第1枚炼化完毕，境界成功突破到了无惧境后期。这无上神体突破消耗的资源果然恐怖，1枚天丹在无惧境只让我突破2个小境界，寻常的丹药我怕是要当饭吃才行。林渊苦笑了一声，其他人恐怕直接突破到了圆满，甚至破入大境界。反正天元丹还多，林渊继续吞服2枚之后，境界成功突破到极境。极境突破最难，比从初期突破到圆满需要的资源还要更多。无惧极境同样让林渊觉醒了一个极境神通缩地成寸，能够增大瞬移的速度和距离，并且将空间缩小，让别人的瞬移失效。这便是无上神体极境突破的恐怖，每一个境界都觉醒一个强大无比的极境神通。接下来便是冲击天人境，凝聚出元神。林渊暗道，大境界之间的突破依靠一般丹药是根本无法突破，除非是极其特殊珍贵无比的破境丹才行。当然如果突破大境界，对修士来说并没有任何瓶颈存在，水到渠成之下自然能够顺利突破。以我的仙体天赋，若不是无上神体，突破天人境根本不存在什么瓶颈。无上神体虽强，但让我的突破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林渊心中暗道，既然无法冲破瓶颈，那就直接开挂。系统九阳神功加点，定。恭喜宿主消耗300气运点，九阳神功突破到第5重，定。恭喜宿主消耗500气运点，九阳神功突破到第6重。本来牢不可破的瓶颈在此刻开始松动，无上神体的修炼再难又如何，还能够难倒开挂的不成？林渊露出轻蔑一笑，然后开始全力冲击天人境。他很快进入了无我状态，整个人沉浸在一片精神海洋中。此时林渊的识海从一个圆和小球开始不断扩大，最终化为无边无际的精神海洋。突破天人境的第一步便是开辟出识海空间，便会产生强大的神识，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大幅度提升，哪怕是1000米之外的一只小蚂蚁也能够清晰感知到。我的精神海洋面积居然如此之大，看来是和我灵魂强度提前超过修为境界的原因吧。林渊心中惊道，精神海洋越大，精神力量自然越强。第2步，凝聚元神。无尽的精神力量在识海空间中汇聚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和林渊一模一样的虚影，这便是元神。拥有元神之后，肉身毁灭，若是元神能够逃走，便可以重塑肉身复活。当然肉身灭亡，元神能够侥幸逃走的希望极小，除非有某种保护元神的至宝。总之拥有元神之后，感知力大增，神识可以覆盖一大片空间，同时有希望依靠元神重生。轰！突破到天人境后，林渊的灵魂再次发生蜕变，一举突破到了天象境层次，灵魂等级突破了。林渊比自己突破到天人境还要高兴，这意味着万毒恶女可以晋级到超凡6阶，堪比人类乾坤境。大离国目前已知的最强修士便是乾坤境，加上万毒恶女的地级血脉恐怖战力，在这大离国境内可以真正做到横行无忌，没有丝毫犹豫。反正身上资源足够，林渊立即让万毒恶女晋级到了超凡6阶，虚空毒母和冰火双蛇同时也晋级到了超凡4阶。受到血脉资质的限制，
血煞蜈蚣和蚀骨飞虫无法提升，我的整体实力又大幅度提升。林渊满脸的激动，随后结束了修炼。你突破到了天人境？林渊没有隐藏气息，因此被谢烟离感知到了，一脸的震惊。这才数天时间，便从退凡境一路突破到了天人境，这还是人吗？侥幸从清玄丹皇那里得到了一些天丹，才得以突破。林渊笑了笑，系统的秘境，不管多亲密的人，他都不会告诉，这是他最大的秘密和底牌。这是一枚天元丹，你拿去修行吧。剩下2枚天元丹，林渊决定给自己的2个女人，适当提升他们的实力，免得被人所杀，到时候才是真的血亏。这可是都是自己的永久韭菜啊！天丹，我不要，太珍贵了，你拿着自己修炼。谢烟离连忙拒绝了，心里感动不已。为了修炼资源，夫妻之间反目成仇的比比皆是。如此珍贵的天丹，林渊愿意给他，果然没有选错男人。我可是炼丹师，以后多的是丹药修炼，你拿着吧，若是不要我就扔了。林渊直接强行塞到了谢烟离的手中。谢烟离最终也不再坚持，接受了天丹。若是炼化了天元丹，运气好能够突破到通神境，面对即将和大黎王朝的大战，自然实力越强越好。琳琅给我如此珍贵的天丹，今后再好好报答他就行了。谢烟离将天元丹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你不就的炼化？林渊问道。你以为谁都跟你那样变态？短时间内就炼化了天丹？这枚天丹我至少要花10天半个月才能够全部炼化，还有不到1天时间就要被强行传送出秘境世界。谢烟离说道。林渊笑了笑，如果让谢烟离知道自己炼化的不是1枚，而是3枚，不知道会惊讶到何等程度。他能够快速炼化天丹，自然是无上神体的强大。作为最强筑基层次，其强大难以想象。再加上他已经丹王，体内的丹火会帮他炼化药力。剩下的时间，2人继续寻找各种天才地宝。终于要到离开清玄秘境的时间，林渊心中暗道一声可惜，没有找到气运者，还差一个气运者就可以升级系统。不过他也没有着急，毕竟所有气运者的信息他都知道，出去之后慢慢猎杀也不迟。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没有将他们背后的势力放在眼里。这一次清玄秘境之行，收获巨大啊！林心中暗道。刚进入秘境的时候，以他的实力，最多在天人修士面前逃命而已。如今整个大黎国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威胁他。自身修为从退凡12阶突破退凡13阶，铸造无上神体，踏入超凡领域，并且连续突破到超凡3阶天人境中期。自身更是成为了气文丹王，得到清玄丹皇传承，获得异火青莲玄火、清玄丹经、吞咽诀，拥有超凡6阶地级血脉本命毒物万毒恶女，7阶之下无敌，即使面对超凡7阶洞天境修士也有逃命能力。拥有超凡4阶的本命毒物战力4个，超凡3阶1个，超凡2阶1个，并且还能够组建一支数量为400的超凡2阶毒物大军。收获7阶灵药以上10束株，其余等级灵药无数，在星辰界中堆积如山。前期修炼的资源几乎不再缺少，还修炼出了相当于第2条命的阳神。九阳仙体出城，威能可堪比大成圣体，让林渊有了傲视所有同辈的资格，并且觉醒仙体神通九阳焚天。天阶上品功法九阳神功，成功突破到第6重，掌握秘术九阳天罡和金乌灵九天。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一颗大韭菜谢烟里，3个多月就能够为自己提供1000气运点。这一趟清玄秘境之行，收获巨大，让林渊有了前所未有的成长。果然，要在外面闯荡，成长的速度才会快。在3绝魔宗待了大半年，提升速度远远不如出来的这大半个月。嗡嗡嗡！这时候，林渊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所有人都强行传送出了清玄秘境。嗖嗖嗖！剩下的所有个宗弟子都被送出了秘境，齐齐出现在了秘境入口。此刻，秘境通道也消失不见，天地恢复了平静。此刻，各宗的长辈纷纷现身，关心自家弟子的情况。见有人陨落，长辈们自然愤怒无比。不过，没有证据找到凶手，也只能够作罢。毕竟，寻找机缘本就有生命危险，修行之路本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只是这一次陨落的弟子是历次最多，各宗都心中疑惑，秘境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都是他们正眼都要不带看一眼的退凡境蝼蚁林渊所为。林渊靠着天机玉佩，气息依旧隐藏在退凡境，当老六才是王道。3绝魔宗6人全部存活了下来，好，太好了，都还活着。三峰峰主都高兴不已。应天仇看向林渊，眼中有一丝失望之色，这小子还活着。随后6人都纷纷上交了10株3阶灵药资源，明显周天明、厉雨、白梦霞他们在肉痛，对于他们来说太多了。哎，师弟，我这上交，这一次清玄秘境之行算是白干了。厉雨苦笑道。林渊也装作一副苦笑，师兄，我更惨，还要倒贴，毕竟我只是一个小小退凡修士，很多高级灵药都有守护灵兽，我根本采集不了。哎，师弟，你真惨，师兄还有点剩余，到时候分一些给你。厉雨安慰道。闻言，苏丽妹轻轻一笑，这师弟真会装，如果自己不是知道他的情况，恐怕也被他骗了。废物，我也是退凡境，
可是我的收获远远大于10株3阶灵药的价值。殷无情嗤笑一声，嘲弄道：“他只是退凡境，应天仇敢让自己的儿子进去，自然给他准备好了一些手段。”殷无情悄悄走到林渊面前，在他耳边轻声道：“等我突破到了超凡境，一定会让你很惨的。”露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笑容。以我如今的实力，就算灭了整个3绝魔宗，也是轻而易举。林渊眼神阴沉，死死盯着殷无情。别说有万毒恶女这样的强者，就算自己的毒雾大军，便可以灭了3绝魔宗。只是当众做出欺师灭祖的事情，会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全大陆所有宗门的追杀。念及如此，林渊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杀心。这种事情绝不能够光明正大的去做。在修炼世界，欺师灭祖可是最大的罪过，不然作为师门，怎么敢轻易传功给弟子？万一养出一个白眼狼怎么办？因此，所有的宗门都心照不宣，有一个暗中的约定俗成：对于欺师灭祖之人，将遭到所有人的追杀。有了这样的约定俗成，师父才敢放心将核心传承传给弟子，不怕弟子学会之后背叛自己。在修炼世界，亲传弟子不亚于父子关系，所以林渊至少不能够当众杀了殷无情父子2人，留下诟病。他没有理会殷无情这个跳梁小丑，等回去后随便找个机会可以杀了他父子，甚至他那位天象境巅峰的爷爷。径直走到了掌教殷天仇面前：“掌教，弟子还有些私事，想要离开去办。”林渊请求道：“他不仅要见谢家老祖，还要猎杀气运者，所以暂时不打算返回3绝魔宗。”应天仇点了点头，他没有阻拦林渊离开的理由。在3绝魔宗，杂役弟子和外门弟子是没有人权的，无法轻易离开宗门；内门弟子则可以自由离开宗门。更别说林渊还是毒恶老祖的弟子。天明，应天仇悄悄找到了自己的大弟子：“师尊，弟子在。”周天明恭敬行礼：“等离开后，你去散播消息，就说林渊在清玄秘境中得到了1株7阶灵药。”应天仇这一招便是想要借刀杀人。区区一个退凡修士，如果身上有7阶灵药的消息传出去，必定引来无数贪婪之辈。是，我这就去办。周天明眼神一动，明白了师尊的意思，真是一招借刀杀人的好计谋，也避免了落人口实自己这个掌教谋害一个弟子。所有人都不准离开，我家少主没有出来，谁敢现在离开，杀无赦！随古清晨前来的那位乾坤境老者没有发现少主的身影，愤怒地吼道：“轰！”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了全场，吓得所有人脸色发白起来。轰！乾坤境老者登场，威压直接笼罩全场，所有宗门的人都被他强大的威势所震慑，不敢再动半步。清玄秘境通道已经关闭，所有人都会被传送出来，只有死人才不会被传送出来。少主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已经遭遇大难，没有找到凶手之前，你们所有人都不准离开。老者冰冷的目光扫视众人，少主死了，对于圣丹宗来说简直是一场大地震，若是找不到凶手，不介意灭了所有人。前辈，我们怎么敢对你家少主出手？况且他身边有天象境的9天剑阁弟子保护，我们的弟子根本不是对手啊！各大宗门的人皆都露出了无辜的表情。这时候，老者冰冷的目光死死看向谢烟离。天象境后期，老者恐怖的威压落向了谢烟离，让他脸色苍白，冷汗直流。双方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有进入清玄秘境的人，谢烟离实力最强，也有机会杀了落红，因此是最大的怀疑对象。若是他真要动手，只能够让毒女出手了。林渊眼神微沉，大不了带着谢烟离苟起来。他给自己带来的气运点，只要苟的时间够久，早晚也会天下无敌。前辈，贵宗少主不是我所杀。谢烟离顶着巨大的威压，艰难地说道：“前辈，离儿怎么可能不知道天高地厚，去杀贵宗少主，还请你明鉴。”护送前来的谢家通神境族老也连忙说道：“哼，不管他是不是凶手，老夫必须要带走他。谢烟离的嫌疑最大，老者可不管其他，非要带他回去审问。”前辈，不可呀！谢家族老脸色一变，连忙说道：“和大黎王朝的联姻即将开始，谢氏筹备多年，可不想要毁于一旦。”哼！老者冷哼一声，就凭你能够阻止老夫？说罢就要动手。林渊的心也提到了嗓子，准备让万毒恶女出手。就在此时，一道同样恐怖的威压降临，一位威严十足、可怕的身影慢慢临近，凌空踏步而来，让整片天地都颤抖了起来。是谢家老祖乾坤境强者。众人瑟瑟发抖，感受到了这股可怕威压，一个个面露空间。谢家老祖可是整个大黎王朝最负盛名的强者，他的出现让这群大黎王朝的宗门自然感到压力巨大。这就是大黎王朝最顶尖强者的风采吗？苏里妹一脸羡慕地看着天空上的谢家老祖，早晚有一天他也要成为这般的强者。阁下可否放过灵儿？你们要查找真相，随时可以派人前来白鹿谢氏，我谢氏的跟在这里也跑不了。谢家老祖淡然开口道，他可是乾坤境后期强者，对方只是乾坤境初期，若不是忌惮对方背后的势力，直接就出手了。哼，你白鹿谢氏还没有这样的面子，区区一个地阶势力而已，我圣丹宗还不放在眼里。老者极其不屑地说道。什么？圣丹宗？那个天下第一炼丹宗门？谢家老祖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有想到对方的来历如此强大。此刻
他内心已经开始动摇起来，有些不敢再坚持。如果只是圣丹宗的一个弟子死了，倒是不惧怕，但死的可是圣丹宗少主。轰！就在此时，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气息横扫了全场，所有人都被压得匍匐在地，哪怕是谢家老祖也不例外，直接被压得抬不起头来。这是超凡九阶不灭境强者的威压。谢家老祖被吓得的脸色苍白，灵魂颤栗。他真的没有料到对方背景如此强大，连超凡九阶大陆顶尖强者都出现了。此刻林渊冷汗直流，这种强者威压，灵魂不由自主地颤抖着。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感，没有一丁点的反抗之力，就如同蚂蚁面对巨龙一般。之前他还有些得意，如今的实力可以在大黎王朝横行无忌，此刻见到了大陆顶尖强者，才发现自己的渺小，还是太弱了，必须要尽快提升实力。我不想再经历这种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林渊拳头紧握，心中暗暗发誓。一白衣中年男子跨越无尽距离而来，他如同高高在上的神灵一般，俯视着在场的所有人，威严惊天。他的目光看向了谢烟离，然后谢烟离的目光变得呆滞起来，仿佛被控制了一般。不灭境强者就是霸道，直接强行控魂。古清晨是不是你杀的？白衣中年冷漠地问道。不是，谢烟离不受控制地问道。不是他所杀，看来晨儿真是陨落在了清玄丹皇的传承之地。机缘同时伴随着危险，那清玄古皇当初也是圣之领域强者，传承中有危险也很正常，算是晨儿的命不好。白衣中年叹了一口气，随后不再理会地下那群蝼蚁众生，消失在了原地。强大的威压消失，众人才松了一口气，连连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刚刚大家都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一般。那位乾坤境老者也离开了，谢家老祖浑身瘫软，浑身被汗水打湿。那一刻他真担心古清晨是自己孙女所杀，到时候整个白鹿谢氏必定受到雷霆报复，不复存在。谢烟离也瘫坐在了地上，刚刚他可是直面那位大陆顶尖强者的威势，心中也无比庆幸，幸好自己没有出手。古清晨是林渊所杀，真不是他所杀，连手都没有出过，否则刚刚被控魂是根本无法隐瞒。幸好今日前来的只是超凡九阶，不是圣人，否则一定看穿我的真实修为，到时候肯定瞒不住我杀古清晨的事实。没有抗衡不灭境强者的实力之前，万万不可暴露了我得到清玄丹皇传承的事情。林渊心中暗暗警告自己，一旦暴露，自然会引起圣丹宗的怀疑。如今的他在圣丹宗面前，弱小的和地上一只蚂蚁没有任何区别。走吧，回去。谢家老祖淡淡开口道。这个鬼地方，他真的不想再待一刻。爷爷，等会有一个人想要见你。谢烟离说道。有人见我？谢家老祖眉头一皱，最终点了点头，打算见一见，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他相信孙女不会轻易带来见自己。各大宗门的人纷纷连忙离开，启程返回自己的宗门。这里是一刻都不想再待了，生怕圣丹宗的强者折返回来，那种感到死亡的窒息感，根本不想要再次体验。林渊离开了三绝魔宗的队伍，先去见一见谢家老祖，然后再去猎杀其他气运者。谢家飞船上，爷爷，他来了。谢烟离躬声说道。谢家老祖点了点头，带上来吧。心里也好奇，为什么离儿会带着人来见自己。很快林渊被带到了舱室中，见过谢前辈。林渊躬身行礼道。谢家老祖眉头强者，只是一个退凡境，顿时心里有些不悦起来。见一个退凡境，简直是浪费时间。林渊没有打算在谢家面前暴露真实修为，他可以完全相信谢烟离，但不会相信谢氏。隐藏实力才更加有利于自己。反正和谢氏合作，主要还是看万毒恶女。小辈，你见老夫有何事情？谢家老祖声音冷漠地说道。如果不是看在自己孙女的面子上，直接就轰出去了。蝼蚁也配见他？爷爷，我不想嫁给大黎皇帝，他便是我看中的男人，我这辈子非他不嫁。林渊还没有开口，谢烟离直接说道，态度极其的坚决。混账，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为了这场联姻，我白鹿谢氏可是谋划了许多年。听见自己孙女的话，谢家老祖顿时暴跳如雷，愤怒到了极点。前辈，我知道你谢氏想要灭了大黎皇室，完全不用牺牲离儿也能够做到。林渊开口说道。离儿，你居然把我谢氏最大的秘密告诉了外人，难道真想要我谢氏灭族吗？见自己孙女如此恋爱脑，谢家老祖被气的脸色铁青，这时候看向林渊的眼神充满了杀机。既然知道了自己白鹿谢氏的秘密，那么必须死。一旦消息泄露，让大黎王朝知晓，白鹿谢氏必定遭受灭族之灾。轰！不由分说，一股恐怖的威压朝着林渊笼罩而去，足可以将其碾压成齑粉。爷爷，不要！谢烟离脸色大变，想要阻止，但是来不及。老东西，想要杀我家少主，你也配？一道冷漠到极点，仿佛整个天地都要被冻结的声音响起。只见一位带有邪性的绝美女子凭空出现，一袭暗紫色长裙，赤足凌空，轻松就将谢家老祖的威压化解了。乾坤镜！谢家老祖眉头轻皱，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有一位乾坤镜的护道者跟随。前辈，我说了，无需牺牲离儿，一样能够拿下大黎国。
林渊一脸自信，他不想暴露万毒恶女是自己的本命毒物，而是让她伪装成自己的护道者，这样也可以给自己伪造出一种有强大背景的假象出来。大黎皇室的强大可不是区区多一个乾坤镜就能够对付得了的。谢家老祖沉声道。林渊淡淡一笑，看向万毒恶女，她可不是普通的乾坤镜，还有什么特殊？谢家老祖呵呵一笑，对方不过只是一个乾坤镜初期而已，连自己都不如，想要知道我有什么不凡，打一架不就知道了。万毒恶女冷冷说道。轰！直接朝着谢家老祖出手。哼！谢家老祖怒道，老夫倒要看看你有何不凡。两位乾坤镜强者直接战斗在了一起，3招之后，不可能，你居然3招打败了我。谢家老祖一脸难以置信地看向万毒恶女，其实以万毒恶女的实力，1招就可以碾压谢家老祖，只是林渊吩咐过他隐藏一点实力，可不能将自己的底牌全部暴露出去。前辈怎么样？他有实力对付大黎皇室了吧？除此之外，我还能够派出数百位超凡强者加入。林渊淡然一笑道，皇室的那个老怪物也不可能3招打败我，有了他加入，确实有资本对抗皇室。谢嫣离犹豫了一会，再看向了自己的孙女，看她眼神无比坚定，只能够叹息一声，看来不想答应也必须答应，不然这孙女说不定直接跟对方走了，他也没有实力拦住他。好，我答应。3个月后，白鹿谢氏和皇室的联姻便开始，到时候你直接去皇城，在婚礼上我们一起动手。白鹿老祖说道。如此决定，也不怕林渊变卦。当天若是他没有按时出现，谢嫣离可以照常嫁入皇室。刚好这段时间我也有事情需要去做。林渊点了点头，和大黎皇室决战之前，最好继续提升一下实力，方才稳妥。作为一个统御9州之地、凝聚出气运的王朝，底蕴深厚，鬼知道他有没有不为人知的底牌。双方谈拢之后，在谢嫣离依依不舍的眼神之中，林渊离开了。回去之后，我便闭关炼化天元丹，突破到通神境。看着林渊的背影，谢嫣离眼神坚定道，他不能够成为琳琅的拖油瓶。离开白鹿谢氏的飞船后，林渊便准备去猎杀气运者。进入清玄秘境的气运者中，还剩下2个小气运者，7个略有气运者，其中2位小气运者分别是延州龙岩城弟子龙傲、栖霞郡无双门弟子楚星河，这2个都在我的必杀名单中，先杀哪一个了？最终林渊决定先杀龙傲，毕竟延州距离较远，到时候等他们的队伍进入延州后，自己想要去追就有些来不及。林渊脚踏虚空飞梭，快速追向了龙岩城的队伍。虽然飞天极境的神通飞天遁地让他的飞行速度大增，不过还是没有虚空飞梭快。这飞天遁地最大的作用还是在遁地上，可以在地底前行，并且隐匿气息。不过飞天也并非毫无作用，战斗时能够增加身法速度，也能够提升一点战斗力。不久后，一艘赤红色的飞船映入眼前，找到了。林渊面露喜色，然后戴上了青铜面具，天焰剑出现在手中，一剑劈向了飞船。轰隆隆，飞船剧烈震动。这时候龙岩城副城主无比震怒的声音响彻了天地，什么人胆敢袭击我龙岩城的队伍？通神境的威势完全爆发出来，毒女，解决他！林渊吩咐道。他还要赶着去杀楚星河，不想要浪费任何一点时间。轰！一招，龙岩城副城主直接被秒杀。林渊已经杀到了飞船上。阁下，我龙岩城和你有什么仇怨？通神境的副城主被秒杀，龙岩城的人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没有仇怨。林渊冷漠道。那为何要杀我们？龙岩城的人连忙说道。林渊嘴角微翘，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因为你们能够让我强大，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只要能够强大，无冤无仇也可以出手击杀。就和林渊一样，刚穿越而来，成为炉鼎的他差点就死了。他没有得罪谁啊，就是没有道理，弱小就是原罪。林渊不会滥杀无辜，但是涉及自己的利益必杀。扑哧扑哧，很快龙岩城的人全部陨落，包括小气运者楚星河。因为古清晨的事情，林渊如今必须小心翼翼，必须杀人灭口，全部击杀。定！恭喜宿主斩杀小气运者龙傲，获得300气运点，小气运宝箱。定！恭喜宿主成功征服大气运者1名，中等气运者1名，斩杀中等气运2名，小气运者3名，略有气运者3名。系统升级 LV2 中开始倒计时1天。系统的声音在林渊脑海中响起，终于要升级了。林渊声音有些激动。系统打开宝箱。定！恭喜宿主打开小气运宝箱，获得九龙耀日。九龙耀日，这是一门天阶上品战技，威力巨大，远超其他天阶战技，甚至勉强能够和一些圣技比肩。不过修炼难度也极大，必须要至阳体质才能够修炼。圣技消耗太大，这门天阶战技出现的太是时候了，可以大大增强我的战力。对于这个奖励，林渊非常满意。九龙耀日主要消耗至阳之气，作为九阳仙体的他，至阳之气充足，完全可以负担九龙耀日的消耗。天人境能够施展出上品天阶战技，谁还能够与他一战？继续追杀，杀光龙岩城的所有人之后，林渊转头朝着栖霞郡的方向去追无双门的队伍。龙岩城和无双门的方向相反，经过这一耽误，短时间内无法追上。林渊脚踏虚空飞梭，
化作一道流光，朝着栖霞郡方向飞去。与此同时，三绝魔宗众人乘坐飞船返回了宗门。应天仇父子二人刚回到天煞峰，便感知到一股强大的威势，这是通神境的气息。难道父亲他突破了？应天仇震惊道：“爷要突破了！”殷无情满脸的激动，最近一段时间他可是憋屈无比，自己屡次在一个出身卑微的贱民身上受到了羞辱。如果爷爷成为了通神境强者，便有人替他撑腰，报仇雪恨。回来了。这时候，一道苍老的声音在两人耳边响起，随即一道白发白胡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两人面前，正是宗主应天仇的父亲，上代宗主殷擎苍。恭喜父亲突破通神境，今后我殷家将可以彻底掌控整个三绝魔宗。应天仇一脸惊喜地说道：“只有达到了通神境，才有可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面前。见过爷爷。”殷无情也连忙恭敬行礼。应擎苍点了点头，说道：“说一说，我闭关这段时日有什么事情发生？重点说一说苏里妹的事情。”随后，应天仇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说了说。“你是说苏里妹的献祭鼎炉没有死，还是一个绝世天才？毒恶那老家伙还得到了百毒真经？”应擎苍眉头轻皱，有了百毒真经，毒恶说不定能够突破到通神境，不能够再留他了。应擎苍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万毒恶峰。此时，毒恶老祖正在修炼百毒真经，转修的接功法之后，他的气息越发精纯深厚起来，很有希望打破桎梏，突破到通神境。突然，毒恶老祖眉头一皱，感知到一股强大无匹的气息逼近，不得不停止修炼，走出了洞府。只见一道伟岸、气息威严的老者矗立在洞府前，恭喜老宗主突破到通神境。毒恶老祖笑着恭喜道，他内心瞬间慌乱了起来。殷家的狼子野心，他早就知道，如今殷擎苍突破到通神境，怕是阻止不了了。毒恶，如果你没有得到百毒真经，只要效忠于我，倒是可以放过你。可惜你得到了地阶功法，已经有了很大威胁，老夫留你不得。感知到毒恶老者的气息变得精纯了起来，殷擎苍的眼神杀机迸发，这老家不能够再留了，看来老祖宗要杀我了。毒恶老祖眼神一沉，老夫也不会坐以待毙。得知殷擎苍突破之后，他便知道这一战避无可避。呵呵，殷擎苍不屑冷笑了一声，通神之下皆为蝼蚁，虽然你有一只4阶巅峰本命毒物，但是也远远不是对手。应擎苍的脸上洋溢着无尽的自信，一旦突破通神，肉身就会发生蜕变强化，并且能够做到元神出窍，精神攻击，同时沟通天地，点燃体内的一团神火，力量暴涨无数倍。神火越旺，增加的力量越可怕。相比较天象境，完全是天地区别，整个人的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升华强大，相应突破难度自然也是非常大。整个天玄州天象境修士不少，足足有上百位之多，但是通神境强者却只有4位，天玄宗2位，雷炎宗和九灵殿分别1位。通神境的强大完全不是天象境修士能够匹敌，所以通神境成为了地阶势力的门槛，就算死也要咬下你一块肉。毒恶老祖脸色一寒，一只巨大的蝎子飞出，朝着殷擎苍杀去。蜉蝣撼大树，还想要咬下老夫一块肉，你也配？应擎苍不屑冷笑，只是轻轻一捏，4阶巅峰的毒蝎子直接化为了齑粉。啊呀呀！本命毒物被杀，受到反噬，毒恶老祖喷出一口鲜血，惨叫了起来。噗嗤！只见殷擎苍抬手，一道可怕的光芒冲出，直接洞穿了毒恶老祖的胸膛。你也会不得好死！最终，毒恶老祖不甘心地倒在了血泊之中。从此以后，3峰都由我殷家说了算。应擎苍野心勃勃地宣告道。他来到了阴阳峰，参见老祖宗。从今以后，我阴阳峰以殷家为主，誓死效忠。残花婆婆连忙现身，表达了忠心。不错。殷擎苍高兴地点了点头。残花婆婆不像毒恶老祖一样对他有威胁，因此并没有痛下杀手，毕竟他也需要残花婆婆这样的强者替自己做事。随后，殷擎苍来到苏里妹的别院，看见老人，苏里妹脸色骤然一白。你这具炉鼎终于长成了，老夫可以好好享用了。哈哈哈！元灵圣体，老夫说不定也能够突破到乾坤境，名震大黎王朝。殷擎苍高兴地大笑了起来。老家伙，我苏家满门果然是你所杀。苏里妹一脸仇恨地看着殷擎苍，恨不得喝他血，吃他肉。其实苏里妹也是圣体体质，元灵圣体这种体质相当于一座人性灵气宝库，只要将其吸收，将毫无瓶颈的飞升突破修为，是最佳的修炼炉鼎。当年被殷擎苍无意间发现了苏里妹的体质，暗中派人杀光了苏家满门，然后假意救下苏里妹，带她回到了宗门，拜入阴阳峰门下，同时使用秘法将元灵圣体给封印了起来，让她拜入阴阳峰，而不是天煞峰门下。一来避免师徒之礼，有违道德伦理；二来修炼双修功法后，元灵圣体的效果更好。真正想娶苏里妹的是应擎苍，殷无情与其有婚约，不过是一个稳住苏里妹的幌子。其实苏里妹暗中调查，早就知道一些真相，一直想要报仇，所以才会对林渊说出那些话。不错，你家人都是老夫派人所杀，好好当好炉鼎吧！哈哈！应擎苍得意的狂笑起来，然后
封印了苏里妹的力量，将她关了起来，这才离去。回到天煞峰后，他招来了应天仇。父亲，应天仇恭敬行礼，你筹备一下，3天后为父要成亲。应擎苍吩咐道。成亲？不知道女方是谁？应天仇很是意外。苏里妹啊，苏里妹！应天仇父子2人都惊讶了一下。爷爷，苏里妹不是我的未婚妻。应无情脸色骤变，连忙说道：这可是人间绝色，就算不干净了，也想要享受一下。乖孙子，苏里妹这女人你把握不住，让爷爷来吧。等这女人的价值被榨干了，爷爷倒是可以让你玩一玩。应擎苍笑道。可是爷爷，应无情心头有些愤怒，被林渊戴绿帽子就算了，连自己亲爷爷也要给自己戴绿帽子。毕竟苏里妹是他未婚妻，这可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如果爷爷娶了她，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应擎苍顿时脸色一沉，难道爷爷的话你也敢不听吗？应天仇吓得连忙教训儿子起来。你这混蛋，孝敬一下爷爷又怎么了？不就是一个女人啊，以后爹给你多找几个。父亲已经突破通神境，寿元增加，完全有时间练小号。万一自己儿子犯傻起来，冲撞了他爷爷，说不定真会杀了他。毕竟他父亲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连他这个儿子内心都畏惧不已。是爷爷。应无情脸色涨红，最终不得不忍下这等屈辱。好了，下去准备吧。应擎苍挥了挥手，让2人退下。应天仇父子走后，虚空之中出现一团黑雾，随即黑雾凝聚成一道虚影。桀，虚影发出阴森森的笑声。拜见魔蝎使者。应擎苍恭敬地参拜道。他能够突破到通神境，全靠这位魔蝎使者的功劳。今后3绝魔宗将完全由我应家说了算，我会每年向你贡献一个百门中弟子的灵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什么。这种贡献弟子灵魂完全不是人畜生做的事情，一般人都不会去干，传出去必定成为人人唾骂的对象，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宗门灭绝。毕竟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谁敢拜入3绝魔宗？但是野心勃勃、自私自利、心狠手辣的应擎苍却毫不在意，只要自己能够强大、延长寿命，牺牲整个3绝魔宗都值得。桀，灵魂，好诱人的味道。不过现在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办一办。听见灵魂2字，魔羯使者闭上双目，一脸舒爽地舔了舔嘴唇。还请使者吩咐，小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应擎苍连忙说道。根据我们的情报，你青阳郡下黑石城萧家可能藏有我们通缉的残魂，你现在去将萧家灭族，一个不剩。帮我查探一下，那残魂是不是在萧家？魔蝎使者杀机凛然地说道。遵命。应擎苍得到了命令之后，立即亲自带队前往了黑石城萧家。黑石城距离3绝魔宗并不远，因此很快就到了。轰隆隆，恐怖的黑云笼罩了整个萧家。不知道3绝魔宗的大人降临我萧家有何事情？萧家主畏惧的连忙问道。3绝魔宗可是整个青阳郡的天，萧家不过一个小家族，自然畏惧不已。桀，灭萧家满门。应擎苍阴冷地笑了起来，然后命人出手。不，我们年年上供，绝没有懈怠。大人，为何还要灭我萧家满门？萧家主绝望地吼道。扑哧扑哧，萧家人一个个倒在了血泊之中，根本没有反抗之力。不，父亲，爷爷！一个绝美的少女双目通红，悲愤地喊道，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倒在血脉之中。淼淼，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将你的肉身让为师来控制，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你才有报仇雪恨的机会。识海中一道清冷的女子声音急迫地说道。3绝魔宗，我萧淼淼对天发誓，必定灭你全宗。萧淼淼本来满头青丝，此刻在无尽悲伤之下化为一头白发，双目在泣血。轰！她的肉身被神秘残魂控制之后，顿时爆发出一股恐怖到极点的气息。什么？这小女娃怎么突然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应擎苍满脸震惊。轰！萧淼淼一掌直接击飞3绝魔宗的人。哼，老夫来会一会你。应擎苍杀了上去，2人的攻击直接对碰在了一起。应擎苍原地不动，而萧淼淼自己被击退了很远距离。不好！突然应擎苍脸色微变，感应到了萧淼淼想要逃走的意思，嗖，然后追了上去。萧淼淼也爆发出全部潜力，速度提升到了极限逃命。最终应擎苍脸色很是不好看，他已经跟丢了目标。萧淼淼早已经不知下落，他连忙联系魔蝎使者，将这里的情况告诉他。废物，居然让他逃走了。不过已经可以确定，那道残魂和萧淼淼在一起，不然他也不会瞬间爆发出远超自己境界的实力。魔蝎使者气愤地骂道。这道残魂可是他们重点通缉的对象，必须要拿下，全力搜寻萧淼淼的下落。魔蝎使者厉声吩咐。是。应擎苍领命道。另一边，林渊在追寻无双门队伍的下落，并不知道3绝魔宗内发生了巨大变故，师父惨死，苏师姐被封印，即将被逼嫁给糟老头应擎苍。花费了近1天的时间，林渊终于发现了无双门的飞船，他们已经抵达栖霞郡，即将回到宗门。相比较之下，3绝魔宗距离清玄山脉最近。戴上青铜面具，林渊冲了上去。对方最强者不过是天象境而已，我倒想要试一试我如今的战力如何。林渊没有让万毒恶女出手，打算亲自出手。
飞天极境神通飞天遁地，俯冲！凌渊以陨石坠落的方式冲向了无双门飞船，轰隆隆，全身灵力爆发，产生极其可怕的音爆冲击，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了整个天地。四周的树木、巨石在这股恐怖音爆波的冲击下直接粉碎，轰轰轰！四周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嗡嗡嗡！恐怖的冲击力让无双门的飞船剧烈摇晃起来。谁？是谁敢对我无双门的飞船出手？无双门主震怒，从船舱中飞了出来。嗖嗖嗖！无双门的长老和弟子们也纷纷出动，小气运者楚星河赫然就在其中。无双门众人只见一个头戴青铜面具的神秘人俯冲过来，恐怖的威势让他们灵魂不由瑟瑟发抖起来。此人的气息只是天人境而已，为何给我一种心悸的感觉？无双门主眉头轻皱，心中极其不解，当即沉声开口道：“阁下，为何要袭击我无双门？”凌渊神色冷漠道：“一打败我，便立即离开；若输了，全死。”没有丝毫废话，凌渊瞬间气势全开，准备出手。区天人境而已，真当本门主怕你不成？无双剑出鞘，一道恐怖至极的剑芒朝着凌渊斩去。剑芒锋利，四周的花草树木接近化为齑粉，强烈的罡风吹得所有人的脸面生痛。天才的世界是庸才永远无法理解的维度。凌渊傲然而立，整个人变得威严无比起来，浑身有炽热的赤光绽放，四周有恐怖的能量狂啸，气息一下变得恐怖到极致。怎么回事？这真的是天人境吗？无双门的长老和弟子们一个个都感到灵魂激动，几乎要跪伏下来。面对此刻的凌渊，像是仰望古老神灵一般，源自骨子里的敬畏，想要叩首膜拜。金乌灵九天，凌渊轻喝一声，使用圣技或者仙体神通九阳焚天显得太欺负人了，因此只使用了九阳神功中秘术。啾啾啾！此时整个虚空变得炽热沸腾起来，一只巨大的太阳金乌虚影悬浮在天空之上，如同一轮烈日当空，刺得所有人眼睛都睁不开。恐怖的热浪蔓延开来，让四周的温度变得极其高，甚至都燃烧了起来。轰！金乌直接冲向了无双门主，扑哧！仅一瞬间，天象境的无双门主整个人都炸开了，化为了漫天的血雨，死得不能再死了。这种恐怖惊天的一击，直接震撼了所有人，每一个人的脸色都惨白无比，吓得浑身颤栗，简直难以置信，他们的门主居然被一招秒杀了，而且是被一个天人境修士秒杀的，这还有天理吗？炽盛的赤光中，凌渊身姿修长，长发披散，眼眸明亮，有种难以言表的威严，宛若一尊天神降尘，俯视蝼蚁众生。你们的门主输了，那就全部死吧！冰冷阴寒，宛如来自地狱的声音。啊，为什么会这样？门主死了！无双门的长老和弟子们一个个嘴巴哆嗦，汗毛倒立，内心恐惧到了极点。这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恐怖存在！快跑，分散跑，能走一个算一个！有长老大喊道。众人这时候才回过神来，然后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朝着四周跑。这时候，天焰剑出现在了凌渊手中，顿时剑光爆发，璀璨夺目。天焰剑法，凌渊猛地一挥剑，顿时成千上万道恐怖的赤芒剑气以他为中心，像是天女散花一般冲向了四周。扑哧扑哧扑哧！无双门的长老和弟子们被赤芒剑气洞穿身躯，一个个不甘心，绝望地倒在了血泊之中。一位天象境，3位天人境，6位飞天境和无惧境，只用了数息时间就全部死于凌渊手中。不错，对于自己的表现，凌渊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无上神体的修炼虽然困难了一点，消耗的资源多了数十倍，但是战力之强，震古烁今，难以想象。叮！恭喜宿主斩杀小气运者楚星河，获得300气运点、小气运宝箱。打开宝箱，没有犹豫，立即吩咐道：“叮！恭喜宿主打开小气运宝箱，获得4项剑匣。4项剑匣中品灵宝，剑匣内藏有追风、烈阳、暴雷、寒冰4道剑魂，极致的杀人灵宝。以为的实力，这4项剑匣对我没有什么提升，可以送给苏师姐，增加她的保命能力。”凌渊心中暗道，对于自己的女人，他也不会小气，当然他也不会去当舔狗，先满足自己的提升之后，才会将提升不大的东西送给他们。作为男人，凌渊很清楚，只有自己够强大，女人们才不会轻易背叛他。若是当舔狗，啥好东西都给了女人，让他们比男人强，说不定就会看不起你，从而抛弃你。虽然这种事情不一定会发生，以谢延离的性格背叛自己的概率极其微小，但是凌渊不可能去赌人性，只有足够强大，才能够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一切事情绝对掌握在自己手中，心里才会最安心。继续追杀，还有7个略有小气运者，凌渊不打算放过。蚊子再小也是肉。凌渊刚追击到一半，突然系统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原来系统升级需要的1天时间到了。叮！恭喜宿主，系统成功升级到 LV2，奖励1000气运点，下次气运宝箱所开出之物，可选其中1件进行100倍暴击。叮！恭喜宿主，系统升级到 LV2，可吞噬王朝气运，获得相应气运点，继续斩杀或者征服10位气运者，其中至少1个超凡气运者，3个大气运者。系统可以升级到 LV3级，
升级了，终于升级了！林渊满脸激动，没有想到系统升级还有奖励，1000气运点，相当于斩杀一个中等气运者了。奖励物品100倍暴击，也算是好东西。只是这样不能够再随便去杀掠有气运者了，毕竟微气运宝箱开出的东西并不算好，这样使用100倍暴击就显得太浪费了。至少也得找一个中等气运者斩杀或者征服吧，这样100倍暴击之后才会获得更加珍贵的东西。没有想到 LV 2级的系统多了一个吞噬王朝气运的功能，那大黎王朝不就凝聚出了气运吗？林渊眼神一亮，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想要建立一方王朝本身就很难，毕竟大家凭什么服你的统治？大部分都是以家族、宗门形式存在，因此大陆800州王朝数量极其稀少，而凝聚王朝气运的少之又少。只是这太巧合了，刚好大黎王朝凝聚了气运，如此这大黎王朝必灭，谁也救不了。林渊嘴角勾起，露出了一丝冷然之色。此时自身的面板信息出现在了脑海中，宿主林渊 LV2， 境界天人境初期，加气运点1700，体质九阳仙体，出城功法九阳神功，第6层加百毒真经，小成加天焰诀，小成加战绩万毒焚天，圣技入门加九龙耀日，未入门加宝物天机玉佩，天焰剑，虚空飞梭，青铜面具。系统修炼九龙耀日，还有3个月就要前去大黎皇城，这点时间根本不够自己将九阳耀日修炼到一个极强的境界，而这点气运点又不够自身突破到天象境，因此林渊直接选择梭哈修炼九龙耀日，提升战力。恭喜宿主消耗1500气运点，九龙耀日突破到七龙之境，气运点瞬间大减，只剩下200。不过九龙耀日修炼到七龙之境，林渊的战力暴增，这可是威力巨大的上品天阶战技，一些圣技的威力可能都不如他，而林渊又是修炼九龙耀日最佳的九阳仙体，能够超常发挥出其威力。总之这波不亏。血赚，既然不猎杀掠有气运者，那就返回宗门吧。林渊脚踏虚空飞梭，朝着三绝魔宗方向飞去。距离三绝魔宗不远之时，林渊收起了虚空飞梭，然后徒步来到了山门前。此时整个宗门到处张灯结彩，喜庆洋洋。谁要结婚了？林渊有些好奇，第一次在宗门看见有人结婚。林师兄，你回来了呀？守山弟子看见林渊，先是吃惊，随后结结巴巴的笑道：“回来了。”林渊点了点头，然后进入了宗门。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几个守山弟子，他们看我的眼神怎么如此怪异？林渊眉头轻皱，心头有种不好的感觉。不过以他目前的实力，倒是不用担心。大步进入了宗门，快去禀告宗主，林渊回来了。当林渊的身影消失后，守山弟子连忙说道。林渊刚回到万毒峰，峰主便现身在了他面前。林渊，你怎么回来了？赶快离开！万毒峰主脸色一变，连忙说道。峰主，怎么了？林渊皱眉问道。三绝魔宗变天，老祖宗突破到了通神境，你师傅陨落了。随后从怀中拿出了一个空间戒指，这是你师傅留给你的东西，你拿走吧。他感知到了老祖宗突破的气息，预感到自己会死。我刚回来就将这个戒指交给了我，让我有机会转交给你，并且让你远离天玄州，不突破到通神境，不要回来。万毒峰主说道。万毒峰弟子数量稀少，因此相对来说很团结。峰主得到过毒恶老祖非常多照顾，因此才冒险前来通知林渊快逃。什么？师傅他老人家死了？林渊感到遭受一阵重击，心里感到无尽的悲伤。若是没有毒恶老祖的出现，当初自己就被因无情陷害，死于执法殿手中。虽然毒恶老祖在修炼上没有教他什么东西，但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林渊做人的准则。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林渊，你快逃吧，否则你必死无疑。看着林渊愣在原地，万毒峰主连忙将空间戒指塞进了他手中，然后催促他赶紧走。呵呵，走不了了。就在此时，一道冷笑声音响起，执法殿主的身影降临而来。大胆万毒峰主，你居然包庇弟子！执法殿主大喝一声，随后看向了林渊，眼神中充满了得意之色。当然有你师尊毒恶老祖袒护，本座拿你没有办法。如今毒恶老祖已经伏法，今日看谁还能够救你！执法殿主趾高气扬地说道。滚！林渊愤怒地大吼一声。此刻他沉浸在悲伤中，又见执法殿主这个跳梁小丑跳了出来，愤怒到了极点。轰！林渊这一吼蕴含着无比强大的能量，执法殿主脸色骤变，整个人如遭雷击，被震飞了出去，踉跄地跌倒在地上。噗嗤，顿时气血翻涌，忍不住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你怎么可能？执法殿主一脸震惊，不可思议地看向林渊，就连一旁的万毒峰主都傻眼了。林渊居然只是一声厉喝，就重创了天人境巅峰的执法殿主。铜镜见我如井底蛙观天上月，当你高我一镜，见我如一粒皮肤见青天。林渊如同一尊上古神灵般昂然屹立于场中，顿时整个人光芒炽盛，宛如一轮烈日当空，刺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不是退凡境，是天人境。执法殿主一脸的难以置信，恐惧到了极点。
19岁的天人境简直是不可思议到了极点。师尊已死，凌渊准备血洗天煞峰，自然无需再因此修为。他要亲手报仇，一人一剑杀穿3绝魔宗。凌渊双眸冰冷，充满杀意，一步步走向执法店主。报仇就从他开始。你不能够杀我，我是执法店店主，你这是欺师灭祖，背叛师门，将不得好死。看着凌渊那杀意满满的样子，执法店主恐惧到了极点，疯狂的大喊道：聒噪！凌渊直接一巴掌拍了过去，扑哧！疯狂乱吼的执法店主直接化为了一团血雾。这一幕惊吓的万毒峰主冷汗直流。凌渊成为天人修士已经让他无比震惊，没有想到天人巅峰的执法店主被他一招轻松秒杀，这简直不是人，太变态了吧！凌渊，你的天赋震古烁今，无人可及，将来必定成为名震大陆的强者，没有必要留在3绝魔宗送死。老祖宗已经是通神境，你不可能是对手，快逃吧！万毒峰主急忙说道。如此妖孽，若不陨落，必将名震天下。师尊大仇没报，为何要逃？凌渊摇了摇头，如果真打不赢，他不是迂腐之人，绝对会逃。哎，你糊涂啊！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凌渊直接打断万毒峰主，峰主，你不必再多说，殷擎苍那老家伙我还不放在眼里，他还没有资格让我逃走。对了，我刚回来，整个宗门都在张灯结彩，有人要结婚，难道是应无情要强娶苏里妹师姐了？凌渊询问道。是苏里妹要结婚，不过男方不是少宗主，而是老宗主。万毒峰主说道。好啊，老东西还想要抢我师姐，又是一条取死之道，更加不能够留你了。凌渊眼神冷漠，杀机迸射出来，怪不得师姐拼命提升修为，原来他早知道殷擎苍的狼子野心。嗖，凌渊的身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杀入天煞峰，而是去阴阳峰先拯救师姐，万一待会殷家狗急跳墙杀了师姐就不好了。先救出师姐，再慢慢去报仇，不能冒一丁点的风险，让师姐陷入危险之中。很快，凌渊便闯入了苏里妹的别院。站住！没有！2个弟子想要阻拦，扑哧扑哧，当场就化为了血雾。凌渊推开房门，只见一个身穿大红嫁衣的绝美仙子，双目无神地坐在镜子前，眼泪打湿了绝美脸颊。师姐！凌渊喊道。听见那熟悉的声音，这时候苏里妹才从麻木无神中回过神来，转头一看，竟然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师弟。凌师弟，是你！他满脸激动，又带着一些委屈，跑向了凌渊，直接扑进了他的怀中，眼泪止不住的往外掉。这些时日是他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以为再也见不到师弟了。我回来了，你受委屈了。凌渊轻轻抚摸着家人的玉背，光滑柔嫩。突然，苏里妹想到了什么，猛地挣开了凌渊的怀抱，脸色变得惨白无比，满脸的惊慌。师弟，你快走，再慢些就来不及了。他生怕殷擎苍这个时候就来了。师姐，不要怕，有我在，任何人都伤不了你。凌渊自信一笑。你不是对手啊。苏里妹虽然知道凌渊很强，但是也不可能是通神境的对手啊。通神境就是一道天堑，突破之后变强的可怕。走，呵呵，走得了。嗖嗖嗖！这时候，残花婆婆带着阴阳峰的一群高手飞身前来，将凌渊2人围了起来。师尊，你放师弟走吧，我留下。不走！苏里妹跪在地上，连忙求道：“这小子必须死，否则老祖宗不会放过我阴阳峰的。”残花婆婆毫不留情的冷声拒绝了。对于当年凌渊拒绝成为她的炉鼎，心里早就记恨上了，怎么可能放他走？你们确定要拿下我？凌渊冷冷的看着阴阳峰的一群人，臭小子，老身亲自出手拿下你。残花婆婆咧嘴笑了起来。凌渊淡漠地点了点头。既然你们确定出手，那么我就没有必要给师姐面子了。本来看在师姐的面子上，他只杀殷家和天煞峰的人。既然阴阳峰要助纣为虐，就不要怪他无情了。哈哈哈！残花婆婆大笑了起来。区区一个蝼蚁，还能够翻起什么浪花来？残花婆婆化为一道残影，杀向了凌渊。不识抬举，便是死。凌渊声音冷漠。万毒归元掌，一道巨大无比的毒掌向着残花婆婆拍去，恐怖的威能让整个山峰剧烈颤抖了起来。什么？你的威势怎么可能如此之强？感受到了这一掌的惊世之威，残花婆婆脸色大变。轰！恐怖的一掌直接将残花婆婆击飞。扑哧！一大口鲜血喷射出来，大家一起联手杀了她。残花婆婆擦拭了一下嘴角上的血迹，疯狂的吼道：“她做梦都想不到，凌渊的实力居然如此可怕！”轰轰轰！阴阳峰的长老们纷纷出手攻击向凌渊，一群皮肤也想要撼动大树，不自量力。凌渊如猛虎下山，杀向羊群。扑哧！顷刻间，一位天人境长老化为灰烬。扑哧扑哧！紧接着，又是一些长老当场被凌渊秒杀。此刻，阴阳峰的人终于害怕、恐惧了起来，连连后退，看向凌渊的眼神如同看魔鬼一样。苏里妹也是震惊不已，知道师弟很强，但是没有想到如此之强。一群超凡修士联手，居然摧枯拉朽般就灭掉了一大半。哎呀，小畜生怎么如此之强？不久前他不就只是一个退凡修士吗？
现在集合整个阴阳峰的实力都不是其对手。看着自己的门人一个个惨死，残花婆婆痛苦地大叫了起来。林渊的实力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难以理解，不敢相信。小畜生，没有想到你隐藏的那么深，居然是天人境，还杀了执法店主，在阴阳峰更是大杀特杀。就在这时，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宛若从天上的神灵传音，震慑人心，恐怖无比。老宗主，老宗主，你终于来了！仿佛听见了天籁之音，残花婆婆整个人激动了起来。只见一道苍老伟岸的身影从天而降，浑身上下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可怕能量波动，这股气息让所有人都感到灵魂颤栗，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通神境肉身蜕变后，整个人的威势变得极其可怕，宛如一头再是远古凶兽一般。拜见老祖宗！被林渊恐怖实力杀怕的阴阳峰众人，一个如同打鸡血一般，兴奋激动了起来。他们看见了生的希望，连忙跪地叩首参拜。林渊死死盯着来人，双目冰冷，充满杀意。他要为毒恶老祖报仇，并且亲自报仇，因此不打算让万毒恶女出手，同时也让应勤仓当自己的磨刀石，试验一下如今自己的实力究竟强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能否和通神境一战。看见殷勤仓降临，苏里妹的脸色骤变，变得无比畏惧起来。师弟不过天人境，就算战力逆天，能够斩杀天象境，但是面对更强的通神境，绝不可能是对手。若是天象境是地上的一只大象，那么通神境便是强大的神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师弟，你不要管我，全力逃走，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苏里妹连忙说道，她不想看见林渊送死。师姐放心吧，这老家伙我还没有看在眼里，你就看好了我是如何斩杀他。林渊对着苏里妹露出了一个轻松笑容，然后便站了出来，直面殷勤仓。小畜生，没有想到你天赋如此逆天，若是再给你几年，恐怕老夫也不是你对手。可惜你绝对活不过今日。应勤仓苍老的双眸充满威力之色，死死盯着林渊，心中庆幸无比，幸好林渊回来了，否则让他在外面修炼几年后回来，自己怕是有危险了。今日便将其扼杀。杀我？呵呵。林渊冷笑了一声，你还完全不够资格，今日我便亲手斩杀你，替师尊报仇。轰！林渊气场全开，战意昂然，高自己2个大境界又如何？他可是古往今来第一个退凡13阶铸就无上神体的天骄，更是身怀绝世仙体，并且已经出城。区区一个普通通神境，有何不可敌？就让殷勤仓的性命来铸就他无上天骄的威名。今天更新了1万多字，明天继续。现在太卷了，我也开始卷，看谁卷到最后。各位兄弟，多多支持！哈哈！应勤仓大笑了起来，满脸的嗤笑。小畜生，老夫承认你很妖孽，但是也仅仅是天人境而已。通神境的强大是你无法想象的存在。话音刚毕，一股极其可怕，压得众人抬不起头来的气息从殷勤仓身上爆发出来，波涛汹涌，如大海狂潮，涌向了四周。废话就不用多说了，天才的世界是你无法想象的。林渊声音冷漠无情，天焰剑出现在手中，铮一剑挥出，无数道炽热的剑芒如同流星雨一般冲向了殷勤仓。炽热的剑芒让四周空气的温度都骤然提升了不少。5阶灵兵，地阶剑法，应该便是天焰宗的传承。难道这就是你的底气？呵呵，不过如此。殷勤仓轻蔑的一笑，抬手一掌拍出，恐怖的灵力就将四周的炽热剑芒统统湮灭，化为尘埃，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老宗主好强，随手一击便挡下了攻势。阴阳峰的长老和弟子们一个个兴奋地叫了起来。刚刚林渊杀了他们不少人，现在就盼着他快点死。通神境的实力果然远超天象境。林渊心中暗道，他刚刚的攻击一般的天象境都直接秒杀了，没有想到殷勤仓这老家伙随手就化解了。小畜生，受老夫一拳！应勤仓挥拳猛地向着林渊砸来，这一拳之力恐怕有数十万斤巨力。通神境肉身蜕变，肉身力量大幅度提升强化，寻常灵兵已经难伤其肉身半分。林渊也没有动用灵力，握紧拳头朝着殷勤仓轰去。虽然他不是通神境，肉身得到蜕变强化，但是可是无上神体和九阳仙体，肉身也强得可怕。一拳之威，100万斤巨力撼动天地。这一群有气吞山河之势，有猛龙过江之威。轰！两人的拳头在半空中对碰在一起。啊呀！只听见一声惨叫，清脆的骨裂声音响起，应勤仓整个人倒飞了出去，而林渊则是站在原地纹丝不动。肉身比拼，他完胜。你的肉身怎么可能如此之强？应勤仓忍着手掌剧痛，瞪大眼睛，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渊，随即连忙拿出丹药服下，治疗骨裂。哼！林渊嘴角微翘，轻哼一声，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不要以为你肉身强大就真无法无天了。应勤仓大怒一喝，浑身灵力爆发，恐怖的大掌向着林渊拍来，四周能量狂暴如海啸，天地暴动，整个阴阳峰仿佛要炸裂开来一般。轰！林渊挥动手臂，同样是一掌拍出，万毒归元掌。轰轰轰！两人在虚空之中对掌起来，无尽的光华对撞在一起，
炸裂开来，璀璨无比。天煞鬼号！殷擎苍大喝一声，四周黑色煞气翻腾涌动，体内无尽的煞气凝聚成一道巨大的鬼影，恐怖滔天，强大的可怕。嗷吼！鬼影嚎叫，所有人都感到灵魂在撕裂。鬼影张大嘴巴，吞噬向凌渊，煞气弥漫，整个天空都笼罩，瞬间暗黑了起来，宛若黑幕降临。凌渊无惧，一声轻斥，九阳神功运转到了极致。金乌凌九天，只见一头巨大的金乌腾空而起，光芒耀眼，通体火红，燃烧着火焰，直接撕裂了黑色煞气，照亮天地，重见光明。嗷呜嗷呜！鬼影凄厉地惨叫了起来，在金乌炽热无比的炙烤之下，灰飞烟灭。金乌释放出来的太阳真力，完全就是这种阴煞力量的克星。你这是什么功法？好强大！应擎苍脸色骤变，苍白起来，这威能完全超越了地阶功法。本以为凌渊得到当初的阶宗门天焰宗的传承，看来不是那么简单。凌渊，他怎么可能破了老宗主的攻击？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啊？所有人都脸色煞白，一脸的难以置信，连老宗主都不是凌渊的对手，他才多大呀？林师弟他，果然我还没有真正了解他。苏里妹一双美眸，一脸爱慕地看向凌渊，天才青年，实力强大，本来就容易得到女子的崇拜和爱慕，真像一些脑残小说一样，仙女、圣女、女帝爱上普通的我吗？凌渊只是普通人的时候，苏里妹只当他是炉鼎，仅此而已。当凌渊实力越来越强，展现出过人天赋，加上体质吸引，才深深爱上了他。这并不是嫌贫爱富的行为，而是正常人性。让别人喜欢上你，至少身上要有一个闪光点，让别人看得上吧。和你在一起后，若有一天遭遇困难，依然对你不离不弃，便是真正的爱情。若是直接抛弃你离开，这才是真正的嫌贫爱富的贱女人。小子，老夫真是小看你了，这一次不会在手下留情，全力出手将你斩杀。自己堂堂通神境强者，经常三番两次在一个小辈手中吃亏，殷擎苍愤怒到了极点，满眼都是惊人的杀意。老东西，废话那么多，赶紧全力出手，我倒是想要知道通神境有多强。凌渊轻哼一声，好，老夫就成全你。殷擎苍怒吼一声，若九天惊雷炸响，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柄黑气森森的长剑，这便是天煞剑，四阶灵兵，无尽的煞气灵力汇聚于天煞剑上，随后一道10丈长的煞气剑芒凝聚而成，有着斩灭山川的恐怖威能，是天煞破，三绝魔宗唯一的地阶战技。阴阳峰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而且这已经修炼到了大圆满境界。去死吧！应擎苍怒喝一声，10丈剑芒猛地劈向了凌渊。地阶战技，呵呵。凌渊很是不屑的一笑，嗷吼嗷吼。此时他的背后一条又一条火龙冲天而起，最后足足7条火龙围绕在凌渊四周盘旋，每一条火龙都散发出难以想象的强大威势。这是绝对不是的阶战技，难道是天阶战技？不可能，一个19岁的小娃娃，就算从娘胎里开始修炼，也不可能修炼成天阶战技啊！残花婆婆脸色苍白，难以置信的吼道：战技越强，修炼难度呈几何形式增加。嗷吼，发出震天龙吟，火龙直接冲了出去，轰！顷刻间就将煞气剑芒粉碎。扑哧，殷擎苍更是被重创，喷出一大口鲜血，整个身子不断的倒退。老宗主彻底败了，这一幕直接让所有人傻眼了。通神境的老宗主被一个天人境的小辈重创了，一个个脸色苍白，都被吓坏了。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三观。燃烧神火，此时殷擎苍满嘴是血，彻底疯狂了起来。通过燃烧神火，力量瞬间暴涨。虽然这种方式很极端，之后会受到重创，休息数个月，但是却能够大幅度提升力量。老家伙，就算你拼命也没有任何用。凌渊冷哼一声，七龙之威震慑天地，无人可敌。若这里不是三绝魔宗，你可能胜了老夫，但你忘记了，这里是三绝魔宗，一个宗门的底蕴是你无法想象的强大。哈哈，小畜生，到此为止吧，任你如何妖孽，今日也要陨落。应擎苍哈哈大笑了起来，启动护宗大阵，轰轰轰！瞬间，天煞峰、阴阳峰、万毒峰都射出一道光芒冲来，形成一道恐怖的阵法。在阵法之中，殷擎苍的实力瞬间大增。怎么回事？护宗大阵被开启了！应天仇惊讶道，他连忙冲了出去。这时候，天煞峰许多人也纷纷冲了出来。通常，只有宗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护宗大阵才会启动。毕竟，启动一次消耗的资源可是天文数字。凌渊他竟然和父亲在大战，而且还重创了父亲，逼他动用了护宗大阵。这怎么可能啊？应天仇震惊无比，直接傻眼了。一旁的殷无情也是懵逼了。爷爷不是通神境吗？还被退凡境的凌渊重伤，让他的脑子完全混乱了起来。万毒峰和天煞峰的不少长老此时也知道了战况，一个个也是震惊无比。没有想到逼出护宗大阵的人是凌渊这个弟子，特别是万毒峰的长老，一个个脸上露出遗憾之色。若是没有这场内乱多好，将来他三绝魔宗必定出一个绝世强者。果然，一个宗门的底蕴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不过我还有底牌没有使用，今日便试一试这仙体出城的恐怖实力。
感受到护宗大阵给自己的强大压力，林渊心中暗道，随即不再隐藏，九阳仙体开启，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威势爆发，瞬间弥漫开来，笼罩了整个三绝魔宗，宛如天上的神灵仙人降临。扑通扑通，恐怖的威压让许多人直接瘫软在地，完全受不了如此可怕的威势，神魂好似都要被湮灭了，整个身躯不由自主地发抖着。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三绝魔宗的人一个个懵了，怎么突然感觉林渊变成了上古神尊一般可怕，威势惊天？这小畜生的体质到底是什么等级？居然有如此可怕的威势！应勤苍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去死吧！在护宗大阵的加持下，煞气剑芒增加到了数十道，齐齐向着林渊轰杀而去。九阳焚天！林渊轻喝一声，顿时天地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异象，九轮太阳旗齐出现，恐怖的高温炙烤着大地，瞬间就皲裂了一大片，无数树木花草瞬间焚尽。啊呀！面对9日焚天的威势，三绝魔宗的人一个个倒在地上，惨叫了起来。在林渊的重点关照下，阴阳峰和天煞峰的长老和弟子，不少人当场整个身躯燃烧了起来，在痛苦的惨叫声中死去。应天仇连忙挡在儿子身前，替他挡下了这恐怖的威势，否则应无情当场就陨落了。当然，林渊的重点对象还是殷勤苍，7条火龙在仙体力量的加持下，威能暴涨，冲杀了上去。轰！只是一瞬间，轻松就震碎了护宗大阵。不，应勤苍发出了一声惨叫，他整个身子都燃烧了起来，灵魂同样发出撕裂一般的疼痛。使者，救我！救我！应勤苍痛苦的大叫道。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殷勤苍身上，立即向魔劫使者发出了求救信号。废物一个，居然连一个天人境都打不赢，要你有何用？这时候，一道阴冷的声音响起，一团黑雾笼罩天地，黑雾之中走出来一道浑身透发出阴森森气息的黑袍人，戴着一个恐怖狰狞的鬼面具，看不清楚真容。使者，救我！看见魔蝎使者出现，殷勤苍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拼命地喊道。然而魔劫使者根本懒得看他一眼，一双阴冷的眸子死死盯着林渊看。小家伙，你的体质很不一般啊，本座很感兴趣。结结！魔蝎使者阴冷的笑声令所有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像是一个色狼盯着一个绝色美人看一眼，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还有口水流出来。应勤苍痛苦地大叫起来，无论他如何哀求，魔蝎使者都没有理会他，任由他被活活烧死。老夫刚突破到通神境，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怎么可能就这样死在了一个小辈手中？不甘心啊！在痛苦的大叫声中，殷勤苍神魂俱灭，都被焚烧成灰烬。一代枭雄殷勤苍就这样被林渊给斩杀。天人境斩杀通神境，恐怖如斯，震骨烁筋，妖孽无双。这殷勤苍修炼的不过是玄阶功法，最强的不过是地阶下品战技，实力就如此强大。若是那些传承强大的通神境，我还真不一定能够取胜，毕竟差了2个大境界。林渊心中暗道，总结了一下自己的战力，对付最弱的通神境还是可以，但是面对那些实力强横的通神境，还是有一些差距啊！一股恐惧惊慌的气氛瞬间弥漫了整个三绝魔宗。老宗主死了，死了！一个个脸色煞白，难以置信。然后再看一眼身边满地焦黑的尸体，一股惊恐之感涌上心头，吓得浑身打颤，冷汗直流。应天仇父子更是脸色煞白，惊恐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的天塌了，通神境的殷勤苍陨落，他们父子2人还有活路吗？你真是无情，连自己的狗都不救。林渊看着眼前的神秘人，声音冷漠地说道。魔劫使者阴沉一笑，没有用的狗拿来干什么？倒是你，让本座很感兴趣，不如乖乖当我的狗。看着林渊的眼神满是贪婪，你是什么身份？想让我给你当狗，有资格吗？林渊冷冷问道。他想要趁机试探一下这个神秘使者的来历。哈哈哈！魔蝎使者笑了起来。好，本座就告诉你我的身份，本座乃是魔魂殿执事魔蝎。魔魂殿太远了，也许你没有听说过，你只需要知道，魔魂殿乃是最顶尖的天阶宗门，是整个大陆的霸主之一。现在有没有资格收你当狗了？魔魂殿，林渊确实不知道，但是天阶宗门他知道，绝对是强大恐怖的存在。魔魂殿相比较圣丹宗和9天剑阁如何？林渊开口道。呵呵，魔蝎使者的脸上露出极其不屑之色。9天剑阁虽然也是天阶宗门，但是给我魔魂殿提鞋都不配。至于圣丹宗比较特殊，虽然宗门实力不强，但是因为是炼丹师，人脉极其可怕。魔蝎使者如实地说道。怎么样，考虑好了吗？当本座的狗也是你天大的荣幸。结结！魔蝎使者阴冷地笑了起来。林渊点了点头，说道。考虑好了，你若是当我的狗，可以活命。魔蝎使者瞪大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渊。他真不怕死吗？小子，你虽然杀了殷勤苍这个废物，但是在本座面前就如同蝼蚁一般。本座可是乾坤镜。魔蝎使者高傲地说道，瞬间释放出乾坤镜的威压出来。轰！一瞬间，恐怖的威压笼罩了整个三绝魔宗，强大的可怕。殷勤苍不过是一个最弱的通神境而已，而本座可是乾坤镜，你难道是我对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当不当本座的狗？魔蝎使者阴沉地说道，双眸中有强烈的杀机浮现。呵呵，林渊不屑一笑。乾坤镜很强吗？魔蝎使者傻眼了，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林渊。他们之间差距是如此之大，居然还问自己乾坤镜很强吗？莫不是傻子吧？既然你不识抬举，那本座就送你一程。桀桀，你这种天才妖孽的灵魂一定是非常美味的。魔蝎使者兴奋地笑了起来，一条漆黑有黑气翻滚的锁魂铁链飞出，朝着林渊捆绑而去。轰！这时候一道极其恐怖的气息爆发出来。老东西，上我家少主，谁给你的胆子？冰冷的女子声音响起。只见一个暗紫色长裙赤足而立，风华绝代的女子出现在众人面前，她的手中出现一朵恐怖的幽冥毒火，然后朝着魔蝎使者轰去。那锁魂铁链瞬间就灰飞烟灭。啊呀呀！顿时惨叫声音响彻了整个天地。放过我，我知错了。魔蝎使者的求饶声音响彻了天地。他不过乾坤镜初期，在万毒恶女的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完全碾压。你若是杀了我，魔魂殿不会放过你们的。见万毒恶女无动于衷，魔蝎使者威胁了起来，送她上路吧。林渊冷冷道，只是一个执事而已，和古清晨的身份天才地宝，魔魂殿不可能为了一个执事大动干戈。况且魔魂殿距离青阳郡太遥远，等他们得到消息，然后派人前来，都不知道多少时间过去了。到时候林渊自身的实力足可以强大到对抗魔魂殿的程度，反而不杀魔蝎使者，自己底牌暴露太多了。他若是起贪念，可以立即摇人来对付自己，这才是最危险的。啊呀呀！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声音过后，刚刚还高高在上，仿佛掌控一切的魔蝎使者便灰飞烟灭。他恐怕做梦都想不到会陨落在三绝魔宗这个小宗门中。魔羯使者陨落，直接让阴阳峰的众人感到肝胆俱裂，惊恐万分，一股无力的窒息感笼罩了全身。在大离国最顶尖的超凡6阶乾坤境强者就这样被秒杀了。谁也没有想到林渊的背后还有如此可怕的护道者，令人心颤，难以言表心中的恐惧。怎么会这样？应天仇父子更是疯狂的大吼起来。本来殷勤苍死了就死了，只要这魔蝎使者能够杀了林渊，他们父子二人还有活路。可是现实啪啪给了父子二人2耳光，燃起了希望，瞬间就熄火了。林师侄，先前是我糊涂，全部都是应勤苍逼我干的，还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一次。见大势已去，残花婆婆慌忙的跪在地上求饶道。哼！林渊冷笑一声，双目杀机迸射。他可不是圣母，既然选择杀自己，便做好赴死准备。见林渊杀机凛然，吓得残花婆婆连忙转头向弟子苏里妹求情：师弟，他虽然是我师父，但既然不给你活路，要杀要剐全凭你心意，不用顾忌我。苏里妹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不怪她心狠。既然残花婆婆选择对林渊出手，又有什么资格让自己求情，放他一条生路？如果不是师弟够强，死的便是他了。人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扑哧，林渊点了点头，直接一剑斩向残花婆婆，顿时血染长空。残花婆婆的那颗脑袋断体飞出，像皮球一样滚落很远，眼睛还大张着，狰狞可怕，死不瞑目。剩下林渊又对阴阳峰和天煞峰弟子进行了一轮清洗，凡是对自己出手过的全灭。很快三绝魔宗师横遍野，流血飘橹，宛若人间炼狱。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残酷，选择了就要付出代价。应天仇父子二人被强行跪在了林渊面前。殷无情，本来我们无冤无仇，可是你偏要找我麻烦，三番两次想要置我于死地。林渊这时候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大半年前面对殷无情的报复，他战战兢兢，随时都可能没有小命。如今别说殷无情了，就算他爷爷都被自己所杀，如果殷无情不来找他麻烦的，双方之间就不会结仇，林渊也不会暴露天赋，被毒恶老祖收为弟子，从而也没有进入清玄秘境。没有那些机缘，他根本不可能是应秦苍的对手，他只能够想办法就走师姐，甚至关键时刻可能自己独自一人逃走，应家也不会有今日的灾难。这一切都是应无情引起的因果。林渊，你不要得意。突然应无情嚣张地大笑了起来，你根本杀不了我，你永远杀不死我。闻言，林渊立即神色一震，难道他身上有什么逃命底牌？同时命令万毒恶女警惕四周，严防殷无情逃走。突然殷无情的手中出现了一把匕首，然后猛地捅向自己的心脏，顿时鲜血狂涌。林渊，我自杀了，你永远杀不死我！哈哈哈！扑通一声，殷无情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这让林渊整个人愣在了原地。本以为殷无情还有什么逃命的手段，没有想到选择了自杀。确实，他已经自杀，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杀死他了，没毛病。无情！应天仇抱着殷无情的尸体，痛苦的大叫道，随后朝着林渊大吼道：“你永远都杀不死我父子二人！”应天仇拿起儿子手中的匕首，猛地捅向了自己的心脏。他也选择了自杀，不让林渊杀。师弟，大仇的报，接下来怎么做？看着满地的尸体，苏里妹感叹万千。师姐，我们离开三绝魔宗以后，你就跟着我。林渊轻声说道。苏里妹点了点头，俏脸微红。只要你不嫌弃，我一辈子跟定你了。
只有你一个男人。林渊不仅救了自己，还替自己苏家满门报仇。苏里妹心中暗暗发誓，这一辈子都会好好做师弟的女人，然后给他生10个儿子报答他。两人即将离开，这时候万毒峰主赶来了。两位还请留步。万毒峰主喊道。峰主有何什么吗？林渊开口道。你们两人一走，这三绝魔宗就真的完蛋了。万毒峰主苦笑道。高层强者基本上都被林渊杀绝，三绝魔宗名存实亡了。那些对手怎么可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将三绝魔宗彻底覆灭？三绝魔宗是否覆灭与我无关。峰主，你还是赶快带着万毒峰弟子离开吧。林渊摇了摇头，他才不想浪费这点时间和精力去管三绝魔宗，自己本身就是被抓来当牺牲品的，并没有太多感情。林渊，你糊涂啊，并不是想让你管三绝魔宗的事情，而是为了你。万毒峰主道。林渊疑惑地看着万毒峰主，如果你就这样走了，欺师灭祖的罪名就牢牢扣在你头上了，对于你行走天下是非常不利的。一些强大的势力说不定会以此为借口对你不利，但你继承宗主之位就是宗门内乱而已，并没有欺师灭祖，这样对你的名声也会很好。万毒峰主劝道。苏里妹听后也是脸色未变，也开口劝道。师弟，峰主他说的不错，在这个世界欺师灭祖是最大的罪行。林渊也是沉思了起来，也觉得万毒峰主说的不错，自己还没有天下无敌做到横行无忌的程度，没有必要背负欺师灭祖的罪行。不过他真不想当这个破宗主管事。突然林渊转头看向了身边的苏里妹，我确实不想当宗主，这样吧，师姐当这个宗主，我就当一个客卿长老。如今天煞峰和阴阳峰大部分长老和弟子都死了，三绝魔宗名存实亡，再叫三绝魔宗就不合适了，就重新取名为魔神宗吧。林渊觉得这个名字够霸气，改名也是彻底和过去做个了断，毕竟三绝魔宗基本上算是自己所灭，再叫三绝魔宗不合适。林渊今后有自己的道要走，不可能让苏里妹时时刻刻跟着自己，让她当魔神宗宗主，算是给她找点事情做吧。内心真实想法，天天带着一个女人在身边，怎么好去泡新的妹子呢？找点事情给师姐做，支开这个电灯泡。师弟，我实力低微。苏里妹连忙想要拒绝，林渊直接打断了她。师姐，你就算帮我忙吧，我会支持你做好这个宗主之位。闻言，苏里妹只好同意了，成为了魔神宗宗主。万毒峰主也欣然接受了，虽然有些可惜林渊没有当峰主，但是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苏里妹和林渊关系匪浅，只要他当了宗主，魔神宗今后出事，林渊也不会袖手旁观。随后万毒峰主召集了剩下的所有长老和弟子，齐齐前来宣布三绝魔宗改名为魔神宗，苏里妹为宗主，林渊为客卿长老。对此大家都没有任何意见，毕竟他们可是亲眼看见了林渊可怕的实力，还有一个乾坤镜的护道者。今后的魔神宗不是远胜三绝魔宗，拜见宗主，拜见客卿长老。所有人齐齐下跪参拜道。都起来吧。苏里妹点头道，快速进入了宗主的角色中。对了，大长老，怎么会有许多长老和弟子不在宗门了？苏里妹开口询问道。大长老便是万毒峰主，如今没有了三峰之说，他直接晋升为了大长老。对于三绝魔宗，苏里妹还是非常了解，就算林渊杀了一部分，但是也不会剩下如此少的人。大长老将殷擎苍灭黑石城萧家，萧淼淼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逃走，应擎苍派遣了不少长老和弟子去搜寻他的下落的事情说了出来。灭族之祸突然爆发出恐怖的实力，这萧家小姐怎么越看她越像气运者啊？而且气运等级不低。林渊心中暗道，按照情报，这萧淼淼只有退凡9阶修为，突然之间爆发的力量能够从殷擎苍这位通神境强者手中逃走，绝对不简单。为何殷擎苍要灭了萧家？林渊不解问道。应该是那魔魂殿的魔蝎使者吩咐殷擎苍能够突破通神境，全靠这位使者的支持，代价就是每年向他贡献100个弟子的灵魂。万毒峰主能够知道，也是因为殷擎苍给他安排了任务。万毒峰每年还贡献20名弟子，萧家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家族，那魔劫使者不可能无缘无故让殷擎苍出手。问题就出在萧淼淼突然实力暴涨的秘密上。这魔魂殿吞噬灵魂元神修炼，最吸引他们的东西当然就是这些。难道萧淼淼的身边有一个强者借着老爷爷？林渊心中暗惊道，这不就是耳熟能详的剧情吗？当然这只是林渊根据蛛丝马迹猜测的。宗主，林长老，我这就让他们撤回来。大长老万峰说道。殷擎苍和魔劫使者都死了，自然没有必要继续追杀萧淼淼，不，继续搜寻萧淼淼的下落。不过不要出手，找到他的下落后立即通知我。林渊连忙说道。以他在番茄看了数万本小说的经验，这萧淼淼99.99%是气运者，气运等级还不低，必须找到拿下。系统升级到 LV3级，可是要求斩杀或征服一个超凡气运者，3个大气运者，希望这萧淼淼便是超凡气运者。宗门的事情全部交给了师姐，林渊则是进入了闭关之中，试一试这8阶灵药阴阳玄身的效果。林渊准备将阴阳玄身炼制成阴阳玄丹，然后自己和师姐一起修炼的时候使用，这可是双修的神药。
两人的修为肯定能够大幅度提升。祭出元阳鼎，凌渊开始炼丹。现在他已经是丹王，这阴阳玄丹倒是可以炼制，只是以他七文丹王的实力，成功率并不大。不过不用担心，成功率不高，气运点来凑，将阴阳玄身再辅助大量珍贵灵药加入元阳鼎中。凌渊的手掌心中出现了赤鸟兽火，将其灌入元阳鼎中，开始炼丹。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凌渊已经是满头大汗。此时随时都有炸炉、丹药被毁的风险。果然，以七文丹王的实力炼制阴阳玄丹还是太勉强了。这丹药虽然只是下品的丹等级，但是双修之下爆发出来的药力完全可以媲美上品的丹。如果就这样炼丹失败，就太浪费灵药了。阴阳玄身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灵药，凌渊不敢大意，连忙使用气运点帮助自己炼丹。定，恭喜宿主消耗100气运点，阴阳玄丹炼制成功，并且5枚全是完美品质。不亏，居然5枚都是完美品质。凌渊暗道：黄丹一炉10枚，玄丹一炉8枚，地丹一炉5枚，玄丹一炉3枚。传说中的圣丹和地丹则是一炉1枚。轰轰轰，5道金光从元阳鼎中冲了出来，凌渊赶紧将他们抓住，塞入了专门的玉瓶中保存。炼丹成功，去找师姐试一试，也好提升一下自己的修为。凌渊嘴角勾起一丝笑容，嗖，直接消失在了原地，来到了魔神居。这是当初三绝宗主的住处，现在更名为了魔神居。师弟，你出关了。看见凌渊前来，苏里妹脸上顿时洋溢出笑容。师姐，我有个好东西要和你一起分享。凌渊轻笑道：什么东西？苏里妹一脸好奇。阴阳玄丹，双修神丹。凌渊拿出了玉瓶。天呀，师弟，你居然连阴阳玄丹如此珍贵的丹药都能够搞到！苏里妹震惊无比，性感小巧的舌头兴奋地舔了舔嘴角，又可以缠师弟的身子了。师弟，开始修炼吧。一只玉足从绣花鞋中拖出，银白细嫩，美到极致。玉足轻抚，勾了勾凌渊，二人不再浪费修炼时间，衣裙进退，然后都服下了一颗阴阳玄丹，然后开始一起修炼。满屏尽是春色意，不羡鸳鸯不羡仙。师姐，你居然如此快就炼化了阴阳玄丹的药力。感受到苏里妹体内磅礴的能量，凌渊很是正常。师弟傻眼了吧？嘿嘿，师姐也是圣体哦，元灵圣体，绝佳的炉鼎。哼哼，你可有福气了。元灵圣体就是一个天然的灵气漩涡和宝库，可以快速炼化各种丹药和天材地宝。凌渊心头震惊，没有想到苏里妹居然也是圣体。在这个大陆，圣体可是极其稀少。没有想到自己的2个女人皆是圣体，阴阳交汇，2人的能量汇聚在一起，交融炼化，不断的炼化阴阳玄身能量。轰，2人的修为开始疯狂的提升。当药力全部消耗之后，苏里的境界已经从无惧中期提升到了圆满，半只脚踏入了天人境，直接跨越了2个小境界，加上先前的积累，也顺利突破到了天人中期。毕竟无上神体突破消耗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能够突破已经很不错，不可能像苏里妹一样连破2个境界。如果不是大境界限制，怕是还能够继续突破。这就是地丹的恐怖吗？这才一点时间，我居然就突破了2个小境界，随时可以踏入天人境。苏里妹满头大汗，头发散乱，但是掩盖不住满脸的惊喜。这最起码省去了她1年以上的苦修。师姐，不要太高兴了，我还有阴阳玄丹，开始吧。2人再次服用丹药后修炼。这一次，凌渊感觉到自己难以突破到后期，不过距离天人后期近了不少。就在此时，突然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能量涌入自己的体内，瞬间就冲破了瓶颈，突破到天人后期。师姐，你……凌渊有些不可思议，苏里妹居然牺牲自己，以元灵圣体为炉鼎，将他服用的阴阳玄丹炼化产生的能量，通过连接点全部都给了他，这才让他突破到了天人后期。师姐，没有必要这样做，这样会耽误你的修炼，我自己的修为会想办法突破。凌渊开口说道。这元灵圣体果然可怕，可以快速帮人突破。对于元灵圣体本人来说，也能够快速炼化天地灵气，修为猛增。我看你处于突破边缘，就帮你一把。放心吧，我自有分寸，可不会成为你的累赘。苏里妹笑了笑，凌渊点了点头。师姐，不要向外人暴露你元灵圣体的事情，否则会引来灾难。这种绝顶炉鼎绝对会让人疯狂。你师姐我又不是傻子，当然知道，也就信任你，告诉了你。苏里妹说道。还有最后1枚阴阳玄丹，师姐你服用了吧，我帮你修炼。又是一轮剧烈的修炼后，苏里妹成功破境，开辟识海，凝聚元神，成为了天人修士。恭喜师姐成为天人修士。凌渊笑着祝贺道。师弟，这都是你辛苦了。苏里妹高兴，一个激动，嫣红的樱桃小嘴在凌渊脸上亲吻了一下。修炼完毕，凌渊也获得了15气运点。师姐，我还有2样东西送给你。随即凌渊拿出了天元丹和4项剑匣，天丹和中品灵宝。闻言，苏里妹整个人震惊到了极点。天丹、中品灵宝都是她难以想象的宝物。师弟，这太贵重了。苏里妹连忙说道。这些对我来说没有用，你就拿去吧，只有你实力够强，对我的帮助才会越大。凌渊强行塞入了苏里妹手中。我不会让你失望。
苏里妹重重地点了点头，随后林渊离开了。苏里妹继续闭关修炼，以师姐元灵圣体可以快速吞噬灵气、天才地宝的能力，想必很快就能够突破到天人境，甚至通神境。元灵胜利的恐怖之处，便是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快速突破境界，不需要任何沉淀巩固修为。只要没有达到修炼瓶颈前，突破境界就和喝水、吃饭一样简单。若是不是无上神体的修炼太难了，林渊也能够做到元灵圣体这般。他的修炼瓶颈太多了，不过不急，慢慢修炼。就算最后有自己难以突破的瓶颈，也能够靠气运点直接突破。天道是公平的，无上神体很强，但这条路注定不好走。一来，想要在寿元耗尽之前突破到退凡13阶，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难以办到的事情；二来，就算成功凝练出了无上神体，今后的道路也是千辛万苦，极难破境。无上神体之路虽然是一条无敌之路，但也是一条充满无尽困难的路，哪怕是妖孽天才都难以轻松突破境界。若是陷入了一个难以破开的瓶颈，这辈子就止步于此了。古往今来，并不是没有人无法突破到退凡13阶，毕竟无尽岁月中不知道出现了多少妖孽怪胎，只是无上神体的修炼之路代价太重了，很可能万劫不复，从而不敢去选择在退凡12阶就迈入了超凡领域。也只有林渊这种挂壁，有气运点突破保底，可以随便修炼。师姐在玲珑水府中得到了不少丹药，完全不缺资源，不久后便可以成为我的一大助力。脑海中浮现师姐那诱人的娇躯，林渊不由得露出了一个笑容。又收获了15气运点，还剩115气运点。征服气运者就是好，不仅能够长期得到气运点，还能够成为自己的助力。毕竟他们本身就很不凡，天赋卓越。接下来就是好好提升实力，准备2个多月后的大黎皇城之行。连3绝魔宗的护宗大阵都给林渊带来了一点点麻烦。大黎王朝统御9州上万年，底蕴之深难以想象，绝对不能够大意。因此光靠万毒恶女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更强，让自己完全没有一丝危险才行。希望在去大黎皇城前能够找到萧淼淼，只要能够斩杀或者征服他，我的实力必定大增。林渊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期待之色。按照自己得到的情报，这萧淼淼至少是一个中等气运者，甚至可能是自己心心念的超凡气运者，加上系统升级送的一次100倍暴击奖励，完全可以直接起飞。林渊回到自己的房间，拿出了毒恶老祖留给他的空间戒指，里面的资源对于林渊来说完全不值一提。清玄秘境一行让他无比富有起来，只是其中一枚毒虫蛋让他眼前一亮，这是超凡6阶龙蝎兽的蛋。没有想到师尊给我留下了一个好东西。林渊没有犹豫，立即滴入一滴精血，开始炼化成自己的本命毒物。随着大量毒液的灌入，龙蝎兽开始疯狂成长，最终进化到了超凡4阶才停止。龙蝎兽体型巨大，有一头牛一般大小，通体乌黑，常有龙鳞一样厚坚固的鳞甲，尾巴有些似龙尾，毒刺寒气逼人，令人瑟瑟发抖。传说中它体内有一丝微薄的真龙血脉，所以才有了龙蝎兽的名称。这龙蝎兽应该是师傅在万毒谷深处得到的。万毒谷能够孕育出超凡6阶的毒物，看来里面可能有大机缘啊。林渊若有所思地暗道，最终决定去万毒谷深处看看。以前实力不足，不敢深入其中，现在已经完全不用惧怕。林渊直接瞬移到了万毒谷。第一次前来之时，他还是一个朝不保夕的蝼蚁，如今再次前来，已经拥有了毁灭整个宗门的实力。林渊没有在外围徘徊，直接飞向了峡谷深处。越往深处，毒物越大，遮天蔽日，甚至连阳光都无法透射下来。寻常修士来到此处，直接就会被毒气攻心而亡。这时候有不长眼睛的超凡毒物前来偷袭林渊。初次见到2只超凡1阶毒物之时，差点没有将他吓得半死，幸好有萧元替他挡灾。如今这些超凡毒物在林渊的眼中就和地上的蚂蚁一样渺小，轰，顷刻间就被他轰杀，提取毒液。当来到万毒谷深处后，毒物的实力越发强大，甚至还有好几只超凡4阶的毒物，不过都不是林渊的一合之敌，刚好可以让血煞蜈蚣和石骨飞虫晋升超凡4阶。很快林渊深入到了万毒谷最核心之地，就连当初的百毒宗通神境强者也没有他足过的地方。这里地面被毒物完全侵蚀，变得焦黑一片，寸草不生，寻常超凡修士前来也会瞬间被毒死。幸好林渊万毒不侵，不受任何影响。越往深处毒气越强烈，这万毒谷深处到底有什么东西？林渊心中越发期待起来，立即召唤出了万毒恶女替自己保驾护航。这深处隐隐有一股气息，让林渊感到心悸。再看看一旁的万毒恶女，便安心了不少。毒女注意警戒4周，一旦发现危险立即处理。林渊吩咐道：是，主人。万毒恶女恭敬道：毒物弥漫，能见度很低。林渊小心翼翼地搜寻着4周。这时候一棵通体黝黑的大树出现在了林渊的面前，整棵树光秃秃，没有一片树叶，黑油油的枝叶不断从树枝中冒出来，刚刚滴下就在空中气化，变成了毒物散播开去。难道整个万毒谷笼罩的毒物都是这棵树流出来的？这棵树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林渊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那棵大树。主人，这是传说中万毒母树，是最顶级的圣树之一，浑身的枝叶都蕴含着剧毒，触之必死。万毒恶女的声音中带有激动。作为地级血脉，在万毒恶女的脑海中有无数与毒物有关的传承记忆。万毒母树相当于一个制造顶级毒液的源泉，可以源源不断的产出。闻言，林渊眼前一亮，果然，这万毒谷中有大机缘。灵药，灵树之上便是圣药、圣树，这万毒母树更是圣树中最顶级的存在之一，价值难以想象。也幸亏这里毒气冲天，难以闯入，否则早就被人发现了。嘶嘶！突然，林渊感知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风袭来，他感到头皮发麻，灵魂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不好，有危险！林渊脸色骤变。这时候，只见一条足足有10几丈长、比水桶还要粗的蟒蛇从毒雾中冲了出来，迎面一看，便是那双猩红、散发出无穷寒意的冰冷眸子。嗷吼！巨蟒发出一道震天吼声，林渊感到自己快要被震碎了一样。这条巨蟒的实力实在是太可怕了，这是超凡7阶毒物毒煞天蟒。万毒恶女沉声说道：“什么？超凡7阶？相当于人类的洞天境实力？”林渊顿时脸色煞白，震惊无比。没有想到，这万毒谷中竟然藏有如此恐怖的危险，超凡7阶的毒蟒，这是足可以横扫大离国，造成无尽可怕灾难的恐怖存在啊！看着毒煞天蟒的眼神，明显动了强烈的杀意，想要顺利撤退已经是不现实的事情。毒女有信心对抗他吗？林渊小心翼翼地看向万毒恶女，生怕她说没有，这样自己就彻底危险了。若是人类的超凡7阶通天境强者，我还确实没有办法拿下。不过这是毒物，它的毒功对我毫无作用，先天就弱了许多，加上我的地级血脉对它有血脉压制作用，拿下它不过是手到擒来之事。万毒恶女自信地笑道：“作为地级血脉，便是其他低等毒物的克星。畜生，你惊吓到我家主人了，找死！”万毒恶女看向毒煞天蟒，满眼寒意：“小娃娃，你大言不惭！”毒煞天蟒口吐人言，声音冰冷至极，听声音还是一条母蛇。达到超凡5阶之后，妖兽、毒物都可以口吐人言。万毒母树可是他的命根，绝不能够传出去。毒煞天蟒杀机凛然，是要留下2人的性命。轰！一股如同洪水滔天、淹没天地的气息爆发出来。万毒恶女并没有废话，直接出手了。嗷吼！只见一条通体紫黑色的巨龙腾飞而起，发出震天吼叫。这便是九幽毒龙，这是神通，你的血脉不简单。刚刚还目空一切的毒煞天蟒，终于有了一丝忌惮。就算如此，但你也只是超凡6阶，你且是对手？毒煞天蟒发出震天吼声，然后扭动巨大的身躯，杀向了万毒恶女。轰轰轰！双方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可怕大战，整个万毒谷都在震动。你居然免于我的攻击，怎么可能？毒煞天蟒愤怒到了极点，自己的攻击无用，这仗还怎么打？太不公平了！去死吧！万毒恶女眼眸冰冷，嗷吼！九幽毒龙冲杀了过去，旋即万毒恶女的四周悬浮了9朵幽冥毒火，然后形成某种强大的阵法，镇压向毒煞天蟒。终于，毒煞天蟒感到了死亡的气息，心中极其的不甘心。明明自己的等级比他高，但是不管怎样，都感觉到处被他压制，太邪门了！我认输，不要杀我，我可以认你为主。毒煞天蟒连忙求饶道。这时候，9朵幽冥毒火悬浮在半空中，将毒煞天蟒包围，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要了他的性命。万毒恶女看向林渊，再问他的意思：“你有办法让他彻底认主吗？”林渊问道。万毒恶女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就收服他吧。这可是超凡7阶，相当于人类洞天境的战力啊！整个大离国明面上都没有洞天境的修士，能够收服他，自然最好，又多了一大助力。别看毒煞天蟒被万毒恶女完全压制，这是因为血脉克制，就算真正的洞天境修士前来，也不一定是他对手。以后你便是我的坐骑。万毒恶女冷漠地说道，然后使出秘法缔结奴役契约，打入了毒煞天蟒体内。旋即，他的身躯开始快速缩小，变成了不足1尺长的小蛇，盘旋在万毒恶女的手臂上。毒煞天蟒能够认知，一来是怕死，二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万毒恶女的血脉对他有先天压制，让他从灵魂深处不由得生出臣服感，不然以超凡7阶毒物的高傲，怎么可能轻易屈服？主人，成功收服！万毒恶女恭敬地复命道。好！林渊满意地点了点头，心中有些小激动，不仅得到了万毒母树，还收服了一个超凡7阶的毒物，赚大发了。对于大离王朝之行更加有信心了，就算前去大离王朝之前没有找到萧淼淼，我也有底气了。林渊决定将毒煞天蟒当做一个底牌，关键时候再出动，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解决完毒煞天蟒之后，林渊的目光再次放在了万毒母树上，该将其转化为战斗力才行。有了这万毒母树的本源毒液，可以加速圣迹万毒焚天的修炼。若有等级很高的毒液辅助修炼，万毒焚天的修炼会更容易、更快。万毒母树分泌出来的毒液可以分成3个等级：普通毒液，弥漫整个万毒谷的毒物便是普通毒液气化；还有精华毒液、本源毒液，其中本源毒液数量极其稀少珍贵，
也是整棵万毒母树最大价值的地方，是毒修梦寐以求的东西。主人，我需要万毒母树的精华毒液，可以培养出最强大的虚空战虫。这时候，虚空毒母的声音在林渊的脑海中响起。用精华毒液培养出来的虚空战虫，它们的体魄更强，战斗力更为强悍。估计精华毒液培养的虚空战虫可以打2到3个普通毒液培养的虚空战虫。毒液的强大虽然不能够直接提升虚空战虫的等级，但是能够大大提升其战力。用本源毒液培养2只王虫，用精华毒液培养虚空战虫。林渊说道。这万毒母树存在多年，积累了不少本源毒液和精华毒液。虽然毒煞天蟒会消耗一部分提升自身，但是用量也是很有限。他为了毒霸万毒母树，杀光附近的高级毒物，否则也不会有如此多的存货。毒母开始本源毒液制造王虫，用精华毒液制造虚空战虫。50只虚空战虫驻扎这万毒母树附近守护，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毒物靠近。另外，制造50只虚空飞虫，负责采集毒液、收集资源。林渊吩咐道。虽然手中的存货不少，但是坐山吃空也总有一天消耗光。是，主人。虚空毒母的声音响起，随后林渊盘坐在万毒母树下，开始吸收本源毒液，开始修炼万毒焚天。无尽的毒气从林渊体内释放出来，笼罩了大片天地。毒气有着剧毒和强腐蚀性，能够轻易屠灭一座城。这便是万毒焚天，极其可怕、威力巨大的范围性杀伤功法。本源毒液涌入体内，当即被林渊炼化、消耗，转化成了修炼万毒焚天的能量。数天过去，林渊的手掌中绽放出了一朵黑色的毒炎，毒炎旺盛，散发出毁天灭地的威势。点燃毒炎，万毒焚天小成。林渊一脸欣喜若狂，数天功法，一门圣技功法小成，让他的战斗力大增，而且他还可以常备一些本源毒液在身边，使用万毒焚天完全可以靠消耗本源毒液催发，这样就不用担心自己修为低微，使用圣技后灵力消耗殆尽。禀告主人，已经全部制造完毕。虚空毒母出现在林渊面前，随后他的肚子裂开，密密麻麻的虚空虫子飞了出来，2只王虫在最前面，它们拥有更加强壮体魄，像是将军统帅一样。接着密密麻麻的虚空战虫足足有350只，全部都是超凡2阶初期实力。它们的颜色相比之前变得更加深沉，充满威慑力，一看就是不好招惹的凶残之主。随即林渊将血煞蜈蚣和石骨飞虫升级到了超凡4阶，如今他的毒物大军变得极其庞大可怕，7个相当于人类天象境的超凡4阶，350只相当于人类无惧境的超凡2阶，这股力量足可以让整个天玄州颤抖起来。这还不算万毒恶女，还有他刚说的超凡7阶坐骑毒煞天蟒，这就是我的毒物军团。看着密密麻麻充满了整个天空的大军，林渊感到无比的豪情壮志。最后留下50只虚空战虫看守万毒母树，林渊离开了万毒谷。接下来的日子，林渊的日子过得无比充实，炼丹、修炼、炼丹、修炼，就这样不断循环。偶尔找师姐一起修炼，享受温柔。苏里妹元灵圣体解封之后，加上不缺资源，修为也突破得极快。在嗑了不知道多少丹药后，林渊的境界终于提升到天人境圆满。只是冲击天人极境遇见了瓶颈，暂时没有突破。随着境界的提升，灵魂力量也有了略微提升，达到了超凡4阶中期。所有本命毒物的实力也提升到了中期。万毒恶女提升到了超凡6阶中期，实力再次变强。玄天魂法的等级还是太低了，现在灵魂等级不低之后，提升的速度缓慢到了不能够忍受的地步。林渊一脸无奈，只能够期待下次能够开出更强的灵魂秘术。还剩下1个月，便要赶去大离皇城，这萧淼淼竟然还没有下落。林渊皱眉，心里痒痒，想要早点将百倍暴击给使用了。先去找师姐一起修炼吧。独自闭关枯燥了，林渊打算放松一下。只要是正常男人，对于那种事情都不会冷淡，反而很享受。况且还是一个漂亮像下凡仙子一样的师姐，对自己很温柔，又动用身上所有手段尽全力服侍，让他非常快乐享受。有时候林渊也算明白了，为什么会有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昏君，真顶不住啊！如果不是师姐承受不住自己强大的体质，林渊有时候很想就那样永远沉沦下去。很快，林渊来到了师姐的宗主行宫。苏里妹激动的鞋袜未穿，赤足跑了出来：“师弟，你来了！”如果让魔神宗的弟子看见了，肯定会无比惊讶。那高高在上、清冷绝艳的宗主，居然对一个男子一脸娇羞妩媚。恭喜师姐突破到了天象境圆满，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能够突破到通神境。如今你的境界可是远超师弟，以后快要照着我。察觉到苏里妹的气息又变强了，林渊笑着恭贺道，心中很是羡慕。在修炼速度上，元灵圣体太变态了。苏里妹吐了一下舌头，嘟囔道：“就算我突破到通神境，也不是你这个天人境对手。很是好奇，你是怎么修炼的？战力如此变态。”然后两人进入了房中，顿时暧昧的气氛笼罩了整个房间。师弟，先前还以为你是正人君子，没有想到你那么坏。老实交代，你让我学的招式和姿势是哪里学来的？苏里妹坏坏一笑，审问着自己的师弟。我这个人悟性高，无师自通的。
林渊糊弄道：“不可能告诉自己偷看了很多小本子的电影吧？师姐，我们开始修炼吧，就用我教给你的招式修炼。”苏里妹顿时浑身发软，俏脸红霞满布，娇羞地点了点头。又是一天一夜的修炼。此时林渊的气运点总共达到了170。又过了3天，林渊整个人激动地站了起来。大长老万峰前来禀告，找到了萧淼淼的下落。我们的人在冰原发现了萧淼淼的踪迹。万峰将情报递给了林渊，林渊接过一看，点了点头。面对三绝魔宗的追杀，他逃到冰原可能性是很大。冰原是大黎王朝境外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刚好和天玄州紧挨着。按理来说，四周温度都很高，并没有冰原雪山存在。令人神奇的是，冰原居然常年飘雪，方圆数百里都被冰冻了起来。冰原有一座圣山，名叫圣雪山，是雪人一族的圣山。雪人一族表面上和人类外貌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他们的皮肤非常白皙，似雪一样。所有族人全是白发，身高比正常人类高出一个头，男的英俊，女的绝美，因此在外面雪人族女奴的价格非常昂贵。只是这雪人族也不是好招惹的主。传闻那位高高在上的雪人女王便拥有乾坤镜的实力，加上强大的冰之血脉传承，一身战力极强，在乾坤镜中喊喻对手。我要亲自出去一趟。林渊决定亲自前去找萧淼淼。毒母让虚空飞虫全部回归，随我前去冰原，自然是想要虚空飞虫帮助自己搜寻萧淼淼的下落。冰原虽然不算很大，但是也不算小，靠林渊自己搜寻1个月的时间完全不够。林渊脚踏虚空飞梭，朝着冰原所在的方向飞去。冰原和天玄州忘川郡相邻，一边江河纵横，阳光明媚，春意盎然，一边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完全是2个极端。虚空飞梭速度极快，林渊很快就飞到了忘川郡。突然他的眸子冰冷了下来。忘川郡七星剑宗既然来了一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林渊可不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奉行的是有仇不报非君子，甚至睚眦必报也不为过。他可是记得这七星剑宗想要让自己未婚妻林雪云杀了自己，幸好自己隐藏实力，将2人给反杀，不然现在他早就是一具尸体。之前实力不足，自然没有办法报仇，现在实力足够了，岂能放过七星剑宗？姐姐，林渊阴冷地笑了起来，既然选择了杀我，那就要付出代价。七星剑宗自然没有必要再存在。越想越气，越想杀人。本来已经飞掠过了七星剑宗的方向，林渊直接掉头杀向了七星剑宗。为了不引起注意和麻烦，他戴上了青铜面具，自己有强大的实力，能够多瞒一会算一会儿，免得引起圣丹宗的怀疑。毕竟如果自己有斩杀天象境的实力，便有杀骨倾城的可能性。七星剑宗坐落在太湖湖畔，是整个忘川郡的无上霸主，宗门内弟子众多，一副欣欣向荣的模样。三绝魔宗的暗探怎么如此久没有消息传回来？七星宗主眉头轻皱，按理来说，每1个月不管有没有重要的大事情发生，死对头那里的暗探都会传递一份情报回来。可是如今都过去了2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心中顿时隐隐有股不祥的预感。林渊清理了一遍三绝魔宗，又下令封锁消息，加上时间较短，因此附近的大势力还不知道三绝魔宗已经发生了大巨变。这个世界没有网络，没有报纸，信息的传播速度自然极慢。嗡嗡嗡，只见一团黑云带着巨大的振翅声音向着七星剑宗压来。灭三绝魔宗根本不需要林渊动手，毒雾大军便可以踏平整个宗门。什么？你们快看，那是什么？望着天上的那一团黑云，七星剑宗弟子们一个个脸色苍白，浑身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是毒雾，是上百只超凡境的毒雾大军。黑云越来越近，七星剑宗弟子们终于看清楚了黑云的真面目，一个个狰狞可怕的毒雾杀来。难道发生了毒潮？我忘川郡怎么可能有毒潮？七星剑宗的人一个个惊恐不已。毒潮和兽潮都是这世界上最可怕的灾难。轰轰轰！毒雾大军压境，杀入七星剑宗，展开了恐怖的大屠杀。除开毒母外，总共6个超凡境4阶毒雾，整个七星剑宗也不过才4个天象境强者，再加上300只极其可怕的超凡2阶虚空大军，远超七星剑宗的超凡数量。大军简直犹如无人之境。很快，七星剑宗就已经血流成河，无数长老和弟子惨死。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有如此多的超凡毒雾杀入我七星剑宗？不！七星宗主脸色苍白，拳头紧握。轰！这时候龙蝎兽杀来，恐怖的毒刺让七星宗主瞪大眼睛，连忙躲闪。天象境初期的他根本不是龙蝎兽的对手，很快就被打得吐血。老祖，救我们！七星宗主大喊道。轰！这时候一股强大的气息冲了出来，然后护宗大阵开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凌空走来，一剑斩出，剑芒冲天，数只虚空战虫化为血雾。他便是七星剑宗的传奇人物剑王独孤雄，半只脚踏入了通神境。可恶，一群畜生敢杀我七星剑宗门人！独孤雄大怒，七柄飞剑齐出，斩向虚空飞虫。扑哧扑哧，又是虚空战虫陨落。不愧是剑王，实力强悍无比。老家伙，可不能够让你如此杀我的毒物！林渊冷冷的声音响起。
虽然毒雾大军足可以耗死独孤雄，灭了七星剑宗，但是这也是需要他花资源培养出来的，可不能够浪费资源。凌渊脚踏虚空飞梭，冲了出来。哼！独孤雄轻蔑一笑，没有想到这群毒物居然是你培养的。不过，你区区一个天人，竟想要杀老夫，简直是狂妄自大。七柄灵剑悬浮在他的四周，组成一个可怕的剑阵。蝼蚁而已，一招灭杀。凌渊自信昂然，没有任何废话，直接打出一条火龙，冲向了独孤雄。扑哧，瞬间粉碎了他的剑阵，并且火龙穿过他的身躯。你怎么可能？在不可思议、难以置信中，独孤雄这位天玄州的传奇剑王倒在了血泊之中。他恐怕到死都不敢相信自己会死在一个天人境的手中。杀了独孤雄之后，凌渊这时候缓缓走向了七星宗主。你到底是谁？七星剑宗何曾得罪过你？为何要灭我宗？重伤的七星宗主拳头紧握，怒吼道。凌渊嘴角微扬，浮现出一丝冷笑。你先看看我的真容，便知道有没有得罪我。凌渊轻轻解开青铜面具，只让七星宗主一人看见。当面具解开，七星宗主双目睁大，一脸的震惊和难以置信。这是一个带着邪笑的青年，面容他太熟悉了，正是三绝魔宗的天才弟子山凌渊。怎么可能是你？七星宗主震惊到了极点，做梦都想不到这个灭自己宗门的人竟然是凌渊。他现在终于明白了，沙林雪云两人之人必定是凌渊。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怨不得我。杀人者，人恒杀之。凌渊的声音冰冷到了极致，充满了杀意。你藏得好！扑哧，七星宗主的话还没有说完，脑袋就被凌渊一剑斩落了下来，顿时鲜血染红了整个虚空。轰轰轰！失去了顶级强者和护宗大阵的庇护，七星剑宗的人根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没过多久，便已经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刚刚还繁华、欣欣向荣景象的七星剑宗，如今彻底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最终，七星剑宗绝大部分长老和弟子都陨落，只有极小部分人藏了起来，或者逃了出去。这些小虾米，凌渊懒得去慢慢追杀，直接离开，斩草不除根。呵呵，凌渊不屑一笑，这群小虾米还能够对他这个挂逼构成威胁？当然，如果是真有一丝能够威胁到自己的可能性，凌渊会毫不犹豫地斩草除根，灭七星宗主只是顺手之事。凌渊继续出发，往冰原飞去。穿过忘川郡，四周的温度骤然降低。这时候，凌渊已经来到了冰原。放眼一望，茫茫一片，天空中的鹅毛大雪下个不停，两边的环境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凌渊暗道，然后让毒母释放出50只虚空飞虫，帮助自己寻找萧淼淼的下落。这虚空飞虫真是天生的顶级牛马，无论是酷热还是冰冻的环境下都不受任何影响，高效工作。最关键是造价还极其便宜，夜以继日，24小时不间断工作，累死了。反正成本低，立马重新制造出来，简直是资本家梦寐以求的顶级牛马。另一边，萧淼淼行走在茫茫雪海中，娇小瘦弱的小身板在此刻显得极其惹人怜爱。绝美的容颜，一袭白发飘飘，加上这冰天雪地的环境，美得令人心碎。如果观察其气息，会感到很震惊。这才2个月不见，居然已经突破到了超凡境，飞天境圆满。淼淼，你真的考虑好了？这凤凰冰魄，以你如今超凡一阶飞天境的修为，实在是太冒险了，很可能会没有命的。况且这里还是雪人族的地盘，若是遇上了雪人女王，你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石海中，神秘强者残魂劝道，在逃亡的这2个月中，萧淼淼无意间找到了冰原的秘密。原来，在上古年间，有一头实力强大无比的冰凤陨落在这里，他留下的凤凰冰魄蕴含着极其冰寒之力，将方圆数百里冰封，形成了如今的冰原。这一次，萧淼淼的目标便是凤凰冰魄。神秘强者残魂传给了萧淼淼一门不知来历、极其神秘的秘法，名为是水诀。吞噬一水或者冰属性的异宝，便可以让体质无限进化，从而提高天赋悟性。修炼这门功法，前提要是冰水属性体质。刚好萧淼淼正是水灵之体。师尊，我考虑好了，强者之路本来就是九死一生，况且我身负血海深仇，必须快速强大起来。想起父母家人的惨死，萧淼淼就满脸恨意，无尽悲愤之下，一头亮丽的黑发瞬间变成了白发。好，既然考虑好了，为师就支持你。看出了萧淼淼的决心，最终神秘残魂也只能够点了点头。他知道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劝自己这个弟子回头。凤凰冰魄能够冰封方圆数百里，其威能有多强，可想而知。萧淼淼还是太弱了，强行吞噬可能遭到反噬而亡。谢谢师尊。萧淼淼脸上充满了感激之情。如果不是师尊，他不知道死了多少次。而且师尊为了帮助自己，灵魂力量大减，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陷入沉睡之中。弟子一定会活下来，今后还要替师尊重塑肉身复活，也要替师父手刃叛徒，夺回帝位。萧淼淼拳头紧握，眼神坚定无比。对于师父的来历，他已经知晓，身份高贵的惊人，恐怖无比，乃是瑶池圣地的圣主瑶姬女尊，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圣人强者，站在整个大陆巅峰的存在。天阶宗门之上便是圣地，想要成为圣地，硬性条件
便是有圣人坐镇，整个大陆也就5大圣地而已，加上一个太燕古朝，实力堪比圣地，还有神秘无比的天机阁。也就是说，萧淼淼的这位师尊乃是整片大陆最强7个人族势力的掌舵人之一。瑶姬女尊修炼到了关键时候，被他的弟子勾结外人，联手偷袭陨落，幸好元神得以逃走，还保留着一丝复活的可能。他的那位弟子完全没有放过瑶姬女尊的意思，暗中勾结魔魂殿，到处追杀他的残魂，想要彻底将他湮灭。对于这个叛徒，瑶姬女尊自然恨意滔天，恨不得亲手宰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重塑肉身复活，只是这重塑肉身哪里有那么简单？况且多次拯救萧淼淼，让本来就虚弱不堪的残魂重创，已经处于了崩溃边缘，随时都可能彻底灰飞烟灭。报仇那是以后的事情了，为师只希望你能够平安活下来。还有，灭3绝魔宗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意，我猜测他背后有魔魂殿的身影，不然怎么会莫名其妙灭你萧家满门？定是魔魂殿怀疑我在你萧家了，让3绝魔宗前来试探一下。瑶姬女尊神色郑重地叮嘱道，生怕自己这个弟子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师尊我知道。萧淼淼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茫茫雪海，林渊脚踏虚空飞索，搜寻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萧淼淼的下落。这样找无异于大海捞针。林渊眉头轻皱，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不如直接去雪人族，让他们帮自己寻找萧淼淼的下落。冰原作为雪人族的地盘，他们如果帮助自己找人，确实要容易许多。不管是威逼还是利诱，林渊有的是办法。传闻那雪人女王乃是雪人族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王，最强的天才，在她的带领下，雪人族的实力翻了数倍，说不定也是个气运者。林渊没有犹豫，直接飞向了圣雪山。雪人族的圣山，山巅之上修建有一座冰雪圣城，雪人族的高层便全部居住在此城中。前面有战斗波动，刚抵达圣雪山，林渊便感知到空气中战斗波动，过去看看，脚踏虚空飞梭，飞了过去。圣雪山中，绝美少女萧淼淼身形如电，在冰雪中快速奔跑，后面一群雪人族人追杀着她。师傅，糟糕，我们被雪人族发现了。萧淼淼脸色难看地说道，她已经摸到了雪人族禁地，没有想到还是被发现。可恶的人类，胆敢擅闯我族禁地，一定要杀了他！一个雪人长老大吼道。雪人族长大俊美漂亮，肌肤雪白，皆为白发，身材高挑，气质不凡。嗖嗖嗖，一支支冰箭朝着萧淼淼射去。萧淼淼全力以赴，险象环生的躲闪着。这时候林渊已经赶到，看着萧淼淼被追杀的场景，那绝美的白发少女身影格外让林渊注意。定检测到大气运者萧淼淼，征服或者斩杀可得气运点。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那白发少女便是萧淼淼，果然是气运者。虽然不是我期待的超凡气运者，但是大气运者也很不错了。林渊心中激动道，不枉自己千里迢迢赶来冰原，征服谢烟离，得到了地级血脉的万毒恶女。只要拿下萧淼淼，必定得到地级东西，到时候再加上100倍暴击奖励，说不定能够得到仙级东西。突然林渊眉头轻皱，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到萧淼淼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好像亲近她的感觉。对于这突然起来的亲近感，这让林渊感到不适，非常的不解。擅闯我雪人禁地者，必死无疑。一道威严无比的声音响彻了整个雪山。轰！威严盖世，笼罩了整片虚空。萧淼淼的脸色骤变，这是雪人族的3长老，通神境强者。雪人族除了乾坤境的女王，还有3位通神境的长老。淼淼，将肉身给我控制吧。瑶姬女尊连忙说道。可是师尊以你的情况会魂飞魄散。萧淼淼不愿意交出肉身控制权。现在什么时候了？如果不让为师控制你的肉身，你根本没有希望在通神境手中逃命。瑶姬女尊的声音很急迫。不，萧淼淼眼神坚定地摇了摇头，她不愿意为了自己苟活，让师父灰飞烟灭。师尊，弟子不能够为你重塑肉身了，还请见谅。我死后，你再寻另一个弟子帮你复活。萧淼淼已经坦然准备赴死。这个傻丫头，为师命令你将肉身控制权给我。瑶姬女尊慌张了起来，语气极其严厉地说道。萧淼淼直接切断了和他的联系，准备赴死。哼！林渊冷哼一声，我的韭菜也是你们能够杀的。轰！气息完全爆发，数条炎龙冲向了雪人3长老。什么人？雪人3长老脸色一变，连忙大喝道。数条炎龙直接将其逼退。3长老也只是通神初期，就算比殷勤苍强，但是林渊已经从天人初期突破到了天人圆满，实力更加强大，因此轻松就逼退了雪人3长老。林渊踏雪而来，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好俊的一个青年，威仪绝世，气质不凡，如神临尘，更是真龙凌空，蔑视天地，气度不凡。他到底是谁了？为何要救我？萧淼淼的美眸充满疑惑地看向林渊，阁下是何人？敢管我雪人族的事情，不想活了吗？雪人3长老厉声说道。你雪人族算什么东西？还有我不敢管的事情，你雪人族欺负我人族的小女娃娃，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林渊转头看向萧淼淼，姑娘，你先走，我来殿后。萧淼淼连忙说道，我要留下来与你并肩作战。
就这样抛弃救自己的人独自逃走，他根本做不到。你留下来，不仅不能够帮我，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累赘。林渊毫不客气地呵斥道。对待能够征服的气运者，林渊的态度就是能够征服就征服，不能征服再斩杀。毕竟征服的收益最大，所以他才会让萧淼淼逃走。有了这舍身为他的救命之恩，想必心里非常感激。拿下这个涉世不深的少女，还不是轻而易举。虽然林渊前世是单身狗，没有谈过恋爱，这一世也有了2个女人，但都是意外结合，同样没有谈过恋爱。不过看的电视剧和小说多了，理论知识点还是满满的。等会自己再装作重伤的模样去找萧淼淼，让这个少女心里愧疚起来，嘿嘿，不就慢慢俘虏了她的心了？淼淼，她说的对，你留下来只会是累赘，先走吧。瑶姬女尊也劝道，你一定要保重。萧淼淼不舍地看了林渊一眼，然后化为一道残影逃走。这一刻，林渊的身影深深烙印在了少女的心房中。萧淼淼走后，林渊松了一口气，就怕这少女一根筋，不然待会自己怎么装受重伤啊？林渊暗中吩咐数只虚空飞虫悄悄跟着萧淼淼，这样他就能够随时掌握其下落。萧淼淼离开之后，并没有直接离开圣雪山，而是再次奔去了雪人族禁地。淼淼，你这是？瑶姬女尊脸色微变，我怕她有危险，只有能够吞噬了凤凰冰魄，我才能够帮助她。她救了我，我绝不能够抛弃她逃走。萧淼淼的眼神极其坚定，而且林渊那句累赘让她感到无比的心痛。她不愿意再成为任何人的累赘，所以她必须强大起来。凤凰冰魄便是她唯一的希望。唉，瑶姬女尊叹了一口气，看样子自己这个傻徒弟怕是要被沦陷了。那小子确实如同真龙一般，气质非凡，少有的天之骄子，加上又有救命之恩，萧淼淼沦陷也是正常。小子，今天就让你死！三长老杀机凌然，朝着林渊杀去。天空之上，一根又粗又大的冰柱凝聚而成，朝着林渊镇压而去。林渊抬手便是七龙齐出，嗷吼嗷吼，龙吟震天。扑哧，三长老直接被击飞出去，喷出一大口鲜血。你不过天人境，怎么可能打败我？三长老一脸的难以置信。哼！林渊冷笑一声，天才的世界你不懂。就在此时，一道冰冷无比的御姐声音响起：天才，呵呵，即将成为死人的天才便不再是天才。一股恐怖强大的威势骤然降临，整个虚空都诡异的扭曲起来，整座圣雪山如同发生了大地震一样剧烈震动。拜见女王，拜见女王陛下！雪人族的众人连忙跪在了地上参拜，眼神中尽是疯狂的崇拜之色。林渊也是抬头望向天空，只见一道美丽的身影飞来，心中微微一惊，这雪人族的女王威势好强大，甚至他有种第一次面对毒煞天蟒一样的感觉。这时候，一道曼妙、曲线惊人、高挑无比的身影降临而来。她肌肤胜雪，饱满的唇瓣鲜艳嫣红，一头如瀑的银发与冰晶王冠融为一体，显得高贵冷艳。周身萦绕着大量的雪花，美得凛冽又华贵不凡。加上那高人一头的身高，完全是一个绝美的御姐。她便是雪人族的女王，一尊极其恐怖的存在。定，检测到中等气运者雪人女王，征服或者斩杀可得气运点。系统的声音在林渊脑海中响起。林渊的目光扫视在这个身材几乎完美、娇躯凹凸有致的绝美御姐上，比自己还高出了半个头，那双大长腿比他命还要长，完美无瑕。最后停留在那张倾国容颜上，成熟、冷艳、万种风情，又有这女皇般华贵，气质超尘，迷人心魄。这雪人女王居然也是气运者，林渊心中微微诧异。只是如此傲娇的御姐王女，自己真能够征服？传闻这雪人女王冷艳无双，并且天赋惊世，完美觉醒了古祖血脉，更是性情冷酷，最喜欢残杀人类男子。这种女人想要去征服她太难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我可没有空。林渊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虽然想要征服，但是也清楚难度太大了，倒不如直接杀了简单。毕竟只是区一个中等气运者而已，没必要浪费太多时间。人类少年，你看本王的眼神中有浓浓的杀意，你是否和本王有仇？雪人女王看着林渊，红唇轻动，冷漠的声音响起。精致妖艳的容颜，极其高挑的娇躯，修长笔直的美腿，几乎完美的身材，让她鹤立鸡群，如神女降凡。所有雪人族男子看向女王的眼神，除了敬畏之外，还略带一丝痴迷的贪念。这是他们雪人族有史以来最完美、最漂亮的女王。林渊抬头轻飘一笑，没有仇，只是心情好，就想要杀你。哈哈，雪人女王笑了起来，看向林渊的眼神充满戏谑。就凭你一个天人境，虽有不凡天资，但是还是太弱了。随即，这个妖艳的御姐轻轻舔了舔红润的嘴唇，一对蓝色的奇异瞳孔紧紧盯着林渊。不如你留下来当姐姐的男奴，还能够留下一条狗命。一个天人境修士居然打败了通神境的三长老，让雪人女王极其好奇，想要探究他的秘密。林渊无奈摇了摇头，我承认我长得很帅，很有气质，很吸引女人，但是我也要脸的。你们女人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让我当男奴？有病啊！
动不动就让自己当男奴。虽然这女人很成熟，充满了让荷尔蒙爆炸的气质，但是自己也是有尊严的。如果你真对我有兴趣，不如这样，你当我女奴。林渊调戏的眼神看了看雪人女王，你找死！雪人女王大怒，声音充满寒冰，杀机凛然。作为女王，高高在上，享受万人朝拜，这个卑贱的人类居然让她当女奴。四周的寒气瞬间凝聚成数10道冰锥，发出震耳的破空声音，向着林渊轰射而来。我家少主也是你能够出手的。一道清冷无比的声音响起，一袭暗紫色长裙的万毒恶女赤足凌厉半空，抬手一掌就轻松将数10道冰锥化为冰渣，散落一地。居然还有一个乾坤镜的护道者。雪人女王蓝色的奇异瞳孔死死盯着眼前这个浑身阴冷的女人。乾坤镜内我无敌，人类就算你有乾坤镜护道者也必死无疑。雪人女王杀意盎然地说道，乾坤镜内你无敌，呵呵，井底之蛙观月而已。万毒恶女冷然一笑，嗷吼，9幽毒龙腾飞而出来，发出震天龙吟，巨大的龙躯盘踞在毒女的四周，将她衬托得更加威严。怪不得口气如此之大，原来血脉不简单，呵呵，本王觉醒古祖血脉同样也不差。雪人女王冷冷一笑，无尽的寒气凝聚出一场汹涌狂暴无比的暴风雪。暴风雪之中，一条冰金色的巨龙出现在众人眼前，这便是寒冰龙脉。传闻雪人族的祖先是寒冰神龙和人类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因此雪人族体内存在有寒冰神龙的血脉，只是这血脉极其微薄，想要觉醒血脉力量几乎不可能。雪人女王在一场大造化中成功激活了那微薄的一丝血脉，凝聚出了寒冰龙脉，天赋实力大增，年纪轻轻便踏入了乾坤境巅峰，因此雪人女王的真正封号为寒冰女王。嗷吼，2条巨龙盘旋在天空之上，相互间发出震耳的龙吟声。寒冰神龙 vs 9幽毒龙，一白一黑，相互间大战起来。轰轰轰，2条龙战斗的异常激烈，大片的雪山崩塌，战斗余波更是传递到了数百里之外去。这雪人女王的实力果然不凡，乾坤境内几乎没有对手。不过毒女的实力已经勉强挤入了洞天境，她不会是对手。林渊心中暗道，寒冰女王的寒冰龙脉并不是最纯正的，因此只能够算准地血脉，而万毒恶女可是真正的地级血脉。果然不久之后，寒冰神龙就被击碎，化为了一片冰渣。什么？寒冰女王一脸的震惊，不可思议，自己居然败了。对方的修为可只有乾坤境中期而已，还没有结束。寒冰女王脸色深寒，恐怖的血脉力量凝聚出一柄长枪，寒冰龙枪。轰！寒冰龙枪凝聚无穷之威，宛如一根支撑世界的天柱，神光璀璨，带着撕裂虚空的威势，朝着万毒恶女轰杀而去。恐怖的波动，整个雪山仿佛都要塌陷了。万毒恶女连步轻盈，每一步走出都有一朵来自地狱的幽冥毒火生成。很快，那片天空上茫茫无尽都被这暗青色的毒火扑灭，形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一般。然后数之不尽的幽冥毒火汇聚在一起，凝聚成一柄幽冥毒剑。此刻万毒恶女气势大增，宛如从地狱中爬出来的死神魔女，气息恐怖至极，令人不寒而栗。斩！万恶毒女轻喝一声，天地震动，她轻轻一挥手，幽冥毒剑刹那间毒光炽盛，从天穹之上劈下来，威能浩瀚无边。轰！两人的攻击对撞在一起，顿时光芒炸裂，发生剧烈爆炸，声如惊雷。噗嗤！寒冰女王喷出一口鲜血，脸色苍白无比。骄傲无比的她本以为自己铜镜无敌，如今居然被一个比自己修为还低的家伙打败，顿时受到了无比严重的打击。你到底是谁？寒冰女王脸色冰冷地问道。万毒恶女神色淡漠，一个死人不配知晓我的来历。呵呵呵，寒冰女王笑了起来，你真以为这样就能够杀了本王？这里是圣雪山，本王的地盘，你如何杀得了我？随即寒冰女王的命令传遍了整个雪人族，速速随本王一起御敌。随后无数道能量冲天而起，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风暴雪阵，阵法之中暴风雪惊天，肆虐整个天地。寻常超凡身处其中，瞬间就会被撕裂成碎片。万毒恶女伸出右手，盘旋在她手臂上的黑色小蛇飞出，顷刻间就化身成一条又粗又长的巨蟒。嗷吼！超凡七阶，相当于人类洞天境的气息爆发出来，恐怖的威压让所有雪人族人都感到背负一座大山般艰难。什么？寒冰女王脸色骤变，难以置信道：这是超凡七阶的毒物，这偏远的大陆西南之地怎么可能出现这样恐怖的生物？本来一个万毒恶女就让她很难对付，现在又出现一个恐怖的超凡七阶巨蟒，寒冰女王心里恐惧到了极点。轰轰轰！万毒恶女和毒煞天蟒联手攻击雪人族的护族大阵。虽然这护族大阵是雪人一族无数年的底蕴，但是只要耗费一点时间，最终破阵并不难。一人一蛇不断的攻击着大阵。主人萧淼淼进入了雪人族禁地，想要吞噬凤凰冰魄，被反噬，陷入了危险，随时都可能没有命。观战的林渊突然收到了毒母的消息。什么？萧淼淼有危险？林渊脸色一变，这时候他也算明白了为什么萧淼淼会不顾危险擅闯雪人族禁地。
原来是为了凤凰冰魄。虽然林渊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名字中带凤凰二字，便知晓其为不凡之物。撤，先去救萧淼淼，然后再来找雪人女王算账。最终林渊做出了决定，如果萧淼淼死了，他就亏大了，能救就救，实在是救不了，只能够痛下杀手，亲自送他一程。林渊眼中闪过一丝杀机，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10000气运点从自己的手中流失走吧。还有一个大气运宝箱，能够征服萧淼淼自然最好，实在没有机会征服，只能够杀了。林渊立即给万毒恶女下达了一个命令，随后万毒恶女和毒煞天蟒都消失不见了。走了。寒冰女王长松了一口气，超凡7阶的巨蟒给她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看来是我雪人族的护族大阵难以攻破，让对方选择了放弃。寒冰女王心头骄傲，这便是一个族群的强大底蕴。不行，本王得马上必死关，不突破洞天境不出关，否则一直都要面临此人的威胁。寒冰女王立即召来了雪人大长老，拜见女王。大长老恭敬地跪拜在地上，卑微到了极点。寒冰女王便是整个雪人族的天，有着盖世威严，任何族人都不敢违背其意愿。大长老，本王要闭关，族中的事情暂时交给你，非灭族大事不可前来打扰。说完之后，寒冰女王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另一边，林渊离开之后，直接奔向了雪人族禁地。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山洞，洞口外有雪人族的强者守卫。萧淼淼通过瑶姬女尊传给他隐身之法，骗过了守卫，闯入了里面。大胆，禁地不可擅闯100分号。雪人族守护大喝道。林渊没有任何废话，直接一挥手，守护全部倒在了地上，然后他脚踏虚空飞梭，进入了山洞中。冰雪大殿，大长老，不好了，禁地出事了，有人杀了守护，直接闯入了禁区。有雪人族人惊慌地跑来禀报，什么？禁地出事了？该死，不会那2人去了禁地吧？大长老的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起来。大长老，这可是我雪人族圣神的禁地，我们赶紧派人去抓他。报信之人连忙说道，你这是想让本长老去送死吗？大长老气愤地将前来禀告的雪人族人踹开了，连女王殿下都不是对手，老夫怎么敢去阻止啊？况且按照族规，我们族人根本不能进入禁地。算了，就让他闯入吧。雪人族禁地是自古祖训传下来的规矩，任何人都不可以闯入，闯入者必死。雪人一族严格执行着这一条禁令。至于禁地之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全族都不知道。同时，每一代的雪人族王上或者女王死后，尸体都会被葬入禁地中，抬他们棺椁进去的人都会选择自杀殉葬。山洞之中温度极低，被厚厚的冰层覆盖。一路上，林渊看见了许多水晶棺，里面安葬之人都是雪人族历代王者。水晶棺的四周有一些尸骨，这些便是殉葬之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林渊突然感到豁然开朗，狭窄的通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空间内，此时萧淼淼盘在地上，头顶悬浮着一颗鸡蛋大小、寒气逼人的珠子，有凤凰虚影浮现，并且还有凤鸣之声。少女运转秘法，不断地吞噬着凤凰冰魄的能量，那种吸引力更强烈了。到底怎么回事？林渊眉头轻皱，实在不理解萧淼淼的身上到底有什么吸引自己的东西存在。萧淼淼脸色发白，不断有鲜血从嘴角溢出，体内的气息相当的混乱，随时都可能爆体而亡。凤凰冰魄蕴含的能量实在是太浩瀚恐怖了，如果不是他意志坚定，心中还有着报仇的执念，恐怕早就陨落了。萧淼淼的情况不妙啊，随时都可能陨落。林渊眉头紧皱起来，前辈，我知道你的存在，可否现身一见？我想要了解萧淼淼的情况，才好出手救他。林渊喊道。他知道萧淼淼的身上有一个戒指老爷爷，还是想要先全力救一下，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够辣手摧花。10000气运点，还有一个大气运宝箱，林渊不可能因为心慈手软就选择放弃了。萧淼淼是什么情况，他完全不清楚，只能够询问神秘残魂。闻言，一道绝美的残魂冲了出来。定，检测到大气运者瑶姬女尊，征服或者斩杀可获得气运点。林渊心中无比诧异震惊，这戒子老爷爷居然是一个绝美仙子，更令人震惊的是，他还是一个大气运者，师徒双大气运者，这波血赚啊！没有想到你居然知道本尊的存在。瑶姬女尊一脸警惕地看着林渊，林渊连忙说道，前辈晚辈并没有恶意，想要救萧姑娘就必须要先了解什么情况。瑶姬女尊沉思了一会，如今萧淼淼的情况确实只能够将希望寄托在眼前这个男子身上，死马当活马医。淼淼她修炼了噬水诀，这是一门极其特殊的秘法，能够吞噬净化体质。淼淼强行想要吞噬凤凰冰魄，才导致自己陷入了危险之中。瑶姬女尊简单的解释了一番，前辈，你看我修炼的吞咽诀能不能救他？听了瑶姬女尊的解释，林渊感觉是水诀和自己的吞咽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甚至怀疑萧淼淼身上有吸引自己的东西，是不是和自己两人修炼了这2种秘法有关？林渊立即展示了一番自己修炼的吞咽诀，这让瑶姬女尊感到很是震惊，随即眼前一亮，露出兴奋之色，仿佛看见了希望，说道，我感觉这2个秘法相互间有关联，也许你能够救他，你前去施展吞咽诀，帮他炼化凤凰冰魄。林渊点了点头，
是前辈。然后一个纵身上前，来到萧淼淼身边，将双手贴在她的娇躯上，然后施展吞咽诀。萧淼淼虽然在全力吞噬凤凰冰魄，但对于外界依然有感知，感受到男子的手掌贴在自己的身上，顿时脸蛋一阵羞红。这可是第一次和男子有如此亲密行为。突然，萧淼淼感到自己吞噬凤凰冰魄的速度增加了，他的吞咽诀对于真的有帮助，而且我感觉两种秘法有一种神秘的关联，相辅相成。萧淼淼顿时一喜，观察两人情况的瑶姬女尊也是惊喜不已，果然有用，这两种功法能够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不过随即眉头依旧微蹙，可惜两人对于两种秘法的修炼层次都很低，能够辅助的效果自然很有效。这样下去，淼淼依旧有危险。思忖片刻后，瑶姬女尊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你这样的方法太慢了，最好的方法便是完全进入水火交融状态。小子，不要犹豫，将淼淼的衣服脱了，然后进入阴阳相交、水火交融的状态，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淼淼吞噬凤凰冰魄。寻常方法的速度是很慢，但是如同进入水火之道交融状态，速度能够提升10倍以上。前辈，这样不好吧？会损害萧姑娘的清誉。林渊装作不好意思地说道，其实心里乐开了花，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自己还想要如何征服萧淼淼，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计较什么清白？活命要紧！你是不是男人啊？快点脱淼淼的衣服！瑶姬女尊声音中透露出着急之色，她能够看得出来，萧淼淼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爆体而亡。前辈、晚辈怎么能够乘人之危？清白对于一个女儿家来说大于生命。这样吧，只要萧姑娘同意，晚辈愿意舍生取义救她。林渊一副坚持底线的模样说道。没办法呀，系统要求对方主动自愿。萧淼淼不开口不行，她心里也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我愿意。萧淼淼突然艰难地开口道，她真是个好人，没有立即趁人之危，反而要征求自己的意见。萧淼淼对于林渊的好感度直接拉满了，因此对于就这样委身于一个男子，心里并没有抵触。况且他现在的情况不允许他不同意，他还有血海深仇未报，不能够就这样死了。委身给一个自己有好感还是自己救命恩人的男子，并不算委屈。况且两人修炼的秘法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注定要在一起。既然萧姑娘同意了，那我就得罪了。林渊心里乐开了花，又可以征服一个大气运者。他慢慢将萧淼淼身上那白色的衣裙脱下，顿时春光乍现，露出雪白光嫩的肌肤。淼淼，为师指点你们水火交融修炼，让这小子辅助你快速吞噬凤凰冰魄。瑶姬女尊毕竟是圣地圣主，圣人级强者，见识自然远强于两人。闻言，林渊一愣，瑶姬女尊亲自指点，靠，这也太刺激了吧！两人水火交融，萧淼淼的绝美师傅看现场直播指点两人，虽然现在只是一个残魂，但是确实很刺激啊！水火之道，阴阳同修，果然萧淼淼的吞噬速度果然增加了10倍不止。此时已经完全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这种炼化方式让他感到很羞耻，隐隐有些疼痛感麻酥酥的传遍全身，忍不住发出一声声诱人的轻哼。一旁指点两人修炼的瑶姬女尊有些害羞起来，虽然年龄不小，但是从未与男子有过接触，如今亲眼看见弟子和一个男子同修，难免有些羞涩起来。好在作为一个曾经的强者，强者之心还在，为了自己弟子的性命，羞耻之心还是能够忍下来。淼淼终于脱离了危险，这一次吞噬了凤凰冰魄之后，他便会一跃龙门变化龙，一飞冲天。瑶姬女尊满脸的高兴，这小子天赋太强了，可并肩圣地圣子圣女，也不知道这个小弟子怎么会出现这等天骄，而且在关键时候能够修炼吞咽诀救了淼淼，也许这就是天作之合啊！两人注定有缘会结合在一起，我要不要也将他收为弟子？林渊的不凡让瑶姬女尊起了爱才之心。定，恭喜宿主征服大气运者萧淼淼，获得1000气运点、大气运宝箱。系统美妙动听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这让林渊感到无比激动。萧淼淼真是自己的福星，来得太是时候了。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凤凰冰魄终于被萧淼淼完全吞噬，他的水灵之体也进化成了最顶级的圣体冰凤圣体，同时修为还是暴涨飙升，无惧境、天人境、天象境，直到通神境初期，萧淼淼的修为境界才停止了飙升，一步登天。这时候林渊也迎来了自己的收获，冰凤圣体的元婴之力渡入了他的体内，无比的磅礴浩瀚。林渊欣喜若狂，若是自己将其炼化，便能够冲击天人极境。随着吞咽诀和是水诀的不断交融，两人的脑海之中居然都多出了一段传承信息。原来这两个秘法之间还真有联系，是一对夫妻共同所创。丈夫是炼丹师，所以创出了吞咽诀；妻子只是凡体，天赋低下，于是创出了噬水诀。这两门秘法合体同修，可相辅相成，辅助对方修炼。同时结合水火之力，可以施展出强大的冰火秘术，冰火两重天。林渊心中暗道，想要施展出冰火两重天，就要吸收对方的真火力量或者冰水之力。
将对方的力量储存于自己的体内，方可施展出来。当体内存储的对方力量消耗殆尽后，可以继续双修补充，修为越高，体内能够存储的越多，施展出来的冰火两重天威能越强。这又是一个杀招底牌存在，使用完之后还可以找对方充能，然后继续使用。不愧是夫妻共同创造出来的秘法。林渊和萧淼淼心领神会，都各自将自己的力量传给了对方，存储于体内，可施展出秘术冰火两重天。最后修炼结束，淼淼，太好了，你不仅平安无事，还突破到通神境。瑶姬女尊很是激动地飞到了两人面前。师傅，我先穿好衣服。萧淼淼的脸蛋通红无比，有些手足无措地捡起地上的衣裙。太羞人了吧，师傅居然全程都在看。林渊轻轻一笑，也穿好了衣服。公子，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萧淼淼看向林渊，满脸都是少女的羞涩。在下林渊。林渊说道。那以后我就叫你林哥哥。萧淼淼俏皮一笑，直接叫名字显得生疏。叫林郎，毕竟刚认识，有些羞涩，所以萧淼淼便叫起了林哥哥。淼淼。林渊笑着点了点头，看萧淼淼那温柔的眼神，肯定是喜欢上自己了。果然还是不谙世事的少女，容易哄骗到手啊。谢烟离虽然年龄较长一些，但是也算是不谙世事。淼淼，我需要闭关一下，体内还有萧淼淼冰凤圣体的元婴能量。林渊想要借此一口气突破到天人极境。好，萧淼淼点了点头，然后走出了冰洞。林渊盘膝而坐，开始炼化那股萧淼淼的能量。师尊，我们先离开。看了一眼林渊的身影，萧淼淼有些不舍地说道。淼淼，你舍得离开你的林哥哥？瑶姬女尊打趣一笑。师尊，你说过三绝魔宗的背后很可能有魔魂殿的影子，我怕连累了林哥哥，所以先去报仇雪恨，若是能够平安归来，再去寻他，这是自己的仇。萧淼淼不想连累林渊。林渊长得俊俏，气质不凡，实力强大，又2次救了萧淼淼。少女怀春的年龄，试问那个少女不沦陷？很显然，萧淼淼就沦陷了，满眼都是爱人，只是她身负血海深仇，需要去报仇，不然也不会舍得与林渊分开。瑶姬女尊点了点头。淼淼，追杀我的那个魔魂殿魔蝎使者是乾坤境的强者，你现在虽然只是通神境，但是有冰凤圣体的强大，加上我传给你强大秘法，足可以与其抗衡。萧淼淼化为一道残影离开了。此时林渊一心在炼化元婴之力，突破天人极境，因此并不知道萧淼淼离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将这股能量炼化，成功突破到天人极境。觉醒极境神通灵魂冲击，很显然是一种对灵魂攻击的神通，轻者让对方短暂失神，重者灵魂重创，生死道消。总气运点1170，不足以让林渊突破到天象境，因此只能够结束闭关。萧淼淼了。结束闭关，林渊这时候才发现萧淼淼的身影不见了。这时候独母的声音响起：主人，萧淼淼前去三绝魔宗报仇。呵呵，林渊笑了笑，那我们很快就能够再见面了。到手的鸭子可不能让它飞了。小妞，乖乖当好被自己收割的韭菜吧。系统，给我打开大气运宝箱。林渊吩咐道。叮，恭喜宿主打开大气运宝箱，获得炎龙地脉、元神同修象交晶。炎龙地脉地级炎龙的纯种血脉之力，元神同修象交晶，元神双修下可以快速提升灵魂力量和强度。果然出现了一个地级奖励，这元神同修象交晶更是我目前最需要的东西。林渊心中激动不已。随着灵魂等级提高之后，低级的玄天魂法作用越来越小，如今来了一个高等级的增强灵魂力量秘法，太是时候了。接下来该百倍暴击哪一个奖励了？林渊陷入了纠结之中，最终他选择了暴击元神同修象交晶。他已经有了更强的九阳仙体，就算暴击到仙体，对自己的提升也是很有限，而提升灵魂等级却更重要。灵魂等级越高，将来突破修为瓶颈的难度会降低，毕竟灵魂境界已经提前突破，本来无上神体的突破难度就很大，这对林渊来说无疑很有用。因为无上神体的突破很难，靠气运点突破花费自然非常大，他不可能只靠气运点突破，还是先靠自己突破一下最好。第二，灵渊等级提升了，自己的本命毒物就会晋级，变相相当于自己的实力提升，实力越强，在这个吃人弱肉强食的世界自然更安全。第三，灵魂越强，元神出窍逃命的希望越大，万一不幸被杀，可以依靠元神重生。权衡利弊之后，林渊选择了暴击元神同修象交晶。至于炎龙血脉也非常有用，地级血脉可以大大提升他的力量，刚好这炎龙血脉和九龙曜日完全匹配，爆发出来的威能将更加达到真正圣级的威能，而且将来还能够用炎龙血脉掩盖自己的九阳仙体。现在这个小地方的人见识低下，认不出自己的体质是仙体，将来随着自己修为越来越强，去了强者如云的大地方，说不定就看出自己是仙体。若自己没有强大的背景作为依靠，可能会引来麻烦，炎龙地脉便可以作为掩饰。系统，元神同修象交晶，给我百倍暴击。林渊吩咐道。叮，恭喜宿主百倍暴击成功，获得
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好强的灵魂双修秘法。观看了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后，林渊整个人激动到了极点，远超刚刚的元神同修象交经，不仅仅是灵魂双修秘法，还是强大的肉身双修之术，其双修效果远超师姐修炼的阴阳长生法。林渊都有了好几个女人，以后收割气运点的时候也不用浪费修炼时间，直接阴阳双修，收割气运点的同时还能够修炼提升修为，一石二鸟，效率嘎嘎猛。双修的元神越强，提升就越大。林渊突然想到了，眼前一亮，渺渺的师尊瑶姬女尊可是圣人级的元神，如果我与她元神双修，那提升的速度不就飞起了吗？而且这瑶姬女尊还是大气运者，林渊自然想要将其征服。至于斩杀，这可是萧淼淼的师傅，将其斩杀，萧淼淼必定与他反目成仇，失去一个长期的韭菜，得不偿失。因此这瑶姬女尊必须征服拿下，可惜她现在没有肉身，必须等为她重塑肉身之后才能够想办法拿下。现在就先收点利益，让她帮自己提升灵魂。师徒同时怎么越来越变态了？林渊苦笑了一声，拼了，为了自己的气运点，变态一点就变态吧，只要能够提升实力就行了。林渊刚想要离开，这时候虚空毒母的声音又响起了，主人发现一株圣药。林渊修炼的时候，他已经命令虚空飞虫搜寻整个冰洞，查看一下有没有宝物，结果真发现了圣药。林渊眼睛一亮，有些激动起来，这运气也太好了吧。很快林渊来到了一处寒潭前，寒潭之中有一株雪白色的莲花盛开，浓郁的药香扑鼻而来，令人瞬间神清气爽起来，竟然是圣药冰天雪莲。林渊惊道，然后上前准备采摘冰天雪莲。冰天雪莲上好像有东西，林渊发现不对劲，打开了莲瓣，莲心中放着一本冰金色的玉剑，查看了一番玉剑，这冰天雪莲内居然还藏着一门圣级功法，竟然还是雪人族失传已久的镇族功法寒天圣经。没有想到藏在这冰天雪莲内部中，林渊无比震惊。其实如果不是萧淼淼急着走，这机缘必定是他的，这雪人族祖地就是上天注定给他的机缘之地，如今便宜了林渊。按照上面的记载，这雪人族因为体质血脉特殊，必须要在这冰原中修炼才能够提升修为。如今凤凰冰魄被淼淼吞噬了，冰原天地间的那股特殊寒冰之力消失殆尽，雪人族便没有办法再继续修炼，除非修炼这寒天圣经。林渊脑子一转，想到了收服雪人族的办法。如今寒天圣经在手，这雪人族不得不臣服，除非他们想要彻底灭族。只是心里奇怪，这雪人族的镇族功法为何藏在这禁地中？拥有圣级功法，这雪人族的祖上看起来也不简单。林渊将冰天雪莲摘下，放入了星辰界，然后离开了冰洞。冰雪圣城，一个雪人族守卫突然感到一滴水滴在了自己的身上，他好奇地抬头看向了上面冰层，竟然开始融化，出现了水滴。怎么回事？这些冰怎么开始融化了？雪人族守卫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惊恐，这是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仿佛末日要降临一般。很快整个雪人族都发现了这个问题，一个个都惊恐了起来。冰原融化，难道他们的家园要被摧毁了？陛下，陛下！雪人大长老连忙去了寒冰女王闭关之地，本王能够感知到那股笼罩整个冰原的冰寒之力在慢慢消失。寒冰女王因沉着脸走了出来，这是雪人族前所未有的危机，家园被毁，今后再也无法修炼。等他们这些人老死之后，整个雪人族将没有一个修士，全是凡人，到时候族人必定被抓去当男奴、女奴，经历极其悲惨的命运。该死，这到底怎么回事？寒冰女王疯狂了起来，愤怒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圣雪山，这是在断他们雪人族的根啊！万年不化的冰层此时开始在融化滴水，那些正在修炼的雪人族人突然发现天地间的特殊寒冰之力在慢慢消失，整个雪人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惊恐之中，仿佛末日来到了一样的恐惧，浑身忍不住打颤。陛下，有一件事要向你汇报。雪人大长老急忙说道。何事？寒冰女王冷冽的声音响起，先前冒犯我族的那个人族青年，他闯入了禁地之中，不久后就发生了现在的情况，我怀疑可能和他有关系。雪人大长老说出了自己的猜测，毕竟那么多年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人族进入禁地不久后便发生了，不得不令人怀疑起来。难道禁地之中有关乎我雪人一族生死存亡的秘密？寒冰王女秀眉紧蹙，雪人一族数十万年来坚定地遵从着祖训，从来不敢踏入禁地之中，因此禁地之中到底有什么秘密，他也不清楚。该死，那人类敢断我雪人族的根基，本王一定要和他不死不休！寒冰女王拳头紧握，愤怒地吼道。恐怖的威势吓得所有人跪伏在地，瑟瑟发抖。轰！女王一怒，伏尸千里。在女王恐怖的气息之下，整个圣雪山掀起了暴烈的暴风雪。女王陛下，何事让你如此愤怒？就在寒冰女王愤怒至极、杀意冲天的时候，林渊缓缓从狂暴的暴风雪中走了出来。人类，你好大的胆子，毁了我雪人族的根基，现在还敢现身？今日哪怕是同归于尽，也要让你葬身于此！寒冰女王愤恨的声音响彻了整个苍穹。
轰轰轰！恐怖的威势爆发出来，整个天地都在摇坠。就凭你也想要杀我家少主？一道不屑的清冷声音响起。万毒恶女骑着一头吞天巨蟒出现，冰冷的眸光死死盯着寒冰女王。她若敢出手，直接强势镇压。嘶嘶嘶！毒煞天蟒阴冷的三角瞳孔散发出阵阵寒光，跃跃欲试，想要出手。撕拉！粗大的舌头舔了舔嘴巴，流出了粘稠的液体。乾坤镜的肉肯定美味无比。面对两大强者的巨大压力，寒冰女王终于冷静了一些下来。她拳头捏得嘎嘎作响，冰冷地看向凌渊：“我血人族根基是不是你摧毁的？如果不是忌惮对方强大的实力，她早就恨不得将这个人类千刀万剐。不是我。”凌渊摇了摇头，也没有说谎，是萧淼淼吞噬了凤凰冰魄，又不是他，这口锅可不背。接着又说道：“虽然不是我，但是我知道你们血人族发生的事情，修炼根基全断，以后全族再无法修炼，整个冰原也即将慢慢融化，直到最后完全消失。不再修炼的血人族，今后的命运定然凄惨无比，被人贩卖，为奴为娼，完全可以想象到今后血人族的命运有多么凄惨。血人族的女子长得实在是太美了，没有足够的实力，完全守护不了这份美貌。该死！”听见雪人的下场，寒冰女王脸色阴沉到了极点，指甲嵌入手心，有滚烫的鲜血渗出。血人族断在她这位女王手中，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她是整个血人族的罪人，从不流泪，性格坚毅的女王，此时两行清泪不由得流出。女王陛下，你也不要太伤心绝望，我能够拯救你血人一族。凌渊嘴角微扬，笑着说道。你……寒冰女王冷冷看了凌渊一眼，你凭什么如此自大，妄言拯救我血人族？就凭这个？凌渊也没有废话，直接拿出了寒天圣经，只是微微催动一下，一股寒冰之力便席卷四周。感受到这股寒冰之力，寒冰女王脸色骤变，瞬间无比激动兴奋起来。难道这就是我族遗失了无数年的镇族功法寒天圣经？寒天圣经重现人间，天不亡我族啊！刚刚经历最痛苦的绝望，突然又看见了希望。寒冰女王此刻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目光看向凌渊：“人类，说吧，本王需要付出什么东西？”她不相信凌渊会好心将寒天圣经送给血人族，这可是圣级功法，这天下绝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他现身前来，又拿出了寒天圣经，显然是有所图谋。如果对方实力不够，他还可以拼命抢夺。但是看了一眼万毒恶女和毒煞天蟒后，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快人快语，我就喜欢和聪明人说话。凌渊微微一笑，也没有废话，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我要你血人族从今以后完全效忠于我，永世不得背叛。他最重要的目的自然是寒冰女王这个中等气运者，血人族也只是顺带而已，否则他还懒得收血人族为小弟。闻言，寒冰女王低头沉默了下来，此时脑海中肯定在天人交战，无比纠结，权衡利弊之中。凌渊死死盯着寒冰女王，也没有着急。作为一个高傲的女王，让她立即低头还是有些强人所难。不知过去了多久，寒冰女王深吸了一口气：本王可以答应你，不过你不能够奴役我血人族，不能够将我族人贩卖出去，强迫他们做那些肮脏的事情。他也不想让血人族从此灭族，只能够答应下来。况且眼前这个人类青年天赋惊人，又有2个强大的下属保护，背景不一般，跟随他也不算折辱血人族。你放心，你只需要替我做事，成为我手下就行了，我还没有变态到那种程度。不过还有一个条件。凌渊上下打量着那比自己还要高半个头，有着极其修长美腿的绝色御姐。相比较三女，寒冰女王是一朵完全成熟妖艳无比的花朵。他心头第一次感到无比火热起来。果然，成熟的才最具有魅力，最吸引男人，让人欲罢不能。你，寒冰女王，必须做我的女人。自己最大的目的，不就是征服这个女王吗？主人，没有想到你也好色，奴家愿意服侍你。寒冰女王妩媚一笑，已经将自己带入了女奴的角色中。这个条件，她答应下来。这些年，她不近男色，完全是因为太骄傲了，没有一个能够入得眼的。觉醒了祖脉寒冰龙脉，这天下间真没有几个能够入她眼。而凌渊不一样，天人境就打败了通神境的3长老，天赋、潜力、万古无一，自己臣服于这样强大的男人，有何不可？他骨子里就带着崇拜强者的基因。凌渊一愣，心中有些不可思议，没有想到事情居然如此简单解决了。高傲清冷的女王就这样被自己征服了。果然，强大的男人魅力就是大。主人，需不需要我现在服侍你？寒冰女王充满诱惑地舔了舔嘴角，那股成熟女人的诱惑力扑面而来，让凌渊险些把持不住。没有想到，那位高高在上、高贵威严的女王，居然还有这样一面。我还有事情，需要立即返回魔神宗。想起萧淼淼已经去了3绝魔宗，凌渊得赶紧回去，免得因为自己不在发生了什么误会，双方爆发大战起来。寒冰女王点了点头，奴家陪你回去一趟。那寒天圣经，寒冰女王自然迫不及待想要得到功法修炼，没有寒天圣经，她也无法继续再修炼。不急，怎么样也要考察
你们一段时间，不是吗？这可是圣级功法，珍贵异常，不可能随意传人。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1年内赚给你。林渊微微笑道。这寒冰女王本就处于突破的边缘，如果现在自己将寒天圣经传给她，万一突破到了洞天境，反是自己怎么办？普通通天境倒是不怕，但寒冰女王可不普通，觉醒了准地脉，战力强大，她可不愿意去赌人性，要保证自己的绝对掌控权。1年时间足够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完全有实力彻底压制寒冰女王，不怕她背刺。当然，功法母本也不可能交给寒冰女王，只要有母本在手，便可以掌控雪人族的修炼之路，不怕他们背叛自己。好，寒冰女王点了点头。1年时间并不算久，她也清楚自己刚刚效忠，忠心还没有得到检查，不可能轻易得到圣级功法。主人，离开前，请允许我召集族人，安排一下。如今雪人族内人心惶惶，寒冰女王自然要安抚人心。林渊点了点头。很快，雪人族被集结完毕，都是核心成员，足足数千人。整个雪人族数量大约有20-30万人，通神境有3人，天象境20来人，其余超凡境数百人。不得不说，在这片地域，雪人族强大无匹，大黎王朝都不敢轻易招惹。得到这股力量后，林渊的势力也算有一次不小的突破。人员集结完毕，寒冰女王当众宣布，林渊有办法拯救他们雪人族，而雪人族则需要认他为主。知道有救了，雪人族们一个个兴奋不已，恭敬参拜林渊，拜见主人。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的道理，他们自然都懂。既然能够拯救他们雪人族，绝大部分族人都没有抵触效忠林渊。我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以后雪人族改名为冰龙雪族。林渊说道。雪人族？啥垃圾东西？说出去自己也丢人。改名冰龙雪族，名字就明显霸气了许多，名字变霸气了。雪人族不，冰龙雪族也就接受了这样的改名。有小部分老古董想要反驳，但是相当实力不足，最终叹了一口气，还是接受了。从此，雪人族正式更名为冰龙雪族。安排好冰龙雪族的事情后，林渊带着寒冰女王返回了魔神宗。回到宗门，并没有听见萧淼淼前来的消息。看来这个小妮子的速度太慢了。林渊轻轻一笑道：“坐等萧淼淼前来就行了。毕竟爽文，所以设定女主之间不会吃醋，心甘情愿接受其他姐妹，没必要写不愉快的剧情，让主角好好享受其人之福。”天夜城，萧淼淼的身影出现在城中。她并没有第一时间赶去3绝魔宗，而是来到了附近的天夜城。进城之后，萧淼淼径直来到了一个客栈。萧姑娘，你回来了呀！萧姑娘好，萧姑娘好！客栈的小二们纷纷热情地给她打招呼，可见他们和萧淼淼很熟悉。萧姑娘，你总算平安回来了，这几日总是担心你的安危，看见你无事，总算放心了。这时候，一个气度不凡、容貌俊俏的青年一脸激动地迎了上来。本来因为烦心事逃到这小地方来散心，没有想到遇见了萧淼淼，让他一见钟情，于是他死皮赖脸一路跟着萧淼淼。这一次，萧淼淼前去冰原，他本来打算和萧淼淼一起前去，但是强烈拒绝了。没办法，他打算暗中跟踪过去，保护萧淼淼。只是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以青老洞天境的修为，居然被萧淼淼给察觉到了。无奈之下，他只能够放弃跟踪，在客栈中等待萧淼淼的消息。有劳宁公子挂念，我还有一点事情，就不打扰了。面对宁月的主动亲近，萧淼淼声音冷淡，连忙拉开了距离。他心里现在只有林哥哥，不愿和宁月有过多的接触。然后留下愣在原地的宁月，连忙离开了。瑶姬女尊打趣地笑道：“淼淼，这宁月看起来很喜欢你，而且身份不简单，你就这样拒绝他了？”萧淼淼连忙摇了摇头：“我心里只有林哥哥，今生只许他一人。况且我对这宁公子这种狗皮膏药的行为烦得很，没有一点好感。他是一个性格执着之人，认定了一个人便终生不变。你和林渊那小子才认识几天啊，这就非君不嫁了？”瑶姬女尊笑道：“师尊，不许取笑我了，反正这辈子要嫁人，我只嫁林哥哥。”萧淼淼羞得脸蛋红了起来，可爱到了极点，脑海中浮现出林渊的影子，满是甜蜜之色，少女怀春的模样让她展现得淋漓尽致。等解决完3绝魔宗的事情，我就去找她。萧淼淼心中暗道，随即便走向了客栈的后面。今日萧姑娘对我怎么如此冷淡？看着萧淼淼的背影，宁月眉头轻皱，有种感觉萧淼淼在故意疏远她，顿时愁眉苦脸，心情不好起来。公子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你若是想要得到，老奴这就将她抓起来送到你床上。看着公子不高兴起来，一旁的青老顿十面露怒色，自家公子的身份是何其尊贵，一个卑贱的小丫头而已，居然不识抬举，眼中更是有杀机涌出。青老，你不懂什么是爱，若是用强制手段，我宁月还缺女人吗？我要的是萧姑娘的心，你可不许胡来。宁月警告地说道。她身份贵不可言，真想要女人，那些大宗门的圣女都会乖乖自愿爬上她的床，任她随意玩弄。可是人就是犯贱，越是等不到东西，越是感觉珍贵，越是想要得到。是，老奴不敢。以公子的才华天赋，假以时日，
必定让萧淼淼对你爱得死去活来。青老连忙拍着马屁笑道，这一刻把动天境强者的颜面全部丢了，活脱脱一个溜须拍马的小人模样。不错，主要我够努力，不相信得不到萧姑娘的芳心。宁月眼神坚定无比，然后心里默默给自己打气加油。来到客栈后面，一个老者走了出来，小妮子，你总算平安归来。老者一脸的高兴，心里的大石总算落下。白老，多谢你的大恩，晚辈已经成功得到凤凰冰魄。萧淼淼朝着老者躬身一拜，发自肺腑的感激道：凤凰冰魄的事情便是老者告诉他的，否则他不会得到这桩机缘，一飞冲天。同时遇不上自己的真命天子林哥哥，老夫本来快死了，是你救了我，这算是报答你，不用言谢。老者笑着摇了摇头。当然，萧淼淼救治老者的方法是瑶姬女尊告诉他的。作为曾经的瑶池圣地圣主，学识渊博，见多识广，毋庸置疑。白老，这一次我前来是向你辞行的。萧淼淼说道，他专门前来天夜城一天，就是为了向老者辞行。你要去找三绝魔宗报仇？白老说道。萧淼淼点了点头。白老沉吟了一会说道，你虽然已经突破到通神境，但是毕竟太年轻了，经验不足，加上三绝魔宗有护宗大阵，你不一定能够打过殷勤苍。这样吧，老夫随你去一趟，保证横扫整个三绝魔宗。白老自信一笑，因为凌渊封锁消息加上时间较短，所以白老他们也不知道三绝魔宗已经变天了。白老，我一个人就行了，怎么能够麻烦你了？萧淼淼连忙拒绝，后面可能有魔魂殿的身影，他不愿连累到白老。不麻烦，躲在这天夜城数十年了，也该出去活动活动筋骨。白老摆了摆手说道，淼淼，他愿意跟你前去就同意了吧，毕竟三绝魔宗背后有魔魂殿的魔劫使者，你遇上了也许会吃亏，若是有他相助就容易多了。瑶姬女尊说道，毕竟淼淼只有通神境修为而已，面对乾坤境的强者依然要小心忌惮。那晚辈就多谢白老了。萧淼淼恭敬道，没事，我这老骨头能够恢复到乾坤境修为，全靠了你，今后有用得上老夫的地方就请直接说。白老曾经也是大黎王朝境内赫赫有名的乾坤境强者，可惜得罪了皇室，全家被灭，他也重伤，修为大跌，拖着残躯在这个天夜城开了一家客栈，苟且偷生，了却半生，直到萧淼淼的出现才让他重回巅峰，心里那颗沉静依旧，想要复仇的心也缓缓燃烧了起来。随后白老开始安排了客栈伙计们，这一次离开他不打算再回来，临走之前对于这些跟了他多年的伙计自然要安排妥当。一切安排好后，萧淼淼和白老准备启程前往三绝魔宗。刚离开客栈，宁月就跟了上来，萧姑娘等等我，宁月喊道，然后连忙跑到了萧淼淼的身边，这让萧淼淼不悦的蹙眉，宁公子，我们萍水相逢，就此别过，请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好吗？他可不想林哥哥误会。萧淼淼的毫不客气的拒绝让宁月愣在了原地，有些难以置信。虽然先前萧淼淼也反感他跟着，但是也没有如此绝情，毫不留情面的拒绝。青老气的拳头紧握，强行压住了怒火，好大的胆子，居然让自家公子受如此大的委屈。萧姑娘，我没有跟着你去哪里，我也有自己的自由，不是吗？宁月连忙陪笑道，准备死皮赖脸的跟着。人就是犯贱，越得不到越想要得到。萧淼淼秀眉紧蹙，没有办法，只能不再理会宁月，向着三绝魔宗的方向飞去。宁月不承认是跟着他，只是碰巧一路，还真没有任何办法。以他身边老奴的实力，想要甩也甩不掉。嘿嘿，青老，我们也走。宁月高兴一笑，然后屁颠屁颠的跟了上去。哎，公子。青老叹了一口气，想要说犯贱，但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连忙住了嘴，跟了上去。萧姑娘，萧姑娘。一路上宁月都主动想要和萧淼淼说话，但是萧淼淼一声不吭，没有搭理他，心里很是无语。天下间怎么会有如此脸皮厚的人了？几人离开不久后，一个一袭紫色长裙，头戴面巾的绝美身影降临而来，宛若从天上降尘而来的仙子一般，风华绝代，美绝寰宇。身边跟着一个气息恐怖的老妪。小姐，根据情报，明月公子在天夜城这家客栈出现过。老妪恭敬地说道，宁月哥哥，你逃不了的，我一定要嫁给你。女子语气清冷，充满了坚定。她和宁月青梅竹马，从小就喜欢他，没有想到两人即将成亲的时候，他逃走了。既然是这件事情让他成为了笑话，他也没怪宁月，反而责怪自己是不是自己逼得他太紧了，不应该如此早的成亲。可是他只想早点嫁给自己喜欢的人，长相厮守。此群女子走进了客栈找人，最终失望的没有找到人。随后询问了店小二情况，这位小姐，你说宁月公子啊？他刚走不久。店小二笑着回答道，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此群女子急迫地问道。店小二摇了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闻言，此群女子脸上露出失望之色，拳头紧握，嘎嘎作响。既然宁月哥哥在附近出现过，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他。然后此群女子也离开了，开始寻找自己的心上人。三绝魔宗。看着远方那如同擎天巨柱拔地而起的三座巨大山峰，萧淼淼的眼神中充满了惊人的杀意，脑海中
不断浮现出父母亲人，整个萧家被灭门惨死的画面，就感到心如刀绞，痛苦无比。今日三绝魔宗一个人也逃不了，全部人都要给萧家陪葬。萧淼淼语气深寒地说道：“萧姑娘，区一个玄阶小宗门而已，我抬手就可以覆灭，帮你报仇雪恨。”宁月自信地说道，很想要在萧淼淼面前表现自己。宁公子，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你管。萧淼淼冷冷地回应道，他可不想欠宁月任何人情。哈哈哈！白老这时候笑道：“淼淼，让老夫来替你略阵，有劳白老了。”萧淼淼恭敬地说道：“白老点了点头，然后飞向了三绝魔宗。轰！一瞬间，乾坤镜的气势完全爆发，笼罩了整个魔神宗。乾坤镜的威势，呵呵，真当我魔神宗是小趴菜吗？还敢来放肆！魔神宗的长老们露出了愤怒之色，又不是没有死过乾坤镜，这人纯粹来送死的。奇怪，老夫的气势已经释放出去，这小小的三绝魔宗为什么不怕呢？一个个都没有露出恐惧之色，反而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老夫。白老心中很是郁闷不解，老夫乃是乾坤镜强者，三绝魔宗之人，还不速速就死？为了挽回面子，白老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天地。这人不是傻子吧？区一个乾坤镜就想要灭我魔神宗？呵呵，又不是没有死过乾坤镜。魔神宗的长老和弟子们一脸不屑地说道，没有感到丝毫害怕。不怕我？白老彻底傻眼了，这还是玄阶宗门？三绝魔宗透发出的种种诡异，让几人目瞪口呆，心中很是不解。父亲，淼淼现在就来为你们报仇。虽然气氛诡异，但是萧淼淼没有考虑太多，此时只想要报仇。他飞向了魔神宗，凌厉在半空之中，气势凛然。殷擎苍，你这个老匹夫，速速出来受死！我萧淼淼来了，要灭了你整个三绝魔宗，替我萧家讨回公道。萧淼淼充满了杀意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天穹。萧淼淼的杀意震破苍穹，然而殷擎苍的身影根本没有出现，连一点点反应都没有，这让萧淼淼眉头紧皱起来。这老家伙不会是躲起来了吧？首恶殷擎苍不死，就算灭了整个三绝魔宗也没有任何意义。小妮子，就让老夫逼出那殷擎苍吧！白老凝聚出一只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直接朝着下面拍去。这一掌足可以毁天灭地，让一片山脉顷刻间化为尘埃。乾坤镜之威对于退凡境来说，便如同神罚一般可怕。老匹夫，来此捣乱，你找死吗？一道清冷无比的声音响起，整个四周温度骤降，开始结冰，出现一层冰层，充满了冰寒之气。砰！一道冰锥凝聚而成，直接摧毁了巨掌，发出震天声响。随后，只见一个极其高挑、身材近乎完美的绝美御姐凌空踏步而来，如此高贵绝美，让整个天地都瞬间暗淡了下来。什么？寒冰女王？这恐怖的女人怎么会在这里？白老直接傻眼了，震惊无比，同时眼神之中透露出浓浓的忌惮之色。寒冰女王，她怎么会出现在三绝魔宗？这到底怎么回事？萧淼淼也是一脸的懵逼，完全惊呆了，做梦都想不到寒冰女王会出现在这里。这女人很强，萧姑娘，就让青老出手帮你将其拿下。明月心中一喜，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连忙说道。然而立马笑容就僵住了。萧淼淼冰冷地吐出了2个字：不用。她不想欠宁月的人情，不想和他有哪怕一丝的牵扯，不然让林哥哥误会就不好了。小妞子，没有想到寒冰女王在这里，怪不得三绝魔宗不怕老夫，我拖住她，你先逃。白老急忙说道。寒冰女王给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萧淼淼眼神坚定道：我不走。他怎么忍心让白老冒生命危险留下来为自己断后？走？呵呵，走得了吗？寒冰女王自信一笑，浑身寒气爆发，凝聚出惊天威势，准备出手。哼，寒冰女王，你以为老夫怕你吗？白老气势爆发，准备决战寒冰女王。2位乾坤境的强者已经将气势提升到了极点。千秋，住手！这时候一道男子声音响起，随后林渊走了出来。寒冰女王的名字叫雪千秋，都成为自己的奴仆，她再叫女王陛下显然不妥。刚刚林渊在闭关，因此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林哥哥，你怎么会是你？当看清来人是谁之后，萧淼淼整个人愣在了当场，绝美的俏脸上满是难以置信。这是我的宗门，当然在这里。林渊开口说道。唰，一瞬间萧淼淼的脸色变得惨白起来。为什么？林哥哥是三绝魔宗的弟子，为什么啊？难道2人注定会成为仇人？这一瞬间，萧淼淼感到无尽的绝望和不甘。贼老天，太捉弄人了！2行清泪忍不住流了出来。淼淼，你怎么哭了？林渊连忙说道。你是我的仇人，我伤心，怎么不可以哭？萧淼淼一脸委屈，眼泪流得更大了，好想大哭一场。我怎么就成了你的仇人？林渊猛苦笑了一声，知道萧淼淼误会，还是赶紧解释，不然小妮子更加伤心。好了，你听我的解释，你的仇人殷擎苍已经被我杀了，整个殷家都被连根拔起，一个不留，整个三绝魔宗也被清洗了一片，如今已经改名为魔神宗。随后林渊简单将自己和殷家的恩怨说了一遍。太好了，林哥哥不仅不是仇人，还是替我报仇雪恨的恩人。听了林渊的解释后，萧淼淼瞬间转悲为喜。刚刚他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变得灰暗起来，
毕竟还是一个少女，经历了如此剧烈的心情变化，再也忍不住了，快速扑进了林渊的怀中，寻求安慰。林渊轻轻抚摸着她的玉背，安抚着少女的情绪。师弟就是惹女人喜欢，先有一个谢烟离，接着寒冰女王，现在又来了一个萧淼淼。这萧淼淼也算是天骄之女，配得上师弟。师弟太强了，还是要多找点姐妹分担一些。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人，苏里妹并没有想象中的吃醋，反而笑着松了一口气。她一个人的时候可被折磨惨了，半条命都没有，多几个姐妹就不用怕自己没有命了。设定就是女主之间永不吃醋，亲如姐妹，让主角好好享享福。怎么会这样？看见这一幕，宁月脸色变得极其煞白起来，拳头紧握。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萧淼淼变得如此冷淡起来，原来已经有了心上人。宁月此刻发疯一样的嫉妒，看向林渊的眼神中充满了浓烈的杀意。他喜欢的女人，谁也抢不走。别看他在萧淼淼的面前态度温和，活脱脱一个舔狗模样，但是在其他人面前，他可是身份贵不可言、高高在上的贵公子，充满了威严、高傲的姿态。一个贱民敢抢他喜欢的女人，也有取死之道。公子，要不要我杀了那小子？看出了宁月的杀意，青老悄悄询问道。现在绝不能够动手。宁月沉声道，这样萧姑娘会恨死我，还不找我拼命，慢慢找机会，然后再杀了那个小子。敢窥视本少主的喜欢的女人，一定要让她死无葬身之地。宁月的声音中充满了杀意，拳头紧握，嘎嘎作响。我刚刚还以为你是应勤仓的弟子，我两人要走上对立面，我快要吓死了。少女的声音依旧还在颤抖，可以想象刚刚她的情绪波动是有多么的剧烈。那老东西还没有资格成为师傅，只是很可惜没有能够让你亲自报仇。林渊轻柔地开口说道，林哥哥替我杀了他，和我亲自报仇没有区别。萧淼淼露出了一个笑容，拨开云雾见青天，心里的阴影在此刻完全消失。淼淼，他是谁了？你不跟我解释一下？宁月这时候上前，装作很是生气的样子，好似自己才是萧淼淼的男人，抓奸了他们。别看宁月在萧淼淼面前一副舔狗的模样，但是作为贵公子，从小耳濡目染，心思也极其深沉，就是想要林渊误会，然后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间隙，所以他才叫的亲密。厉声质问萧淼淼，林哥哥，你不要误。萧淼淼有些慌乱起来，想要解释，但是因为太着急了，说话开始结巴起来。看萧淼淼紧张的模样，林渊心中笑了起来，果然是一个不谙世事、单纯可爱的少女。他林渊就受宁月的2句话挑拨了，那就是脑残。定检测到大气运者宁月，斩杀可获得气运点。林渊一愣，没有想到这宁月居然还是大气运者，加上萧淼淼、瑶姬女尊升级需要的3个大气运者，不就凑够了吗？乖，不要着急，我知道你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林渊轻声安抚着惊慌失措的少女，心中发出一声冷笑，不是挑拨自己和萧淼淼的关系吗？呵呵，来而不往非礼也。林渊直接亲吻了萧淼淼的俏脸，轻声安慰。唰，一瞬间，萧淼淼的俏脸通红得像成熟的苹果一样，心中羞道：林哥哥也真是，当着如此多的人面亲自己，太羞人了。不过心里像是吃了蜂蜜一样甜蜜，然后在无尽的羞意之中，也主动亲了林渊一下，算是回礼，也明白林渊的用意，这叫心有灵犀。果然，看见两人甜蜜的亲吻，宁月感觉心脏在撕裂的疼痛，双目通红，整个人处于暴怒发狂的边缘。小子，你就不要刺激他了。瑶姬女尊的声音这时候在林渊的脑海中响起，这宁月来历极其不简单，是你现在根本招惹不起的存在，记住，千万不要对他起杀心，否则你必死无疑。他的背景是你无法想象的存在。瑶姬女尊郑重地提醒道。说起来，和宁月的父亲两人还算认识，如果只是年轻一辈的争斗，长辈们还不至于拉下脸面前来以大欺小，但是若是林渊杀了宁月，就是捅了马蜂窝，逃到天涯海角也没有用。林渊冷哼一声，就算你背景再强，还能够强过自己这个拥有系统的挂壁。不过林渊也不是傻子，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强，自然不会轻易杀宁月，就算要杀他，也要谋划好，让他死于意外，撇清和自己的关系。宁月，你想要挑拨我和林哥哥的关系，可没有让你如愿。萧淼淼冷冷地说道，对于宁月的厌恶更深了，如不是他身份尊贵，又有强大的护道者，直接就一巴掌拍死了。萧姑娘误会了，只是误以为你对我有意思，毕竟这段时间都是我在陪着你，很抱歉，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宁月连忙陪笑道，把我在陪着你说得很重，不忘再次挑拨两人之间的关系。林哥哥，这家伙贼烦人，像是狗皮膏药一样跟着，我根本甩不了。萧淼淼俏皮的吐小舌头，一脸无奈的样子。是啊，像一个哈巴狗一样跟着，确实令人很厌烦。林渊轻声嘲弄笑道，轰！青老气息爆发，镇压天地，让白老和寒冰女王都连连后退。你敢羞辱我家公子，找死吗？青老愤怒的声音响彻苍穹。宁月，你要干什么？不许伤害我林哥哥！萧淼淼脸色骤变，连忙将林渊护在身后。青老，教训一下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看在萧姑娘的面子上，不要取其性命。宁月冷冷地说道，他要让萧淼淼看看这个卑贱蝼蚁
极其狼狈的样子，是如何被自己踩在脚下，肆意蹂躏，让萧淼淼明白自己的强大。跟着一个贱民根本没有丝毫前途，跟着自己才会前途无量。也要让林渊被自己踩在脚下，跪地求饶，哀求自己放过他一命，让这贱民在萧淼淼心中的高大形象彻底毁掉，并且失望透顶。这样他才会绝处逢生，有拿下萧淼淼的机会。好的，公子。听见宁月发话，青老满脸的兴奋起来。一群卑微低贱的蝼蚁，竟然让高贵的公子吃瘪，早就想要出手教训，奈何公子一再阻止，这让他心里一震，憋着一口恶气。现在终于可以释放出来，我家公子的身份贵不可言。一群低贱的蝼蚁，卑贱的血脉，也敢出言不逊，今日便让你们知晓，在滔天的力量之下，你们是多么的渺小可怜。青老深寒的声音响彻天地，轰！恐怖的威势爆发出来，整个山脉都在剧烈晃动，整片天空仿佛都要被这股伟力给撕裂了。扑通扑通，普通弟子们完全承受不住这股威压，直接跪在了地上。青老轻轻抬起一只手，凝聚出一道滔天巨掌，朝着林渊擒拿而去，仿若神灵之手，盖压天地，湮灭众生。林哥哥，小心！萧淼淼脸色煞白到了极点，快要急哭了，心中自责不已，都是自己给林哥哥带来的灾难，自己就是一个灾星，先是害死了整个萧家，如今又要连累了林哥哥。寒冰女王脸色骤变，连忙出手想要挡下巨掌，但是恐怖的威势逼得她连连后退，完全无法抵挡。两人之间差着一个大境界，有着巨大的鸿沟。好，这时候一条巨蟒冲了出来，张开血盆大嘴，直接将巨掌给吞噬了下去。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动天境的一掌居然被一条巨蟒给吞噬了，这得有多强大？青老脸色一变，感到无比诧异。小小一个玄阶宗门，居然有一头超凡7阶的巨蟒坐镇，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居然有一头超凡7阶的巨蟒杀了出来。巨蟒一出，刚刚还有陷入恐慌之中的魔神宗弟子们，一个个安定了不少。动天境的修为是很强，但是7阶的巨蟒也不弱，自己魔神宗居然有超凡7阶的生灵坐镇，在这大黎王朝堪称第一宗门了，心里兴奋不已。没有想到林哥哥身边居然还有一条堪比动天境实力的巨蟒，这下有救了。萧淼淼心里高兴不已，刚刚都急哭了。林渊眼神冷漠，死死盯着宁月和青老，敢对自己出手，已是取死之道。殷无情想要杀他，全家上路了；七星剑宗想要谋害他，全宗尽灭。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早晚有一天都要死在他的手中。林渊可是一个有睚眦必报的小人，畜生，老夫的闲事你确定要管吗？现在离去，否则定让你神魂俱灭。青老厉声呵斥道：老东西，少在那里废物，以为老子怕你不成？巨蟒口吐人言，冷冷地回应道：轰！气息爆发，完全不弱于青老。好一头畜生，既然自寻死路，老夫就送你一程。青老猛地挥动手掌，朝着虚空拍出一掌，浑身顿时光芒盛放，璀璨夺目。一指乾坤破，他直接使出了一门天阶战技，伸出一根手指，指向了毒煞天蟒。顿时，一股毁灭之光从手指中迸发出来，恐怖的光芒宛如灭世之光，虚空都扭曲了起来。阴煞毒剑，毒煞天蟒同样使出了自己的本命神通，无尽毒气如海啸一般从他体内涌了出来。这些毒气凝聚出一柄柄黑色长剑，散发出令人心惊胆战、瘆人无比的威势，成千上万全部都围绕着他在旋转，自身的威势变得更强大起来。铮铮铮！全部阴煞毒剑如同万箭齐发一样，全部冲向了青老。整片天空都被一片极其可怕恐怖的毒雾所笼罩。轰轰轰！一人一蛇交战起来，爆发出极其惊人的战斗。灭！青老大喝一声，抬手便是一片灭世之光。杀！毒煞天蟒仰天长啸一声，便是一片毒海涌动，一人一蟒杀得天昏地暗，日月都失了色。轰隆隆！在一招剧烈的对碰之后，一人一蛇倒飞了出去，直接拉开了距离。公子，这巨蟒实力不弱，老奴一时间拿不下，还请见谅。青老脸色羞愧地说道，心里极其的愤怒。他虽然是家奴，但是也是天皇贵胄家的家奴，身份也算是尊贵，居然在这个玄阶宗门内吃瘪了，奇耻大辱！可恶！宁月拳头紧握，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做梦都没有想到，小小一个玄阶宗门内，竟然坐镇有一头超凡7阶巨蟒，让他这个贵公子吃了大亏。从小到大顺风顺水，可没有吃过这样的亏，心里是越想越气。林渊，宁月死死盯着林渊大喊道：既然青老和巨蟒分不出胜负，要不要我们两人打一场？若是你赢了，我立马离开大黎王朝，绝不会再回来；若是你输了，就请远离萧姑娘。他要让这个血脉卑贱的蝼蚁见识一下何谓天生的真龙，让他明白两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宁月，你还要不要脸？堂堂通神境欺负一个天人境，算什么本事？萧淼淼气得破口大骂起来，像护犊一样将林渊护在身后。你真想要打，我陪你打。萧淼淼战意昂然，他也是通神境，自然不怕宁月。宁月不以为然地说道：我也就比他年长一点点，修为全靠自己努力修炼来，有何不妥？他修为低，是因为他是废物而已，与我何干？然后再次发出挑战。林渊，一句话，接不接受挑战？若是这点胆量都没有，
一个窝囊废，还请远离萧姑娘，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只会躲在女人的身后，也就是一个废物。林渊呵呵一笑，轻轻拥抱着萧淼淼，让少女顿时俏脸羞红，心中嗔怒：都什么时候，林哥哥还有闲情抱自己？你说错了，能够吃女人的软饭也是一种本事，连女人软饭都吃不了的男人才是废物。对于让女人保护这件事情，林渊不以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能够让女人臣服，甘心为自己服从，也是一种本领，并不是什么值得被嘲笑的事情。要知道，前世的地球，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上一口香喷喷的软饭。能够吃软饭，谁他都还去努力啊！明月愣住了，一脸不可思议，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林渊。天啊，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觉得躲在女人背后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顿时将他的三观颠覆。毕竟这也算一个有些男尊女卑的世界，吃软饭的行为是人人鄙视的存在。林渊就是一个异类。林哥哥放心，我一直会保护你。萧淼淼一脸笑意地说道，顿时感觉心情前所未有的舒服。能够帮助到林哥哥，便是他最大的愿望。师弟，你若是真喜欢，也可以让你吃我的软饭。苏里妹心里暗道，主人居然喜欢吃软饭，本王好歹也是女王，定让他吃个够。寒冰女王嘴角微扬，露出一丝笑容。林渊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今天这番逆天发言，今后他的女人都争先恐后喂饭给他吃。哈哈哈！白老笑道，这小兄弟真是有趣，别人都引以为耻的事情，他却以此为荣。这颠覆三观的言论让白老感到很有趣。你们还别说，听了林长老的这席话，我都想要去吃软饭了。软饭有什么不好？无需自己再努力。魔神宗的弟子们小心翼翼地议论着，果然是低贱的血脉，一点羞耻感都没有。宁月骂道，真给男人丢脸，不要给脸，不要脸。林渊的脸色骤然一变，森寒无比，一口一个低贱，让他感到无比的不舒服。也就出身好一点而已，真以为自己就是天上的真龙啊！争论起来，在身怀仙体、身负地级炎龙血脉的林渊面前，宁月才是低贱血脉的垃圾货色。你不是要战马，我就与你一战。不过赌约我不接受，不是怕你，而是淼淼是人，不是货物，我不会拿他来当赌约。林渊一步踏出，战意昂然。如果是之前，他还会忌惮宁月的实力，毕竟作为有顶级传承的他，必然不是普通的通神境。但是如今修为突破到天人极境，更是拥有了地级炎龙血脉，实力大增。什么天皇贵胄、妖孽天才，在他面前统统不算什么。林哥哥，萧淼淼一脸担心地看着林渊。林渊轻声一笑，淼淼，你无需担心，同辈之中，我还不曾将任何人放在眼里，就让这位自诩为天上真龙的贵公子见识一下，我到底配不配得上你。萧淼淼一脸柔情地看着自己喜欢的人。林哥哥，你不管是什么样子，都配得上我，这辈子能够与你相遇，便是我莫大的荣幸。少女忍住心中的羞涩，说出了情话。师弟这股天下舍我其谁，傲视同辈的气度，确实太令人着迷了。苏里妹一脸花痴地看着林渊，你真当自己是谁？少年大帝吗？才区区天人境而已，就将所有人不放在眼里，那就看看你能否接住我一掌。宁月冷冷地说道。他抬手一掌，向着林渊拍去。此刻他杀心大起，愤怒到了极点。萧淼淼居然完全不将他放在眼里，当众向林渊说情话，理智已经被疯狂的嫉妒所吞噬。你算个什么东西？林渊冷漠回应道。大步向前，同样是抬手一掌，回击而上。两大年轻一辈的绝顶天骄就这样对上了。一个是天皇贵胄的贵公子，传承了德；一个是身怀系统的大挂逼。轰！两人的一掌对碰在一起，爆发出强大无比的冲击。明月居然连连后退了数十丈，而林渊立于原地，纹丝不动。你怎么可能？明月瞪大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有想到第一招交锋，通神境贵公子宁月吃了大亏。现在明白了吧？我根本没有将你放在眼里。林渊的眼神中尽是嘲弄之色。不过是我大意了，让你一招而已，真以为自己胜利了？宁月冷冷开口道。死！这一次，宁月开始真正将林渊当成了对手，全力出手。一杆战戟出现在他的手中，战戟古朴，带有极其久远的沧桑之意。嗡！虚空颤抖，宁月猛地挥动手中的战戟，携带盖世威压，向着林渊劈去。此刻的他宛如天界战神一般，神圣威严。战戟快速，若闪电奔雷，形成一道璀璨照亮整个虚空的神光。林渊青丝风扬，目光清澈，毫无惧色。天焰剑出现在手中，迎战而上。轰轰轰！两人剧烈交手起来，形成的恐怖能量冲击，逼得围观之人连连后退。这就是妖孽天骄吗？造成的威势，居然让我有一丝淡淡的心悸。白老无比震惊道，心中不由苦笑一声。和这些妖孽相比，自己修炼一辈子都修炼到了狗身上。萧淼淼白衣出尘，肌肤如雪，绝美的容颜不似人间拥有。她一双美目紧张地盯着战场，脸上带着担忧，心中也很是震惊。本以为自己一步登天，能够保护林哥哥了，如今看来，即使林哥哥只是天人境修为，恐怕自己这个通神境也不是其对手。这小子太古怪了，公子居然没有轻松拿下他。青老浑浊苍老的双眸发出阵阵寒光，虚空之上狂暴的能量不断冲击着，两道年轻的身影对撞在一起。
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顶级传承的可怕。宁月低吼一声，身上战意爆发到极点，嗡嗡嗡，他的背后立即浮现出一尊顶天立地的战神法相，宛若天界战神，威势滔天。他竟然觉醒了三品地血，小子，你要当心了。瑶姬女尊的声音这时候在林渊脑海中响起，远古事情，异常未知的灾难发生，整个大陆修炼变得异常困难起来，大地早就销声匿迹，就连圣人都罕见无比。那些拥有大地血脉传承的家族，血脉也在不断的淡化。地级血脉分为纯血血脉、准地脉，1到9品地血，3品地血已经算是上品血脉，在这个修炼没落的时代，算得上最顶尖的存在了。像寒冰女王觉醒了准地脉，更是奇迹，简直是逆天的运气。3品地血，呵呵，林渊不屑轻笑一声，他可是怀有真正的地级血脉啊，只是现在还不适合展示出来，免得引来麻烦。这个世界纯血地脉早已经消失，如果林渊显示出来，整个大陆最顶级的势力肯定都会疯狂涌来抓捕他，抽干他的地脉之血，用来研究九龙耀日。嗷吼！9条火龙同时飞腾而起。当林渊觉醒炎龙地脉后，便已经自动将九龙耀日领悟到圆满，这便是血脉力量的强大。九龙归一，9条火龙融合成一条更粗更大的火龙，宛如真龙降尘，威势惊天。天阶战绩大圆满，怎么可能？他才多大？难道悟性逆天了？青老直接愣在原地，傻眼了。他修炼的一门天阶战绩上百年，也都还没有修炼到圆满。林渊一个20岁的青年，修炼到了大圆满，难以置信到了极点。杀！两人都同时施展出至强一击，对碰在一起，轰隆隆，强大的能量冲击让大片山脉坍塌，整个虚空仿佛都要被撕裂了一般。噗嗤！宁月的战神法相瞬间崩碎，他也受到重创，喷出一大口鲜血，整个人在强大的力量冲击之下倒飞了出去，轰！狠狠砸在了地面上，溅起大量尘烟。自此胜负已分，林渊取胜。全场一个个都瞪大眼睛，全部都傻眼了。谁也没有想到，天人境的林渊打败了通神境的宁月，胜了！林长老胜了！不愧是万年一遇的妖孽！魔神宗弟子们爆发出剧烈的欢呼声，一个个骄傲起来，看向林渊的眼神充满了敬畏。林哥哥赢了！萧淼淼的眼神中透露出崇拜和激动，能够见识到一位万古无一的绝世妖孽诞生，这辈子死也值得了。白老感叹道：“好强大的男人，本王很喜欢。”就连寒冰女王高傲的眼神中也尽是欣赏和爱慕。林渊到底是什么来历？竟然有如此逆天的战力，我竟然一点都看不透他。瑶姬女尊无比震惊道：“天人境打败普通通神境，虽然也很是逆天，但还在他接受的范围内。毕竟那种千年难遇的妖孽就有如此变态的战力，但是林渊居然打败了天才妖孽的通神境，这完全颠覆了瑶姬女尊的三观，无法想象这是多么精彩绝艳的天才妖孽才能够做到啊！”林渊心里很是平静，如果连这都做不到，那就白开挂了。无上神体、绝世仙体、地级血脉，如此顶级的配置，还做不到打败宁月，真可以找一块豆腐一头撞死了。公子，你没有事吧？青老连忙上前扶起了宁月。你输了，一个通神境输给了我这个天人境修士，这就是你所谓的真龙？呵呵，现在明白谁才是真龙，谁才是卑贱的蝼蚁了吧？林渊来到宁月面前，冷冷的嘲讽道：“他很想现在杀了宁月，这可是大气运者呀。”但是宁月背后的强大背景让他强忍住了杀心。噗嗤！宁月气急攻心，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道心直接崩溃了。他血脉高贵，高高在上，瞧不上、鄙视林渊低贱的血脉，没有想到居然败给了自己看不起的人，更没有想到自己高了2个大境界，居然还是败了下来。此刻宁月直接道心崩碎，整个人变得失魂落魄，彻底的败了，然后晕死了过去。哼！青老冷冷的扫视了一眼众人，然后抱起宁月离开了。真想杀了他啊！林渊叹了一口气，只能够放他离开。宁月，希望你不要就这样倒下了，而是前来找我复仇，这样我才能够找机会杀了你。他还真担心宁月被严重打击到了，然后开始当缩头乌龟，这样自己就不好找机会杀他了。淼淼，今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林渊来到萧淼淼面前说道。萧淼淼羞涩地点了点头。如今大仇的报，他也不愿意离开林哥的。淼淼，这位前辈是谁了？林渊好奇地问道。乾坤境在整个大黎王朝可都是金字塔巅峰上的强者，萧淼淼能够认识一个乾坤境强者，让他还是蛮好奇的。他是白老。萧淼淼将白老的事情简单和林渊说了说。白老，不到1个月后，我将要前去皇城，灭了大黎皇室，你愿不愿意加入魔神宗？听了白老的事情，林渊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不可能一直待在魔神宗，以后自己离开，有白老这位乾坤境坐镇，魔神宗也算安全一些。闻言，白老面露喜色，他太想要报仇了，如今见识到了林渊的实力，报仇大有希望，自然不可能拒绝。小兄弟不嫌弃我这残躯，老夫便加入魔神宗。白老笑道。作为魔神宗宗主，欢迎白老还有萧妹妹的加入。苏里妹笑盈盈地走了出来。这位姐姐好漂亮，竟然还是宗主。萧淼淼眼前一亮，心里竟然生出了好感。妹妹以后就是自家人了。苏里妹笑着拉起萧淼淼的小手，以后还请姐姐多多照顾。萧淼淼笑着说道。
看着和谐的两女，林渊也笑了起来。这一世界就是爽，想象中的修罗场根本不存在。离开魔神宗后，宁月苏醒了过来。青老，我不甘心就这样败了呀！我不服。萧淼淼，我血脉高贵，身份贵不可言，为何你看不上我，偏偏看上了一个小地方血脉卑贱的人？我不甘心啊！宁月痛苦绝望地跪在地上，拳头紧握。这是他出生以来受过的最大打击。公子，现在不是不甘心的时候，你得赶紧回去，让家主出手，帮你稳固道心，否则你今后的修炼之路将全毁了。青老急忙说道。好，我们现在就回去。回去之后，我会向父亲申请进入生死门历练，不亲自打败林渊，他将成为我这一辈子挥之不去的阴影。宁月双拳狠狠锤击的一下地面，眼神发狠，神色坚定。就在此时，一道紫色身影飘了过来。宁月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紫裙女子一脸的惊喜。哼，宁月确实很不高兴，将头转到了一边去。他不愿意让女子看见自己狼狈的一幕。宁月哥哥，你怎么受伤了？这时候，紫裙女子发现宁月的气息不对劲，和你没关系，我先走了。宁月直接离开了，自尊心不允许她在这个女人面前丢脸。青老，这到底怎么回事？紫裙女子急忙问道。紫月小姐，事情是这样的。青老简单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老奴还急着将公子送回家族疗伤。紫月小姐，告辞了。青老连忙去追宁月身影。可恶！紫月愤怒的紧握拳头，敢伤我宁月哥哥，绝不会放过你。宁月便是他的逆鳞，谁敢伤他，便杀谁。轰！属于通神境巅峰的气息完全爆发出来，整个天地都在颤抖。林渊居然能够打败宁月哥哥，如果我将林渊杀了，让宁月哥哥得到萧淼淼，是不是能够讨他欢心，然后就不会拒绝迎娶我了？紫月心中暗道，看向魔神宗的方向，若有所思起来。我们暂时不回去了，我要留下来替宁月哥哥报仇。紫月清冷的声音响起。是，小姐。老妪心中叹了一口气，自家小姐好歹是千年难遇的妖孽，没有想到为了一个男人如此作践自己。紫裙女子乃是天阶宗门雷霄宗宗主之女，身份上她觉得高攀了宁月，所以在她面前姿态表现得很低。雷霄宗虽然是顶级天阶宗门，但是在宁月的背景面前真不够看。两人的父亲曾经一起历练，有过一段情谊，加上紫月的天赋太强了，才同意缔结了这门亲事。也因为背景的差距，宁月才敢逃婚，不给女方任何面子。其实就是因为紫月的天赋太强了，将宁月给比了下去。大男子主义的他接受不了，因此才选择了逃婚。宁月的事情落幕，魔神宗又恢复到了平静。萧淼淼和白老正式加入了魔神宗，让宗门实力再次提升。林渊也在为大黎皇城之行做最后的准备。虽然现在他的实力足可以碾压整个大黎王朝，但是也不能够大意，狮子搏兔也要用全力。这个世界的水深，谁也不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变故。总之，实力越强，到时候的应变能力就越强。师尊，我要努力修炼，不能够落下林哥哥太多，成为他的累赘。萧淼淼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之色。与宁月一战，让他看见了林渊的恐怖天赋和实力。他不愿意成为林哥哥的累赘，要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你如今天赋的，得到蜕变，修炼之路会顺畅许多。今后为师不能够一直陪着你了。瑶姬女尊的声音非常虚弱，残魂越发淡薄起来。师尊，你怎么了？萧淼淼脸色一变，意识到了不对劲。淼淼，你不必担心伤心，为师本就是一个已死之人，临死前能够收你这样一个弟子，很满足了。瑶姬女尊虚弱地露出了一个笑容，安慰着自己的弟子。前段时间多次拯救萧淼淼，但是残魂能量消耗过度，此时再也支撑不住了，随时可能灰飞烟灭，彻底消失在这个世间。以前他还担心自己这个弟子过于单纯，不谙世事，容易吃苦，如今有了林渊在他身边，也就彻底放下心来了。师尊，不是我害了你。萧淼淼痛苦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淼淼，不要自责，这都是为师的命，你好好修炼，争取早日突破到圣境。瑶姬女尊安慰道。不，我不要让你死，我不要你彻底魂飞魄散。萧淼淼疯狂地摇着头，情绪激动到了极点。对了，我去问问林哥哥，他有没有办法。萧淼淼眼睛一亮，立马前往了林渊所在的宫殿。虽然他对于林渊还不是很了解，但是也知道他很是不凡，不然也不会有一个超凡七阶的巨蟒效忠于他。林渊成为了萧淼淼最后的希望。林哥哥，萧淼淼急冲冲地闯了进去。淼淼，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慌乱的萧淼淼，林渊连忙问道。师傅他快不行了，林哥哥，你想想办法救救他。萧淼淼急得说话都结巴起来。淼淼，你不要急，前辈他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林渊伸出右手，轻轻抚摸着少女，安抚她的情绪。师傅他的残魂将要彻底消失了。想到即将彻底失去师傅，萧淼淼放声哭了起来。这时候瑶姬女尊的残魂从萧淼淼的体内冲了出来。淼淼，你不要伤心，这就是为师的命，反正早就是已死之人。接着瑶姬女尊转头看向林渊，小子，淼淼单纯，容易吃亏，以后你就多照顾她一下。
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这种情况没有人能够救得了。搞清楚情况后，林渊心头一喜，他还在考虑如何与瑶姬女尊元神双修。如今机会不就来了？前辈、晚辈有办法救你，而且还能够让你的元神恢复到巅峰，甚至超过生前巅峰。林渊开口说道。闻言，萧淼淼面露激动的喜色。我就知道林哥哥一定有办法救师傅。瑶姬女尊疑惑地看向林渊，你真有办法？要知道，就算堂堂瑶池圣地，以他现在的情况，也不可能有办法救下他。前辈，你放心，我偶然得到一本增强灵魂力量的秘法《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它的强大绝对能够救你。林渊一脸自信地说道。开玩笑，这可是自己百倍暴击得到的东西，恐怕比传说中的地经还要珍贵。林哥哥，你快和师尊一起修炼吧。萧淼淼急忙道。只是这元神交融和同房无异。淼淼，他可是你的师傅。林渊心中非常愿意，但是情况还是要说清楚。都什么时候，顾及不了其他。林哥哥，你快和师傅元神交融吧。萧淼淼根本没有在乎这些，他现在只想师傅能够好好活下去。不要！听了元神双修和同房没任何区别，瑶姬女尊芳心彻底慌乱了起来。她可是堂堂瑶池圣主，高高在上，清冷无双，千年以来从未和异性有过接触，对男人不假辞色。如今让她和一个男子那样，心里一时间无法接受。况且还是自己弟子的男人，难道要师徒一起？心里羞到了极点。师傅，你难道忘记你的大仇吗？淼淼也不想要失去你，弟子求你了，就让林哥哥救你吧。萧淼淼跪在地上，一脸哀求地说道。那好吧。最终瑶姬女尊还是同意了，和林渊一起修炼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毕竟能够活下去，谁愿意死呢？刚刚也只是太过于羞涩，才下意识地拒绝了。哎，我堂堂瑶池圣主，有一天居然还和自己弟子的男人一起。想到这里，瑶姬女尊心中就无比羞涩，幸好是残魂，不然脸蛋不知道会红成什么样子。堂堂圣主害羞起来，传出去不知道会惊讶掉多少人的下巴。前辈，进入我的识海空间吧。林渊盘膝而坐，放开了自己的心神，让瑶姬女尊进入，心里高兴坏了。虽然瑶姬女尊还没有肉身，无法征服，但是先和她元神双修，等她重塑肉身之后，对自己的抗拒便会很弱。到时候，嘿嘿，堂堂圣地圣主还不是臣服自己？瑶姬女尊可是大气运者，林渊自然不会放过她。别说是萧淼淼的师傅了，亲娘也不行，气运点最重要。瑶姬女尊点了点头，随后深呼吸了一口气，化为一道光芒，冲入了林渊的识海。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出现在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上。这是一个天人境的识海空间。瑶姬女尊瞪大双眸，完全傻眼了。这识海的面积比自己一个圣人还要大，这到底是什么怪胎啊？天人境极境之后，林渊的识海空间再次扩大了10倍。前辈，这时候林渊的元神符现在了瑶姬女尊面前。林渊，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为何识海空间如此之大？瑶姬女尊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前辈，你可听说过退凡13阶无上神体？林渊突然开口说道。他决定将退凡13阶的秘密告诉瑶姬女尊。林渊有自己的考量，这瑶姬女尊好歹曾经是圣主，想要今后征服她，自然要表现出无比强大，不然一个曾经站在大陆巅峰的人物，怎么可能轻易就臣服了？况且只要萧淼淼在自己身边，瑶姬女尊就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第二，以后自己身上的所有秘密都可以往退凡13阶无上身体上推，毕竟就自己一个人铸造出了无上神体，无上神体到底有什么神异之处，他们也不清楚，完全可以让无上神体当借口。至于系统的秘密是不会说出去，哪怕最信任的人也不行，这是他最大的秘密，永远烂死在心里。我听说过，这是从来没有人突破到的境界。瑶姬女尊点了点头，突然她意识到了什么一样，一脸震愕地看向林渊。难道你修炼到了退凡13阶，练成了无上神体？瑶姬女尊无比震惊，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林渊。无上神体便可以开启极境修炼之路。林渊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有无上神体。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竟然有人能够突破到退凡13阶，怪不得你识海如此之大，你的战力如此变态，天人境就打败了通神境的3品地血凝月。瑶姬女尊整个人依旧处于震惊之中，久久无法回过神来，自己遇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变态妖孽啊？他瑶池圣地最强的筑基妖孽也不过退凡11阶，林渊怎么就修炼到了传说中的退凡13阶了？震撼，彻底震撼了！前辈，我们开始修炼吧。林渊的话才将瑶姬女尊从震惊中拉了回来。好，瑶姬女尊点了点头，心情变得紧张起来。那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感觉？心中不免有些好奇。别看瑶姬女尊活了上千岁，但是在那种事情上依然非常单纯、懵懂无知。毕竟她对于男人从来不感兴趣，一心扑在修炼上，十足的修炼狂魔。前辈，得罪了！在瑶姬女尊的一声惊呼中，林渊的元神冲了上去，直接将她抱入了怀中，然后立即运转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起来。瞬间，
一股难以抵抗的吸力将两人的元神融合在了一起，根本难以分开。哼！瑶姬女尊忍不住轻哼了一声。这一刻产生的感情是她一辈子从未经历过的，羞涩之中又带着莫名其妙的愉快。两人的元神彻底交融在一起，彼此再也无法分开。两人的元神被一个阴阳太极图所包裹，上空更是出现了太阳星和太阴星，释放出来的光芒将两人给笼罩。这一刻，两人都感觉到灵魂力量在不断壮大，增强的速度让林渊感到无比的惊喜。如果修炼玄天魂法如同水龙头放水一样，那么此刻就是江河决堤，汹涌狂暴，突破了。这就突破到了超凡4阶后期。林渊心头赫然一震，这突破的速度也太快了吧！按照这个速度，要不了多久，他的灵魂等级就可以提升到超凡5阶层次。此刻，瑶姬女尊心中也是无比震撼，她感觉到自己摇摇欲坠的残魂，此刻在疯狂的恢复，这种恢复的速度前所未见的快。这到底是什么灵魂秘法啊？恐怕比传说中的地精还要珍贵。瑶姬女尊心头狂震，只是这种感觉令人酥麻无比。哎，他是淼淼喜欢的人，我和林渊这样了，这算什么回事？心头不由想到，要是林渊不是淼淼所爱之人就好了。轰！这时候一道力量将两人的元神分开，显然已经到了一次修炼的极限，需要稳固休息一下才能够继续修炼。前辈，你感觉好一点了吗？林渊询问道。哦，好，很多了。瑶姬女尊说话有些结巴起来，有些不知道怎么面对林渊，毕竟元神双修和洞房没有任何区别。那就太好了，淼淼不用再担心。林渊笑道。听见淼淼的名字，瑶姬女尊的芳心慌乱得更严重起来。我们先出去吧，免得淼淼担心。瑶姬女尊连忙说道，她有些不好意思再和林渊单独相处下去。林渊点了点头，接着说道，我们明天继续吧。啊！瑶姬女尊惊呼了一声，然后吞吞吐吐道，不用了吧，他可是淼淼的男人。瑶姬女尊心里一直警告自己，不要和林渊单独相处太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闻言，林渊有些急了，现在不能够收获气运点，不准自己在灵魂上收点利息。前辈，这明显对我们两人都有好处，为何不要了？反正都元神双修过了，一次和2次并没有任何区别。况且你的灵魂力量越强，将来重塑肉身复活，恢复到巅峰的概率越大。林渊连忙劝道，只要灵魂力量足够强大，重塑肉身后立马可以恢复巅峰，甚至于有些变态运气逆天的，直接超过前世修为实力。这有如此多的好处，显然瑶姬女尊犹豫了起来，最终说服了自己，反正都有了一次，那么第2次、第3次有什么关系了？该发生的事情早已经发生，自己何必这项了呢？恢复自身实力最重要，他要亲自手刃逆徒。好吧，我辈修士以修炼为主，既然修炼这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对于我们双方都有很大提升，今后就一起修炼吧。瑶姬女尊点了点头，对，修士就要以修炼为主，其他都不重要。他心里是这样说服自己的。瑶姬女尊离开了林渊的识海空间，她的元神明显明亮了许多，不似刚那般淡薄，摇摇欲坠的样子。师父，我感觉你的元神强大了不少。萧淼淼一脸惊喜地说道。瑶姬女尊轻轻一笑，点了点头，确实有很大的收获。最近消耗的灵魂力量全部得到了补充，心情明显好了许多。毕竟能够不死，谁愿意死了？那太好了，以后就让林哥哥陪师傅一起多多修炼。萧淼淼高兴道。闻言，瑶姬女尊不由低下了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这小妮子哪有让师傅和自己男人经常那样的？淼淼放心，我一定会尽心帮助前辈的。林渊笑道，自己也能够获得莫大的好处，能够不尽心吗？多谢林哥哥了。萧淼淼露出甜甜的笑容，如今师傅没有事了，自己又能够和林哥哥在一起，她感觉到自己成为了这天下间最幸福的人。淼淼，你若是想要感谢，今晚就留下来吧。林渊轻轻拉起少女的玉手，一脸柔情地说道。这都好几天过去了，该收割一波气运点了。至于瑶姬女尊，反正他都指点过两人修炼，也就不在乎他的存在。偷听墙角就偷听墙角吧。林哥哥，这萧淼淼瞬间俏脸变得涨红，羞得低头盯着自己的双脚，脚趾不断的紧抓鞋底，内心紧张慌乱无比。上一次是在意外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就算经历过了一次，芳心依旧无比害羞。萧淼淼脸蛋通红，轻轻点了点头。两个混蛋真不当为师的存在。瑶姬女尊无奈的叹了一口气，然后回到了萧淼淼的识海中。那混蛋小子越来越过分，居然都不避讳我了。瑶姬女尊心中暗骂道，真不把自己当人看啊，好歹自己也是淼淼的师傅。她有些好奇，忍不住释放了一丝神识出去。哥哥还请怜惜。只听见萧淼淼那柔柔弱弱的轻声响起，顿时感到一阵羞涩，赶紧封闭了自己的神识。先前心中一直担心淼淼的安全，才忘记了害羞，指点了两人修炼。如今没有了淼淼的安全担心，再去偷听这件事情，心里就无比害羞。哥哥哥哥哥哥。动情之下，萧淼淼的称呼也变成了更加亲密的哥哥，叫得浑身酥软，动听悦耳。林渊更是在一声声哥哥之中沦陷了。哥哥，
我能不能与你一起修炼元神了？萧淼淼动情地说道，不由想要体验一下师傅和林哥哥一起修炼的那种感觉。没有问题，林渊笑道，刚刚只是瑶姬女尊达到了极限，林渊可没有了，他的识海空间太大了，就算元神双修方面也是强的可怕，不亚于九阳仙体的能力。随后运转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两人的元神交融在一起，开始了修炼。外面的修炼同样也没有停止，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可是真正的双修秘法，两方面都可以同时一起修炼，这才是真的双修炼，神肉一起修炼。这种全方面的修炼让林渊感到前所未有的爽快，灵魂力量、体内的灵力都在增加。最后修炼结束，林渊灵魂力量得到了一点提升，毕竟萧淼淼只是通神境而已，得到的提升自然远不如圣人元神的瑶姬女尊，体内的灵力也增加了一些，同时收获了数十气运点。果然大气运者比中等气运者太爽了，多了10倍气运点。当然蚊子再小也是肉，林渊的思绪不由浮现出了谢烟离的模样。两人再次见面时，自己又可以获得1000气运点，相当于斩杀一位中等气运者。果然多征服气运女，多一些韭菜，气运点才会疯狂增多。淼淼，以后就叫我哥哥吧。怀着抱着少女，林渊开口说道，哥哥确实比林哥哥好听许多，也更加亲密。只要哥哥喜欢，叫什么我也愿意。少女俏脸羞红，心里甜蜜无比，像是吃了蜂蜜一样。就是哥哥的实力有些强大的过分。接下来的日子，林渊每天都要帮助瑶姬女尊恢复神魂力量。刚开始还有一点点抗拒，不好意思，渐渐就习惯了，彻底接受了，甚至有时候还主动起来。看林渊的眼神也完全不一样起来，不再是淡漠，反而有了一丝丝柔情。很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轰！这一天，林渊的神魂开始疯狂蜕变，最终突破到了超凡5阶通神境修士的层次。这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太强了，半个月时间就让我的灵魂等级提升到了超凡5阶。林渊一脸惊喜，这意味着万毒恶女的实力又可以提升了。当然，这也和瑶姬女尊的元神乃是圣人元神有关，毕竟与他双修的元神越强大，对于他的好处越大。换做其他人，根本不可能如此之快突破通神境的灵魂等级。这小家伙真是个变态。瑶姬女尊也感知到了林渊灵魂的蜕变，不由震惊道，前辈晚辈能够侥幸突破，全赖你的帮助。林渊感激地说道，你不要把功劳安在我的头上。瑶姬女尊嗔道，感觉像是自己主动贴上来一样，真是混蛋，你天天前辈前辈的叫，显得太生疏了，以后不要叫前辈了。瑶姬女尊突然说道，听见林渊一副晚辈的态度，恭敬地称呼自己为前辈，方心里就有些莫名的烦躁和生气。两人都这样了，怎么还称呼前辈啊？这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双方一起修炼，不仅能够有很大的好处，还有增强双方之间的感情的作用。所以高高在上的圣主，前辈高人，清冷绝尘的瑶池圣主，对林渊才会有了一丝他也没有察觉到的情愫和柔情，才会对前辈的称呼。林渊一副晚辈的态度，有些郁闷和生气。萧淼淼和林渊修炼后，对他的依赖性也更强了，全是这门秘法的功效。不叫前辈，那我叫什么了？林渊询问道。师傅。不对，你不是我弟子，不能够称呼师傅。想起自己和林渊的关系，师傅这个称呼立马被瑶姬女尊给否定了。如果真成为了林渊的师傅，那真的是大逆不道了。叫瑶姬女尊太生疏了，和前辈没区别。瑶姬女尊也陷入了苦恼之中，她也不知道让林渊称呼自己什么，不是太生疏，就是太亲密，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叫瑶儿。瑶姬女尊鬼使神差的想到了当初自己师傅称呼自己的小名，可是这样自己前辈高人的形象就完全毁了，而且也有些太亲密了。看着瑶姬女尊那苦恼纠结的模样，林渊心中一动，开始试探起来。那不叫你瑶姬，瑶儿、姬儿。林渊疯狂地试探了起来，这让瑶姬女尊羞到了极点。随你便吧，反正不能够当着淼淼的面叫我瑶儿。他还不想在徒弟面前彻底失去了师傅的尊严，不过内心不知道为何居然升起了一丝喜悦。这混蛋小子居然敢称呼我为瑶儿，真的胆子太大了。瑶姬女尊心里暗骂道，但是并没有反对林渊这样叫自己。看了瑶姬女尊的反应，林渊心里不由窃喜起来。果然，这高冷的圣主前辈开始沦陷了，这该死的魅力真是无处不在。瑶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帮你重塑肉身，恢复巅峰。林渊郑重地说道。他能够不急吗？这可是一颗大韭菜，还有一个大气运宝箱，看瑶姬女尊这模样，10有8九能够将他收服，只等挥动镰刀收割韭菜。瑶姬女尊轻轻点了点头，自己牺牲如此大了，便宜了这小子，他帮助自己重塑肉身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瑶姬女尊的心里已经基本上接受了林渊，一来木已成舟，两人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已经成了无法更改的事实；二来受到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修炼的影响，对林渊有了好感；三来别看瑶姬女尊足足上千岁，但是感情还白得跟一张纸一样，和萧淼淼没什么区别。瑶池圣地的核心成员全部都是女性，平日也很少和异性有过接触，林渊算是第一个。这种感情上傻白甜的人比较容易被攻破，
最近我神魂力量大涨，需要巩固修炼一番，无法陪你修炼。瑶姬女尊开口道。林渊点了点头，然后瑶姬女尊离开了，返回萧淼淼那里去。瑶姬女尊走后，林渊立即召唤出了万毒恶女。主人，万毒恶女恭敬的行礼。毒女，准备提升实力吧。随后，林渊将大量毒液注入了万毒恶女的体内，他开始疯狂的炼化这些毒液，实力也开始疯狂飙升，很快就达到了超凡7阶，堪比人类通天境的层次，成功突破了。林渊面露喜色，超凡7阶的万毒恶女，她的实力又得到了一个跨层次的提升。然后他将虚空毒母的境界提升到了超凡5阶，如今至多可以组建500只超凡3阶的毒虫大军，这可是500位天人境的实力啊，恐怖如斯，横扫一切。要知道3绝魔宗天人境就可以当封主了，如今自己可以有500位这样的存在。林渊在万毒谷斩杀了一些5阶、6阶的毒物，因此其他本命毒物也可以晋级。龙蝎兽、血煞蜈蚣、石骨飞虫、冰火双蛇也晋级到了5阶，再加上2大王虫，林渊光可用的超凡5阶通神境毒物就有足足6个。当初因擎苍突破到通神境就如此猖狂起来，一副天下无敌的模样。整个天玄州除开萧淼淼、苏里妹2女也就4人而已，如今林渊的本命毒物就足足6个，这便是外挂的强大。短短1年时间，从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有了如今横扫一国的实力。如今万毒恶女已经突破到超凡7阶，就不用再担心寒冰女王得到寒天圣经突破到通天境对我造成威胁。林渊心中暗道，而且寒冰女王突破到洞天境后对他来说也是一大助力。这段时间太忙了，还没有将寒冰女王给拿下，好歹这也是一个中等气运者。随后林渊便赶去了寒冰女王那里，拜见主人。寒冰女王恭敬的行礼。林渊以天人之境打败了同样是天骄、通神境的宁月后，寒冰女王的态度越发恭敬起来。强大的男人有资格成为他的主人，以前若是有些被迫的意思，如今至少寒冰女王心里自愿了起来，完全接受了成为林渊奴仆的事实。这个男人有这个资格，现在我就传你寒天圣经。另外，这是从寒天圣经中改良出来的寒天功，相当于天阶下品功夫，可以给你族人修炼。林渊说道，圣级功法何其珍贵，自然不可能人人都有机会修炼，因此根据寒天圣经改良出了天阶下品功法寒天功。当然林渊还没有那个能耐，全靠这半个月以来瑶姬女尊帮他改良的。作为瑶池圣地圣主，曾经站在这大陆巅峰上的大人物，这点能耐自然还是有的。闻言，寒冰女王一脸惊喜，没有想到不到1个月自己就得到了寒天圣经。至于族人修炼寒天功也是很不错了，当初他们修炼的血神经也不过是的阶功法而已，如今转修天阶功法也是大机缘大造化。林渊将从母本中拓印出来的寒天圣经交给了寒冰女王，这拓本只能够修炼1次便会自动毁灭，母本林渊则会牢牢掌握在手里，便不怕冰龙血族背叛。至少在拥有绝对强大实力之前，林渊不会将母本交出去。功法你已经得到了，现在来伺候我吧。林渊毫不客气地说道，看着一双比自己命还要长的大长腿，就不由咽了咽口水。妾身好好报答主人。寒冰女王妩媚一笑，绝美御姐的魅力此刻完全释放出来，让人神魂颠倒，不能自拔。叮，恭喜宿主征服中等气运者寒冰女王，获得100气运点中等气运宝箱，修炼结束。系统打开宝箱。林渊开口吩咐道。叮，恭喜宿主打开中等气运宝箱，获得真冰灵弓冰雪寒衣，居然是一件准圣兵。真冰灵弓的威能超越一般的9阶灵兵，可以列入准圣兵行列。可是这件准圣兵和他完全不匹配。林渊看了看一旁太过劳累躺着完全不能够动弹的寒冰女王，这件准圣兵给他使用也不错，能够大大提升其实力，为自己所用。冰雪寒衣则是一件9阶灵衣，雪白一尘不染，穿戴之人会有一种无比圣洁、拒人千里之外的清冷绝尘气质，宛若月宫仙子下凡，同时拥有极其强大的防御力，遇见危险的时候能够凝结出一道冰晶，将自己包裹在其中保护。千秋，你好好修炼，突破到洞天境后，我送你一件准圣兵当做礼物。林渊开口道，为了鼓励雪千秋早点突破洞天境，为自己所用，便打算给点诱惑。准圣兵，果然。听后寒冰女王眼前一亮，这可完全可以当做一个天阶宗门的正宗武器了。主人放心，有了寒天圣经，通天境的瓶颈指日可破。寒冰女王一脸自信地说道，本来她就处于突破的边缘，如今转修升级，如虎添翼，突破不就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我就先走了，不打扰你修炼。林渊点了点头。离开寒冰女王这边后，林渊就迫不及待地赶去宗主苏丽妹那里，该去收割一波师姐的韭菜了。师弟，我还以为你有了其他美人，就忘记我这个师姐了。看见林渊前来，苏丽妹幽怨地看着他，岂敢，就算忘记所有人，都不可能忘记师姐你啊！林渊连忙说道。苏丽妹是他前世今生第一个女人，虽然是被当作炉鼎，但是总算还是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林渊心中自然有不一般的地位。
一番修炼下来，又是不少气运点入手。这段时间都忙着和瑶姬女尊修炼，淼淼那里也半个月没有收割了，该去一趟了。这可是150气运点。离开苏丽妹这里，林渊又想到了另一个韭菜萧淼淼，一连转战3场，也只有拥有9阳仙体的林渊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哥哥，你怎么来了？萧淼淼惊喜道，连忙结束修炼，迎接林渊。我这不是想你了呀。林渊笑道，哥哥，修炼结束，又收了一波韭菜。林渊将自己的面板调出来看了一下，宿主林渊 LV2，境界天人境大圆满，加气运点1600，体质9阳仙体，出城炎龙地脉，功法9阳神功，第6层加，战绩万毒焚天，小成加9龙耀日，大圆满，秘法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宝物天机玉佩，天焰剑，虚空飞梭，青铜面具。以前看天阶上品功法是很强大地功法，现在感觉好差劲，毕竟自己属下寒冰女王都修炼了圣级功法，如果不是这门功法和自己不匹配，林渊也想要转修了。多久能够开出一个圣级甚至是地级功法了？林渊期心中暗道，功法的强弱也是决定战斗力强弱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林渊能够感觉到修炼地功法等级越高，自己无上神体的突破难度就会小很多，这样以后突破境界自然要更容易一些。天人境现在真的好弱哦，苏里妹和萧淼淼可都是通神境修为了，一个元灵圣体，一个冰凤圣体，都是顶级圣体，极其变态。魔神宗山门外，一个面带纱巾身材绝美的紫衣女子降临而来，身边跟着一个拄着拐杖被微微驮着的老妪。这就是3绝魔宗吗？好一个玄阶宗门，居然敢欺负宁月哥哥，看来是真不想活了。紫月看着3座高耸入云的山峰，眼中闪过狠厉之色。不过就这样让欺负宁月哥哥的人轻易死了，那就太便宜他了。紫裙女子的眼珠不断的转动，心里在谋划着一些毒计。有了，她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先让此人爱上自己，让他为了我抛弃萧淼淼，最后嘿嘿自己再抛弃他，在他最爱的时候亲手杀了他，遭到自己最爱之人的背叛，死在自己最爱之人的手中，莫过于是这天下间最大的痛苦。这样不仅可以讨好宁月哥哥，帮他拿下萧淼淼，还能够杀人诛心，狠狠报复这个伤了宁月哥哥的人。对于自己的魅力，紫月是无比的自信。千年一遇的天之娇女，容貌冠绝天下，若天仙下凡，自己身份也算尊贵，乃是天阶宗门宗主亲女。一个小地方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子，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你就乖乖被我的魅力所折服，乖乖沦为我的奴隶吧。紫月自信满满的笑道。这时候一旁的花婆婆插话道，小姐，你还可以让这小子故意败给宁月公子，老奴能够看得出来，败给了这小子后，宁月公子的道心松动，若是不重拾信心，今后的修炼之路将艰难无比。道心崩溃也就是产生了心魔，一旦突破大境界的时候，心魔就会出现，轻者突破失败，重者重伤，修为倒退，甚至于丢掉性命。对，要让他败给宁月哥哥，而且能够在这个小地方成长起来，此人身上必然有大机缘，到时候我会亲自剥夺他的机缘，将其送给宁月哥哥。我知道，因为我的天赋强过于宁月哥哥，他自尊心作祟，才选择了逃婚。若是宁月哥哥得到了这个机缘，实力超过了我，便不会选择逃婚了，我就能够嫁给他。至于那萧淼淼，只要宁月哥哥高兴，就让他当一个小的吧。紫月心中美美的幻想着，顿时心中被逃婚的阴影消失不见，反而一脸高兴的模样。如果林渊知道了，肯定会疯狂吐槽，这一世界居然也避免不了小仙女的存在。花婆婆，我们进去吧。紫月说道。是，小姐。花婆婆也露出了笑容，自家小姐太优秀了，她不相信一个小地方的小子能够挡住小姐的魅力。魔神宗内，白老前来禀告，有一紫衣女子求见，有人指名道姓见我。林渊眉头轻皱，并不愿意出面见她，毕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见她，如果有人想要见她，他就去见，不就累死了呀？林兄弟，那紫衣女子不简单，年龄不大，却有通神境巅峰修为，而且她身边跟着一位老妪，实力我都看不透，最好还是见一见。白老看出了林渊想要拒绝，于是开口劝道。林渊点了点头，带她来见我吧。心中也好奇，这紫衣女子到底是什么身份，白老都看不透，至少也是动天境的修士，这种强者非大离国有，道士是谁了？不久后，紫月带着花婆婆前来了。这时候林渊也打量着前来的女子，一袭紫衣长裙，身段挺秀，魅力的近乎不真实，俏脸绝美，肌肤银白如玉，背齿晶莹，红唇鲜艳，一头秀发乌黑光滑，走起来步连摇曳，曲线完美动人，当真是国色天香。为了让林渊迷上自己，一向戴着面纱的紫月特意将其取下来。定，检测到有中等气运者紫月，征服或者斩杀可获得气运点。听见系统的声音，林渊一愣，没有想到来了一个中等气运者，心里美滋滋。不管是征服和斩杀都血赚。随着实力的增加，略有气运者和小气运者对林渊来说作用都不算大了，至少得中等气运者起步，对他的实力才会有所提升。你就是林渊吗？紫月轻轻一笑，很是淡雅，却有一种极其迷人的感觉，
仿佛整个天地都因为这一笑明亮了起来。他心里很是得意，看林渊的样子像是被自己迷住了。哼唧，果然本小姐的仙姿，这卑贱血脉的贱民是根本挡不住的。正是在下，不知道姑娘前来找我有何事情？林渊开口回答道。如果是普通人，他懒得搭理，既然是气运者，自然要尝试一下能否将其征服。若是没有机会或者麻烦一点，就直接斩杀，管你是不是绝色美人，心中无女人，只有气运点。有了谢烟离和萧淼淼后，林渊也变得挑剔了起来。中等气运者一天才提供可怜巴巴的1气运点，太少了。那有大气运者爽，一天可提供10气运点，相当于征服10个中等气运者。因此对于征服中等气运者，林渊已经不太上心了，只要有一点点麻烦，都会直接选择斩杀。先自我介绍一下，雷州天阶宗门雷霄宗宗主之女紫月，9岁退凡9阶，11岁退凡11阶，12岁踏入超凡境，如今21岁，修为已达通神境巅峰，暂列乾隆榜第55的绝世妖孽。紫月带着极其自傲的姿态介绍着自己，他认为不管哪个身份都是林渊族可以仰望的存在。乾隆榜乃是天机阁为年轻一辈打造出来的一个榜单，记载了50岁之下年轻一辈中的最强108人，目的自然是激起年轻一辈的争强好斗心，鞭笞他们进步。紫月年龄小了一点，所以暂列55，将来是有机会冲击到前10的天骄之女。林渊的战绩也足可以进入乾隆榜了，不过他的事情暂时还没有传播出去，毕竟天机阁还没有强大到800州的一草一木，一丝动静立即就传递到了他们的耳中。大黎王朝只是一个小地方，最强者不过乾坤境，出现乾隆榜天骄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因此天机阁安排在这里的人手是非常之少的。没有1年半载的时间，林渊的战绩是传不到天机阁总部，然后名列乾隆榜中。哦，林渊只是淡淡的回应了一下。天才，哪怕乾隆榜前10的天骄，也只是见他的门槛而已。任你精彩绝艳，但是在开挂的他面前都完全不堪一击。林渊不咸不淡的态度让紫月微微蹙眉，听了自己的来历，不应该是一副无比震惊的模样吗？怎么可能一点表情都没有？一定是林渊故作震惊，想要博取自己的好感而已，一定是这样。呵呵，紫月心中冷笑一声，还敢在自己面前装模作样，看接下来自己如何让你沦陷。林渊，你的战绩我听说了，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我可以代表父亲将你收入雷霄宗。你这个人，紫月笑了，笑得很甜美，自认为将林渊迷得五迷三道。我也很感兴趣，若是加入了雷霄宗，我们2人之间今后说不定还可能发展出一定的关系。不过我这人不喜欢和别的女人一起共享男人，听说你有一些红颜知己，你必须和他们一刀两断。他已经释放了很明显的暗示出去，心想林渊肯定欣喜若狂，内心激动不已，能够有机会一亲芳泽自己这个天之娇女、神女一样的存在，这样的暗示足可以让他为了自己不顾一切，不能够和别人一起共享男人。林渊心中直接给紫月打了一个叉叉，这种不适合自己，要多远滚多远吧。再说为了一个中等气运者放弃2个大气运者，2个中等气运，实属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除非他脑子有病才会同意。多谢紫月小姐的好意，我无意加入雷霄宗，也对你完全没有兴趣。林渊直接回应道，不带一丝感情。啥？对我没有兴趣？紫月直接傻眼了，做梦都没有想到林渊会这样回答道。林渊，我可是雷霄宗少宗主，未来乾隆榜前10的天骄之女，你真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为了一个普通女人就放弃和我发展关系的机会，这可是你能够接触我唯一的机会，这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为了这个机会甚至可以付出一切。紫月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渊，不应该啊，这男人不应该立即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吗？怎么和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呵呵，林渊冷笑了一声，让我放弃淼淼他们，然后得到一个和你发展的机会，除非我脑子有病。他算是看出来了，原来是一个异界版的小仙女，因此说话也不再客气了。林渊，你一定是在欲擒故纵吧？呵呵，我完全不吃这套把戏。告诉你，如果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你将真正错过这唯一的机会，你以后甚至连仰望的机会都将没有了。紫月一脸傲娇地说道，她不相信自己的魅力迷不到林渊，认为这是林渊在对自己使用欲擒故纵的手段，因此心里非常的生气起来。紫月小姐，这个机会我压根就不稀罕，你慢走，不送，这辈子都不要再见。林渊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现在还不是杀紫月的时候，得等机会，毕竟这可是云霄宗少宗主，一旦杀了就和杀了古清晨一样，直接捅破了天。你居然！看见林渊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样子，紫月气的脸色煞白起来。从小他便众星捧月，多少男人讨好他，这个小地方的贱种居然无视自己的魅力，真是岂有此理。就连一旁的花婆婆也是一脸的吃惊，这小子不应该挡住自家小姐的魅力吧？紫月小姐，我说你有病吧？不是人人都对你有兴趣，你的魅力还达不到那种程度。林渊冷冷地说道，这种小仙女脑子就是有病，感觉所有人都要让着她，喜欢上她。好，
好得很。子越被气急了，生平第一次如此生气。林渊，你以为你是谁啊？若不是为了宁月哥哥，本小姐会正眼看你一下。既然事情挑明了，那就明说了。你立即和萧淼淼一刀两断，并且让宁月哥哥打一顿，再贡献出自己的机缘，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否则，休怪我无情。子越双目中有杀意爆发，原来是宁月的舔狗。呵呵，在宁月面前卑微，在其他男人面前却又高高在上，这女人真是脑子有病。林渊的眸子变得冰冷起来。如果不是脑子有病，就不会当宁月的舔狗了。你考虑好了吗？识相一点，可以考虑放你一马。子越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看着林渊，吃定了他的样子。林渊一字一顿的说道：“我放你妈的屁！”直接不客气的爆出了国粹。对付小仙女，就是要不客气。该死，花婆婆，给我杀了她！子越直接炸毛了，气得浑身颤抖，尖声叫道：“小子，你敢欺辱我家小姐！”花婆婆杀意满满的盯着林渊，老东西，就你也敢对我家主人出手，想找死吗？这时候，一道清冷的御姐声音响起，身材极高，女王范十足的寒冰女王，这时候迈着那双极其完美的大长腿走了出来。转修寒天圣经之后，她成功打破瓶颈，突破到了洞天境。刚刚出关，就见有人敢对主人出手，顿时杀机凛然。呵呵，一个刚刚突破到洞天境的小辈，也敢在老身这里张狂。花婆婆气势大增，直逼寒冰女王。老东西，不是活得越久就越厉害。寒冰女王丝毫不退让，气势爆发，和花婆婆对峙起来。虽然花婆婆是老牌洞天境强者，但是寒冰女王修炼了圣经，又有准地血脉，自然不可能弱于花婆婆。对峙了一会儿后，花婆婆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起来。小姐，我们走。然后拉着子越，根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直接离开了魔神宗。主人，要不要留下他们？寒冰女王开口道。不用。林渊摇了摇头，还是实力背景太差了呀。面对背景强大的存在，不敢轻易斩杀。千秋，恭喜你成功突破到洞天境，这真冰灵弓就赠送给你了。林渊兑现诺言，将真冰灵弓取了出去。多谢主人。寒冰女王接过灵弓，一脸的兴奋激动。准圣兵啊，有了真冰灵弓，她的战斗力大增，跨越一个大阶层。还是实力不够，无法做到横行无忌，甚至还担心别人的报复。系统 LV2级可以吞噬王朝气运，吞噬了大黎王朝的气运，能够得到多少气运点了？这些气运点能否让我一飞冲天？林渊心里期待着大黎皇城之行，这还是第一次吞噬王朝气运，并不知道收获能够有多大，希望不要让他失望。千秋，准备一下，后天随我一起前往大黎皇城。寒冰女王恭敬道：“是，主人。”魔神宗外，花婆婆，你怎么带我离开了？子越很是不满地说道：“小姐，那女人不简单啊，老奴未必有把握拿下她，为了小姐的安全，必须马上离开。”花婆婆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再召集一些强者前来。林渊，我一定要让你死！”子越双目森寒，拳头紧握，欺负宁月哥哥，该死！无视自己的魅力，更该死！附近的沧州刚好有我云霄宗的一个附属宗门，现在就去天雷宗调集一批强者前来，替我杀了林渊。子越厉声说道。随后，两人向着沧州所在的方向飞去。这天雷宗乃是云霄宗曾经的一个弟子所创，属于顶级地阶势力，最强者更是达到了超凡8阶涅槃境，超凡7阶的洞天境长老也有好几人，足够帮助自己斩杀林渊。出发的日子到了，林渊只带上寒冰女王一人，登上飞船，向着大黎皇城所在的方向飞去。加上万毒恶女和毒煞天蟒，还有虚空大军，足可以横扫一切。苏里妹和萧淼淼则留下来努力修炼，提升实力。林渊给两女炼制了不少丹药，以两人的天赋，加上有瑶姬女尊这位圣人指导，修为必定能够突飞猛进。巍峨飞船高速行驶，碾破大量气浪。巨大的飞船甲板上，林渊躺在一张睡椅上，喝着美酒，欣赏着沿途的风景。身边一个身材极其高挑、皮肤雪白的绝美御姐半跪在甲板上，给他捏肩捶腿。这也是林渊选择坐飞船，而不是使用速度更快的虚空飞梭。虚空飞梭只是赶路，坐飞船这才叫享受。美人、美酒、美景，爽！主人，我喂你吃葡萄。寒冰女王露出笑容，将一颗葡萄轻轻剥皮，然后含在嘴上，鲜红的嘴唇对着林渊喂了进去。决心当好林渊的贴身侍女之后，雪千秋学了不少伺候人的手段，天赋悟性强，很快就学会了。感受着葡萄的鲜嫩和香甜的精味，林渊一脸享受的咀嚼着。都辛苦那么久了，趁着赶路的这点功夫，享受不行吗？呼呼呼，猛吸了一口气，迷人的香风沁入心脾，让他心情大好。千秋，你靠过来，让我枕在上面，这睡椅太硬了，不舒服。雪千秋没有拒绝，靠了上去。林渊顿感置身于一片柔软高丧之中，享受着柔和的风轻轻从脸颊上吹拂而过。不远处，10数艘飞船组成的舰队碾破风浪，朝着大黎皇城的方向行驶着。每一艘飞船巨大的甲板上站立着全副武装、铁血杀气的精锐士兵。很显然，这是一支百战精锐之师队伍。主帅飞船上，一个皮肤白皙、身上散发出贵气的公子坐在甲板上，一群美貌的侍女跪在他面前伺候着。快到大黎皇城了，
已经离开了整整10年。贵戚公子看向皇城方向，露出了怀缅之色。他便是当今大黎王朝3皇子火灵，在那些古老遗迹中偶然得到了一具神秘骨头，巨大无比。虽然不知其来历，但是能够感觉到他很是不凡，就当送给父皇当做新婚贺礼，到时候必定龙颜大悦。而且这一次在和花灵族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俘虏了大量貌美的花灵族女子，就连花灵族那位最尊贵、最漂亮的圣女都被我给俘虏了。父皇一定会非常喜欢这太子之位，我必定争一争。3皇子火灵哈哈笑了起来。战争是极其残酷，整个花灵族的男性还有年老色衰的女性全部都被3皇子斩杀，只剩下数百名年轻貌美的花灵族女性准备送入皇城献给皇帝。禀告殿下，大事不好了！这时候一个身披战甲的将军急忙来到了甲板上。何事？火灵眉头轻皱。那花灵族圣女打破封印逃走了。将军急忙说道。废话！3皇子大骂道，连一个女人都看不住，这可是我送给父皇的大礼，抓不到就拿你们命来偿，还不赶快出动镇南军给我找，一定要将他给我抓住！3皇子愤怒到了极点，情绪变得异常暴躁起来。这花灵族圣女可是父皇亲自点名要的，因此大黎王朝镇南军掀起了和花灵族的战争。火灵作为主帅，如果事情办砸了，他的太子之位就渺茫了，难怪会如此愤怒起来。是，殿下！将军身子剧烈颤抖，连忙领命。他很清楚，若是找不到人，自己就彻底完蛋了。随后数千镇南军精锐开始地毯式的向着四周搜寻，发现花灵族圣女的踪迹了。不久后便传来了好消息，好，给将军追，不惜一切代价都要给我抓住他。将军大喜，连忙下达命令。躺在甲板上享受的林渊突然感知到了一股能量波动，主人是一群大黎王朝的士兵在追杀一个女人。作为洞天镜，视力非常之好，隔着很远的距离就看清楚了。林渊轻轻瞟向了下面，只是好奇的看一眼，并没有想管闲事的意思。只见在一片密林之中，一个绝美的女子正在被一群士兵追杀。女子一袭粉色的长裙，粉色的头发极其亮眼，头发上插着一朵盛开的粉色花朵装饰，让她更显美丽。倾国倾城，天仙下凡，不过如此。粉裙女子的实力极强，一大群士兵死在她的手中。不过她的情况也不太好，脸色苍白，气息混乱，显然坚持不了多久了。林渊淡淡的收回了目光，就算是绝色美人，他也没有英雄救美的打算，除了气运女，其他都不太感兴趣。定检测到中等气运者花飞鹰，征服或者斩杀可获得气运点。突然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林渊猛地站了起来，没有想到这粉裙粉发的女子居然是中等气运者，那这英雄救美他就定了。千秋，随我一起下去救人。林渊开口道，这女人确实漂亮，应该是花灵族的，主人喜欢，那我就救下她，给你当侍女。雪千秋嘴角微扬，笑了起来，完全没有吃醋的意思。密林中，镇南军士兵们结成了战阵，不断的攻击着花灵族圣女花飞鹰。花飞鹰虽然是通神境修为，但是此时气息非常虚弱，快要坚持不住了。难道我真要接受那耻辱的命运吗？花飞鹰脸色惨白，喃喃自语道。不，他突然眼神变得疯狂起来，就算死也不要过屈辱的后半生。随即将手中的长剑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打算自刎。看见这一幕，吓得陈将军脸色骤变，心都要跳到嗓子里了。花飞鹰，束手就擒，否则你的族人全部都要为你陪葬。陈将军连忙发出威胁道，这可是献给陛下的贡品，如果自杀了便是大罪。果然，用花灵族数百人的性命威胁之后，花飞鹰愣在了原地，迟迟不敢自刎。当，最后手中的长剑掉落到地上，为了族人，他已经打算认命。看见这一幕，陈将军松了一口气，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拿人，将花灵族圣女绑起来。数名士兵走了上前去，准备用特制的铃绳将花飞鹰给绑起来。扑哧扑哧，就在此时，一道幻影猛地冲了上来，那数名士兵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随后，只见一男一女站在了花飞鹰的面前。男的气质非凡，英俊绝尘，宛若真龙在世；女子身材出奇高挑，浑身有一股女王般高贵的气质。你们是什么人？在我大黎王朝境内，居然敢杀我镇南军士兵，不想活了吗？陈将军厉声喝道。大黎王朝？呵呵。林渊露出了轻蔑一笑，这种垃圾东西也敢拿出来威胁我？他此去就是为了灭大黎王朝，怎么可能惧怕威胁？你找死！通神境的程将军目露凶光，一剑朝着林渊砍来。林渊淡淡的抬手一掌拍了出去，顿时鲜血飞溅。通神境初期的陈将军直接化为了一团血雾，死的不能再死了。这花飞鹰眼睛瞪大，难以置信，这个如此年轻的青年居然一招秒杀了陈将军。天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恐怖妖孽啊！将军死了，快逃啊！看见陈将军被秒杀，剩下的镇南军士兵们一个个惊恐到了极点，你们连逃命的资格都没有。雪千秋嘴角微扬，浮现一丝残忍的笑容，四周的温度骤然暴降，紧接着方圆数量瞬间被冻结，那一个个逃走的精锐士兵全部被冻结成了冰雕。咔嚓，随即
冰雕碎裂成了冰渣，全部镇南军士兵也灰飞烟灭。这是一场精彩绝美的杀人艺术。花飞鹰彻底惊呆了，天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恐怖实力？林渊二话不说，直接将花飞鹰带到了自己的飞船上，感谢公子和前辈的救命之恩。花飞鹰直接跪在了地上，一脸感激道：“不必行如此大礼，举手之劳而已。”林渊淡淡一笑：“公子，飞鹰斗胆，恳求你出手救下我的族人。”这个要求看起来很过分，对方和自己非亲非故，救了自己已属大恩，自己却贪得无厌，要求他出手救族人。但是花飞鹰也没有任何办法，毕竟这是救出族人唯一的希望。这世间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可以出手救下你的族人，甚至于灭了大黎王朝，替你花灵族报仇。不过你得付出点什么东西了。林渊死死盯着花飞鹰的眼睛，这眼睛很奇特，居然是幽蓝色的瞳孔。前辈需要什么报酬了？花飞鹰连忙问道。你觉得你现在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能够被我看上了？林渊在花灵族圣女完美的娇躯上下不断的打量着，他的暗示已经很明确了。如果花飞鹰拒绝了，他可不想在区区一个中等气运身上浪费时间，直接一巴掌拍死。和紫月相比，这花飞鹰可没有什么背景后台，杀他完全可以直接出手。公子大恩，飞鹰无以为报，只有这具身子相对还有价值。虽然飞鹰成为了大黎俘虏，但三皇子玉将我献给大黎皇帝，因此还是干净之躯。若是公子不弃，飞鹰愿意终身侍奉，只求你垂怜，救救我花灵族人。只见花飞鹰直接解开裙带，粉红色的长裙轻轻从光滑的肌肤上滑落了下来，一具完美无瑕、银白如玉的身子呈现在眼前，太完美，太绝美了。定力不好的人恐怕当场就会沦陷。花飞鹰也算是聪明人，不似紫月那个小仙女，很快就接受了这场交易。强扭瓜不甜，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逼迫他人，你可要想清楚了，是不是自愿？心里并无半点怨言了。林渊神色淡然，完全无视了这迷人的美景。强扭的瓜是不甜，但是非常解渴呀，只是那该死的系统必须要让对方自愿才行。花飞鹰连忙说道：“公子，你能够救下我，救下我族人，已经是天大恩德。飞鹰自愿终生服侍你，报答这再造之恩，并无半点怨言。自己和对方无亲无故，愿意出手救花灵族，自己伺候他，怎么会有怨言了？”花飞鹰可不是那种小仙女，只谈得到不谈付出。这世界是公平的，想要得到就要学会付出。先穿好衣服吧，将你族人救出来后，你再来服侍我。林渊轻轻一挥手，落在地上的粉色长裙就直接飞到了花飞鹰的身上。谢谢公子。花飞鹰脸上露出喜色，对于林渊的好感度开始直线提升。这个男人并没有急色，而是忍住了欲望，先救自己的族人，算是可以值得托付的主。大黎王朝的飞船上，三皇子火灵一脸焦急地等待着消息。陈将军这个废物，怎么还没有找到花灵族圣女？该死，这可是父皇亲自点名要献上的美人。火灵脸色难看极致，拳头紧握。当今大黎皇帝实足一个好色之徒，后宫妃嫔数万，子嗣数百人，在众多子嗣之中，想要出人头地成为太子，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嗖，就在此时，三道身影出现在了甲板上，让火灵大吃一惊，自己居然没有察觉到。当他看见花飞鹰的时候，顿时露出了喜色。阁下，你抓到花飞鹰送来，本皇子必然会有重谢。火灵以为林渊两人是将花飞鹰抓住，然后送过来领赏的，毕竟这可是大黎王朝的地盘，谁敢和皇室作对？呵呵，林渊笑了笑，淡漠地说道：“既然殿下要重谢我，那就用你的命来重谢吧。”什么？闻言，火灵脸色一变，愤怒无比起来。你找死吗？敢在大黎王朝的境内杀本皇子？作为皇子，在大黎王朝境内横行惯了，对于有人想要杀自己，极其的不屑。来人，给我将他们全部拿下。那个男的直接杀了。至于那女人，火灵贪婪的目光不断打量着高挑的雪千秋，嘿嘿，给本皇子留下。每天看着绝美的花灵族圣女，他就火气很大。奈何这是父皇点名要的美人，他根本不敢有任何心思。如今出现了一个能够和花灵族圣女平分秋色的美人，那颗蠢蠢欲动的心自然再也控制不住了。你找死！这蝼蚁居然敢打自己的主意！雪千秋的眸子瞬间冰冷至极起来。其实大黎皇帝曾经也打过雪千秋的主意，最后在见识到他恐怖的实力后，便打消了念头。如果雪千秋不够强，雪人族的下场早就和花灵族一样了。轰！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压笼罩了整片天地。这是通天境修士的威势！天啊！我刚刚居然想要打一个通天境修士的主意！火灵被吓得脸色苍白，直接跪在了地上。前辈饶命啊！他连忙求饶道：“如果只是乾坤境，凭借大黎王朝的威严，他还不惧怕。但是这可是通天境啊！”死！林渊没有废话，直接出手将火灵斩杀了。反正自己此次之行都是去灭了大黎王朝，杀了三皇子，算是先收点利息吧。你！火灵一脸不甘心地看着林渊，他的太子之梦还没有实现，就这样死了。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的权势，在此刻烟消云散。不甘心啊！定！恭喜宿主斩杀小气运者火灵，
获得300气运点。小气运宝箱系统打开宝箱，叮！恭喜宿主打开小气运宝箱，获得赤龙剑，7阶灵兵，比5阶的天焰剑强，终于可以更换兵器了。林渊心中一喜，随着实力的增强，天焰剑显然已经不足以成为他的趁手兵器。这赤龙剑来的正是时候。至于准圣兵真冰灵弓，属性上和他并不搭配，因此送给了雪千秋使用，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出这件准圣兵的真正威能。而赤龙剑火属性灵兵刚好非常适合他。千秋，杀光所有人！林渊冷冷的下达命令。是，主人。很快，除了花灵族人，所有人都被杀了。主人发现一具神秘尸骨，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能够感知到尸骨中蕴含着极其庞大的能量，来历不凡。雪千秋将林渊带到了一个巨大的舱室之中，舱室内摆放着一具硕大的尸骨，虽然肉身早已经腐烂，只剩下白骨森森，但是依旧散发出强大无比的威势，可见这尸骨生前的实力是何其滔天恐怖。给瑶姬女尊重塑肉身，正好需要一副强大生灵的尸骨作为重塑肉身的骨头，不知道这具神秘尸骨到底有没有用，先收藏起来，带回去给他看一看，是否可以当做重塑肉身的骨头用。林渊心中暗道，这火灵不愧是小气运者，有机缘得到这神秘尸骨，果然杀气运者就是爽，杀人之后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随即林渊将尸骨收入了星辰界中，幸好星辰界够大，轻松能够将其收入其中。火灵的空间戒指就是不够大，才将神秘尸骨放在舱室之中，而不是收入戒指中。林渊自己的飞船舱室中，花灵族圣女花飞鹰温柔地伺候着他沐浴，她轻解衣裙，露出令人发狂的绝美风景。公子，从今以后飞鹰便是你的人，还请你联系。声音极其酥软，令人血脉奋张。这一次林渊便不再拒绝，今后你就好好跟在我身边，将不会再有人欺负你。随后两人一起修炼起来，林渊也没有浪费时间，直接运转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花飞鹰突然感觉到自己神肉都同时得到了巨大的能量，让人无比的爽快起来。我的修为和灵魂力量居然同时在提升，跟着公子果然是最好的选择。花飞鹰内心激动无比，他冥冥之中能够感觉到跟着主人，自己的未来必定璀璨无比。叮！恭喜宿主征服中等气运者花飞鹰，获得100气运点。中气运宝箱虽然只有100气运点，但可以永久收割韭菜。公子你好强，我本来通神境初期的修为，如今居然冲破瓶颈，达到了中气。花飞鹰高兴无比，然后鹰唇温柔地亲了一下，就修炼一会儿，修为就得到了突破。奈元神同参阴阳混沌经太不可思议。飞鹰，我手书一封，你带着族人前去魔神宗安顿。林渊的手中出现了一封信。公子，我想要跟在你身边伺候。花飞鹰一脸不舍地说道。林渊实力强大，天赋妖孽，又年轻帅气，比那个糟老头子大离皇帝不知道强大多少倍，简直是梦中情郎。能够伺候这样的年轻天骄，算是最好的命运了。此刻花飞鹰已经完全沦陷了。林渊微微一笑，实力天赋的提升果然对于女人来说杀伤力巨大，以后征服气运女难度便会小很多。毕竟那个女子不喜欢强大的男子。我要去大黎王朝灭了皇室，带着你和你的族人不方便。放心吧，等灭了皇室我就回去了。林渊轻抚着美人说道。我会乖乖等着公子回来。花飞鹰心里感动无比，以为林渊是为了替花灵族报仇再去大黎皇城的，他不敢成为林渊的累赘，乖乖点头答应了，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修炼，绝不能够成为公子的累赘。等花飞鹰带着族人离开之后，林渊打开了中气运宝箱。叮！恭喜宿主打开中气运宝箱，获得魔云藤种子1亿灵石。魔云藤宇宙之中的特殊生命，集合了攻击、防御、辅助于一体的植物，可以吞噬各种天材地宝进化。林渊了解完魔云藤之后，心里狂喜，好东西啊！这东西可以化作漫天漫藤，将宿主死死保护在里面，同时还可以利用藤蔓进行攻击，也可以利用藤蔓进行缠绕，控制敌人的行动。这东西是好，就是太好资源了，一般人根本养不起。这粒魔云藤种子的血脉等级为超凡9阶，想要提升到圣级、地级，就需要找到能够让它血脉蜕变的珍稀之物。好在林渊现在也是巨富之人，身上的灵石多不胜数，刚刚又获得了1亿灵石，可以用来培养魔云藤。飞船一边前行，林渊一边开始培养魔云藤。林渊手掌中出现了一粒金色的种子，然后直接将它吞了进去。轰！魔云藤种子直接融入了他的血肉之中，开始发芽成长。作为特殊生命植物，是可以和人类共生，这样才能够将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随后林渊开始源源不断的投喂灵石，魔云藤疯狂的吸收，开始不断的成长变强。当吸收了海量的灵石之后，魔云藤终于被培养到了超凡一阶。此时它已经有30根藤蔓，足足有数10丈之高，呈现青绿色，看起来无比摄人。藤蔓的极限更是能够延伸到近1000米之外，这才超凡一阶，体型就如此巨大，以后进化到圣级、地级，不知道能够庞大到何等难以想象的程度。林渊满脸的震惊，就是消耗的资源太庞大了，
这才培养到超凡一阶，他的钱包就有些遭不住了。往后培养需要的资源是越来越多，完全顶不住。灭了大黎王朝，一定要超了国库。林渊心中暗道：主人，大黎皇城到了。雪千秋的声音响起。这时候，一座巍峨巨城的轮廓出现在了两人眼前。到了，大黎皇城。看着巨城的轮廓，林渊的眼中有着无尽的渴望。自从遇见了宁月和紫月两个有大背景的人，林渊对于提升实力的渴望达到了极点。他不想再过那种我命不由我的日子了。吞噬大黎气运便成为他目前最期待的事情。其实不怕这些天阶宗门，最快的方法便是帮助瑶姬女尊重素肉身，恢复巅峰。这样我背后就站着一个大陆最顶级的圣人，也算是有大靠山的人。林渊心中暗道，为瑶姬女尊重素肉身便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想要恢复到圣人境界，这肉身肯定非同一般，需要的材料极其昂贵，难以寻找。我们进城吧，先去找白鹿谢氏。林渊将魔云藤收入了体内，这魔云藤极其特殊，可以随意缩小，当战斗的时候才恢复到本体大小。无尽的平原大地上矗立着一座难以想象巨大的城池，这也是林渊穿越以来见到过最浩瀚最巍峨的巨城，光城墙就有上百丈之高，整座城池覆盖着大量的阵法，隐隐还能够看见阵光流转，看上去给人一种无形强大的压迫感。这便是一个统治9个州疆域王朝的恐怖底蕴。而且如今大黎王朝凝聚了国之气运，整个皇城给人的压迫感更强了，这也是林渊对于此次大黎皇城之行一直不敢大意的原因。论单打独斗，这大黎王朝境内无人是万毒恶女的对手，但是这是灭国之战，并非单打独斗，考验的是一个势力的强大底蕴。这还是一个弱小的王朝，那些传承数十万年的古国皇朝底蕴将有多可怕啊！林渊心中暗惊道，想要做到真正的天下无敌，个人实力必须无敌，同样拥有的势力也要无敌，这才是真正的无敌。个人始终精力有限，很多事情没办法做。林渊带着雪千秋离开了飞船，然后飞身来到了城门前，排好队，不要拥挤，想要进城需要缴纳1块灵石。一个全副铠甲的士兵对着众人大声喝道，毕竟在皇城内是绝对的安全，没有妖兽、山匪的威胁，同时城内有城卫军四处巡查，不允许发生任何争斗。这样安全的环境，如果不设一些门槛，早就人满为患了。1块灵石的门槛就已经杜绝了绝大部分普通人进城的希望。林渊交了2块灵石，然后带着雪千秋便入城了。刚入城不久，这时候一个满脸麻子的中年人笑着凑了上前来，两位，看你们是第一次来大黎皇城吧？人生地不熟，需不需要我替你们带路，给一点点好处费就行了。大黎皇城太大了，又禁止飞行，因此进城前来办事的人也会找一些地头蛇带路，节省时间。白鹿谢氏的府邸在哪里？林渊开口询问道。啊，白鹿谢氏。闻言，麻子脸色骤变。白鹿谢氏在大黎国可是仅次于皇室的超级势力。白鹿谢氏的府邸在内城，我没有资格进入内城，还请大人找其他人吧。麻子脸吓得连忙想要逃走。本来他想要将林渊2人引到自己的地盘上，然后狠狠敲诈一番，但是一听林渊报出的白鹿谢氏名字，便知道是不好招惹的主，直接打了退堂鼓。在皇城内也有许多小帮小派，他们都是这大黎皇城的地头蛇，常常以带路的名义将人引到自己的地盘上，威胁敲诈不少钱财。虽然在大黎皇城内严禁私斗杀人，但是那里有人，那里就会有人情世故和黑暗。这些小帮派的背后都会定时孝敬城卫军长官，只要事情不要闹得太大，都会睁一眼闭一眼，大家一起赚钱。况且他们主要威胁人交出钱财，很少杀人，踩在法律的边缘上。轰！一股强大的威压直接笼罩了麻子脸，让他根本动弹不得半分，心中顿时恐惧异常，自然这次踢到了铁板。你有什么心思我都明白，想要我放过你可以，但是必须带我找到谢府。林渊也懒得浪费时间去找，抓一个地头蛇带路即可。这皇城实在是太大了，有人带路确实能够省去不少时间。大人，内城我真的没有资格进去啊。麻子脸哭丧着脸说道。你没有资格不代表你背后的势力没有资格，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不带我找到谢府，那就死去吧。别以为这是皇城，禁止私斗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林渊眼神冷漠地说道。好，我到你野狼帮。麻子脸被林渊的气势直接吓尿，连忙点头说道。这个世界可是存在许多特权者，惹恼了他们，什么法律禁令都是一张废纸而已。法律禁令只是限制普通人的手段而已，并不会限制特权者。麻子脸带路很快就来到了野狼帮的地盘，这只是一个偷鸡摸狗的小帮派而已，最强者不过退凡9阶。哈哈，麻子不错，又带回来一个肥羊。只见一个刀疤脸大汉扛着一柄大刀，带着一群人冲了出来。老大，他们是去找白鹿谢氏的。麻子脸连忙喊道，生怕老大犯糊涂，这种大人物怎么敢得罪啊？白鹿谢氏？那刀疤脸大汉闻言果然脸色大变，能够去找白鹿谢氏会是普通人吗？而且麻子脸还拼命给他使眼色，显然是一个不可招惹的存在。大人，你有何吩咐？
小的万死不辞。刀疤脸一脸讨好的笑道：“能够在皇城混得风生水起，自然八面玲珑，眼力过人。知道不能招惹，便连忙讨好。你派一个人带我去谢府。”林渊也没有废话，直接开口道：“好，红娘，你带这位大人去内城谢府。”刀疤脸连忙喊道：“是，老大。”这时候，一个一袭红裙、风韵犹存的中年妇人走了出来，拜见大人。红娘恭敬的行礼。林渊点了点头。既然对方识趣，也没有打算再为南野狗帮。就在林渊准备离开的时候，一群身穿破破烂烂衣服的小孩走了回来，他们都拿着一个破碗，全是小乞丐的模样打扮。很显然，这都是野狗帮养的小乞丐，主业偷东西，副业要饭。这边底层艰难的生活，一些小乞丐更是被打断四肢，这样更能博取同情。对于这样的情况，林渊依旧神色冷漠，直接无视。他不是救世主。定检测到逆天者白净月。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让林渊愣在了眼前。这时候，他的目光扫视在一个小女孩身上，看起来10岁左右，穿着破破烂烂的麻衣，小脸脏兮兮，身板极其瘦弱。不过，那双眼睛透露出来的光芒和其他小乞丐完全不一样。其他小孩子都是麻木，而他的眼神坚定，充满神光。系统怎么出现了一个逆天者？林渊心中无比的不解，而且也没有说有奖励啊。逆天者天生命格不受天道所掌控，被天道所弃，身负厄运，同样拥有让天都嫉妒的天赋。超凡气运者之上，便是常说的气运之子，想要杀他们很难，甚至会受到气运反噬。逆天者本身天生就被天道气运所嫌弃，因此不惧气运反噬，将其收入门下，可帮助宿主对付气运之子。通过系统的解释，林渊也总算明白了什么是逆天者。大人，怎么了？看着林渊盯着那群小乞丐，野狼帮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上，生怕这位主是一个心善之辈，见不得如此对待这群小孩子。我打算带走，你们没有意见吧？林渊指了指白净月，声音冷淡地说道：“没问题。”刀疤脸连忙说道，心里也松了一口气。这时候，白净月好奇地看向林渊，不知道这位让野狼帮畏惧的大人物，为何指明要带走自己？你可愿意跟我走？林渊来到白净月面前，开口问道。一群小孩子看向了白净月的眼神充满了羡慕、嫉妒。跟着大人物走，一飞冲天啊！不用留下来受虐待了。恨不得白净月就是自己。我是一个灾星，从小克死了父母，克死了所有的亲人，凡是和我有过接触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大人，你还是走吧。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一飞冲天的机会，白净月竟然拒绝了。不知道为何，第一次见到这个大哥哥，他心里就有莫名的好感，所以他不想连累这位大哥哥。我这个人就是命硬，你克不死我，你的命给我清楚，无需担心，有心理负担。林渊拥有系统，本身就不怕气运反噬，自然不怕逆天者克他。白净月点了点头，我愿意跟大人走。既然大哥哥说了自己不会克他，便没有了拒绝的理由。从今以后，你便是我的弟子，我会救你走出苦海，让你成为最璀璨的存在。逆天者可是拥有连上天都忌惮的天赋，只要不死，将来必定站在巅峰上，也是唯一能够不怕气运反噬，将来能够帮助自己对付气运之子的助力。弟子白净月拜见师尊。白净月重重地在地上叩了3个头。起来吧。林渊向白净月伸出了一只手，白净月伸出那只又瘦又黑的小手，被林渊紧紧牵住。逆天者白净月，修为无，简介混沌剑体，逆乱仙体，万古无一的剑道天才，绝世剑帝转世，暂未觉醒前世神魂，年幼受过重创，经脉尽废，无法修炼。当白净月拜师成功之后，脑海中居然出现了他的面板信息：混沌剑体，逆乱仙体，这天赋怕是已经超越了现在的我吧？林渊无比惊愕道：“果然是连天都要忌惮的天赋，就连自己这个当师傅的都有些嫉妒起来。还好有系统外挂，可以不断增强天赋，不然将来真被弟子给比下去了。系统，收服逆天者没有任何奖励吗？”林渊询问道。太抠门了吧？逆天者本身就是最大的奖励，将成为宿主最得力的助手。宿主的命格会吸引逆天者，一旦被收服，只要对他做出人神共愤的事情，是绝不会背叛。系统的声音响起，林渊暗道，确实是最大的奖励了。混沌剑体，逆乱仙体，逆天一样的天赋，一旦成长起来，真比奖励自己其他东西更珍贵。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命格吸引他，不会轻易背叛，忠心十足。这些零食你们拿着，善待这些小孩子。如果让我知道你们继续虐待他们，那野狼帮所有人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收下了逆天者白净月，林渊心情大好，于是决定做一做善事，扔了10万灵石出来。10万灵石，野狼帮的人一个个都被惊呆了。毕竟整个野狼帮最多也只能够拿1万灵石出来而已，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灵石。大人放心，我们定然好好善待这些小孩子。刀疤脸连忙保证道。林渊点了点头，然后让红娘带路。他牵着白净月的小手，和雪千秋一起跟在后面。